你疯了！你到底要干啥？赐你7元，忍着。不是，我知道我容貌英俊，但这是光天化。我可是个正经人。今天的事情我也是迫不得已，出去后你对谁也不许说。要是被我知道你在外面乱嚼舌根，我活干了你。我捏死你犹如捏死一个蚂蚁。等下，你叫什么名字？现在的你还不配知道，你我先凡有别，就此别过。现在的我的确不配，但并不代表以后的我不配。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哦，那我等你。这女的竟然如此奔放，直接把我衣服给扯坏。唉，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如人，只能任人摆布。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让她在我之下。要死了，这下要来不及了。要是柴送晚了，又要被打了。发誓！顾双成，今天的柴怎么这么少？公管事，我今天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少了一点，可不可以明天一起补上？哼，你也配跟我提要提？不过倒也不是不可以帮你通通融融，只要你把灵石给我，这件事情我就做一回好人，帮你疏通疏通。这6块下品灵石，我要拿来修炼的。咱们外门的灵气本就稀薄，没有灵石的相助，我都无法修炼了。修炼个锤子！你修炼到下辈子都出不了炼气境3重。今天这6块下品灵石，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要是不给，今天我也要按你偷工懈怠之罪将你打死，再夺了你的6块下品灵石。都在这里了。哼，早这样不就得了？小的们，拿起柴，回去。只要有朝一日，我顾双成定报今日之仇。这是什么玩意儿？刚才明明还没有的，怎么看着像个小树苗，但没有叶子，还是枯黄色的。好痛，脑子里怎么回事？这小树苗竟然直接跑到了我的脑海里。出来！还真能出来。给我掉下去！掉！粘得这么死，竟然甩不掉，真见鬼了！在手上长棵树这么显眼，唉，我还不如让它长在脑子里。算了，不管这是什么东西，先回居所再说。昨天晚上不还有4颗的吗？怎么现在只剩3颗了？不会啊，我也没吃也没丢啊，这去哪里了？算你小子识相，昨天的柴算补齐了。哼，长老发话了，明日起砍柴翻倍。这人拨给你，交不出双倍的量，拿你们俩试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飞宇。你是不是得罪公管官了？不说也罢。今天先跟我回去休息吧。这是啥？苍穹无影规则果丹，好浓郁的灵气，好浓，爽。这树苗绝对是个宝贝。还有这白色果实到底是什么来的？是这树苗自己长出来的，还是怎么来的？难道是那颗废炭麻了还能这样？
所以昨天的废丹也是这样被树苗给吞了。可那白色的灵力果实呢？怎么还不出现？可能是这小树苗需要时间才可以结出灵力果实，难道不需要把树弄出来？只要自己握着废丹，小树苗也会吸收吗？这是树苗是宝贝啊，可以通过一颗1下品灵石换来的废丹，制造出一颗如此奇效的白色灵力果实，这也太划算了吧！我靠！我要验牌！还没有问题，我一定是在做梦，绝对是在做梦。口碑新书动漫视频才出，喜欢动漫视频的估计您得多等一段时间。接下来，猪猪将以说书的方式，快速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剧情当。当，随着第2天的钟声响起，顾双成一个咕噜就从床上跳了起来，再次将意识进入脑海之中，就看到那歪树枝上竟然已经挂着3颗白色的果实。妙哉！顾双成忍不住惊呼一声，但是眼下自己没有时间吸收了，只能等晚上。顾双成神清气爽的出门，然后就看到了一边睡眼惺忪的王飞宇。站在门口的他，2条腿还在打摆子，我浑身上下都是酸的。王飞宇哭丧着脸，却又倔强地说道：“但是我一定会加油砍，不给你拖后腿的。”看到他这样，顾双成也就绝了劝他回去的心思。想想好不容易入了仙门，谁又愿意灰溜溜的回去？毕竟在很多人看来，就算是在仙门当个闲鱼杂役弟子，也比在山下做个普通人要有前途。2个人简单吃了早饭，就开始砍柴。昨天吃了那白色灵力果实，所以今天顾双成感觉自己的身体特别有劲。不但没有往日的疲惫，他感觉自己的力量也大了不少，身上的劲就好像使不完一样，将手上的斧头挥舞得虎虎生风。看得边上的王飞宇那是敬佩不已，师兄，你可真厉害，我要是砍一段时间的柴，可以跟你一样厉害就好了。飞宇，你是什么灵根？顾双成一边砍柴一边问道。王飞宇道，我是极品土灵根。啥？顾双成闻言斧头一顿，极品土灵根让你来砍柴，宗门的那些长老们脑子没有被驴踢吧？王飞宇道，哎，一开始测出来我是极品土灵根，那些长老都很激动，我也以为我出息了，谁知道那测试时的光芒很快就暗淡了，长老在我体内一查看，才发现我的灵根是断裂的，也就是我一辈子也只能停留在炼气境，上不去了，除非我能找到修复灵根的灵宝丹药，可长老说这种丹药别说我了，就连我们整个青云门也没有一个人买得起，就算买得起也遇不到。顾双成安慰他道，总有机会的，万一哪一天就给你遇到了呢。很快1天的时间就过去了，2个人算是很勉强的完成了公馆室要求的数量。当然，其中顾双成一个人就完成了接近7成，王飞宇完成了3成。不错嘛，那公馆室过来都已经准备好要敲打一下2人，让这2个人再受点皮肉之苦，逼他们把下一次的工钱也上交给自己。结果看到这足够数量的柴，倒也是没有了找茬的理由，于是阴恻恻的说道。他正要准备给2人再加点任务，顾双成看到了公馆室的脸色异常，他想到了什么，就立刻上前对公馆室说道，公馆室，上次您卖给我的那些便宜的聚气丹，我还想要，不知道您那边还有吗？我下次再找你买，如果有更便宜一些的，我也要。第4章去哪里搞废丹？公馆室明显有些诧异于顾双成的话，他当然知道自己卖给这些家伙的是废丹，但只要他说是好丹，这些个废物杂役，又有谁敢说是废丹？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觉得肯定是因为那天自己打了顾双成，所以导致顾双成对自己充满了恐惧。顾双成这才会愿意主动的来买他的废丹示好。见顾双成如此的识相，公馆室哈哈大笑一声，取消了准备让他们砍更多柴的想法。行，既然你这么想要，下次我多给你点，1枚下品灵石，给你2枚废丹。多谢公馆室。顾双成道。好说好说。公馆室哈哈笑着对那王飞宇道，你小子多跟人家顾双成学学。公馆室走了，顾双成却是狠狠地看着他的背影。刚才顾双成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人家压自己一头，想要为难他顾双成，其实很简单，所以不如主动把灵石给他，多换点废丹。反正这些废丹，现在对于顾双成来说，其实跟好的丹药也没有什么区别。更不要说，万一那公馆室见他识相，一开心就会把他调离这边，派去更轻松、更安逸的地方，那他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修炼，去破解那小树苗的神奇之处了。在这修仙世界，面子和尊严，那不过都是人们内心的自我安慰罢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好好的活着，还是暂时卑躬屈膝的活着，只要你还活着，至少你还有翻盘的机会。死了，那可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该记的仇还是要记的，公馆室，呵呵，现在你吃下去的，以后有一天我都会让你成百上千倍的吐出来。顾师兄，你需要那废丹干什么？边上的王飞宇上前，很是不理解的问道。那废丹吃进去的话，可是会中毒的。
嘿嘿，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不跟公管事说我要买废丹，他今天势必更加为难我们。另一个原因，我就是单纯的收一点废丹，拿着玩玩。我比较喜欢拿废丹在手里盘着玩，想象着我拥有的是一颗好的丹药，然后最后把它捏成粉末的那种感觉。不过这废丹不禁把玩，有些没多久就碎了，所以我想着多搞点玩玩。顾双成道。王飞宇被顾双成这么一说，立刻心中感激无比，他连连对顾双成道：“多谢顾师兄照顾我。”说着，他回到了自己的草舍后，立马拿着7、8颗废丹走了过来，交给顾双成道：“顾师兄，你今天也算帮我的忙，我也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我前段时间也被逼着买过几颗废丹，幸好还没丢，就都送你把玩吧。”顾双成看着躺在他手里的这几颗废丹，眼睛都亮了。7、8颗哎，这就意味着7、8颗白色灵力果实。有了这几颗废丹，服用它们被吸收后的白色果实，顾双成觉得自己的修为都可以直接突破至炼气境2层。你放心，只要我在这里跟着你一起砍柴，我一定尽力帮你，让你少挨点打。顾双成拍着胸脯保证道。说完，就拿着废丹匆匆回了自己的草舍。他照出小树苗，从树上摘下一个白色灵力果实，开始炼化。这一次的这一颗白色灵力果实，感觉灵力要比昨天的那颗还要多。一颗炼化完以后，顾双成就又摘了一颗开始炼化，可这一颗比前面的2颗的灵力含量都要少很多。炼化了几颗白色灵力果实以后，顾双成得出了一个规律，这白色灵力果实是根据废丹里蕴含的灵力来的，毕竟废丹根据废的程度不同，里面的灵力含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废丹在炼制的时候出的问题少，可能被提纯以后还可以抵得过丹药灵力的1/3，但有些废丹因为炼制的时候出的问题大，所以形成的白色灵力果实也只有原丹药的1成、2成。不过这都不重要，就算少，也远超让顾双成自己吐纳天地灵气的修炼速度了，已经让顾双成很满意、很满足了。于是，一连几天，顾双成都是白天砍柴，晚上炼化白色灵力果实。这些白色的灵力果实里面的灵气相当的浓郁，以目前顾双成的实力，一次只够炼化1个，要是连续吞下2个，那他体内都会被胀爆。可就算是每天有足够的灵力供应，顾双成的实力依旧是停留在炼气境1层，不过是从原本的炼气境1层初期变到了现在的炼气境1层中期。这主要是因为顾双成的灵根是下品灵根，上面有许多的小裂纹，吸收灵气时，时不时的会有灵气泄漏，只是比王飞宇的极品而又断裂的灵根好了一点点。所谓极品灵根，就是灵根完整光滑，基本没有任何的裂口，所有吸收的灵气后都能完美转换成相应的属性灵力，储存在灵脉之中。上品灵根则是比极品灵根略差一些，中品次之，下品则是每天灵根露出来的灵气堪堪等于或者小于每天吸收的灵气转换后的灵力。至于废品，那就是你每天吸收的灵气都不够你漏的。极品灵根的修士，就算是不吃灵丹妙药，光靠每天的吐纳，修为也会突飞猛进。可下品灵根的修士，不靠嗑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实力的进步。所以，一般灵根的数量越少，灵根越完整，上面的裂纹越少，那这个人修炼的就越容易，修炼速度也越快。反之，这个人修炼就越难。像顾双成这样的下品灵根的人，需要更多的灵力，至少也是别人的5倍，乃至于10倍的灵力，才能让自己的修为突破。哎，幸好有这小树苗，有这白色的灵力果实，不然按照我原先的情况，我都感觉我这辈子都突破不了炼气境1层。现在至少有了希望。顾双成将小树苗从脑海中照了出来，看着它上面挂着的2个白色灵力果实，轻轻抚摸着小树苗的歪树枝，而那小树苗则好像有灵性一样，用它的歪树枝靠在顾双成的手上。顾双成拿出最后1颗废丹，让小树苗吸收后，他也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他没有废丹了，还可以去哪里弄废丹呢？顾双成陷入了深思。要说废丹哪里最多，自然是丹峰最多，毕竟丹峰弟子可是一直在炼丹的，可自己要想什么办法才能去丹峰呢？顾双成毫无办法，毕竟在这青云门内，他顾双成不过是蝼蚁中的蝼蚁，人微言轻，也不是他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的。等到第2天砍柴的时候，顾双成一边砍柴，一边假装无意的和王飞宇提到了废丹的事情。王飞宇最近也开始慢慢适应砍柴的活，话也有点多。从王飞宇的话中，顾双成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1个月前，王飞宇和几个杂役弟子从公馆室那不得已买了废丹后，路过一个山脚下时，其中有不少杂役弟子就气呼呼的将手上的废丹丢了出去。顾双成估摸着，他们丢出去了至少有30、40颗，要是可以过去找找的话，说不得能找到一些。自己就算是弄到一小半，也有14、15颗，有了这14、15颗，自己说不定就可以晋升为炼气境2层了。当天晚上，顾双成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趁着王飞宇睡着后，悄悄地从草舍离开，前往王飞宇提及的那个地方，想要在那周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那些废丹。第5章无意偷听月黑风高。顾双成从自己的草舍离开以后，走了半个时辰，才到了一个很偏僻又黑黢黢的地方。面前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王飞宇所说的这个地方。周围一片静谧，除了虫鸣鸟叫之声，基本就没有别的什么声音。还真别说，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些阴森的感觉。顾双成不敢过多在这边闲逛，于是他定了一个时间，半个时辰就得赶紧回去。然而半个时辰以后，顾双成在这边毫无所获。顾双成没有因此灰心，毕竟丹药这么小，这片地方这么大，一时间找不到也正常。想要进步成为强者的路，总是充满艰辛和困难的。
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又一次偷偷的摸了过来，在昨天找了区域边上，又找了半个时辰，可还是没有找到。顾双城一连找了几天，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是在第5天的晚上，他找到了废丹。这些废丹一共有10多颗，都在这一片附近。顾双城又在周围找了一下，并没有发现其余的废丹了。看来有些废丹已经被虫子、被鸟给叼走了。顾双城有些遗憾的喃喃道。说完就准备赶紧回去，今天的半个时辰已经差不多了。然而就在顾双城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天上传来了一道破空声，有人落在了顾双城大概100余米处的地方。能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不会是普通人，至少也是搭乘飞行法器的外门弟子。顾双城记得有一种低级飞行纸鹤，需要1块下品灵石一只可以维持飞行距离1000里，只要一丝丝的灵力注入就可以激发，随用随时可以激发，灵力撤回就会自动变为纸鹤。本着小心为上，顾双城立马屏气凝神，小心地蹲了下来，隐藏在一棵大树后面，不敢动弹。很快又有一道破空声传来，也落在了刚才那人的身边。赵师弟，我已经和那些邪道散修联系好了，他们会在3天后埋伏在唐梁出宗门的必经之路上，到时候你假意败给邪道散修，让唐梁一个人被杀，这样一来，唐梁的死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只要他一死，那宝贝所藏之地也就只有你我2人知道了，到时候这宝贝就由我们2个人平分。说的极是，那唐梁还以为只有他自己发现那个地方，我们都还不知道呢，他估计做梦都不会想到那天我们一直跟着他，哈哈哈。但是那些邪道散修根本不认识唐梁，他们给了我这个粉末，无色无味，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但邪道散修可以识别，到时候出发的时候，你偷偷的撒在唐梁的身上，这样邪道散修们就会根据粉末前往杀人。行，师兄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好好干的，这是1000块下品灵石，说好的，请散修出手的费用，我们1人1半。切记，这粉末你必须要储存好，不能丢了，不然邪道散修们可找不到唐梁。放心，后面的话顾双成都没怎么听清，因为天空中刮起了风，他只听得2人谈话之中传来的各种笑声。这2人在密谋交谈了一番以后，也是很快离去，全程都没有注意到一直猫在边上的顾双成。顾双成一时间并没有出来，而是继续蹲守了许久，等到确定2人已经飞远飞走了以后，这才从藏身之地钻了出来。唐梁师兄，顾双成的嘴中喃喃，他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一下子又不怎么有印象。他一开始没有当回事情，就当是宗门内部的一些弟子之间的恩怨，他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那是绝对不能掺和的。想到自己收获了10几枚废丹，顾双成的心中就更是喜不胜收，兴高采烈地回了自己的草舍，一口气让小树苗吞了足足6颗废丹，然后安心地睡下，等待明天早上的6颗白色灵力果实。第2天一早上，顾双成就看到了小树苗的歪树枝上挂着的6颗白色灵力果实。顾双成露出狂喜之色，这是果实吗？不，这是他成为强者路上的巨大助力。这天在砍柴的过程中，顾双成问了问王飞宇，咱们外门是不是有一个叫唐梁的师兄？唐梁？王飞宇一开始并想不起来，后来才想起来，哦，我记起来了，这唐梁是外门丹峰的弟子，是个好人，平时对我们这些杂役弟子也很友好，我上次被公管事派去帮着搬了点东西，他就赏了我1块下品灵石。王飞宇叨叨叨的又打开了话匣子，说个没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把顾双成当自己人了。顾双成此时有些明白为什么王飞宇会被派到这里来砍柴了，这嘴巴是真的没有一个把门的，啥都往外说，所以他在心里也是暗暗的提防，很多事情就不能和王飞宇说，不然指不定哪天他和谁关系一好，也都不经意间给你的秘密也给说出去。不过顾双成还是从王飞宇的话中掌握了一些信息点，而且他还从王飞宇的描述之中想到了一件事情，还记得自己穿越过来后，有一次公管事打自己，好像就是这个唐梁，顺嘴说看了一句别弄出人命来，然后公管事打自己的时候都会适当收手。目前看来，这唐梁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人，还是丹峰的人。要论整个青云门，顾双成最想去哪里，那自然是去丹峰，只有去了丹峰，才可以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废丹。可自己要是直接去和唐梁说有人要害他，人家唐梁会信自己吗？会不会反过来还怀疑自己胡说八道，甚至杀了自己？顾双成知道自己一个杂役弟子，在这修仙世界不过如同蝼蚁一般，每一步都要谨慎再谨慎，当然也不能束手束脚，不然就会错过很多机缘。他一边砍柴一边综合考量了一下，最后想到自己这5行下品灵根的缓慢修炼速度，他还是决定冒险一次，找时间去会会那唐梁师兄。所以一连2天，顾双成每天只睡1个半时辰，白天晚上的砍柴足足多砍了1天的粮出来。终于在第3天，顾双成没有了砍柴的压力，早早的就出门，跟王飞宇说了一声，说自己今天需要出去办点事情后，就朝着外门的方向走去。外门丹峰是在一处景色十分宜人的山峰上，这里灵气浓郁，丹香四溢。顾双成上山，贪婪地吸食着山峰上的灵气，同时四处问路，问到了唐梁师兄所在的炼丹房。到了这边，顾双成也并没有立即进去找唐梁，而是左右看了许久，发现这地方的确没有什么异常，这才放心大胆地走了过去。你找师兄干什么？这一处炼丹房门口，丹童看见顾双成这杂役弟子的服装，立刻不客气地拦住了他。我来请唐师兄帮忙炼制丹药。顾双成刚才就编好了这个理由，毕竟大家要炼制丹药，也都需要找丹房的弟子帮忙炼制。他觉得自己如果不这样说，应该是见不到唐梁的面的。
他说完，感觉到了丹童那根本不相信他的眼神，继续说道：“我攒了很久的零食，才算是凑够请唐师兄出手的材料。”丹童闻言，甩下一句：“等着。”就进去通报了。很快，丹童再次出来，对顾双成说道：“算你运气好，师兄刚好结束炼丹，可以见你一面。要是你没有丹药炼制，哄骗师兄，就别怪师兄按照门规处罚你。”在青云门，对丹房弟子很重视，所以有一条门规，就是要求所有人除需要炼丹外，无事不得随意打扰丹房弟子，否则丹房弟子可依照门规直接责罚，或者上报宗门，由执法队责罚。多谢。顾双成客气的感谢，然后进了门，见到了王飞宇口中的唐良师兄。这唐良师兄果然如王飞宇所说，有一脸的和善样。你想要炼制什么丹药？你们杂役弟子中能请我们炼制丹药的，可真的是凤毛麟角啊，攒了很久吧？唐良刚好炼制了一炉品相较好的丹药，心中很是舒坦，对顾双成的态度也比较好。然而顾双成却是四下看了一下以后，摇摇头道：“唐师兄，我不是来找你炼丹的。”不是找我炼丹的。唐良眉头一皱，有些不悦起来。就算他脾气再好，也不会允许有人消遣他不是。唐师兄，首先我来找你，是为了感谢你当时替我说了一句话，可能你是无意的，但是也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他将那天唐良说的那句别闹出人命的情况和唐良说了一遍。唐良笑了笑，摆摆手道：“这种小事何足挂齿。”顾双成感觉唐良跟自己的关系稍稍亲和了一些，立马趁热打铁跟上。所以唐师兄，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我这边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和你说一下。就算你不相信我，我也要说，那就是你有危险。第6章成功留在丹房。顾双成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由不得他说一些废话，就开门见山直接说道：“唐师兄，我也是无意中听到这个对你不利的消息，在我们宗门里有一个姓赵师兄和另一个师兄联系了宗门外的邪道散修，准备联手对付你，时间就在3天以后你出宗门的时候。”唐良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因为他3天后的确是要出宗门一趟，而这个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只有特定的几个人知道。他沉默许久才继续问道：“你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凭什么让我相信你？”顾双成道：“我没有凭据，但是我听他们说的时候，隐约提到了唐师兄你发现的一个宝贝，他们以前悄悄跟踪过你，知道了那宝贝所在之地，也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去拿那宝贝，所以他们说要杀了你，联手吞下那宝物。”轰！顾双成说到这里，那唐良的气息猛地就颤抖起来。这个畜生！我说怎么他一定要跟着我3天以后一起出宗门呢？唐良的声音瞬间就冰冷了一些。你还听到了什么？顾双成打了一个哆嗦，但还是咽了一口唾沫，继续说道：“我还听到他们要把一种粉末倒在你身上，说邪道之人可以循着粉末找到你。至于其他的，我就没有听到了，因为我隔得太远，只能依稀的听到一些。”顾双成说完，悄悄看了一眼那唐良。好，很好，寻踪粉都用上了。足足10多息过去，唐良才算是将气息稳了下来。他带着浓浓赞许的看向顾双成：“这次的事情你帮了我大忙，这2个蠢货可能还不知道，现在他们的计谋已经被我全数得知。说吧，你想要什么丹药？看在你提醒了我的份上，我可以给你10枚聚气丹，够不够？”唐良看着顾双成说道。顾双成闻言，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不得不说，10枚聚气丹着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换做任何一个杂役，可能都会立刻点头应下来。然而顾双成却是摇摇头：“唐师兄，我不需要丹药，我想要留在丹房，哪怕给你端茶倒水都可以。以后唐师兄让我留下，我就留下；唐师兄让我走，我就立刻走。反正我以后就听你的指挥。”顾双成再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要怎么回答，看起来拿丹药是最好的，但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万一这唐良不放心自己，担心自己回头又去告诉另外人关于他有一个宝贝的事情，直接将自己抹杀了。毕竟这种关乎性命的事情，只有死人是一定不会泄露秘密的。所以相比较而言，顾双成觉得自己选择留在丹房更加的有利。第一，他可以趁机搜罗一些废丹；第二，他就在唐良的眼皮子底下，唐良也就不用担心他还能去干什么。不错。果然，在顾双成回答之后，顾双成明显的感觉到了唐良的手抖了一下，好像是收回了什么东西，同时点头赞许道：“行，正好我需要一个打杂的，那这几天你就先在我的丹房留下，帮着干点杂活，我会找人去和公管事通气，你就不用再回他手下去做杂役了。”唐良说道。如果顾双成选择去拿丹药，那他就会立刻给顾双成2粒毒丹，让顾双成吃下以后当场暴毙。毕竟关乎他的生死和那件宝贝之秘，他是绝对不会掉以轻心的。不过既然人家识相，甘心留在他的监视之下，那他也懒得下手杀人。多谢唐师兄。顾双成闻言大喜，朝着唐良行礼致谢，同时心中暗暗的松了一口气，至少目前看来暂时是活下来，还能成功留在了丹房。唐良朝着外面喊了一声：“小智，进来。”门童立刻走了进来：“你带顾双成去里面找个房子住下，这几天他就先在你手下干些杂活。”是。门童名叫方小智，此时他的脸上明显有些不理解，好好的丹房还有什么活要干的？他一个人都完全干得过来，又招一个杂役有什么用？但他不敢完全顶撞唐良，也根本不敢问出声，应声后就带着顾双成来到了丹房的后院。这里就是以后你住的地方，对面就是师兄炼丹的地方，没有师兄的允许，你不得进入师兄各的炼丹之处半步，也不能出咱们这个炼丹房半步。他给顾双成讲了一大堆的规则规矩，说完之后就管自己走了。
因为方小智是越想越不对，眼下这顾双城一来，他就要怀疑唐师兄是不是要换掉他，让顾双城来当他的丹童了。要知道丹童可是个肥差啊，这些年他靠着这个丹童的身份，可是从中捞了不少的油水和奖赏。不行，必须要想办法给顾双城安排一些脏活累活去干一下，让顾双城知道丹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顺便让他出点错误。有了，方小智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他们这个炼丹房已经有很久没有清理废丹了，要知道废丹可不都是成丹，有的废丹是粉末状的，有的是浆糊状的，手一碰就粘手上，几天都洗不下来，有的还有很浓的焦臭味。方小智想到这里，就想起前几年他整理废丹的场景，有些反胃，反正就让顾双城去清理打扫一下吧，说不定顾双城清理1天2天的就不想干了。第二天一早上，天色都还没有亮，迷迷糊糊之间，顾双城就被方小智给叫了起来，起来干活了。方小智冷冰冰地带着顾双城来到丹房的一个小角落，两人来到这里，顾双城就隐隐闻到了一股子难闻的味道。方小智掏出钥匙，打开一扇门，瞬间浓浓的臭味就扑面而来，晕得顾双城差点窒息。方小智捂着鼻子，转身对顾双城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就先负责整理这里的废丹，把没有味道、有点丹药形状和成色的废丹和有味道的废丹分开存放。1天没整理完，你就继续在这里处理1天。”方小智说完就走了。青云门内，丹峰弟子炼制出来的废丹也都是可以廉价出售出去的，至于谁买，那自然就是公馆市之流。是，只不过就在方小智洋洋得意，想要好好看顾双城笑话的时候，殊不知道顾双城此时都有些想要抱着方小智狠狠地啃上一口了。妈的，好人，这特娘的绝对是个好人。原本顾双城都已经打好主意，做好了准备好好的先在这丹房当几个月的下人先，比如扫地，比如倒垃圾，比如当受气筒，然后才可能会有一些机会接触到这些废丹，从中稍微拿一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方小智如此的好心，仅仅是进来第1天就让自己来整理废丹。虽然这边臭了一点，恶心了一点，但是在增加实力面前，这点臭，这点恶心，算个毛线。就算是粪坑里让他去捞废丹，他也毫不犹豫的会伸手出去掏。一时间，顾双城觉得方小智的样子都变得和蔼可亲了起来。然而几个呼吸后，原本还信心满满、雄心壮志的顾双城就开始面色发白了。臭，这是真特娘的臭啊！眼前的这些废丹，也不知道其中有一些以前是什么丹药，还是说因为放久了，里面的东西没出来了，散发出来的那股子恶臭，简直了，就跟一个人在粪坑里浸一下，又去腐烂的臭水坑浸一下之后形成的那种混合臭味。顾双城也想到，为什么方小智要让自己来这里整理废丹了，应该是他方小智嫌臭不想来整理，或者说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也应该是故意让自己来整理这些废丹的。毕竟从这边密布的蜘蛛网，他就不难猜到这些废丹并不是必须要整理，而方小智故意让自己整理，那说明了什么就不言而喻了。看来这方小智对自己的敌意还是大的，以后要小心提防。第7章突破至炼气境1层后期，顾双城一边在心中告诫自己要小心方小智，一边开始整理。方小智让自己把一些不臭的废丹给清理出来，可是在这种臭烘烘的环境之中，哪还有不臭的废丹，就算是给他一瓶香水，那闻着都是臭的了。顾双城将自己的衣服撕下来好几个布条，然后绑在自己鼻子前，捂着鼻子，让自己稍微好受一些。然后他也顾不上闻丹药臭不臭，小心将那些看起来相对完好的废丹给整理了出来，又把那些品相极差的放在另一边。至于臭不臭，只能以后慢慢的再来闻了。看着手上那一大堆有点丹形的废丹，顾双城咽了一口唾沫，真的好想一下子把这些废丹都让小树苗吸收了。但是顾双城没有这么傻乎乎的蛮干，因为他不敢保证有没有人注意着自己。他的这个小树苗是绝对不能轻易暴露的，一旦暴露，他的小命绝对不保。就这样2天过去，这2天顾双城一直在整理废丹，但是他一颗废丹都没有拿，就连一点炼丹粉末都没有拿。直到在反复确定了自己整理废丹的时候根本无人看着，也的确是没有人会来计算这些废丹的数量之后，顾双城这才小心的拿了几枚半颗以及破损严重、根本没有丹药模样的废丹。反正这种丹药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价值，所以就算是被人发现他偷废丹，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唯一的担心就是这小树苗会不会无法吸收这样子的废丹，或者会不会小树苗吸收了却结不出白色灵力果实。顾双城按捺住想要当场试一试的心情，只是将这些废丹藏在了袖口，拿回了自己的屋子。一直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小心的将废丹拿了出来，又意念一动，将小树苗照了出来。随着一颗奇形怪状的丹药捏在手心里，顾双城就看到那小树苗动了动，旋即他的根须伸了过来，将那废丹包裹了进去。顾双城大喜，又将其余几颗废丹也捏在了手心里。小树苗也是不挑，只要顾双城意念调动，不管是半颗的还是3/4颗的，他都照单全收，全部都被树根吸了进去。这下顾双城就放心了，自己只要顺一点根本毫无价值的废丹回来，就可以变废为宝。如此一来，他的生存安全性也高了很多。而也就在顾双城待在丹房的第4天，唐良从青云门出发了。和他一起出发的还有青云门的另一个外门弟子，炼气境9层的赵牧。唐师兄，那我们就出发吧。赵牧满脸堆笑，对着唐良很是恭敬地说道。
唐良点点头，旋即二人同时动身。可就在这个时候，那赵牧上前，在唐良的身上拍了拍：“师兄，你这里有点脏东西，我帮你拍了。”唐良眼神一冷，这2天他也很不能接受赵牧要害他的事实，他也不敢相信赵牧会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和赵牧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当时一起来青云门报名进的宗门，2个人平时都是有说有笑，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甚至他还期待着一些假想，如果这次出来没有遇到危险，或者说赵牧并没有要害自己的意思，那他就要回去把胡言乱语的顾双成给杀了。当然另一方面，他还是做了万全的准备，随时准备应对赵牧的下手。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们都还没有出宗门，赵牧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动手了。唐良作为一个炼丹师，花点心思去感受，就可以知道赵牧在自己的身上撒寻踪粉了。想想如果没有顾双成的提醒，他应该也相信赵牧只是帮自己拍灰尘，也根本不会留心去感受赵牧有没有给自己撒寻踪粉。唐良嘴上没有说什么，手在袖子里稍微动了几下，然后反手又拍了拍赵牧的肩膀：“谢了。”2人没有多说，纷纷拿出飞行纸鹤，他们用的都是那种价值100块下品灵石的高级飞行纸鹤，单只可以飞行100万里的那种。注入灵力，纸鹤瞬间变大，成为和仙鹤一般大小，2人跳上纸鹤，朝着远处飞去。飞行途中，唐良总是有意无意地落在赵牧的后面。就在飞行了1个多时辰后，2人来到了一处地广人稀的密林上空，几道黑色身影迅速在他们的面前升空，将他们彻底的挡住。你们是什么人？唐良和赵牧停下自己的飞行纸鹤。结，受人之托，要你们中1个人的命。邪道之人！唐良惊呼一声，可那些黑衣人却没有过多废话，直接爆射了过来。砰砰砰，一道道灵力劈链瞬间飞了过来，只不过全是朝着赵牧去的。赵牧傻眼了，不是，搞错人啦，你们打我干什么？他匆忙间运转灵力开始抵挡。青云门丹峰之中，顾双成整理这些废丹足足花了将近10天，终于是把这些废丹中那些还有点丹药模样的废丹整理了出来。他的身上每天也都是臭烘烘的，甚至他手上也都是沾满了各种的黑泥。方师兄，这些废丹我都清理出来了。顾双成将一篮子的废丹交给方小智。方小智闻到顾双成身上的臭味，立刻后退一步，把那些废丹放那里晾几天，等唐师兄回来，他自有定夺。好，顾双成乖乖听话，就将这些废丹都放在了一个淋不到雨的地方。方小智仔细打量了一眼顾双成，震惊地发现这顾双成的眼中不但没有连日处理这臭气熏天的废丹药的疲惫和厌倦，反而是充满了喜悦。这倒是让方小智心中生出一丝警觉来，没想到这顾双成竟然是有这样大毅力的人。这要是人家真的赖在丹房不走，那他的地位岂不是更加会受到威胁？可是方小智再一想，这顾双成不过是一个炼气境1层，还是5行下品灵根的废物。他方小智可是下品火木双灵根，比顾双成好多了。唐师兄再怎么样，也不会为了一个5行下品灵根的人赶走他这个下品双灵根的。他这样一想，倒是更加自信了一些，对顾双成道也少了很多的戒备。后面的2天，方小智也没有再怎么为难顾双成，主要也想不出为难顾双成的方法，也就只能让顾双成打扫了一下卫生。顾双成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他回到自己的屋子，将门拴住，不让人从外面进来，蹲下身子，轻轻地掀开床底下的一块小石板，将下面的泥土挖了一些出来以后，从中挖出来了一个布包，布包里藏着他最近从废丹堆里顺出来的废丹，足足一大堆，至少有50-60颗。顾双成不敢将白色灵力果实拿出来储存，因为他不敢保证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被从丹房赶出去，一旦被赶出去，这些藏着的白色灵力果实可能会被暴露，所以只能储存废丹。所以相比较一旦白色灵力果实被人发现后他的凄惨下场而言，还不如废丹被人发现来得更加安全。顾双成意念一动，小树苗出现在他的手上，他将上面的6颗白色灵力果实摘下，又继续给小树苗投喂了6颗废丹以后，就立刻盘膝坐了起来，扔了1颗白色灵力果实在嘴中，开始炼化其中的浓郁灵力。几个时辰以后，6颗白色灵力果实已经全部被身体吸收。顾双成的实力也从炼气境的1层中期突破到了炼气境1层后期，而到了炼气境1层后期以后，顾双成就感觉到了他的修为进步的速度更加的缓慢了。这么多的白色灵力果实炼化进体内，他的修为竟然一直在炼气境1层后期，眼看着就要突破到2层了，可灵力始终感觉不够的样子。看来炼气境突破1层屏障所需要的灵力，跟前面初期变中期，中期变后期所需要的灵力不是一个量级的。顾双成叹了一口气，只希望自己手上的这些废丹足够自己突破炼气境2层了。现在突破1层就需要这么多灵力，那突破2层，那岂不是需要更多？看这模样，基本上无法从天地间吸取多少天地灵气入体的他，想要突破2层，至少又需要吸收翻好几倍的灵力果实，或者搞一些更好的丹药来服用才行。丹药是别想了，还得继续搞点废丹来给自己提供灵力果实。顾双成嘴中喃喃道，可是要想还什么办法呢？他总不能一直从这个炼丹房里拿废丹，少了人家看不出，多了人家也会奇怪，怎么废丹少了这么多？而他还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刚刚准备开始修炼，就听外面方小智大喊一声，师兄，你回来了。第8章方小智的敌意，顾双成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打开门就看见唐良已经站在了院子里，在他的脸上还有些许的血迹，甚至他身上的衣服还有很多破口，一看就是和别人打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师兄，你没事吧？顾双成担忧地说道，自己好不容易得此机缘进的丹房，要是唐良出事，他可能也要被赶出丹房。双成，你跟我过来一下。唐良没有回答顾双成的话，而是对顾双成招呼一声，转身就进了他的那个炼丹室。唐良的炼丹室很大，一进去就感觉有一股子浓浓的火灵力扑面而来，应该是里面有布置阵法，加强了这个屋子里的火灵力浓度。双成，你坐。唐良随手丢过来一个蒲团，示意顾双成坐下。唐良缓缓说道，这次的事情你帮了我大忙，的确有邪道之人埋伏于我，当然为了答谢你，我也不会对你吝啬，说吧，你有什么想要的，或者想让我做的，我都可以帮你。唐良很是大气地说道。经历过刚才的生死决战，让唐良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顾双成的提醒，在那几个邪道之人阴狠的手段和自己人的背叛之下，他是一定没有任何活路的。所以这次他能顺利地拿到那个宝贝，并且平安地回来，真的全靠顾双成的提醒。所以他回来之后就想着要报答一下顾双成。顾双成思索片刻，依旧是跟上次一样，并没有提什么。虽然他的确是非常想要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他也敢保证这一次唐良给的实质性帮助会比上次说的丹药更大更多。但是他想想还是算了，主要是他赌不起。万一唐良觉得他狮子大张口，虽然表面答应给他一些丹药，顾双成收了，然后唐良反手把他丢了出去，到时候带着丹药，顾双成在杂役弟子院里根本过不好的，所有人都会眼红地盯着他手上的丹药，甚至为了这些丹药不惜弄死顾双成。再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没有人为难，也没有人眼红手上的丹药，可唐良给一次的丹药，够他顾双成提升实力的吗？大概率是不够的，反倒是这边的废丹，自己想想办法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用的。所以结合下来，请求唐良把自己留在炼丹房，依旧是眼下最安全、最有利益的选择之一。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就说道，唐师兄，只要你能留我在你的炼丹房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如果继续在外面当杂役弟子，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会死在外面。当然，如果唐师兄能在修炼上帮助我一下，指点我一下，我一定会更加的感恩戴德。不争不求的顾双成让唐良反而更加的赞许了几分，他点点头对顾双成说道，行，那你就安心在这炼丹房待着，我有空了自然会照拂你一二。说着，他又拿出了一个玉瓶，扔给了顾双成道，你的修为已经来到了炼气境1层后期，可以突破屏障了，这里是5颗我炼制的聚气丹，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还是很有用的，你拿去吃了吧，说不定就可以帮你突破至炼气境2层。顾双成露出狂喜，正想着要是有丹药就好了，这丹药就送上来了。他接过那玉瓶，对着唐良连感谢道，多谢师兄，多谢师兄。行了，你先出去吧。顾双成将玉瓶塞入自己的怀里，然后又对唐良恭敬行了一礼，才转身出去。方小智正在院子里，看到顾双成满脸笑嘻嘻的从唐师兄的炼丹房中出来，立刻眼睛一眯。唐师兄竟然叫这废物进去，而且看顾双成笑嘻嘻的样子，应该不是责罚他，甚至可能是给了顾双成一些好处或者承诺。凭什么？这顾双成凭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可以获得唐师兄如此的重视？我辛辛苦苦运筹帷幄这么多年，勤勤恳恳付出，丝毫不敢懈怠，做牛做马这么久，好不容易才获得唐师兄的重视和提拔，获得丹童的机会。要是眼下顾双成步步得宠，他方小智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被赶出丹峰。到时候作为杂役弟子，他的下场就又只能去砍柴挑水、扫地铲屎。这样想着，方小智看着顾双成的眼神，瞬间就又多了更多的敌意。顾双成在路过方小智的时候，朝着方小智客气地打了一声招呼，方小智看似礼貌地应了一声。可顾双成依旧敏锐地感受到了方小智脸上一闪而逝的强烈敌意，心知这方小智应该是担心自己抢了他丹童的位置，才会对自己有这么强的敌意。顾双成没有直接和方小智翻脸，毕竟眼下的自己还不是方小智的对手。方小智可是炼气境2层后期的实力，马上就要炼气境3层了，一旦突破到了4层，那就可以成为青云门的外门弟子了。自己现在还是炼气境1层，比不过人家的时候，忍气吞声猥琐发育，等到自己变强后，有把握胜出了再反击才是最好的选择。他小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屋子，关上房门，将唐良给他的丹药拿了出来。5枚棕褐色的聚气丹躺在他的手心上，散发出阵阵的丹药香气，真香。顾双成猛地吸了一口香气，感叹道。这还是顾双成穿越过来以后第一次拥有完整无损的丹药，虽然这聚气丹看成色应该只是一品下等的丹药，但这好歹也是一颗丹药，和他以前接触的那些废丹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在这方世界，丹药的品级分为1品到10品，每一品又分为上中下3等，其中1品最差，可以说只要成丹，那就算1品丹药后面品级越高，丹药的品相和药效就越好。到了10品的丹药，据说有起死回生、重塑肉身的奇效。再好的丹药不吃进去也是浪费，吃了吧。顾双成看了一下，就准备把这几颗丹药都吃了，提升自己的实力。然而就在顾双成准备拿一颗聚气丹吞进嘴里的时候，忽然他脑海之中的小树苗颤抖了一下，其中一根根须顺着顾双成的经脉延长到了他的手上，围着那聚气丹。你是在告诉我，你可以将这个丹药也提纯？顾双成试探地问道。小树苗没有动，但是不少根须将那聚气丹包裹了起来。行吧，看在你帮我提高了那么多的废丹的份上，这个聚气丹也交给你。顾双成咬咬牙，用意面对小树苗说道。
他觉得小树苗应该就是可以提纯丹药的意思。再说回来，就算不能提纯，大不了损失一颗聚气丹，反正最近小树苗给自己提纯的白色灵力果实都已经值好多聚气丹了。嗖，小树苗的树根收了回去，那原本在顾双成手上的丹药也已经消失不见。顾双成没有再继续服用其余的几颗聚气丹，他在期待小树苗吸收后的结果。毕竟一颗颗废丹，经过小树苗的改变，都可以成为一颗颗富含灵力的白色果实，更不要说现在这是一颗完好无损的丹药。明天早上至少应该会出现一颗灵力更加充沛的白色灵力果实吧？顾双成喃喃道。他从小树苗上摘下一颗用废丹变来的白色灵力果实，吞下后就开始修炼起来。转眼一晚上就过去。第二天早上，刚刚醒来的顾双成第一时间就查看了自己脑海中的小树苗。第9章小树苗还能提纯丹药。原本顾双成以为这一次小树苗也会结出白色的小果实，然而现实却完全不一样，小树苗上没有结白色的小果实，反而结出了一个黑色的小果实。顾双成伸手过去，用手指一碰那黑色的小果实，那圆滚滚的小果实就立马从树上脱落，掉在了顾双成的手掌上。同时，阵阵浓郁的丹药香味也传入了顾双成的鼻子里。这时顾双成眼睛瞪大，他拖着那圆滚滚的果实，前后左右的仔细看了起来。这哪里是果实，这简直就是一颗丹药，上面竟然还有道道的丹纹。顾双成虽然是一个杂役弟子，平时没怎么吃过什么好的丹药，其实差的丹药他也没吃过，但是对于丹药的基本常识还是懂一些的。任何品级的丹药，只要上面出现丹纹，那就说明这丹药是这个品级丹药的上等丹药。丹纹的数量和他们修炼等级的层数一样，也是12道。而丹纹的数量越多，则代表它越是上等之中的上等。如果12道丹纹全部都有，则这颗丹药就是圆满等级。顾双成数了一下手中的这颗聚气丹，上面正好是足足12道丹纹。这已经是一颗一品圆满丹药了。一品圆满的丹药，其能提供的灵力和一品高级丹药的相比，差距有，但差距不会说非常大。其主要的优点和作用在于其杂质已经被剔除干净，所以人服用以后，并不会对人造成什么负面的作用。要知道，为什么普通的丹药人不能多吃，不能经常吃，就是因为这些杂质留在体内会形成丹毒，长期淤积以后就会损毁人的根基，导致有些长期嗑药的修士在后期的瓶颈会越来越多。顾双成隐隐的也有了一些猜测，因为废丹的结构在炼制的时候被破坏了，所以小树苗在吞了废丹后，不能对废丹进行改造，只能提纯其中可用的灵气，结成一个灵力果实。但要是小树苗吞了一个完好的丹药时，他所做的就是会将丹药中的杂质尽数剔除，虽不能提高丹药的品级，比如不能从1品提高至2品，毕竟丹药的品级和丹药所用药材有很大关系，但它可以把丹药从1品下等提高至1品圆满。顾双成心中激动万分，手上这一颗1品圆满聚气丹的价值很高，因为这种圆满的丹药，很多炼丹师是不太能，也不太会去炼制的。对他们来说，与其投入精力去炼制圆满的低品丹药，不如花时间去努力炼制高品丹药。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在炼丹之路上无法继续精进的炼丹师，才会努力炼制一些丹纹多的丹药。所以在市面上，这种1品圆满聚气丹至少可以卖上1000下品灵石，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卖到1500下品灵石。要知道，普通的那种1品下级聚气丹，售价也就在100块下品灵石左右，价值直接翻了整整10倍。顾双成眼睛一亮，要是我把这1品圆满的聚气丹给卖了，换成10颗1品下等聚气丹，然后再回来让小树苗帮忙提升一下，岂不是可以无限复制？还愁什么没有丹药可吃？这样一来，自己也不用天天只守着废丹了，一颗1品圆满聚气丹，那不比一堆白色灵力果实更强？不过顾双成只是稍稍激动了一下，就很快冷静了下来。开什么玩笑，这样子换的确可以让自己的手里有无数的丹药，但是换1次换2次，可能还可以。换得多了，大家又怎么会不留意？说不定会有人误以为他捡到了什么宝藏，偷偷跟踪他，或者把他抓起来，逼他拿出宝贝，甚至有些高手可以直接用搜魂术搜取他的记忆。到那个时候，别说丹药他守不住，就连小树苗估计也会被人夺走。不行，我还是要小心，再小心。顾双成再次反复提醒自己。他将剩下的4颗1品下等聚气丹全部都让小树苗吞了进去，然后将手上那1颗1品圆满的聚气丹塞进了嘴中。再好的丹药吃进肚子里以后，才算是其价值的体现。轰！随着顾双成将这丹药吃进去，丹药所幻化的精纯灵力也是瞬间如同洪水肆虐一般，在他的体内散开。顾双成连忙引导这些灵力进入自己的灵脉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灵力涌入灵脉，这时的顾双成感觉自己的灵脉变得愈发充盈，爽，真爽。虽然很遗憾他没有一下子直接突破炼气境1层，但他明显能感觉自己离突破炼气境1层已经只差临门一脚。太好了，不愧是1品圆满的聚气丹。同时他心中暗道，不过按照我现在的修炼速度，想要达到筑基期真的是遥遥无期，看来距离能凭实力去弄明白那睡了我的女的是谁还任重道远啊。与此同时，和顾双成这边忙着修炼精进不同，唐良的丹童方小智今天正好奉唐良之命出去采买物资。往常方小智在按照唐良的命令买好所有的物资之后，就会立刻回到炼丹房。但是今天他没有立即回去，而是四处逛了一下，他在寻找可以对付顾双成的契机。
他不能动手动得太过于明显，就算真的要让顾双成死，或者让顾双成犯错，也不能随便让人知道不是。正好他路过一家丹药铺，方小智抬腿迈了进去。这位老爷，您看您要点什么丹药？丹药铺的小二热情地迎了上来，对方小智说道。方小智道，我先看看。但是他在这些柜台之中看了许久，发现丹药铺卖的丹药多是一些提升修为的，或者是一些疗伤的、解毒的这种丹药，并没有那种害人的丹药。于是方小智再一次叫来了小二，你们店里有没有那种可以让人有一些负面影响的丹药，比如让人中毒或者让人致迷、死亡的这种？那小二上下打量了一眼方小智，脸上的那种质疑和觉得你不是个好人的神情不言而喻。方小智连忙咳嗽一声，那个，我就是拿着防身的，万一有人要害我，我就先一步害他。小二笑笑，深深地看了一眼方小智，一切尽在不言中。基本每个来买毒丹的人都会说是拿来防身的，但是开什么玩笑，哪个正经人会拿毒丹防身？这些各名门正派的修士果然都是道貌岸然的做卑劣之事。他没有揭穿方小智，而是说道，说的是咱们可以不害人，但是不能没有害人的手段，不是？老爷您跟我来，我们店铺正好有一些这样的丹药，只是没有摆在明面上卖。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丹药铺的后面，小二拉开一个柜子，里面赫然摆着一排丹药。这是一品毒丹断肠丹，乃是由断肠草制成，给人服用以后只需要1个时辰就可以让人肝肠寸断而亡。此丹药效果刚猛有劲，可以轻松夺人性命。这是一品毒丹迷魂丹，具有治迷的功效，服用以后是会让人出现幻觉，说话行事变得神神叨叨，平时是用来当止痛药用的。但是这个丹药的问题就是迷魂效果如何看几率，有些人服用了1颗就效果很好，有些人需服用好多颗。这是小二说了一大堆，但是方小智都没有怎么继续听了。因为这迷魂丹让方小智觉得很不错，太强的毒丹一下子把顾双成给毒死的话，唐师兄一查准查到他的头上来。但是迷魂丹没事，让顾双成在唐师兄面前胡言乱语，犯点错误，那唐师兄气起来，自然就会将顾双成赶出去。更关键的是，这迷魂丹长得和聚气丹非常的相似，如果真的去下毒，可以假装说这是聚气丹。这迷魂丹多少一枚？方小智问道。小二伸出3根手指，需要150块下品灵石。这么贵，可以便宜点吗？方小智脸上肌肉都颤了一下。小二解释道，不能再便宜了，因为这迷魂丹用的药材都是一些灵气充沛的好药材，你看这丹药，看着就跟那些补充灵气的丹药一样，只是其里面的毒性强于药性，所以才成为毒丹的。这样的丹药，就算是下毒，也更容易骗过别人。一般150灵石，我是1分都不会让的，但是你要买的话，250块下品灵石可以买2枚。我建议你一次性买2枚，毕竟1枚的话，有一定几率没有发挥出药效。但是2枚丹药是大概率可以将发挥出足够的药效的。方小智麻的还是好贵。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杂役弟子，这些年在丹房又捞了很多油水，手上的确是有几百块下品灵石，可这是他准备用来提升自己修为的啊。方小智纠结了。可是没过多久，但是为了自己在唐师兄面前的形象，为了自己可以更好的留在丹峰，拼了！方小智咬咬牙，从自己的怀里掏出灵石袋，数出250块下品灵石，满脸肉痛的交给了小二。第10章给顾双成下毒，买了迷魂丹的方小智也没有急着立马给顾双成下毒。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也有脑子，肯定要在关键的时候给顾双成以致命的一击。就这样又过去了好几天，这几天的时间里，顾双成一直在忙着炼化那几颗1品圆满的聚气丹。别看这炼气境一层最后的一点屏障，他炼化了足足3颗1品圆满的聚气丹，都感觉没有触碰到那一层可以突破炼气境一层的极限。就在这天早上，唐良找到了顾双成，将一些灵草交给顾双成，对他说道，双成，这是几株已经晒干了的灵草，你帮我磨成粉末。说着，他将这些灵草排好顺序，又给了顾双成一些带着编号的瓶子，对顾双成提醒道，顺序不能错，这一株先来，然后就是这株，这株，这株，最后是这株，就按照顺序装在瓶子里。因为我一会炼丹加进去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加进去的，所以顺序是不能错的，不然就会炸炉。好的，唐师兄。顾双成爽快的就应了下来，同时请求道，我可以拿回我屋子慢慢磨吗？在外面我怕有风吹过来，会把粉末给吹走了。唐良点点头，当然可以，一会好了，下午我会叫你，到时候给我送过来就行。唐良说完正要走，就关注到顾双成的修为还在炼气一层巅峰，皱眉道，你的修为怎么还没有突破？我给你的聚气丹你吃了吗？顾双成心头一紧，他只吃了3颗，但是剩下的2颗就挂在那小树苗上呢，可不能说自己没吃完，不然唐良让他拿出来，他怎么拿？于是他连忙道，吃了，就是感觉还差一点点，估计就快了。唐良没有多留，皱眉道，你这修炼的进度有点慢，你不修炼到炼气境2层，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帮我做，你要抓紧了。好的，唐师兄，我会努力抓紧修炼的。顾双成连忙说道。唐良走了，只不过他们这边发生的一切都被那方小智看在眼中，他心中暗道，这下总算是给我等到机会了，这种顺序不能有错的任务，可比那种扫地打扫卫生的容易出问题多了。只要趁着这个时候给顾双成喂下迷魂丹，那么顾双成一定就会犯错，这丹药的药材顺序一错，轻则炼制出来的是废丹，重则炸炉。
以唐师兄那极为严苛、容不得沙子的性格，到时候唐师兄再想要对顾双城信任，想要对顾双城好都不可能了。方小智一想到这里，内心就激动了起来。于是他等到唐良进入炼丹室以后，才悄悄地来到了顾双城那里。方师兄，你怎么来了？顾双城正要开始动手做唐良交给他的任务，见到方小智过来，立马暂停了手上的工作。方小智露出了一丝微笑，双城，你叫我一声师兄，我也从来没有给你过什么好处。这是2枚对修炼有益处的聚气丹，你吃下之后就对你的修为有好处，可以助你突破炼气境2层。顾双城搞不明白这方小智为什么要给自己丹药，总有一种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的感觉。但是看着那灵气4溢的丹药，他终究是想要的，反正自己有小树苗，一会让小树苗吸收了再服用就行。于是他接过丹药，多谢方师兄。然后顾双城就打算将这个丹药收起来，一会完成了唐师兄交代的任务以后，再来炼化丹药。可方小智自然是不会这样轻易放过顾双城的，于是他连忙开口道：“双城，你不想获得唐师兄的重视吗？”顾双城点点头，当然想，只可惜我实力低微，连唐师兄都嫌弃我实力进展缓慢。方小智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但他很快隐藏下去，笑着说道：“你手上的这个活，我以前干过，对你来说是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做的，所以你不如现在吞下这聚气丹。我看你的实力就卡在1层巅峰，就快要达到2层了。炼化这丹药后，运气比较好的话，你应该就可以直接突破至炼气境2层。这样一会你去师兄那里的话，也能得到唐师兄的重视不是？这2天下来，我其实也有些敬佩你，一个5行下品灵根的人，还有这样的坚韧不拔、不愿服输的性格，这让我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所以我想帮帮你。不如这样，你先好好炼化这2枚聚气丹，然后我帮你守着。如果你遇到了瓶颈或者关口，我可以再提供1枚给你。”方小智的话说得非常的好听，俨然一副师兄弟互相帮助的好模样。要不是顾双城平时比较细心，早就敏感地察觉到了方小智那看起来和善的背后，是对自己浓浓的提防和戒备。说不定此时的顾双城早就已经迷糊地相信了。顾双城将那丹药再一次拿了出来，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体内的小树苗再次被他用意念调动起来。只是这一次，小树苗的根没有去他的手掌，而是顺着他的身体来到了他的腹部，随时做好了吞下这2枚丹药的准备。顾双城微微思索了片刻，然后拿起1枚扔进了自己的口中。丹药刚刚下肚，果然，那早就准备在腹中的小树苗将那丹药全数包裹起来，吸了进去。双城，你把另一颗也一起吞了，2颗一起来，效果更好。方小智见顾双城吞下丹药，好像跟个没事人一样，立马继续催促，同时心中对这迷糊丹也是吐槽了好几句，这是什么狗屁的迷魂丹，怎么作用都没有，还真的得吞2颗。顾双城见他催得急，于是再次吞下了1颗丹药，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让小树苗立刻将这丹药给吞了，而是稍微让丹药释放了一些药性。也就这么稍微释放了一点点药性，顾双城就感觉自己的头脑有些昏昏沉沉起来，甚至眼前都开始出现了幻影和重影，整个人也是头重脚轻，虽然不至于晕倒，但是干事情肯定会有些迷糊。显而易见，这丹药一定是毒丹，竟然真的是给自己下毒。这方小智果然没有安什么好心思。顾双城心中明悟的同时，又连忙让小树苗将那丹药包裹吸收。与此同时，方小智已经看到了顾双城的异常，心中暗想自己幸亏买了2颗，这1颗的效果的确不明显，第2颗吃进去，他明显看到顾双城的身子开始晃悠，眼神也开始迷离了，应该就是中毒的迹象了。正在这个时候，方小智听到唐良叫他，也来不及继续看顾双城的状态，就连忙从顾双城的房间走了出去。毕竟如果继续留在顾双城屋子里，那一会出了事，顾双城说不定还可以推到他方小智的身上，但是现在他及时抽身撤退了，呵呵，那可怪不到我头上了。唐师兄最讨厌有人犯了错误还要推到别人的头上，埋怨别人。到时候只要顾双城说是我送他的丹药有问题，或者说我在他房间里干了什么才导致他犯了错误，那唐师兄一定会特别生气。他嘴中轻声喃喃，同时走到唐良那边，开始准备帮助唐良炼丹。而在他没有看到的顾双城的屋内，刚才还有些眼神迷离的顾双城，此时已经清醒无比。他只是稍稍让那丹药散发了一些气息，并没有完全吸收丹药里的药力，所以这一点点的毒性，他的身体迅速就适应并调节了回来。也不知道这小树苗吸收了这2颗毒丹以后，会给我弄出2颗什么玩意出来，总不会给我弄出2颗更毒的毒丹吧？顾双城喃喃说道，同时又眼睛一眯，方师兄，你可真够狠啊，这2颗毒丹我记下了。他说完，就开始认真地磨起了唐良交代的任务。将近2个时辰以后，顾双城就完成了所有的研磨工作。眼看还有足够的时间，顾双城将意识进入脑海之中。此时的歪树枝上，除了原本的2颗1品圆满聚气丹，又多了2颗丹药，同时边上还多了2颗白色灵力果实。顾双城稍稍凑近了一些，就发现那2颗丹药呈诡异的黑乎乎的样子，上面也是12道丹纹，是1颗1品圆满的丹药。同时从丹药上还飘出一些难闻的气息，显然这就是毒丹。顾双城猜测小树苗是把这毒丹给分化了，其中的灵力凝成灵力果实，毒力凝成1颗毒丹，倒也是新奇。眼看时间还有，顾双城想着自己提升一下修为。他看着那歪树枝上挂着的最后2颗1品圆满聚气丹和2颗白色灵力果实，陷入了沉思。老子的5行下品灵根真的有这么费丹药吗？顾双城喃喃道。
但是抱怨归抱怨，丹药还得吃，除了嗑药，他另外基本都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于是顾双成又摘下一颗一品白色灵力果实，塞进了嘴中。本来顾双成想着，这由毒丹凝聚而成的白色灵力果实，估计和那些废丹形成的差不多。但是当白色灵力果实化开的时候，那浓郁的灵力还是让顾双成好生诧异。这灵力竟然和一颗一品圆满的聚气丹感觉也差不多浓郁了。他熟练地将这浓郁的灵力牵引入自己的灵脉之中。随着灵力不停地注入，忽然顾双成感觉自己的灵脉像是被堵住了一样。就那么一瞬，他灵力感觉都进不去了。这是咋回事？顾双成诧异至极。难道需要大力？顾双成疑惑，他隐隐之中有一种感觉，眼下自己距离突破至炼气境2层就只有一层膜了，只需要再猛一点可以冲开。于是顾双成一狠心，将小树苗上的另一颗白色灵力果实也摘了下来，塞进嘴里。那一品圆满聚气丹他暂时没有吃，因为这个聚气丹到时候机缘合适的话可以拿出去流通，但白色灵力果实是绝对不能拿出去的。第11章炼气境2层的瞬间，2颗灵力果实的浓郁灵气一起散开，浓郁雄浑的灵力在顾双成的体内到处乱窜，如同一只狂暴的野兽在四处乱跑。甚至顾双成都隐隐的感觉自己无法正常的引导这些灵力了。他的额头青筋尽数凸起，整个人也变得通红。曹啊，感觉要炸了！顾双成难受的要命，头痛欲裂，感觉自己要走火入魔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顾双成感觉小树苗颤抖了一下，然后一股子清凉之意就从小树苗上散发出来，让顾双成瞬间就冷静了一些。体内那狂暴的灵力也在这一瞬间犹如老鼠见了猫一样，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乖乖的待在原地，不敢动弹了。顾双成大喜，这小树苗有点牛啊！他连忙趁着这个机会再次引导这些灵力汇入自己的灵脉。这一次所有的灵力都是异常的乖巧，顾双成让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随着庞大的灵力快速的涌入灵脉，啪，顾双成感觉到了一声清脆的有一层膜破开的声音，紧接着他就神奇的发现自己的灵脉开始变大变粗，灵脉的外壁也开始增厚。炼气境的时候主要是不停的用灵力锤炼灵脉，让灵脉变粗变大，最后等到快要筑基之时，灵脉会变成一个球状，成为丹田。同时炼气境的灵脉内所有的灵力都是气体状的，而到了筑基时，灵力开始液化，之后的金丹就是让丹田成为固体状，凝成金丹。炼气境2层了，顾双成的脸上露出一丝兴奋之色。通过吞下这2颗白色灵力果实，他总算是成为了一个炼气境2层的修士，追上了丹同方小智的修为。突破炼气境2层以后，那2颗白色灵力果实所残余的药力也是被顾双成尽数送入了经脉之中。看着自己比原先粗大了许多的灵脉，顾双成知道下品灵根的他想要突破炼气境2层依旧是一件很耗费丹药的事情。又拿了2颗废丹丢给小树苗吸收后，他在屋子里激动地踱起了步，时不时的就要用意念去看看自己那变粗变大之后的灵脉。丹药还是需要更多更好的丹药，不过再说起来，哈哈，还得感谢那方小智给我送来的2颗毒丹，要不然我估计得把这2颗一品圆满的聚气丹都吞了，才能突破炼气境1层。要是被他知道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被气死。而且这样一来，我也有了突破的理由，不然我刚才还是1层，现在一下子就突破了2层，唐师兄还会怀疑我是不是藏着什么可以提升实力的宝贝呢。也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唐良的喊声，顾双成，拿过来。简单的6个字飘了过来，顾双成立刻精神一振，也不再欣赏自己突破以后的灵脉了，起身拿起那些装着药材粉末的瓶子，放在一个托盘上，来到了唐良那边。给我。唐良正在炼药的关键时刻，将托盘接了过来，然后按照顺序开始拿起瓶子，往面前的药鼎里开始倒药粉。一边正在忙着给药鼎加柴添火的方小智，时不时瞄向鼎内，在心中期待着里面的丹药什么时候能出问题，能炸炉。然而，随着唐良扔出来的空瓶子越来越多，等待加进去的粉末越来越少，方小智一时有些慌神了。这丹药都快要炼成了，怎么还没有出问题？因为紧张，他的手心都渗出了很多的汗水。顾双成拿来的药粉是炼制这个丹药最后几步所需要的东西了。仅仅过去了没有1刻钟，阵阵的香味就从那鼎中传了出来，那是快要成丹的迹象。灭火！唐良高喝一声。炼气境的炼丹师并没有办法做到灵气化火，所以炼丹只能用凡火，因此在丹药将成之际，需要丹童及时灭火，控制鼎内的温度，不然持续的高温会把鼎内的丹药烧成几枚焦炭。可此时的方小智还沉浸在为什么顾双成没有被那迷魂丹迷晕，为什么丹药没有炸炉的想法之中。唐良说的灭火，他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唐良感觉这鼎内温度依旧很高，探头出去查看，发现方小智还没有灭火。正要发怒的时候，那站在一边的顾双成看到了在方小智的身边有一盆凉水，心想这凉水应该就是用来灭火的。眼下方小智失神，正好是自己好好表现的机会，反正现在的自己也已经是炼气境2层的修为了，和方小智之间可以一较高下了。他脑中前后快速思索过后，觉得现在就是自己好好表现的时候，于是他立刻就冲了上去，拿起那盆，将整整的一盆水都顺着大鼎的火口浇了进去，浇在了那些木柴之上。嘶嘶嘶，随着阵阵水汽上腾，鼎下熊熊燃烧的热火迅速就被这一盆凉水给浇灭了下去。
顾双成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才留心到那方小智，因为方小智就坐在那顶的火口前，所以刚才他这一盆水浇进去，其中有好生一部分水劈头盖脸的浇在了方小智的头上，水珠顺着他的头发滴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看着面前的大鼎，呆呆的坐在那里，那模样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唐良一掌拍开大鼎的顶盖，露出了大鼎中的情况。只见那大鼎的底部安静的躺着5颗丹药。唐良将5颗丹药取了出来，仔细检查以后，发现其中3颗丹药是完好的，但是最后2颗丹药上有一片黑色的地方，显然是因为最后的高温，导致这2颗丹药被烧焦了。唐良本可以得到5颗完好无损的丹药，却只剩下3颗，心中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朝着方小智怒斥道：“方小智，你在干什么？陪我炼丹的时候还发什么呆？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毁了我这一炉子丹药？”方小智被唐良这么一骂，整个人都抖了一下，直接跪在了地上：“唐师兄，对不起，我刚才分神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力的磕头。他也知道作为一个丹童，犯下这样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磕头磕得非常用力。很快，方小智的额头就被他磕破了，在他的额头上形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块。行了，唐良有些厌恶的摆摆手，这次幸亏顾双成及时出手，没有造成大祸，只是损失了2枚丹药。看在你这些年还算兢兢业业的份上，我也不赶你出去，就罚你半年的工钱，你可服气？方小智闻言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他更加用力的朝地上磕了3个头以后，这才直起身子，连连感恩道：“服气，服气，多谢唐师兄手下留情。”顾双成看着这一幕，觉得这唐良在这些并不会威胁他自身安危的事情上，还真的是比较好说话的。不然换做任何一个其余的师兄，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将方小智当场一剑斩杀。唐良在处理了方小智以后，这才转头看向顾双成，脸上也是雷雨转晴：“双成，你很不错，还挺有眼力见。”他说着，就忽然诧异一声：“你突破到炼气境2层了？刚刚我来你那里，你还是炼气境1层啊？怎么一下子就突破了？”唐良作为炼气境10层的修士，在顾双成没有佩戴任何遮挡修为的法宝之时，他是可以一眼看穿顾双成的修为的。顾双成看了看那满额头的血，呆呆坐在那边的方小智，笑笑道：“多亏了唐师兄你前面送我的5颗1品聚气丹，吃了以后我就到了临界点，本来以为还需要几日才能突破，这不刚才方师兄给我送来了2颗丹药。方师兄说我吃了以后一定可以突破，结果我吃了以后竟然真的突破了炼气境2层，真的非常感谢方师兄。”说着，他朝着方小智标标准准的行了一礼。方小智额头上的血滴得满脸都是，听到顾双成的话，他都想要冲上去掐死顾双成，掐死那个卖他丹药的小二。这特娘的，自己花了足足250块下品灵石买来的迷魂丹，不但没有让顾双成犯错误，让顾双成被唐师兄赶出丹峰，反而还让他修为暴涨。哦，对了，还引得他自己失神犯错，被唐师兄责备，磕了一个头破血流。一来一去的差距感，让方小智那个气儿差点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但是眼下唐良在这里，他也不好摆个臭脸，强行挤出了一丝微笑道：“大家都是在唐师兄的手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顾双成当然知道这方小智说的是客套话，但他还是努力继续恶心方小智道：“以后我一定会跟方师兄一样，好好的帮唐师兄打好下手，让唐师兄可以全心炼丹。”唐良见顾双成还带着感恩的心，很是满意，对顾双成说道：“行，既然你已经突破到炼气境2层，那你今天开始就和小智一起，在我炼丹的时候给我打下手。以前你炼气境1层，有些事情你帮不了，现在你突破了，也就可以帮我做很多事了，加上你这么有眼力见，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顾双成对此很是兴奋：“真的吗？那太好了，多谢唐师兄。”为什么很多人都想要来丹峰做丹童？不仅仅是因为丹童有不少的油水，更主要的是进了丹峰以后，在炼丹房做丹童，就可以学习观察人家是怎么炼丹的。这对任何一个以后自己要走炼丹之路的人，那将也是有不少裨益的。顾双成对于炼丹自然也是垂涎已久，毕竟他有小树苗，自己炼制出来的丹药，就算是1品下级的小树苗也能给提升成为1品圆满的。所以如果成为炼丹师，他只要拼命研究如何炼制高品丹药就可以。他也在脑子里想过很多次，以后要是自己可以成为炼丹师就好了。只是以前他没有这个门路，自己修为实力又低，根本不敢想。现在有了小树苗，实力也逐渐提升，唐师兄又给了自己这个机会，他当然也想要试一试的。方小智见到顾双成那兴奋的模样，感觉腹中逆血上冲，差点真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早就担心顾双成会和他抢这个丹童的位置，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会来得如此之快，来得让他如此的猝不及防。在唐良没有看到的角度，他阴恻恻地看着顾双成，不行，我一定要让顾双成消失。第12章奇形怪状的丹药。自从顾双成进入炼气境2层，唐良也给了他和方小智一样的权利，因此他在炼丹房就变得比以前更加自由了。从炼丹房拿废丹也变得方便了很多，每次去那边放废丹的时候，他都可以顺便顺几颗出来。不过顾双成依旧是比较谨慎和低调，不会一次性拿很多废丹，毕竟那样的目标比较大。而且现在他主要都拿那些看起来完好无损的废丹，因为顾双成感觉唐良其实也知道他们丹童可以拿这些废丹去卖给杂役管事，对此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反而是如果他去拿很多只有半颗或者破损严重的废丹，才会引得唐良的警觉和注意。
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不同，做出来的事情也必须要有所改变。这天，唐良让方小智出去办点事，正好单房里就剩下顾双成，于是就交给了顾双成一个任务，让顾双成去方市购买一些七星草。在青云门内，一般可以有2种购买东西的方式，一种是在宗门里找宗门宝库买，但是宗门宝库一般不怎么收藏品级很低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不值钱，还得花人力物力去管理，太过于繁琐。所以在青云门的边界处有一片方市，这些方市主要就是给门内弟子和外面的弟子互相买卖宝物用的，当然在方市内也有一些其余势力在这里开店的。这个七星草是一种低级药材，所以只需要去方市购买即可。顾双成这段时间在炼丹房内也算是积累起了一些小财富，有足足100枚下品灵石。他也打算趁着这个时间在方市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购买的东西。从丹峰出发，足足走了1个多时辰，顾双成才算是走到了方市。远远的顾双成就听到这边喧闹的声音，有叫卖的，有砍价的，有大声呵斥的，当然没有人打斗的，因为方市内严禁动手，青云门执法堂甚至专门有派执法队在这里，也算是变相保护自己门内弟子的安全。难得出来，顾双成在方市内好好的逛了一下。原来整个方市也分为2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店铺区，看起来比较的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有一个区域是自由交易区，这边就显得更加杂乱无章。店铺区顾名思义就是一间间店铺，有丹药铺、符篆铺、法器铺等等，而自由交易区就是一个个修士自己摆摊售卖自己的宝物。顾双成先是找到了一家丹药铺，想看看自己的积蓄够不够自己买一些丹药，毕竟自己现在可是有足足100枚下品灵石，这可是他以前当杂役弟子不吃不喝10年才能攒下来的积蓄。这样想着，顾双成的脊梁也是挺得笔直，瞧瞧，这就是灵石带给人的自信，在这里，灵石就是男人的脊梁。结果进去之后，他看到了这边的价格，才知道什么叫做贫穷。一品下级聚气丹100下品灵石1枚，一品下级断骨丹200下品灵石1枚，一品下级静心丹200下品灵石1枚。看着别人随便买点啥就是几百几千下品灵石，顾双成灰溜溜的逃了出来，合着他手上的100枚下品灵石，只够他买1枚下品聚气丹的。买了之后，就浑身上下光溜溜了。被丹药铺这么一打击，顾双成也没有了继续逛其余铺子的底气。买了七星草，就去边上的交易区看看吧。他喃喃道：人嘛，总会觉得摆摊卖的东西会比店里的便宜一些的，所以他准备还是去外面的自由交易区碰一下运气。不过在这之前，他需要先把唐师兄交代的任务给完成了。顾双成左右看了一下，找到了一家药材铺，进去购买唐良所需要的七星草。这个药材铺里面散发着浓浓的药材香，那味道和上一世的那些中药店有些相似。老爷，您要买些什么药材？小二客气的迎了上来。你们七星草多少价格？我要买200株。顾双成道。小二娴熟的领顾双成来到了一处柜台前。老爷，这里有10年份的七星草，是5块下品灵石1捆；100年份的七星草是50块下品灵石1捆。如果您要更高年份的七星草，就需要和我们管事的谈了。顾双成点点头，唐良已经交代过，只要10年份的就可以，价格也是和唐良说的一样。基本所有的低级药材都是按捆卖的，1捆是10株，因为炼丹师每次炼制丹药的时候，基本是炼制1炉，也就是10颗丹药，至于最后成丹能有多少，那就看炼丹师的水平了。我要20捆10年份的七星草，能便宜一些吗？顾双成还是打算砍一下价格。那小二又看了看顾双成，爽快说道：当然是可以的，你要买20捆的话，我给你便宜一点，就给98块下品灵石就行。顾双成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付了钱，将七星草放入自己背着的背篓里，然后就径直走向了一边的交易区。明显交易区这边要比店铺区那边热闹得多，很多青云门和其余宗门的弟子盘膝坐在地上，他们的面前的石台上摆着他们要售卖的东西。顾双成背着背篓，饶有兴趣的在其中逛了起来，其中也不乏一些比较放得开的弟子，大声的吆喝着：一级凶兽赤炎珠的金盒，1000下品灵石，要的赶快来买啊！银魂草，银魂草，便宜卖了，便宜卖了！一品法器青莲剑，500下品灵石。顾双成走了一段，发现这些玩意的价格也真的是不见得便宜，动辄也是几百几千下品灵石。正在他感慨原来不是东西贵，是特么的太穷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个胖子守着一个摊位，这个摊位上摆的清一色的几乎都是丹药，只不过这些丹药品相都不怎么好，看着不像是废丹吧，可是跟废丹也差不了多少。走过路过的人还会对这胖子好一通嘲笑，你这个家伙脸皮也够厚的，这么差的品相的丹药还敢拿出来卖。就是这种丹药，我们一般都是当废丹扔掉的，哪里会拿出来卖？哈哈哈，还别说，这丹药竟然是方的，吞下去不得拉嗓子。不过里面灵气倒还是有一些的，估计提纯的时候没有提纯好。你这胖子是炼丹的时候睡着了吧？哈哈哈，你们星月谷平时就是炼这样的丹药的。那胖子面对这些人的话也不气也不恼，反而是理直气壮的说道：谁都是这么过来的，而且我的这些丹药只是火候没有到，药效还是有的，关键我可以卖的便宜，总比我拿去扔掉了好。你们觉得差，可以去买贵的好的，自会有人要买我的丹药的。听到胖子的这话，大家倒也新奇，嘿，你这心态倒也是挺好的。基本上所有人都只是拿他当了一个乐子，要么就径直走了，要么就嘲笑几句，见胖子不气不恼也无趣的走了。
只有顾双成等到人少的时候凑了过去，你好，你的这些个丹药是怎么卖的？胖子那肉乎乎的脸上闪过一丝惊喜，一双眼睛瞪了老大，也就跟从2颗绿豆成为了2颗黄豆大小。你要买我的丹药？第13章，胖子连屁猴。胖子的声音很大，很快就吸引了一些人看了过来。可嗨嗨，顾双成觉得有点难为情，心想我都来问你了，你还这样反问，这不是纯纯多余吗？但是在提升实力面前，顾双成又觉得无所谓，大不了被人笑几句，只要我强了，你们就笑不出来了。面子在实力面前不值一提，没实力就算别人尊重你也是虚假的，有实力就算你天天躺泥土堆里打滚，别人也叫你一句高人。是的，我手头紧张，吃不起好的丹药，所以想看看你的这些丹药。顾双成如实说道。有时候真诚才是最大的必杀技。那胖子有些激动，朝着4位泄愤般喊道，看看，你们还说我的丹药卖不出去，谁说的？我告诉你们，我就是来帮助像你这种吃不起丹药的人的，让你用最少的钱吃上丹药。说着，他还是嘿嘿一笑，轻声补上了一句，当然，丹药的效果会稍微差一点。边上的人见状，看到顾双成这一身杂役的服饰，也知道顾双成说的没错，一个杂役弟子能有多少下品灵石，就算是攒下来一些，也会被人搜刮干净。纷纷感慨着好鞍配好马，坏鞍给伯马。那胖子给顾双成介绍起了自己的丹药，这一枚是疗伤丹，可以治外伤的，一品下级，嘿嘿，下级。这一枚是聚气丹。顾双成看了看胖子说的那颗聚气丹，妈的，这人家要是不说，他都以为这是一颗花生丹。那长相是真的跟花生很像，但是神奇的是，它没有被炼废成为废丹，因为还是有丹香，里面的灵草也没有被过度破坏。胖子看到顾双成的眼神，挠挠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练出来会这样，我明明是照着他们教我的方法练的，但是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越练越好的。顾双成笑了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直接问道，这聚气丹多少一枚？胖子犹豫片刻，伸出手指道，10块下品灵石，可以再便宜一些吗？我手上没有很多灵石。顾双成其实觉得价格差不多，但还是想要尝试砍一下价格，毕竟他不确定这丹药在小树苗吞了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1品圆满的丹药。8块下品灵石吧，8块已经是极限了，要不是我需要一点下品灵石当零花钱去买东西吃，我也不会拿出来卖的，更不会偷偷拿到你们青云门这里来卖。顾双成看了看胖子身上穿着的星月谷的服饰，从刚才路人的话中，他就知道这胖子是星月谷的人。星月谷也是一个大宗门，和青云门算是离得比较近的。他又看了看胖子的体型，不得不说，他说他要弄点零花钱去买东西吃，顾双成是绝对相信的，由不得他不信。行，8块下品灵石就8块，这10颗聚气丹我都要了。顾双成指了指那一堆聚气丹说道。其实本来他也是想着还是买一颗回去试试水，如果好再来买更多的聚气丹，但是想到自己有这样能出炼丹房的机会也是不容易的，下一次出来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所以顾双成还是想着一口气都买了，赌一把，大不了就是10颗白色灵力果实，也不算亏的。80块下品灵石花出去，顾双成兜里瞬间就只剩下20块下品灵石了。胖子原本以为顾双成最多买1-2颗，现在一听顾双成竟然要10颗，一时也有些激动，胖乎乎的手在台子上一摸，拿过来1颗丹药，好，你买10颗聚气丹，我送你1颗疗伤丹。你还有别的药吗？胖子继续怂恿顾双成多买一些。顾双成看了一下，发现其余也就一些疗伤之类的丹药，兴趣不大。他天天待在炼丹房，基本也没有什么打斗的。这个蓄力丹你要不要也买1颗？一般1品下级的蓄力丹可以让你的实力短时间里提升1层，比如你练气境2层，吃了蓄力丹可以直接提升为3层的实力，持续时间大概是1刻钟，但是事后也会有一段时间的萎靡期。当然，我这个丹药的药效上可能要稍微差一点，也不知道是提升实力上稍微差一点，还是持续时间上短一点。胖子也如实说道。顾双成在听到这蓄力丹的药效的时候，心中一动了一下，好东西啊！这等于是可以在短时间忽然暴涨实力，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很多关键的时刻，这样一枚丹药是完全可以扭转战局，甚至可以说能保命的。更不要说这还只是1品下级蓄力丹的作用，要是经过小树苗的提纯，让这丹药变成1品圆满蓄力丹的话，估计药效还可以更加的强劲。这个蓄力丹多少灵石一枚？顾双成沉吟了片刻后开口道。他没有表现得很明显，毕竟表现得越热情，越想要，那么对方的肯定也是越贵的。所以他故意装作无所谓要不要的样子。胖子见状，伸出2根胖乎乎的食指，交叉了一下道，要么就10块下品灵石。这个用的药材的确太贵了，真的不能再便宜了。行，那这2颗也都给我吧。可以19块下品灵石吗？因为我还想去买一个飞行纸鹤。顾双成看他有2个蓄力丹，直接都买了下来，但还是开口讨价还价。他是真的想要一个飞行纸鹤，毕竟有时候来去靠腿可真的太麻烦了。你要飞行纸鹤？胖子闻言，直接从自己的身上摸出了一个飞行纸鹤，丢给了顾双成道，这个飞行纸鹤是我用剩下的，万里飞不到，但是几千里还是可以飞到的。你拿去吧，比你买一个划算多了。顾双成大喜，连忙应道，好，那就太好了。于是胖子将10枚聚气丹、1枚疗伤丹，还有2枚蓄力丹都交给了顾双成。顾双成也将自己身上的100枚灵石积蓄都给了胖子。胖子拍拍手，看了看自己的其余丹药，都用一个布袋子包了起来，准备收摊了。你这就收摊了？
顾双成还在整理东西，看见胖子准备撤了，不解问道：“对啊，这下我有100枚下品零食当零花钱了，一会就可以去尽情的买东西吃了，还在这里傻坐着干啥？”胖子喜滋滋的说道，两条眼睛都成了2个细缝。顾双成汗颜，真没想到修仙世界竟然还有这样重视口腹之欲的人，倒也是性情中人。对了，胖子以迅雷不及收拾好东西，都准备走了，又想起什么，蛇身回来对顾双成道：“我叫连屁猴，是星月谷的，你如果对我的丹药喜欢，以后来星月谷找我买就可以，一定保证价格便宜。”顾双成点点头，都还没来得及说一下自己的名字，那胖子就拿出一个飞行纸鹤，嗖的飞走了，远远的留下一句：“美食，我来了。”顾双成脸上的头发都被胖子离去的那阵风给吹得有些凌乱，他用手整理了一下发丝，转身继续在这交易区逛了起来。边上很多人看到顾双成买了一堆垃圾丹药，都是摇头叹息，这杂役弟子太可怜了，好不容易攒点钱，还买这样成色的丹药，真的是浪费钱。的确，不过杂役弟子而已，也不能买好的丹药，他要是买好的丹药，我估计都带不进他屋子，肯定半路被人给截胡了。想当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幸好现在我已经成为了外门弟子了。顾双成没有理会这些话，他继续低调的在交易区逛了一大圈。他看到了好多好东西，精美的飞剑，丹香四溢的高等级丹药，还有一些天地灵宝。当然，这些好东西的价格也都很好看，反正他是够不上的，只能看看饱饱眼福。顾双成在交易区待了约莫半个时辰，也算是长了一些见识，然后就拿出飞行纸鹤，它只有手掌大小，可当顾双成将灵力输入进去后，飞行纸鹤就迅速变大，成了和真的仙鹤差不多大小。飞行纸鹤的操作很简单，就跟以前玩的玩具车一样，在飞鹤的身上有区域，只要按在上升的区域，它就会一直上升，按在下降的区域，它就一直下降，前进后退也是如此。很快，顾双成就驾驶着飞行纸鹤朝着丹峰飞去。而与此同时，方小智也完成了唐良师兄交给他的任务。这一次，方小智的任务是在宗门外的一个地方来买一味药材，这种事情方小智以前一直做，所以他很轻松的就买好了。可买好以后，他并没有回丹峰，而是骑上飞行纸鹤，朝着宗门外另一个方向飞去。第14章方小智杀心四起，至于方小智去哪里，还要从上次他买毒丹开始。那一次他买了毒丹以后，给了顾双成，不但没有让顾双成被唐良师兄骂，反而还让顾双成修为长进，引起了唐良师兄的看重。所以在事后，方小智就趁着可以出去的时候，去找到了那丹药铺的小二，责怪他们卖给自己的丹药没有用，不但害不了人，还成为帮别人的了，要他们退钱。丹药店的小二自然是不会退钱的，他当时可说清楚了的，那迷魂丹不一定能毒到人，于是二人爆发了争吵。方小智自然是不敢把事情闹得很大，一旦传回宗门，发现他方小智在买迷魂丹想要害同门，那事情可就严重了，说不得唐良师兄都会当场把他赶出丹峰。于是没办法的他只好悻悻地回去了。殊不知道，在方小智出店铺还没有走多远，就有人在后面叫住了他：“老爷，老爷！”来人正是丹药铺的小二。你来找我干啥？方小智还在生那小二的气，自然没给他好脸色。老爷，刚才有些事我没好意思说，毕竟丹药铺人多眼杂。小二倒也不恼，对方小智说道：“老爷，你买毒丹，应该是你有一个仇人吧？”方小智也没有隐瞒，点头应是。小二继续说道：“老爷，其实要对付仇人，不是只能下毒，还有一个办法，更加的简单粗暴。”什么办法？方小智瞬间就来了几分兴趣，追问道。小二再次四下看了一下，吐出2个字：散修。方小智闻言，很是疑惑地看着小二，不明白小二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小二只好继续解释：“我认识一个散修，他的实力是炼气境4层，别看他实力只有炼气境4层，但是他手段多，同级别之下，基本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所以，如果你想要对付的仇人实力没有很高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他帮忙杀人。如果你的仇人没有到炼气境4层，你都可以让他帮忙处理。关键是他出手相对比较便宜，只要300下品灵石就可以出手一次。当然，如果你的仇人实力很高，那就没有办法找他了。但找实力越高的人，需要的花费自然也是越高的。”这丹药铺的小二从方小智的实力和方小智买毒丹，就大致猜到他所要对付的仇人大概率实力也是在炼气境2层左右，所以他才出来找到方小智，帮着牵线搭桥。方小智听到那小二的话，第一时间还是觉得有些害怕，因为联合宗门外的人杀自己宗门的人，这事情怎么看都有些不怎么合适。他跟顾双成之间的确有这样的矛盾，可真的要他找人杀了顾双成，他还是没有足够的胆量。算了算了，方小智当时连连拒绝。那丹药铺的小二也没有多说，留下一句：“你以后有需要随时找我就走了。”方小智回了丹峰，只是在方小智回丹峰前，回到丹峰的顾双成早已将买来的七星草交给了唐良。唐师兄，这是10捆七星草，这是他们店里给我便宜的2块下品灵石。顾双成原本可以啥都不说，就直接将这2块下品灵石给吞了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告诉唐良。这是最近这段时间顾双成的策略，他可以拿油水，但是一定要在唐良知道的情况下拿油水，也正因如此，让唐良对他更加的放心。正所谓贪污摊在明面上，就算有人举报也不怕。这2块下品灵石是你凭本事砍下来的价格，你自己收着吧。果然，唐良接过七星草，却没有接那2块下品灵石。此时的唐良想到这么久以来，那方小智从来没有跟自己报备过这种情况。
眉头也是微微一皱，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顾双城的老实憨厚，就愈发显得方小智狡猾和经头巴脑。所以当方小智回来，将他辛辛苦苦弄来的药材交给唐良时，他发现唐良竟然只是微微颔首，让他放在地上，连一个笑脸都没有。方小智整个人都是懵懵的，因为他记得以前的时候，他每次从外面买药材回来，都可以多少获得一些唐良的赏赐的。此时他的心中就一个想法，完了，这唐师兄肯定是因为顾双城的缘故，对我有偏见了。三人继续过起了原先那样的日子，日子看似平静，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方小智心中那颗想让顾双城死的心就越来越强烈。因为顾双城在炼丹房的表现是越来越好，甚至唐良很多时候都会直截了当的在二人面前表示出顾双城比他方小智优秀、聪明、勤奋、灵活等意思。在这样的氛围中，方小智也就越来越紧张，自然的，他出错的概率也就越来越高。最严重的一次，唐良破口大骂方小智，说要把他从炼丹房赶出去，不要他当这个丹童了。就这句话，让方小智对顾双城杀心大起。他知道，如果自己从丹房被赶出去，这意味着什么？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丹童这份工作油水十足。如果丹童可以提升实力，顺利成为外门弟子还好，可要是从丹房被赶出去，失去了师兄的保护，那他们就会是所有杂役管事眼中的大肥羊。他们会想尽办法从这些人身上挖灵石。因为青云门在宗门内死一个外门弟子以上的弟子，执法堂需要严查原因，追究凶手，但是杂役弟子不受这个保护。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事情，那丹童第一天从丹峰被赶出去，第二天就被人弄死了，身上的所有灵石也被人抢劫一空。方小智可不想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人，离开丹峰他必死，找散修杀顾双城说不得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可以搏一搏。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方小智终于是决定采用那店小二的建议，找散修对顾双城出手。于是方小智先去了丹药铺的小二那里，可这一次那小二面对方小智的问题，此时竟然变得扭捏起来。直到方小智拿出10枚下品灵石给那小二，那小二才对方小智说道，你出了你们青云门以后，来到一个名叫河西镇的小镇上，那里有一个卖书的书铺，你进去以后找到一个叫老莫的，就是他。方小智闻言，立刻驾驶着飞行纸鹤来到了河西镇，找到了镇上唯一的书铺。进了书铺之后，他找到了老莫，这是一个看起来40余岁的男子，头发还是秃的。方小智明白，这个人应该是在修为上难以进步了，所以才会转行成为杀手。方小智将自己要杀谁等情况都跟他说了一下以后，那老莫打量了一下方小智才练气境2层的修为，就点点头，300下品灵石。你先付150下品灵石，剩下的150下品灵石，在我杀了顾双城后给我就行。他根本不担心方小智会不给钱，方小智要是敢不给，那他就敢让方小智的人头落地。方小智付了150下品灵石，老莫便交给了方小智一个白色的玉简道，等下一次顾双城从宗门出来前，你通过这玉简联系我，我就会知道情况，当即出手。回了丹峰以后，方小智的心还是扑通扑通的跳，虽然他以前也干过不少背刺的事情，但是这样子赤裸裸的雇凶杀人，真的还是头一回。和心神紧张的方小智相比，今天难得有了空闲的顾双城激动地将自己的屋子门用木棍从里面拴上，然后拿出了上次从胖子连屁猴摊位上买来的丹药放在床上，10颗聚气丹，1颗疗伤丹，还有2颗蓄力丹。顾双城先拿起了6颗聚气丹放在手里，让小树苗吞下，想要看看这种奇形怪状的聚气丹在小树苗的作用下，最后能成为什么东西。第15章1品圆满蓄力丹丹药很快就被小树苗吞了进去。在等待小树苗结果之际，顾双城也没有闲着，他拿下了1颗1品白色灵力果实，扔进了嘴中。只是1颗白色灵力果实下去，顾双城感觉自己的实力都没有怎么提升，依旧停留在炼气境2层初期。这时时间也不早了，顾双城就躺下休息了。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顾双城还没有起床，就迫不及待的就照出小树苗查看。这一看，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狂喜。因为小树苗上挂着的竟然真的是1颗丹药，而不是1颗白色灵力果实。顾双城连忙凑近了一看，这丹药和他前面吞服的1品圆满聚气丹可以说一模一样。这也就意味着，那连屁猴的奇形怪状丹药，经过小树苗的提纯，还是可以提升成为1颗圆满级丹药的。等于只要是个丹药，只要没有成为废丹，不管这丹药品级有多低，都可以在小树苗的提纯强化之下，成为圆满丹药。那不知道这蓄力丹成为1品圆满蓄力丹以后会有什么作用？顾双城心中大喜，立刻就将那2颗蓄力丹和4颗聚气丹都给小树苗给吞下。要知道，光是1品下级的1品蓄力丹就可以提升实力1层了，那圆满的话，应该多少还要厉害一点。做完这一切以后，顾双城才开门出去。他刚刚出去，唐良也刚刚出来，准备去炼丹房。双城，你跟我一起来。唐良见到顾双城就叫上了他。两人来到了炼丹房，唐良坐下对顾双城道：“今天开始就由你帮我控火。”顾双城闻言大喜，这控火的位置一直是方小智的，现在唐良竟然愿意让自己来，那就说明在唐良的心中，他已经开始彻底取代方小智的位置了。唐良说完就开始调整呼吸，这是他每次炼丹前都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将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然后再开始炼丹。大概几个时辰以后，唐良的丹药炼制过程就结束了。这炼制的还是1炉聚气丹，1炉出了8颗好的，只有4颗废丹。
唐良很是满意，对顾双城的态度也好了一些。他看着正在收拾整理炼丹房的顾双城说道：“双城，不急着搞卫生，你有没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要问我的？”顾双城立马抓住机会道：“有，他最近修炼上的确遇到不少问题。唐师兄，我想问一下炼气境每晋升一层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上一层的多少倍？因为我现在突破炼气境2层以后，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的每天修炼带来的修为的进步越来越慢。”唐良沉吟片刻后答道：“这个要看是炼气境的哪一层，如果是前3层，那基本上每一层突破所需要的时间至少都是上一层的10倍左右，如果运气不好，被卡在某一层很久，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我是丹灵根，你是5行灵根的话，你相对应的所需要的时间应该需要更多，除非你吃很多丹药，但是丹药这东西贵就算了，还不能频繁吃，因为丹药很多都有杂质，留在体内会成为丹毒，除非你吃的全部都是圆满的丹药。”唐良见顾双城有些不理解的样子，于是对顾双城解释道：“在修士的体内，灵脉是储存灵力的地方，而灵根则是为灵脉从天地中吸收灵气，并转换灵气为属性灵力的地方。每一个灵根都意味着体内还会有一条相应的灵脉。听起来好像灵根数越多，相应的灵脉就越多，那么实力就越强。实则不然，因为灵根越多，那么灵脉越细，灵根也越细，吸收灵气的速度越慢。单灵根的人，他们的灵根又粗又壮，像你这样5行灵根的，其实你的每一根灵根是又细又小。”说着，唐良拿出一个大瓶子和5个小瓶子。单灵根就好像是这个大瓶子，瓶口大，后面的瓶身也粗，往瓶子里灌水的速度快，水也能更多的存起来。他将5个小瓶子放在大瓶子里，这5个小瓶子刚好把大瓶子给塞满。你看，这5行灵根看起来好像和单灵根好像差不多粗，但实际上5个加起来远没有单灵根粗。眼下你还是炼气期入门，1、2、3层为入门，4、5、6层为小成，7、8、9为大成，10、11、12为圆满。在这个阶段，灵根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转化灵力的能力，所以只要将灵气通过灵根直接吸入体内灵脉就可以，不用区分属性，所以还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差距。可等到炼气期小成，就需要开始分别属性，灵根就要开始将天地灵气转化成火灵力，存入火灵脉中，可你的火灵根细小无比，每次可以吸收转换的火灵力很少，而人一次又只能运转1个灵根吸收转换灵力，所以可想而知，等到5条灵脉都喂饱，需要比别人多花多少的时间。所以一般5行灵根的人，除非可以获得巨大的资源扶持，天天吃12道丹纹的圆满丹药，否则的话，修炼到炼气境3层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想要突破至炼气境更高的等级，那更是难上加难。唐良仔仔细细地将这些事情之中的逻辑和原理都和顾双城说了一遍，让顾双城感觉受益匪浅。顾双城也更加明白自己拥有的这棵小树苗的作用有多么大，要不是小树苗，他哪里能像现在这样天天吃12道丹纹圆满的聚气丹。同时，顾双城也意识到是自己心急了。按照唐良的话说，每一层都需要上一层的10倍时间的话，现在自己这个状况还算是正常的。要是自己突破的过于快，反而容易让他们产生一些误会，以为他有什么宝贝，把他解剖了看都说不得。看来以后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增强实力的速度，这东西在弱肉强食的修仙世界是过犹不及的。顾双城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情，他开口继续问道：“唐师兄，我想问一下1级下品蓄力丹的功效有多大？这次我去外面听到有人在卖蓄力丹。”唐良对丹药还是很了解的，直接脱口而出道：“1品下级蓄力丹可以让你的实力短时间里提升1层，但是维持的时间是根据你的境界来的。比如你是炼气境2层，给你提升到3层，那可以持续1刻钟左右；但如果你是炼气境10层，给你提升到11层，可能只能持续几个呼吸的时间了。而且这个丹药服用后有萎靡期，你持续的时间越长，一般萎靡期也就越长，算是绝地反击的时候才可以用的丹药。”哦，顾双城点点头，唐良说的比那连劈猴说的要具体多了。但他继续问道：“那12道丹纹的1品圆满蓄力丹和1品下级的蓄力丹有什么区别？”唐良又开口道：“1品圆满的和1品下级的差的就多了，1品圆满的提升实力的层次可以更多，像你这样炼气境2层的吞下1品圆满的，估计可以直接提升2层，持续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1品圆满的蓄力丹吃下是没有萎靡期的。”说着，他有些羡慕地说道：“1品圆满的蓄力丹炼制难度太大，咱们青云门外门是没有人可以炼制的。内门那些家伙估计有可以炼制的，但能炼制1品圆满蓄力丹的人，肯定不会只停留在炼制1品丹药。所以1品圆满的丹药，在市面上还是很难买到的。”唐良说着就站起了身子，他已经在顾双城这边花费了很多时间了，他也需要去忙自己的事情了。顾双城也没有继续问一些其余的问题，细水长流嘛。他站起来，对着唐良恭恭敬敬的行礼：“多谢唐师兄对我的教导。”等到顾双城将炼丹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出去的时候，就看到方小智在打扫院子里的落叶。他扫地的声音刷刷响，就好像那扫把跟他有仇一样。见到顾双城出来的时候，方小智更是将那扫把攥得咯吱咯吱的。“方师兄。”顾双城假装看不见方小智那满眼的怨恨，上前打招呼：“你在里面帮师兄控活？”方小智咬牙切齿问道。顾双城点点头：“是的，唐师兄可能没有找到你，所以让我暂时代替一下。方师兄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的话，我就先回屋子了。”方小智摇摇头，看着顾双城潇洒地走进了屋子。
眼中杀意弥漫，你别给我找到机会，找到机会我一定把你杀了。第16章半路遇袭。回到屋子的顾双成再次将那小树苗给照了出来。此时的小树苗上6颗丹药整整齐齐的被挂在那歪脖子树枝上。早上让小树苗吞下的奇形怪状丹药，经过差不多1个白天的时间，已经都被强化为了1颗一品圆满的丹药。特别是那2颗一品圆满的蓄力丹，顾双成拿在手里爱不释手。毕竟这2颗一品圆满的丹药是可以足足提升2层的实力，还没有萎靡期。要是有炼气境3、4层的人想要欺负自己，那自己完全可以把这丹药吞下去，瞬间反杀了人家。顾双成将这2颗一品圆满蓄力丹装在一个小玉瓶里，然后用布将它一层层包裹，和那些没有吃完的一品圆满聚气丹一起埋入了他床底下的一块石砖下面。君子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顾双成还是懂的，他才不会傻乎乎的每天带着这些一品圆满的丹药到处跑。要是有一个储物袋就好了。顾双成喃喃道，如果有一个储物袋，他的这些丹药就都可以放在储物袋里，别人也就无法看出他有些什么东西。只可惜储物空间只有1个方左右大小的一个下品储物袋，售价都要将近1000下品灵石，这价格是目前的顾双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总有一天我能买到储物袋的。顾双成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在心中暗暗说道。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几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这段时间顾双成每天都在疯狂地吞服一品圆满聚气丹或者白色灵力果实之中度过。从胖子连屁猴那买来的10颗聚气丹在被强化成一品圆满聚气丹后，也全部进了顾双成的肚子。当然这些丹药带给顾双成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顾双成的实力也在他持续不断的吞服丹药中，已经从炼气境2层的初期来到了炼气境2层的后期。而这段时间对于顾双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在唐师兄这边了解到了很多关于丹药、关于各种药材的知识。现在的顾双成出去看到一些寻常的药材，基本就可以辨认出来这个是什么药材，具有什么作用，可以用来做什么丹药。只不过唐良自己也只是一个聚气境的弟子，也只能炼制1品的丹药，所以他能教给顾双成的也只是一些比较低级的丹药和低级的药材知识。尽管如此，顾双成也觉得很是满足，毕竟和以前的他相比，他是长进了不少了。这天，当顾双成陪着唐良炼制完1炉丹药以后，唐良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300枚下品灵石，交给顾双成。双成，你帮忙下山去购买一些固灵粉。这固灵粉在咱们宗门的方式买要比在星月谷买贵上一些，我给你的是按照咱们宗门方式的价格。你如果要想赚点辛苦费，你尽可以去星月谷那边买，中间的差价估计至少有10枚下品灵石，就算是你的辛苦费了。唐良道也是非常的实在，跟顾双成都交代了一遍。行，多谢师兄。顾双成想都不想，自然而然是选择去星月谷买。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赚到灵石的机会，10枚下品灵石都可以找那胖子连屁猴买1枚他炼制的奇形怪状聚气丹了。为了不耽误唐良，顾双成立马回自己的屋子收拾了一下，准备出发。因为要去星月谷那边的方式，沿途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所以他还是将2颗一品圆满蓄力丹给带上了，万一有什么危险可以服用。同时他还将那2颗毒丹和疗伤丹也给带上了。一切都准备就绪以后，顾双成这才告辞唐良师兄，拿出飞行纸鹤腾空而去。也就在顾双成这边离去后不久，方小智就立刻拿出了手上的那枚传音玉简，向里面输入了一句话：顾双成已出宗门，即将前往星月谷。河西镇书铺掌柜的老莫此时正在和一个前来买书的少年温和交谈，在努力推荐着一些适合那少年的书。忽然他皱了皱眉，然后转身拿出了一个玉简，看到了玉简上面说的内容后，他立马告诉那少年，这几本书我都送你了，家里有点急事，我要先走了。说完他把书色给了那少年，将少年推出铺外，砰地关上了店铺大门，然后从后院坐着飞行纸鹤骤然升空，留下那少年看着手上的书，一脸的错愕，半晌才说出一句，莫掌柜真的是好人。青云门外，顾双成坐在飞行纸鹤上，朝着星月谷飞驰而去。这次去星月谷买了师兄所需要的固灵粉以后，得去找一下那连屁猴，他的丹药别人看不上，在我看来却是又便宜又好用。顾双成低声喃喃安排着自己的行程，从青云门飞到星月谷大概需要飞行1个时辰左右。然而顾双成只是飞行了仅仅2刻钟，忽然他就看到在他的面前飞过来了一只飞行纸鹤。一开始顾双成以为就是一个路过的修士，可随着那飞行纸鹤越来越近，顾双成感觉到了一些隐隐的不安，因为他看那飞行纸鹤的方向好像是笔直冲着自己的这个方向来的。这么大的一片空间，人家偏偏要盯着自己的这个方向，其中所蕴含的意思已经是不言而喻了。顾双成立刻从怀中取出丹药，将1颗毒丹和1颗蓄力丹分别放在了自己的左右手袖子里，随时准备使用。很快那飞行纸鹤就飞到了顾双成的面前停了下来，将顾双成的飞行纸鹤也逼停了。2个人都迫不得已降到了地面上。顾双成看清楚了，那飞行纸鹤上的人是一个40余岁的秃头男人。你干什么？顾双成眯眼说道。顾双成是吧？那秃头男人咧嘴一笑，看着竟然有一种书生气。可他接下来的话却又让他整个人充满了杀意。呵呵，我叫老莫，有人花钱雇我来杀你。说完他不给顾双成任何的准备时间，浑身灵力展开，直接拔出一柄漆黑利刃，朝着顾双成冲了过来。黑色利刃如同死神一般，朝着顾双成的身上各处戳去。
顾双成连忙运行灵力，四处躲避，努力躲闪。你不用挣扎了，你一个炼气境2层的修士，还能躲避多久？那老莫呵呵一笑，也不急，依旧如猫捉老鼠一般，对顾双成进行强势追杀。老莫已经进入瓶颈许多年，并且因为受了重伤，所以导致实力也已经上不去了。所以对于修炼，他没有什么过多的期待了，反而是这种对弱者的杀戮，让他还能察觉到一些生活的意义。很快，在老莫持续不断的连续攻势之下，顾双成的身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伤痕，顾双成的衣服也已经染上了不少的血迹。但他还在苦苦的支撑，身体的每一寸肌肉都已经被他利用到了极致，甚至他身体内的每一点灵力也都被他调动了起来。呵呵，你还在坚持什么？你体内的灵力还够你躲闪几次？老莫看到了顾双成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立刻得意的笑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顾双成忽然将手中的蓄力丹塞进了自己的嘴里。第17章送你吃一颗毒丹丹药。老莫眼尖的看见了顾双成的动作，他眼睛一眯，但是很快就笑了起来，哈哈哈，蓄力丹吧？你真的以为你吃了蓄力丹，提高到炼气境3层就是我的对手了？开玩笑，我可是炼气境4层的修为，照样虐杀你。他说着，不给顾双成反应的机会，直接柔身再次进攻顾双成。此时的顾双成一边躲闪，一边感受着体内那雄魂的力量。随着蓄力丹吃进肚子里，顾双成感觉自己的所有经脉都被一股子神奇的力量加持，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他的经脉变得异常的柔软，具有弹性。然后整个经脉扩张，为了原来的1倍有余，同时蓄力丹还幻化出不少的灵力，充盈在他的经脉里。顾双成感受着体内汹涌的灵力，暗道：难道这就是炼气境4层的感觉吗？他没有过多沉迷于体内的感觉，毕竟眼前的老莫还在追杀自己。顾双成一转头，站住了脚步，体内雄魂的灵力加持下，让他整个人的速度、敏捷度都提高了一大截。一时间，顾双成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原本老莫手中极快的黑剑，此时也变得慢了许多。不是他慢了，而是自己的反应变快了。吭！顾双成很轻松地躲开老莫的攻击，同时伸手一掌拍在他的胸口。感受到顾双成手掌之中传来的强劲力道，老莫的眼神一眯，炼气境4层，你吃的是什么蓄力丹？为什么可以提升2层的实力？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顾双成说着，柔身靠近老莫，一拳一掌之间和老莫打得有来有回。很快，那老莫的嘴角也开始渗出了血迹，显然也在和顾双成的战斗中受到了一些伤害。呵呵，倒是我小瞧了你了，没想到你一个炼气境2层的修士，竟然还有这么高等级的蓄力丹。不过，你以为有了这蓄力丹，你就是我的对手了吗？想多了，凭你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会是我的对手。就算刚才是我大意，让你能小伤到我，但现在我不会再小看你，我看你怎么杀得了我。而且等到你体内蓄力丹的药效结束，别说杀我，到时候你就是跑，你都跑不掉。呵呵。说完，那老莫低声冷笑起来，等你落到我手里，我有10000种方法逼迫你说出这些丹药的来路。没错，他觉得顾双成肯定是有了什么奇遇，才可以有这么高等级的丹药，说不定自己去了，还可以收获更多的丹药和宝物。然而，就在这时，顾双成眼睛一转，心生一计，他再次拿出了一枚新的黑色丹药。你说的很对，一枚蓄力丹的确不能让我杀了你，但是谁告诉你，我只有一枚蓄力丹的？说着，顾双成将手中的丹药展示了一下，这一枚可是极为罕见的增灵丹，也可以增加我的灵力，2枚丹药下来，我的实力至少可以达到炼气境5层。说完，他就准备将这丹药给塞进嘴里。然而，就在这时，顾双成感觉到了一阵劲风席卷而来，是老莫手中的黑剑袭来。他连忙侧身一躲，可再一回头，就发现自己手上的丹药已经没有了影子。他连忙看向老莫，发现那老莫已经将刚才自己手上的那枚黑色丹药夺了去。顾双成立马露出惊慌之色，同时运转灵力快速追赶，一边则是再次从口袋中取出一枚黑色丹药，作势要吞下。呵，你小子东西不少啊！老莫见顾双成又要嗑药，心中一急，都来不及细看，就将刚才夺来的丹药一口吞下。他想着，这什么增灵丹，自己只要吃下，就算只增1层，也可以到炼气境5层，岂不是分分钟弄死这家伙？只不过他刚刚吞下，老莫就感觉这丹药多少有点臭臭的。而此时他面前的顾双成也瞬间停下了追赶，其脸上还露出了一些讥讽的笑容。老莫感觉到有些不对，他发现顾双成的手一撤，竟然将另一枚黑色的丹药给收了起来。没错，顾双成刚才并没有服用那所谓的增灵丹，其实不过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手里拿着的那丹药根本就不是什么增灵丹，是那枚通天小神术强化过的毒丹。顾双成也算是有一些赌的成分，他在赌老莫不敢放任自己继续嗑药，也在赌老莫会吃下这枚丹药。不过不管赌输还是赌赢，对顾双成来说就是损失一枚毒丹，而那老莫就得付出命的代价。好在顾双成这一波赌赢了，他赌对了人性。不是，这丹药老莫惊呼。只可惜还不等老莫意识到什么，那剧毒的毒丹就开始在他的体内发挥了药效。毕竟是被小树苗提纯强化过的毒丹，可是圆满级别的毒丹，光是散发出的一丝毒性，都可以足以让这炼气境4层的老莫的反应剧烈了。老莫很快就感觉自己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原本一个顾双成，现在竟然已经出现了3个，而且3个顾双成都在不停的晃啊晃的。这是什么丹药？老莫惊呼一声，旋即立刻意识到他应该是中毒了。
于是他用身上最后的力气，胡乱挥舞着手中的那柄黑色利刃，做最后的挣扎。噗！没过几个呼吸，老莫就猛地吐出一口血。那血并非红色，而是一种紫到发黑的颜色。吐出这口血以后，老莫整个人也跟被抽干了力气一样，挥舞黑色利刃的幅度也变得越来越小，身子也是踉踉跄跄的倒了下去。顾双成看着老莫从一开始的嚣张跋扈到现在的偃旗息鼓，心中暗叹这颗毒丹的强大。不过顾双成没有贸然靠近老莫，在确认了老莫不再动弹以后，他从地上捡了一块巨大的石头，用力的朝着老莫砸了过去。啊！老莫用力朝着扔过来的石头捅了一刀，不过利刃捅在石头上，对石头根本造不成威胁，只是让那石头稍微偏离了一些。原本石头是要砸到老莫头上的，现在这石头砸到了老莫的肩膀，将他的肩膀砸得血肉模糊。顾双成庆幸自己没有贸然走过去，不然的话，刚才这一下说不得还会突然捅在自己的身上。他又紧接着扔了4、5块大石头过去，直到将老莫砸了一个血肉模糊，头都被砸成了浆糊，确认死的不能再死了，这才靠近过去。哎，好好的，做什么带人杀人的事情呢？顾双成嘴中喃喃，手上却是在这老莫的身上摸索了起来。这老莫看起来应该已经接了不少杀人的单子，手上的零食肯定是不少的，说不对还能有一些其余的宝贝。顾双成将老莫的衣服撕扯开来，前后找了很久，可在他的身上都没有找到零食的影子。这零食能藏哪里去？顾双成不解，难道他出门都不带零食？那他的蓄力丹刚才从哪里弄出来的？还有刚才的飞行纸鹤去哪里了？他不敢置信的又在老莫的身上仔细的找了一下，很快他就在老莫的右手袖子中发现一个东西，拿出来一看，顾双成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这东西不就是一个储物袋吗？虽然只是一个下品的储物袋，但是这好歹也是一个储物袋啊，是顾双成想买也买不起的存在。没想到这老莫竟然这么有钱，都能买得起储物袋。现在嘿嘿，这储物袋就归我了。顾双成喜滋滋的将储物袋上的灰尘和血渍掸干净。想了这么久的储物袋，这就有了，难怪有些人喜欢去做强盗，抢东西果然是致富的最快方法啊，搞得我都有点想去当一个修真界强盗了。顾双成说这样说，当然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当强盗的确致富快，但是风险也大，死得也快，谁知道自己的对手有多少的暗招？他可还想要好好活着，慢慢的让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强，这才是王道。顾双成将储物袋塞进自己怀里，然后又将老莫的那柄黑色利刃给拿走了，也不知道这是个啥宝贝。做完这一切以后，顾双成拍拍手，再次反复确认没有漏下什么宝贝后，都准备走了。回头又看了眼血肉模糊的老莫，看在你给我送了储物袋的份上，给他立一个坟吧。他说完，就用石头在老莫的身上堆了一个石堆，算是给他立坟了。起身坐上了自己的飞行纸鹤，继续前往星月谷。此时顾双成才感觉自己的身上很痛，那些被老莫用利刃划出的口子，还在不停地渗着鲜血，其中有一道伤口更是深到可以看见自己的骨头。只是当时的他没有心思管自己的身体，所以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身体的异样。现在稍微静下来了，这些痛觉就上来了。顾双成连忙拿出那颗疗伤丹服下，这颗疗伤丹现在也已经是一品圆满的疗伤丹了。随着疗伤丹的药效逐渐在体内散开，他就感觉到自己的那些伤口处传来了一阵阵清凉的感觉。那些伤口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愈合，仅仅4、5个呼吸的功夫，顾双成的伤口就全部愈合，疼痛感也是全部消失，和健康的状态完全没有什么两样。呼，顾双成呼了一口气，然后拿出那从老莫那里搜刮来的储物袋，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好奇的轻声说着，同时神念进入这储物袋。第18章斩老莫，因为老莫已死，所以储物袋内老莫留下的神念也已经消散。此时的储物袋可以说就是无主的状态。顾双成毫无阻碍的就将神念进入了储物袋内，里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空间，前后左右都是1米长度。此时在这储物袋中有一堆零食、一些玉简，还有就是丹药、飞行纸鹤这些，其余还有一些衣物、金银之类的俗物。顾双成开始清点物资，零食都是下品零食，一共是540枚。丹药不多，只有8颗，全部都是一品下级的聚气丹。至于玉简，顾双成仔细扒拉了一下，发现玉简分为2种，其中2颗是功法玉简。顾双成分别将玉简贴到额心查看，就发现这2个都是不入流的功法，一本是土属性的土元经，还有一本是木属性的青木经。这方世界的功法等级分为不入流、凡级、皇级、玄级、地级、天级，每一级又分为上中下3等。顾双成将这2个功法玉简丢到一边，他应该无论如何不会修炼这2个不入流的功法的，至少也要修一本凡级的功法。他的注意力从这几个功法玉简转移到了剩下的几个玉简之中，这几个玉简全部都是清一色的传讯玉简，只不过很多都是空玉简，都是没有用过的，只有一个传讯玉简是被激活的。顾双成有种预感，这传讯玉简的另一头应该就是这次让老莫来杀自己的那个人。对于这个雇佣老莫来杀自己的人，顾双成的心中其实隐隐能猜到是谁，但是他没有急着通过这传讯玉简去联系对面，毕竟现在自己还在外面，要是被对方得知老莫刺杀失败，他立马安排其余人来杀自己，岂不是麻烦？顾双成将这传讯玉简也放到一边，至于那飞行纸鹤，顾双成看了一下，也是一个中级的飞行纸鹤，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里路可以用。
那黑色短刃暂时他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拿来防身也还算可以，先放着，等以后好好研究一下。做完这些，顾双成就拿了5颗的聚气丹和那枚蓄力丹，都让小树苗吞了进去，然后又将自己身上的零食、丹药什么的都放进了这个储物袋。最后，他将储物袋很是珍重的贴着皮肤，放在了自己的胸口，防止被人偷走。神念一动，一枚灵石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再神念一动，那灵石又消失了，进了储物袋里。感受着储物袋的神奇作用，让顾双成心中很是自豪。瞧瞧，咱现在也是有储物袋的人了。很快，顾双成驾驶着飞行纸鹤就来到了星月谷的方市区。星月谷盛产固灵粉，顾双成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卖固灵粉的小摊。一问价格，发现的确是比他们青云门要低不少。光是这一趟下来，顾双成就估计自己可以赚到15块下品灵石。顾双成在各种摊位前逛了一圈，找到了品质比较好的固灵粉，就买了下来。经过讨价还价，顾双成从中赚了整整16块下品灵石。顾双成又在星月谷这边的方式逛了一圈，发现这边的东西都是非常的贵。当然，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贵，主要是顾双成有了在连劈侯那边买廉价丹药的经历后，就对这些另外的丹药的价格不敢恭维了。就在顾双成准备从星月谷的方式离开的时候，忽然他体内的小树苗颤抖了一下。顾双成连忙站住了脚，要知道平时小树苗基本都不会平白无故的颤抖的，只有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它才会颤抖。他意识进入脑海，就看到了自己脑海之中的小树苗，它的那个歪树枝正指着一个方向。顾双成连忙转头，朝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这边也有一个人正在摆摊，摊位上也是啥东西都有，丹药、药材、法器，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有。顾双成走到了这摊位前，一边用意识查看小树苗的动静，一边则是上前用手摸着摊位上的东西，看看哪一样东西会引起小树苗的颤动。所有的丹药他都摸了一圈，小树苗都没有颤动，然后就是药材，小树苗也没有颤动。就在顾双成准备摸索其余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时，那小摊的摊主很是不耐烦地对顾双成喊道：哎，你买不买？不买不要摸，你都把我的东西都摸了一遍了，你想干什么？买，我一定买。顾双成连忙坚定地说道：我就是想看看要不要买更多。顾双成说着，继续在摊位上快速地摸索了起来。剩下的东西只有7、8个了，他很快就全部摸了一遍。法器也没有引起小树苗的颤动，剩下还有2颗黑色的石头，应该是用来锻造法器用的宝石。顾双成摸了一下，也没有引起小树苗的颤动。摊位上此时已经只剩下了一个木纹状，像碎片一样的东西了。顾双成用手一摸，不像是木头，也不像是石头，是一种很奇怪的材质。顾双成摸上这个碎片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脑海之中的小树苗剧烈的震颤了起来。难道小树苗觉得这个碎片是个好东西？顾双成在心中暗暗惊叹道。不过他的脸上却是没有露出一点表情，依旧是平淡的将那碎片给放下，然后看着丹药堆中的几枚聚气丹，对那摊主问道：这聚气丹咋卖？100下品灵石一枚。那摊主很是冷酷的说道。顾双成，草了，你这里也是100下品灵石，那我为什么要在你这里买？一点保障都没有，去那些丹药铺买岂不是更香？可是他的摊位上着实是没有另外的东西值得让顾双成购买的了。于是他开口道：可以便宜一点吗？90下品灵石吧。你拿出来卖，说明你要么就是用不上了，要么就是想要换灵石，总要多少给点优惠我们才愿意买啊。不行。那摊主嘴巴硬得跟石头一样。顾双成100块下品灵石让他去买1颗1品下级的聚气丹，他是真的觉得不划算啊。算了，100就100吧，要不你把这个玩意也送我，我就买1颗，这样我也算是稍微买得下手一些。顾双成说着，拿起那木纹状的碎片，我正好缺个压纸的，这个东西长得还挺好看，拿去压纸应该不错。那摊主的目光在顾双成手上的木纹状碎片上停留了几个呼吸，然后移开了目光。这个玩意他也研究了很久，但都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应该就是一个摆件之类的玩意。你买2枚，我就送你。他提出了要求。顾双成犹豫了很久，这才很是肉痛的拿出了200块下品灵石。行，那就买2枚吧，反正我到哪都是买。2枚1品下级的聚气丹，加上一个木纹状的碎片，顾双成都拿起塞进了自己的胸口，实则是用意念都放进了胸口的储物袋之中。做完这一切以后，顾双成才从方室离开，准备去找那连劈侯买点他的廉价丹药。可他才走出方室，就感觉小树苗在不停的颤动，好像有些迫不及待的模样。于是顾双成就将手伸进了自己的袖子里，然后用意念将储物袋中的那木纹碎片给取了出来，捏在手中。很快他就感觉到小树苗的树根延伸过来，将这木纹碎片给吞噬了进去。然后小树苗就立刻安静了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是顾双成却是感觉这小树苗好像是在陷入了一种沉睡的状态，也不知道吞了这个木纹碎片后，它可以弄出来一个啥东西。顾双成没有多想，转头就朝着星月谷的谷门外走去。第19章，他倒是值得托付。顾双成很快就来到了星月谷谷门外，对着守门的弟子说道：你好，我来找你们星月谷一个叫做连劈侯的师兄，我想向他买一些丹药。那守门的弟子有些怪异的看了一眼顾双成，好像找连劈侯买丹药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样，留下一句等着。旋即他拿出传讯玉简，往里面说了一些什么。大约过去了1刻钟不到，一头飞行纸鹤迅速的飞了过来。
到了星月谷谷门的时候，就猛地降下，从上面跳下来一个胖乎乎的肉球。谁找我买丹药？连屁猴那如细缝一样的眼睛在四周寻找，很快他就看到了那站在一边的顾双城，立刻亲热地走了上去。是你终于来找我买丹药了，你要是再不来找我，我都要来青云门找你了。上次的零食都被我买零嘴给吃光了，现在我都已经3天没有零食买零嘴了。连屁猴握着顾双城的手都不肯放，就这样把他拉到了一边，嘴巴叨叨叨地说着。两个人就在星月谷外的一个凉亭里坐了下来。连师兄，不知道这次你有一些什么丹药可以让我选的？顾双城生怕连屁猴能叨叨个没停，于是主动开口打断说道。一听到正事，连屁猴也是连忙收敛了心神。我有聚气丹、蓄力丹、疗伤丹，反正什么丹药都有，特别聚气丹我最近又炼制了很多。顾双城道，行，那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我选一下。连屁猴倒也是不担心，直接就摊开一块布，然后将这些丹药都倒在了布上。顾双城看着那一颗颗奇形怪状的丹药，心想这家伙的炼丹术还真的是寸步未进啊。数了一下聚气丹一共是18枚，价格还是按照上次的价格，8块下品零食1枚。顾双城毫不客气地将连屁猴所有的聚气丹都给买了下来。然后就是蓄力丹，通过这次老莫的事情，让顾双城对蓄力丹的重视程度增加了不少，于是他将连屁猴的3颗蓄力丹也都买了下来。还有疗伤丹，顾双城也买了4、5颗，解毒丹买了3颗，用来防身。反正这些丹药便宜，拿回去自己也可以通过小树苗提纯强化，所以他是啥都不挑，只要觉得有点用的，全部都买了下来。最后一共是花了200枚下品零食都不到。眼下顾双城有了老莫的那些零食，足够他买下这些丹药了。连屁猴看着自己拿出来的丹药都被顾双城买空了，脸上的笑容那是裂到了耳朵根。嘿嘿嘿，好兄弟，你可真的是支持我的生意啊！有了这么多下品零食，我又可以吃好多好吃的了。他将零食都收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然后用力拍了拍顾双城的肩膀，俨然一副将顾双城视如知己的模样。我们交换一下传讯玉简，以后可以多多联系。连屁猴想到了什么，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了一颗传讯玉简，交给顾双城。你平时都不辟谷吗？顾双城接过玉简，有些不解地问道。他们这种炼丹师也不会缺零食啊，怎么会连辟谷丹都买不起，天天想着吃？辟谷？为什么要辟谷？这世界上美食千万，连吃都不吃，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连屁猴听到辟谷，眼睛都瞪大了一些，义正言辞地说道，我炼丹增强实力，目的还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吃到更多好吃的，其余我还能为了些啥？顾双城的额头上出现了阵阵黑线，好家伙，人家修仙修炼都是为了让自己站在世界之巅，探索更高的层次，或者探寻永生，你倒好，你是为了吃到更多的美食。不过这个理由说起来好像也是有点合情合理。顾双城又想到了什么，继续问道，你的这些丹药卖给我你不亏吗？我估摸着你的药材都不止这个价格吧。连屁猴闻言摆摆手，大刺刺地说道，这都是小事，我拿药材不用钱，多的用不完，每次去我爷爷那里顺一点，都够我用很久的了。说完他就捂着肚子，不行，我的肚子开始叫了，我要去吃好吃的了，我先走了，下次要丹药了跟我说，我帮你炼制。我们传讯玉简多多联系。然后拿出飞行纸鹤，一个咕噜爬上去就走了。顾双城看着这胖子离去的身影，心中暗暗想着，药材不用钱，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这连屁猴该不会是星月谷哪个长老或者高手的后代吧？顾灵粉买了，廉价丹药也买了，这次出来的任务就都完成了。顾双城拿出飞行纸鹤，撑开以后上了纸鹤就朝着青云门飞去。此时的青云门内，方小智在炼丹房自己的屋子里坐立难安，刚刚盘腿修炼，就忍不住的拿出传讯玉简，看看那老莫怎么还不给自己发消息过来，难道是还没有得手吗？照理来说，从青云门到星月谷的那点路程，这个时候了，早就该到了，甚至都该回来了。难道老莫不是在顾双城去的时候动手的，是在顾双城返程的时候动手的？方小智在心中暗暗的猜测，没有办法，他只好继续耐心的等待。然而方小智还没有等多久，就听到外面传来一些动静。像是有人驾驶飞行纸鹤落下的声音。难道唐师兄今天出门了？我明明记得他没有出门啊。唐师兄自从上次出去以后，就一直都没有出过丹峰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方小智想着，无论如何，只要唐师兄回来，他就必须要尽快出现，在唐师兄面前露脸，讨个好。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从床上跳了下来。唐师兄，你回来了！方小智一边跑出去，一边喊道。只是他才喊了一半，就看到了面前飞行纸鹤上下来的人，竟然不是唐良，而是顾双城。于是嘴中那后半句的话就被他给硬生生的给咽了下去，变成震惊和不可思议。顾双城，你怎么是你？你怎么回来了？顾双城看着方小智那一脸见鬼了的表情，呵呵一笑，看来老莫出手，就是这方小智在背后所为啊。他装作好奇问道，怎么，方师兄，听你的这语气，我好像不该回来啊？不是。方小智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连忙找补道，我就是觉得你回来的很快，照理来说你应该还要几个时辰才能回来。呵呵，可能我运气好，所以回来的早吧。顾双城没有揭穿方小智，他倒是要看看这方小智还能搞什么幺蛾子。正好这时唐良的声音也从炼丹室传了过来，是双城回来了吗？进来吧。
顾双成没有再理会方小智，径直走进了炼丹室，将买回来的固灵粉交给唐良，还有多出来的零食。唐师兄，这一次我是去的星月谷那边买的固灵粉，一共是便宜了16枚下品灵石。唐良只拿了固灵粉，笑着对顾双成说道：“双成，你这个人还是太过于敦厚，这样的性格很容易吃亏啊，以后还是会点小心眼比较好。”顾双成摇摇头：“师兄，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再对你使心眼？那样的话，我的心中都要过意不去了。”唐良也有些被顾双成的话给感动到了，他轻咳一声：“也好，至纯至善。”今天唐良没有炼丹，所以顾双成将东西交给唐良以后就回去了。只是在顾双成走后，那唐良看着顾双成的背影，好像是在沉思什么。良久，他才喃喃道：“他倒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第20章小树苗的变化。顾双成从唐良那里回去以后，猛地就感觉脑子里的小树苗一阵颤动，他连忙跑进自己的屋子，将门紧紧地从里面拴死，然后盘腿坐在床上，将意识沉入脑海之中查看。只见此时的小树苗正在猛烈的颤抖，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它的里面钻出来一样。几个呼吸以后，顾双成就看见这小树苗的树干肉眼可见地变粗了一些，然后它的树根处猛地窜出来2个肉芽，紧接着这2个肉芽开始迅速的长大延长，成为了2个小的新树根。这2根树根持续的变长变粗，逐渐成为了和前面的6个树根一样大的存在。这时小树苗的颤抖开始逐渐变缓，就在顾双成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的时候，忽然他又看见那小树苗的歪脖子树枝边上竟然又冒出来了一个肉芽，然后这小肉芽也开始不停的长大。就在顾双成期待着小肉芽会长成什么样子的时候，那小肉芽却在延长到大概1寸长短的时候就停了下来，不再继续延长了，就好像能量不够了一样。顾双成不信邪，又拍拍小树苗，还以为它卡住了，可过了许久，这小树苗都没有再动弹，应该就是长到这里就不长了。顾双成暗暗猜测，只要有更多一点这样的木纹碎片，那小树苗就肯定可以成功将这一根树枝给长出来。他看了看这小节树枝，这根新的树枝的方向和原本的歪脖子树枝方向相反。不过远远看去，有了这一小节新的树枝后，倒是让小树苗更有了一些树的样子。以前的那棵小树苗可以说看着更像是一个被人为控制过的盆景。看着这焕然一新的小树苗，顾双成激动地搓搓手，没有想到就那木纹碎片竟然可以让小树苗进化，就是不知道给小树苗吞下足够多的木纹碎片后，小树苗长出来的新树枝会不会有什么新作用。至于现在，顾双成猜测小树苗它应该只是增加了每次可以提纯和强化的丹药数量，以前可以一次性提纯强化6颗丹药，现在应该可以一次性提纯8颗。为了试验一下自己的猜想对不对，顾双成更是直接一口气拿出了8颗聚气丹，都是连辟猴炼制的奇形怪状丹，催动小树苗吞下。果然，在顾双成意念调动之下，小树苗的8条根须立刻就顺着顾双成的手，1条根须1颗丹药，将那8颗丹药全部都吞了下去。嘿嘿，顾双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不错，这下自己强化丹药、提纯废丹的速度就可以更快一些了。当然，他更期待的则是他可以获得的更多的木纹碎片，让小树苗赶紧长出新的树枝。他有预感，只要小树苗长出新的树枝，那小树苗就不单单可以提纯丹药，说不定还会有一些令他惊喜的新功能。就在顾双成沉浸在这小树苗的能进化的喜悦之中时，忽然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储物袋中有一枚玉简亮了一下，他拿出来一看，正是那一枚从老莫那边拿到的传讯玉简。意识进入玉简，他就听到对面传来了歇斯底里的怒吼：“老莫，你怎么没有将顾双成杀了？他怎么好端端的回来了，全虚全矣，连胳膊都没有少一只？我给了你足足150块下品灵石呢，你这个骗子，收了我的钱不替我办事，等我下次下山，我一定找你算账。”顾双成听到这玉简之中传来的声音，立刻就辨认了出来，这不是那方小智的声音，还会是谁的呢？呵呵，方小智，看来果然是你想要对我下手啊！顾双成眼睛一眯，眼中闪过一丝凶光，不过你也是迟早要从丹房被赶出去的。唐良说他敦厚，那不过都是他演给唐良看的罢了。谁看到灵石不心动，谁不想要更多的灵石？顾双成之所以在唐良面前表现得如此老实，每次都把买药材中间的差价和唐良说，不过就是想要形成对比，然后把那方小智给污名化。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只要唐良对方小智产生了不好的想法，那么这种想法就会在唐良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旦一些小的错误都会被迅速立刻放大，甚至渐渐的他会变得厌恶方小智，直到最后他把方小智给赶出丹房。眼下看来，方小智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他距离被唐良赶出去也已经不远了，所以才会这么心急和暴跳如雷，而自己也是时候给方小智加一把火，让唐良早一点把方小智给赶出去了。只要方小智一走，那么这个丹房里就剩下了他和唐良2个人，到时候那些废丹还不任由他顾双成随意拿取。顾双成其实有想过把方小智串通外面的人怎么想要杀害他的事情和唐良师兄说一下的，可想了想，要是他说出来了，那唐良肯定会问他证据在哪里，也会问他是怎么从炼气境4层的人手中逃出来的。如果他将老莫和方小智的传音玉简给唐良的话，唐良还会问他是怎么拿到这玉简的，到时候顾双成就难以回答了，难不成他说自己将老莫杀了？一旦自己说把老莫杀了，那唐良肯定追问他是怎么杀的，他又如何回答？一个炼气境2层的人将炼气境4层人给杀了，这多少都会引起一些怀疑。
难不成把一品圆满的蓄力单交代出来？交代了，唐良会问他哪里来的；不交代，唐良肯定也会怀疑他顾双成会不会有什么强大的法宝，甚至起一些杀人夺宝的念头也有可能。所以顾双成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不交代为好。他杀了老莫的这件事情，就让他彻底的烂在自己的肚子里。转眼又是1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段时间里，方小智已经成为了这个炼丹房里的透明人。唐良没有再让方小智出丹峰去买过任何东西，就一直把他关在这炼丹房内，甚至平时方小智在唐良的面前扫地刷存在感，唐良也都跟没有看到一样。顾双成则是完全不一样，他眼下已经是唐良手下的大红人，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大事小事，唐良都喜欢交给顾双成去处理。唐良还不止一次的表示让顾双成办事，他是非常的放心。事情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天，方小智正在自己的屋子里垂头丧气，经过了这1个多月的苦苦挣扎，却依旧是丝毫没有得到唐良的重视，这让方小智的心里拔凉拔凉的。哎，看来我是彻底没有希望了，只能坐等被唐师兄赶出炼丹房了。方小智叹气道。可就在这个时候，方小智手中的一枚传音玉简忽然就亮了。方小智连忙将这枚传音玉简拿了起来。这枚传音玉简并不是他和老莫联系的那枚，前段时间他就已经将和老莫联系的那枚传音玉简给扔掉了。每次看到这枚传音玉简，就给他一种自己被丹药铺的小二和老莫联手做局了的感觉。而他手中的这枚传音玉简是属于另一个人的，那是他的一个同村人何强的。何强和方小智是当时他们村子从小玩到大很要好的2个少年，两人长大以后就一起相约踏上求仙问道之路。最后他方小智运气不好，灵根不够优秀，只是被青云门选上，成为了杂役弟子。而何强则是在半路上就被一强者看上，说收他做弟子。至于后来何强到底是去的哪个宗门，方小智无从得知，只是再被带走的。第2年，何强回来过一趟，给方小智了一个传讯玉简，然后又匆匆的离开了。之后很多年，方小智通过传讯玉简联系何强，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到今天，这颗属于何强的传讯玉简才算是有了动静。第21章炼气境3层以后的不同，方小智也有些怀念自己的这个老朋友了，连忙拿起传讯玉简，里面传来了何强的声音：“小智，你现在还在青云门吗？在内门还是外门？”方小智犹豫一下：“我还是杂役弟子，我的资质不太好，所以还没有成为外门弟子。”何强啊，你这也太慢了，我现在都已经成为宗门的内门弟子了，我早就已经筑基了都。方小智，天啊，你好强啊，你是怎么做到的？何强，就正常修炼啊，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见一面吧。方小智连忙将自己最近在炼丹房所发生的事情都跟何强说了一下。这看在你我是多年好友的份上，要不我帮你把这个顾双成给干掉吧。何强说道。真的吗？你过来方便吗？方小智喜出望外，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方便，你可以跟我说他什么时候出宗门，我帮忙干掉他。最好是你找机会跟他一起出来，这样省得我杀错人。何强道。方小智，好，等我找到机会，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此时的顾双成正在自己的屋子里将一颗一品圆满的聚气丹塞入自己的嘴中。他已经来到了炼气境2层巅峰许久了，今天他准备尝试再次突破，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一举进入炼气境3层。随着聚气丹的灵力化开，顾双成熟练的调动和吸收这些灵力进入他经脉之中。一颗聚气丹的灵力全部吸收，顾双成依旧是没有感觉捅破屏障。他又拿出一颗聚气丹，再次塞入嘴中，还是不行。于是他拿出了第3颗，这也已经是他的最后一颗聚气丹了。要是还不能突破，又得去找连屁猴买丹药了。顾双成有些无奈的叹气道。然而随着丹药的尽数化开，无数的灵力在他的体内乱窜，小树苗适时的再次散发出了阵阵清凉之意，让顾双成冷静下来，让他体内的灵力都安静了下来。随着一道和突破炼气境2层一样的轻微响声传来，紧接着顾双成就感觉自己的灵脉又一次发生了蜕变，再一次变粗，变得更像一个瓶子一样。原本充盈的灵脉也因为变大而再次变得空荡荡的。更关键的是，他感觉自己的灵根好像不一样了，变得有了一些明显的颜色，分别是金、黄、蓝、红、黑5个颜色。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顾双成也不理解。以前其实也有一些，但是颜色不是很明显，这一次颜色开始明显了起来，只能到时候问一下唐师兄了。呼，总算是炼气境3层了。顾双成长的松了一口气。不得不说，作为一个下品灵根的修士，平时几乎没有日常灵气摄入，想要提升实力真的是太难了。根据唐良所说，像极品灵根的人，一天从天地中吸取的灵气都抵得上好几颗丹药的灵力了。而且从天地吸取灵气，对身体基本没有任何的负面影响。更不要说这些极品灵根的天才都是各个宗门里的宝贝，会有宗门大量的资源倾斜，可想而知他们的实力进展速度会有多快。哎，要是能找到那种可以提升灵根品质的天才地宝，那该多好啊！顾双成叹了一口气。第2天，当唐良看到顾双成的时候，自然也是发现了顾双成突破了，他当即惊呼了一声：“双成，你这就炼气境3层了？你这有点快啊！”在唐良想来，按照顾双成上一次突破炼气境2层之时的速度，这一次他要突破炼气境3层的话，至少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怎么现在提前这么多就突破了？
顾双成半真半假的说道：“师兄，我这次出去的时候找到了一个炼丹师，卖那种奇形怪状的丹药，很便宜，但是药效不是非常好。我想着我不吃丹药无法提升实力，所以我就买了很多回来吃。我猜应该就是这些丹药让我的实力能增长得这么快。”唐良文眉头一皱：“不是吧？这种丹药你也敢吃啊？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杂质，吃进去完完全全对你是一种隐形的伤害啊！现在是看不出来，以后你实力高了，这些杂质都会是你的瓶颈。”顾双成自然是不会说自己吃的是一品圆满的丹药，不管唐师兄对他再好，他也不能把自己的底交出来，毕竟人心隔肚皮，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唐师兄对他好，那他平时可以对唐师兄交代的事情更上心一点，但绝对不能去考验人性。毕竟相对而言，他更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于是他装着面露苦涩：“师兄，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一没有很多灵石去买好的丹药，二又没有好的灵根，如果我什么都不干，就这么干等着，等到我寿元耗尽也不能突破了，所以与其等死，我不如退而求其次，拼一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顾双成说着，眼睛都红了，主要是他想到自己要是没有小树苗，说不得过的真就是这样的生活。哎，唐良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接顾双成的话了，他从顾双成的话中感受了满满的艰难，于是千言万语化作了一句叹息。他拍了拍顾双成的肩膀道：“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跟我来，炼气境3层以后的修炼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和你好好的解释一下。”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边上透明人方小智嫉妒到发紫的眼神中走进了唐良的炼丹室。盘腿坐下以后，唐良就耐心地对顾双成说道：“你现在突破到了炼气境3层，你应该就发现你的灵根出现了颜色吧？”顾双成点点头，这也是他心中的疑惑，分别是金、绿、蓝、红、黑5种颜色。唐良解释道：“这就是因为从炼气境3层以后，你就要开始慢慢的修行属性灵力了。比如一个火属性单灵根的修士，从现在开始就要慢慢的将他灵脉里的所有灵力都转换为火属性灵力。而你，因为你有5个灵根，5个灵根5个颜色，金就是金属性，绿是木属性，蓝是水属性，红是火属性，黑是土属性。所以你需要把5条灵根内的所有灵力都转换为相应的属性才行。这就是为什么炼气境3层以后，5行灵根的修炼速度会一下子变得很慢的原因。所以咱们宗门也必须要你突破到炼气境4层以后，才可以成为宗门的外门弟子。因为有很多人是迈不过第3层到第4层的这一道坎的。当然，现在几乎所有的5行灵根修士都是依旧选择单灵根修炼的，就是不管其余4条灵根，只选择其中一个灵根修炼。这样的话，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样的修士他根本就不是同级别修士的对手。你想想，一个5行灵根都修满的人，5条灵脉加起来都比不过人家同境界的单灵根的1条灵脉粗，更不要说你只修5根里面的1根了。但修炼速度快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寿命。咱们炼气境修士的寿命大概是在100岁上下，如果你们5行灵根修士按部就班修炼，很多都是一辈子突破不了炼气境，最后抱憾而死。可一旦只修1条灵根，它是可以快速突破到筑基期的，一旦到了筑基，寿命就可以增加到200岁。所以这2个选择之中的利弊，需要你自己决定，无论选择哪个都有坏处。从我的角度，我建议你选择主修1条灵根。听了唐良的解释，顾双成这才算是明白5行灵根之所以会被各个宗门嫌弃的原因。但是真的要让他选择只修1条灵根，他还是有些不甘心的。毕竟如果只修炼1条灵根，速度是快了，那又有什么用？同级别的对手都打不过，和别人一打起来就被别人砍瓜切菜一般的欺负，又有什么意义？我想要先试一试5个属性同修。顾双成犹豫片刻后说道，虽然可能有点勉强，但是不试试也总不甘心的。不过我估计最后我还是会被现实打败，因为我光想想只有1条灵根可以炼化，就知道我的修炼速度会有多慢。最后应该还是会选择只修炼1条灵根。说着，顾双成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渴望变强，却知道自己天赋不够的遗憾和沮丧。唐良文言叹了一口气，我就知道你也一定会这样选，一般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一开始都想要5根同修，但是最后都会妥协。他接着说道，这样吧，你先修炼火属性灵脉，然后我把炼丹术交给你，成为炼丹师以后，你就不会这么缺灵石，至少在修行之路上会稍微好走一些。我现在已经是炼气境12层了，估计我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成为宗门的内门弟子。到时候你如果炼丹术和实力可以的话，这个炼丹房就可以留给你。第22章学习炼丹。顾双成闻言大喜，这唐良还真的是他顾双成的恩人啊，不但在修行上指导他，现在更是要教导他炼丹术。要是自己学会了炼丹术，那以后只要把自己炼制的丹药用小树苗提纯强化一下，自己就可以有永远吃不完的丹药了，修炼上肯定也会快很多。一想到这里，顾双成就直接朝着唐良跪了下来，用力的对着唐良磕了一个响头。唐良师兄大恩，双成铭记于心。哎，起来，起来！唐良将顾双成拉起，我也是被你的坚韧和敦厚所打动，而且我愿意教你，也只是我可以教你，能不能学会，还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两人再次坐下之后，唐良从自己的身上拿出一个本子，这是一本关于炼丹的基础知识，里面还有我的一些心得，你拿去看着学一下。以后这个炼丹室，在我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来炼丹。一般我白天炼1次丹以后，直到晚上都不会再炼丹，这段时间你可以过来练。顾双成双手郑重接过唐良所递过来的本子，再次对唐良感谢万分后，这才从唐良这边出去。
回去以后，顾双成就开始了修炼，他也要开始感受一下炼气境3层以后的修炼模式，看看到底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因为下品灵根从天地中根本吸收不了多少的灵力，效率太低，所以顾双成还是选择从丹药或者白色灵力果实吸取。他吞入一颗白色灵力果实，随着灵力化开，他连忙引导这些灵力往灵根处通过。从刚才唐良的话中，他知道现在的修炼就是将这些没有属性的天地灵力，或者没有属性的丹药灵力，通过灵根的转化，成为修士所需要的属性灵力。灵根是代表一个修士对某种属性灵力的亲和和转化效率。你有火灵根，那么你对火灵力的亲和力会很好，转化火属性灵力的速度也会比别人快很多。果然，随着灵力通过那红色的灵根，顾双成就发现原本白色的灵力瞬间就变成了红色的火属性灵力。这灵根果然有转换灵力属性的作用。同时，顾双成也明白了什么叫做慢，这么多灵力通过这一根细细的火灵根慢慢的转换，感觉真的是需要很久，和当时的5根灵根同时吸收的速度相比，慢的不是一点半点。更不要说他的灵根还是下品灵根，幸好他吃的是丹药，所以这些丹药的灵力在从裂纹中散出以后，依旧是会被身体控制，重新再次送入灵根处被吸收。如果是吸收的天地灵气的话，灵根不吸收，灵气直接散了。以前一枚白色灵力果实炼化需要大概1个多时辰的时间，这一次他足足用了1个晚上，才将这白色灵力果实内的灵力全部转换为红色的火灵力。顾双成都要哭了，修行太难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灵根变粗的。修行完之后，顾双成就抓紧时间拿出唐良给的那本炼丹基础看了起来。这本书讲得很通俗易懂，很快顾双成就明白，成为一名炼丹师，首先必须要有火灵根，因为炼丹需要炼丹师对于火有比较强的敏锐性。不同的药材，它的提纯温度是不一样的，有的药材可能到200度就可以开始提纯，有的药材可能到了1000度还没有开始融化。当然，这方世界并没有度这个概念，都是顾双成自己用后世的感觉大概推测的。而且因为炼制丹药需要用到的各种药材比较多，有些药材和药材之间的提纯温度相差不大，可能就差个10度几度的，没有对火的敏锐性，根本无从判断温度情况。第二，炼丹师对神念的要求也比较高，炼丹师在炼丹的时候，丹鼎之中的温度足足有几百上千度，那怎么让里面的药材药液凝结成丹？总不能跟高压锅一样，把药材都丢进去，然后盖子一盖，过会一打开，里面就躺着一堆圆滚滚的丹药吧？而且有些药材和药材之间是有对抗性的，在彻底融合之前，可能需要把它分开。所以这一切都需要神念才行。顾双成继续往下看，他看得很快，一下子就把这一本书都看完了。在对炼丹师的描述之后，就是一些对于药材的把控，比如什么药材需要多少温度，什么药材和药材之间相克。再往后就是一些常见丹药的丹方，这些丹方里面讲了丹药所需的药材，还有就是丹药的用量。像聚气丹、蓄力丹、疗伤丹这些常规丹药的丹方，这里都有。改名就去试一下。顾双成搓搓手，感觉自己应该可以试一试。第二天，顾双成在帮着唐良完成了丹药的炼制之后，就对唐良说道：“唐师兄，你还炼丹吗？我可以问你买点药材，我试着炼一下吗？”唐良有些诧异：“你这么快就想要上手试一试了？”“对，感觉炼丹这种事情总是需要练出来的。”顾双成点点头。唐良也是很爽快：“行，灵石就不用了，这里是10副续骨丹的药材，还是我以前炼丹的时候拿来练手剩下的。这续骨丹算是所有丹药里最低级的，只有3味药，你拿去试试吧。”顾双成谢过唐良之后，就开始学着唐良炼丹的样子，开始了炼丹。他对于炼丹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有小树苗，只要他炼出来的是丹药，就算是跟连屁猴炼制的那种歪瓜裂枣也没事，小树苗都可以提纯强化成为圆满丹药。当然，就算是炼出来是个废丹也没事，还可以变成白色灵力果实不是？所以顾双成对于炼丹并没有很大的心理负担。续骨丹的丹方，顾双成昨天也有看过，需要续骨草3株，麻石1颗，血藤1段。丹方上所记，3味药中，血藤需要先进，然后是续骨草，最后才是麻石。因为血藤提纯时所需要的温度最低，炼丹需要生火，顾双成一个炼气期根本无法做到灵力化火，只有到了金丹期才可以开始灵力化火，在这之前都是需要借助凡火的。唐良已经走了，当然就算是唐良在，顾双成也绝不可能叫唐良帮他控火，所以他就提前放了一堆柴在自己的身边，要用了就随手丢一些在丹顶下面的火眼之中。顾双成做好了一切的准备，闭目养神，放松了自己的神念，然后他猛地将柴点燃后塞进了丹顶下面的火眼，同时开始感知那丹顶内的温度，随着下面的火熊熊燃烧，顾双成感觉温度是越来越高。因为丹顶的顶盖开着，热气很快就会逃出去，所以一般都是先升温到接近提纯温度附近时，再把药材扔进去升温提纯。这血藤大概是需要250度左右的温度才可以开始提纯，顾双成很快就感觉温度差不多到了220度左右了，于是打开丹顶的顶盖，将那一株血藤扔了进去，然后那血藤嗖的就化成了一堆灰。第23章特娘的才4天，你就承担了。顾双成懵了，按照炼丹基础所说，这样的情况就是温度高了，可他明明感觉温度差不多的啊，怎么会高这么多？还是太自信了。顾双成挠挠头，自我安慰，不过没事，失败是成功他娘，一次不行2次。
重新来过，这一次他聪明了，在温度还远远没有到的时候就加了进去。宁可多费点柴，也要慢慢感受一下血藤的提纯温度大概是怎样的。很快，随着温度逐渐升高，顾双成就感觉到那顶内的血藤开始融化，血藤里面的一些杂质被高温炙烤成了飞灰散了出去，留下的就是一团红色的浆糊状的东西。然而，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接下来就是血骨草，而这种草的提纯温度在将近500度，如果任由血藤待在顶底，那随着温度越来越高，这血藤提纯出来的血色浆糊势必被这更高的高温烧成灰，所以需要将这血色浆糊保存在一个温度差不多的地方。按照炼丹基础之中所说，就是要用神念将这血色浆糊包裹，然后拿到丹顶的散热口。每个丹顶不但有上面的顶口，顶身上还有一圈小口，这些小口就是丹顶的散热口。散热口平时关闭时不会散热，但是一旦打开，那么散热口这边灵阵就会运转，将这边的温度逐渐降低的，所以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越好的顶，上面的散热口就越多，因为越好的顶，肯定也要炼制越复杂的丹药。那些高品级丹药，光是药材就有几百种，低级的顶根本没有这么多散热口。眼前唐良的顶上面只有10个散热口，也就是只能炼制那些原料不超过11种药材的丹药。顾双成连忙调动自己的神念进入顶中，神念并不惧怕这凡火所带来的高温。很快，顾双成的神念就将那团血色浆糊包裹了起来。下一步就是要把这血色浆糊给抬起来，抬到散热口附近。顾双成的神念逐渐用力，然后血色浆糊就在他的神念之下慢慢被抬了起来，放到了散热口附近，用一部分神念控制这团血色浆糊，不让它掉下去。同时，顾双成开始往火眼里继续加柴，继续增加温度。然后后面的3株续骨草也是如刚才的血藤一般，差不多的操作了一下。很快，这3株续骨草也已经化成了一团绿色的浆糊。然后顾双成如法炮制，打开第2个散热口，将这一团绿色的浆糊给拖了上去。紧接着就是麻石的提纯。足足1个多时辰以后，顾双成已经感觉自己的神念很疲惫了，因为一直用神念拖着2坨浆糊这么久，真的是一件累人的事情。虽然这2坨浆糊很小很少，对于肉身来说可能拖起来轻松，可对于神念来说，这么小一坨浆糊简直就重若巨石。也终于在这个时候，麻石的提纯结束了，麻石成为了一团白色的粉末。提纯结束后，下一步就是融合成丹。顾双成操控着麻石形成的粉末，缓缓抬上来，和续骨草血藤在同一个位置融合。他猛地用力，用神念将3团药材形成的精髓凝聚到了一起。凝丹可不是简单的凝在一起这么简单，而是要在高温的情况下，通过神念压缩，让所有的药材互相融合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扩大有益药效，减小负面效果，这样才能产生药效。不然只是把3团药材精髓简单放一起，你在这一块，我在那一块，根本毫无益处，和直接吞草有什么区别呢？轰！顾双成刚刚开始融合，就感觉到3团药材精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抗性，一股子力道从3团药材精髓反射出来，打了顾双成一个措手不及，让顾双成的神念一时间都有些控制不住。于是3团药材精髓全部都掉了下去，那麻石还好，其余的续骨草和血藤一碰到下面炎热的顶底，就瞬间化为了黑灰。炼丹失败，这炼丹还着实是有些难度啊。顾双成揉了揉自己已经有些发胀的脑袋，无奈地说道：“今天是无论如何没有神念可以炼丹了，他都感觉自己的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甚至开始打起了哈欠，必须得回去好好睡一觉，修补一下神念，明天再炼丹试试吧。”他从炼丹室出来，唐良笑着问他：“怎样？”顾双成摇摇头：“有点难，失败了。”唐良安慰道：“一开始都这样，慢慢来。”第2天，顾双成炼丹依旧失败，这一次是已经要成丹了。结果他太贪心，想要把12颗丹药全部都炼好，可神念根本不够用，所以一时没有控制好温度，导致丹药烧焦了。第3天，顾双成再次尝试，这一次顾双成学聪明了，既然我不能顾上全部的丹药，我就只管1颗，于是他把其余的11颗全部放弃，只保留了最后1颗丹药进行炼化。终于这最后1颗丹药内的3种药材精髓全部融合完毕，接下来就是进行丹药压缩，把这一团继续压缩成圆滚滚的丹药。而在这里，顾双成总算是明白为什么连辟侯炼制出来的丹药会是各种奇形怪状的。因为只要你脑子里想的是啥，人的神念就会不自觉地按照你脑子里想的，将丹药凝成你想的样子。而到了这个时候，人的神念已经非常的疲惫，根本没有很多的精力控制自己的思绪，所以本能上的一些想法就会暴露出来。最后，顾双成炼制出了一颗椭圆形的丹药，无他，因为前面的步骤上，他还是浪费了太多的神念和精力，导致到最后他神念不够，所以到这一步根本坚持不下去了。而到第4天，顾双成就成功的炼制出了一颗圆滚滚的丹药。这天，当顾双成从炼丹室出去的时候，也是头脑发胀，是神念用过度的象征。唐良看到顾双成这样，安慰说道：“炼丹没那么容易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有好几次都直接当场累晕在丹顶边上的。我足足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才算是有所小成的。”顾双成赞同道：“是啊，连续4天了，我才只炼制出了1颗完整的续骨丹，一炉子才1颗成丹，还得继续努力，继续多练才行啊。争取我1个月以后也可以像唐师兄那样有所小成。”说着，顾双成就顶不住头晕脑胀，先一步进了屋子休息。
然而，在他的身后，唐良在听了顾双成的话以后，整个人都是如遭雷击，心中更是在呐喊：承担了，这就承担了，这特娘的才4天，他就承担了。不是，这我说的有所小成，是当时我足足练了1个多月，才好不容易练出来了一颗丹药，结果他只用了4天。我第4天的时候，还在努力让药材不要变成灰，而且我记得我当时1个多月才炼制出来一颗完整的丹药，已经算是比较厉害的了，结果他才用了4天，他这算啥？妖孽吗？唐良的脸色跟便秘了一样，也没心情在外面站着了，转身就回自己的屋子去了。第2天，当顾双成帮着唐良控火的时候，顾双成还是忍不住问道：唐师兄，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1个月就可以炼出完整的1炉丹药的？唐良手一抖，差一点就把手里的玉瓶给摔在了地上。可嗨，就是多练就好了。他说完，灰溜溜的就走了，开什么玩笑，再留下来他都担心要被顾双成发现自己是1个月才炼出来1颗了。那就不是顾双成请教他了，是要他请教顾双成了。第24章，凶悍的内门师姐。时间飞逝，转眼又是几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几天，顾双成的进步很是明显，他已经从只能炼制1颗，到现在可以一次性炼制2颗虚骨丹了。不过，距离可以一次性炼制12颗丹药还是很遥远的。当然，顾双成也惊喜地发现，经过频繁的炼丹，他的神念也在逐渐的变强，对于周边的一些动静也变得更加的敏感了一些，以前感知不到的一些细节，现在都能感知到了。而就在一切都在逐渐向好的时候，这天，顾双成正准备和唐良一起炼制丹药的时候，忽然从天上遇见飞来了2个弟子，两人飞行到了唐良的炼丹房上空，就径直降了下来，落在了院子上方。唐良和顾双成感受到了外面的动静，立马从自己的炼丹房中跑了出来。当看到2人都是御剑飞行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崇拜和恐惧。毕竟御剑飞行，那可是筑基期弟子才能做到的事情。这2个人都是女弟子，其中一人很瘦，脸上的颧骨高高的凸起，看起来就有点凶相；另一个人则是胖胖的，肉嘟嘟的，有一种可爱的感觉。2个人见到唐良和顾双成的时候，都有着一种莫名高傲的气势。他们也没有从剑上下来，就这么居高临下看着2人说道：这里是外门的炼丹房吧？我们要征用一下你们的炼丹室，炼制丹药。好，师姐你们随便用。我的炼丹室能被2位师姐用，简直就是我这个做师弟的荣幸。唐良立马应了下来，言语之中满满的卑微。没办法，外门弟子在内门弟子面前就只能卑躬屈膝。那2个师姐看到唐良这谦恭的态度，很是满意，点点头也没有多说，就走进了炼丹室。然而他们2个进去不久，就听到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喊道：你们2个进来帮忙搞一下卫生啊，又臭又乱，臭男人的炼丹室果然不行。唐良连忙叫上顾双成，带上扫帚本姬一起进去搞卫生。顾双成一听到这声音，就猜是那高颧骨的师姐在埋怨。2人进去一看，果然见那高颧骨的师姐双手环胸，对着他们颐指气使吩咐了起来：这里脏死了，还有这里，还有你们的蒲团也拿掉。唐良跟着店里的小二一样，对于这师姐的要求都很谦恭地答应下来，带着顾双成很仔细地将炼丹室的卫生搞了一遍，连一些犄角旮旯的小灰尘都没有放过。2位师姐，请问你们这次来外门是有何贵干？唐良憋了很久，终于是憋不住开口问道。那高颧骨师姐立刻不高兴了：我们2个内门弟子来干什么？还需要向你这个外门弟子汇报吗？不敢。唐良直接被这高颧骨师姐的话给吓得跪在了地上。好了，师妹不要这样，瞧你把他们给吓的。那胖胖的师姐见到这样的情况，连忙开口拦了下来。说着，她笑着对唐良和顾双成2人说道：我们这次过来是来做宗门任务的，在咱们青云门外附近发现了有一个筑基期邪修的踪迹，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过来斩杀这名邪修的。这名邪修的实力不凡，手段颇为阴险毒辣，我们2个人今天发现了他，可是我们2个人打他一个，竟然还被他逃走了。我们还受了一些小伤。至于用你们炼丹室，是因为我们要炼制一些疗伤丹，修复一下身上的伤势，所以想着自己炼制一些。哦，对了，我姓戚，他姓龚，你们可以叫我戚师姐，叫他龚师姐。那高颧骨的龚师姐对此有些不屑，她冷哼一声，不满地说道：师姐，你跟他们这种垃圾有什么好说的？那戚师姐无奈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很快，唐良和顾双成就收拾好了炼丹室，在那龚师姐的催促声和骂声中，灰溜溜的从炼丹室出来。2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好像都在庆幸自己在这么严格凶悍的内门师姐手下还能活下来。刚才顾双成都担心那龚师姐会不会看他们不爽，直接一飞剑把他们给秒了，所以在搞卫生的时候就连呼吸都不敢大声，擦地的时候更是比以前洗澡还要认真，还要细腻。呼，内门弟子都这么可怕的吗？顾双成在心中暗暗地感叹道。2个人也不敢多说什么，生怕里面的内门师姐们听到，当然也是不敢回自己的屋子修炼，就一直坐在外面，耐心而又尴尬的等待，等他们炼好丹药自己出来，生怕2位筑基期师姐一出来，没有看到他们的人就对他们大发雷霆。2个人足足在门口坐了3个时辰，期间顾双成想要拉屎上厕所都是硬生生的憋回去的。终于在他们的耐心等待之下，总算是等到了龚师姐和戚师姐从炼丹室里出来。那龚师姐的脸色非常的难看，就跟有人又欠了她1万块下品零食一样。什么臭丹顶！说完，直接祭出宝剑，腾空而起。
一边的七师姐则是对着二人露出了一些不好意思的神情。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里面你们去收拾一下。顾双成和唐良连忙进了炼丹室。眼前的一幕让他们两个人纷纷直呼一句卧槽。只见那唐良心爱无比的丹鼎，此时已经碎了一地，显然是被什么东西给拍碎的。地上各种残渣碎片散落一地，甚至连地面都被轰出了一个大洞。特别这次进炼丹室，能明显感觉到整个炼丹室内少了那种浓郁火灵力的感觉。很快，唐良就在房间里找到问题的根源，他拿出了一块破碎的阵盘。好吧，他们连我的聚元阵的阵盘都给我打碎了，这阵盘可是这个大阵的核心啊，这下我要重新买一个阵盘了。唐良沮丧地说道，言语之中充满了悲凉之意。顾双成小声地问道，他们内门弟子来借用炼丹室都是这样的吗？唐良摇摇头，苦笑一声，也不都这样吧，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他们没有把我们给打一顿就算好了。这之后，唐良就让顾双成早早的回去，然后他一个人在这炼丹室内待了足足1天1夜。等到1天以后，唐良才从炼丹室走了出来。此时的唐良整个人憔悴无比，眼神消瘦，甚至眼眶都深深的凹陷了进去。师兄，你怎么了？顾双成关切问道，他没有想到这唐师兄竟然会落得如此状况。唐良摆摆手，我准备重新弄一下炼丹室，再去买一个丹鼎和阵盘。说完，唐良就走了出去。过了许久，唐良才回来，他将一个新的丹鼎放在原先的炼丹室，同时还布置了新的阵盘。哎，我攒了许久的灵石，准备用来买筑基丹的，这么一来就全部化为了泡影，又得辛苦许久才能买得起筑基丹了。唐良叹气一声，筑基丹是2品丹药，所以它的炼制难度比普通的1品丹药要难得多，所需要的药材也更多更贵。接着他又拿出了几百块下品灵石，交给顾双成，你帮我再去买一些固灵粉，上次你买的那些都被他们用完了。好。顾双成接过灵石，眼下师兄缓过来了，那便是好事，他准备起身前往。然而顾双成这边刚准备走，那边方小智就跑到了唐良的面前，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唐良的面前。师兄，这一次可不可以让我一起去？我也想要买一些丹药，最近我一直在炼丹房，都没有买丹药的机会。现在炼丹房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也要为咱们炼丹房出一份力。说着，方小智就直接用力地磕起了头，那模样要多认真就有多认真。唐良一开始有点犹豫，好像不是很想让方小智出去。但是看着方小智这么认真的样子，加上他被2位师姐这么一搞，也实在没有了精力，于是摆摆手，去吧。多谢唐师兄。方小智大喜，起身感谢。顾双成虽然很不想和方小智一起去，但是方小智跟个粘人精一样，慢慢的跟着顾双成，就跟一块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顾双成也没有办法，只好任由他跟去。不过既然方小智跟去，为了安全和保密，他很多东西都没有带去，连储物袋都没有带去，只带了一些基础的东西。第25章要把你们都炼制成阴魁。这一路上，顾双成在前面赶路，而那方小智则是紧跟在他身后，一边赶路，一边则是用传音玉简联系着什么。一开始方小智很是焦躁，因为他联系了很久都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直到那传音玉简亮了一下，方小智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些欣喜之色。看到传音玉简上的话以后，方小智就更是放下心来。看着前面顾双成的背影，他的嘴角更是微微上扬了一些。呵呵，顾双成，上一次的老莫不靠谱。但是这一次，那何强可是跟我关系很好的，更不要说人家还是筑基期的强者，我看你这次怎么逃得出去？你必死无疑。顾双成和方小智2人一起到了星月谷那边买了固灵粉，然后迅速的返回。因为方小智在，顾双成也没有去找那连屁猴买奇形怪状的丹药，而是选择直接回去。然而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距离宗门还有几十里的时候，忽然一道飞剑一闪而至，还不等顾双成他们有所反应，一股子猛烈的神念冲击就将2人瞬间击晕。等到顾双成再次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束缚了起来。顾双成刚想有所动作，脑子里就传来了浓浓的刺痛感，这是神念受伤的迹象，痛得顾双成猛地倒吸一口冷气。他忍着疼痛，四处看了一下，就发现在他的身边躺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和他一起来的方小智。在顾双成醒来很久以后，方小智才堪醒了过来。他一醒来，先也是和顾双成一样发出了痛苦的倒吸冷气的声音，然后他看着四周，试探性的喊了一句：“何强，是你吗？”何强。一开始并无人答应，方小智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些惊慌，继续大声地朝着四周喊了起来。直到许久以后，才有人走过来的声音。顾双成看见来人是一个和他们差不多年龄的青年，他的身形消瘦，面色苍白，整个人就跟没有血气一样的。别叫了，烦不烦？我在。那人很是不耐烦地说道。何强，哈哈哈，我就知道是你。方小智得意地笑了起来。他转头看着顾双成冷声说道，呵呵呵，顾双成，我跟你说，你完了。你别以为你在炼丹房修炼速度快，能得到唐良的重视，能炼丹药就可以无所畏惧了。修仙修的可不只是实力，也有手段、人脉资源和阴谋诡计。今天有我何强兄弟在，你必死无疑。何强可是筑基期的强者了，杀你一个炼气期的小垃圾，简直跟杀鸡一样容易。只要你死了，那么唐良师兄那边，我依旧会是他倚重的丹童。方小智得意洋洋地说着。顾双成却是毫不客气地回怼了一句，你得意个啥？他是你兄弟，还把你跟我一起打晕。
还会让你这样躺在地上跟死狗一样。方小智听到顾双成的话，也是明显的愣了一下，他看了看自己的情况，不得不说顾双成说的有点道理。瞬间，方小智脸上的笑容就收敛了起来，他对那何强道：对啊，何强你怎么把我也打晕了？快扶我起来。那何强苍白的脸上闪过一丝厌恶，他面无表情的拿出一颗丹药给方小智，刚才我是不小心将你击伤，这是一颗补神念的药，你吃下就会好。方小智接过丹药，斜睨了一眼顾双成，仿佛在说，你看看我和你就是不一样的，同样被击伤，我就有丹药吃，你没有。然而方小智吃了以后，却发现自己并不能站起来，身体依旧是很难受，甚至他还感觉那吃下去的丹药有一股子怪怪的能量传到自己的身上。何强，你给我吃的是什么？方小智抬头看着何强，有些迷惑的问道。何强呵呵一笑，前几天你们宗门的2个筑基期女弟子找到我，和我打了一个2败俱伤，为了报仇，我需要18具阴魁来运转99阴魁大阵，来彻底的击杀他们。我手上只有16具阴魁，正好你们2个人在这里，我就可以凑齐18具阴魁了。结。何强说着，发出了极为阴森的笑声。什么？方小智听到何强的话，差点没被吓死去，他指着何强，怒声道：你竟然想让我做你的阴魁？我可是跟你从一个地方出来的朋友啊，我可是跟你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啊，我这么信任你，相信你，你竟然要把我炼制成你的阴魁？何强哈哈哈笑了起来，朋友，可笑，真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朋友？方小智啊，方小智，你也太单纯了。不过说起来，我也算是给你留了体面了。本来这阴魁丹是你自己主动吃下的，只要你不挣扎，那你的死相不会太难看，但是你现在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你知道了，只会让你更痛苦，你的死相也就无法保证了。哈哈哈哈！何强的话再次让方小智双目赤红。畜生！何强，你这个畜生！他转头看着顾双成，双成，这个人是个邪修，你比我厉害，你一定有办法的，一定可以打败他，把我救出来的，是不是？双成，以后我一定不再和你作对，以后在炼丹房，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不，这次回去以后，我就主动的离开炼丹房，以后你就是唐师兄唯一的丹童，你救救我，可以吗？然而顾双成在听了他们2人的交谈之后，原本悬着的心倒也是放松了下来，因为想要成为阴魁，就是要吃下阴魁丹，而他顾双成最不担心的就是吃丹药，不管是毒丹还是邪丹，他都可以让小树苗瞬间吞下。他跟看白痴一样的看了一眼方小智，你脑子吃丹药吃傻了吧？人家一个筑基期，你让我一个炼气境的救你，而且人还是你自己找来的。别说我也出不去，就算我可以救你，我也肯定不会救你。方小智此时越是反抗，那阴魁丹在他体内的运转就越快。很快，方小智的眼睛就开始泛白，甚至他的身体也开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白色，应该就是成为了那何强所说的阴魁。接下来就是你了。何强看方小智彻底成为阴魁以后，才走到顾双成的身边，左手掐住顾双成的下巴，将顾双成的嘴巴强行掰开，然后右手用力将一颗阴魁丹拍进顾双成的嘴中。做完这一切后，他就没有再搭理顾双成，在他的眼中，顾双成已经吞下了阴魁丹，就算是想吐也吐不出来了。他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了一堆材料和10几具阴魁，开始布起了阵法。99阴魁大阵是2个阵组合成一个阵，每9具阴魁组成一个子阵，当2个子阵都完成以后，就会形成几个倍的增幅，成为真正的99阴魁大阵。很快，何强就已经完成了第1个子阵，并布置好了第2个子阵的阵脚，随时准备运转阴魁大阵。可就在何强刚刚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到位，准备看一下顾双成的情况时，2道流光飞速而至，正是脚踏飞剑的筑基期强者。何强，原来你在这里，呵呵，这段时间你躲得可真好啊，我们找都找不到你。第26章不知轻重的公师姐伴随着一道高傲的声音传来，飞剑上的2个人停在了何强的上空。2人正是那七师姐和公师姐，刚才说话的也是那颧骨高高耸起，一看就很难伺候的公师姐。结，你们来的还挺快啊。何强看到2人的时候一点也不惊慌，就好像早有预料一样，手上的动作也是没有停。哼，我们可是一直在找你，你要是一直龟缩起来啥也不干，我们倒也是发现不了你，可是你一出手，你邪气外露，我们想要找到你易如反掌。那公师姐有些得意的说道。哈哈哈哈！何强哈哈大笑起来，他的模样甚至可以说有点有恃无恐。那你就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出手？我完全可以不出手啊！你们2个人真的是蠢。说着，他再次桀桀笑道，不过既然你们已经来都来了，那就别回去了，都给我去死吧。七师姐反应比较快，她一皱眉，连忙用神念一扫，不好，这里的阴气很浓，好像是有什么阵法正在运转。公师姐听到七师姐的话，立马也紧张起来，2个人都四下观看，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呵呵，2个骄傲自大的家伙，你们现在才察觉，早就已经来不及。何强的冷笑声传来，随后何强低喝一声，最后一句阴魁归位，99阴魁大阵成。说着，他手中一根长鞭甩出，绕在顾双成的身上，一把就将顾双成甩到了最后一个阵眼上。何强双手往下一按，灵力输入下面的阵盘，瞬间，这片空间就传来了震动声，2个庞然大阵骤然升起，浓郁的阴冷之气裹挟而上，直接朝着上空的公师姐和七师姐而去。2人连忙调动灵力开始防御，没用了，阴魁大阵一起，
这一片空间就被锁死在充满阴气的地方，你们的实力都会大打折扣，我看你们这次还怎么和我斗。今天你们2个人一个也逃不出去，等我抓到你们，一定要把你们按在我裤裆下摩擦，彻底吸干你们体内的阴气，让你们尝尝被我蹂躏的滋味。何强得意地说着，同时祭出自己的飞剑，踏空而起，来到了七师姐和宫师姐的面前。畜生，就你也配，也想占我的身子？那宫师姐就是个暴脾气，听到那何强侮辱人的话，她瞬间暴怒，想要将何强乱剑砍死。但是奈何他调转灵力，就发现自己体内原本崩腾的灵力，现在就如同蔫了一样，运转速度大打折扣，别说杀何强了，就是行动都远没有那么灵敏了。该死，中了他的套了，我灵力都调转不动。宫师姐暗骂一声，边上那七师姐也是好不到哪里去，咬牙拼尽全力调动灵力。2个人在这阵法之中被这阴气搅得焦头烂额，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上面的情况此时都被下面的顾双城看得清清楚楚。没错，顾双城自然是没有成为阴魁，因为刚才何强将阴魁丹塞进顾双城嘴中的时候，他就第一时间让小树苗将这阴魁丹给包裹了起来，所以这阴魁丹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他分毫。而且顾双城的神念在这段时间里也已经慢慢的有点缓过来了，脑子也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痛了，这应该就是他最近一直透支神念炼制丹药给锻炼出来的，让他的神念恢复的速度比较快。此时顾双城看着上面的情况，脑子飞速的转动。这99阴魁大阵也是神奇，缺了他这个阵眼，竟然还可以照常运转，只是好像他所在的这个区域阴气要相对其余区域要弱很多。眼下那2位师姐被这大阵所困，应该不会是那何强的对手，而一旦他们2个人被何强所杀，何强下一步肯定是找到这99阴魁大阵的问题，自然也会发现他没有成为阴魁。等到那个时候，他顾双成清则肯定会被这何强所杀，重则会再次被何强强行炼化成阴魁。所以虽然他顾双成很不喜欢这2个师姐那高高在上的姿态，可眼下他也是不得已，必须要让2个师姐来他这个区域，才能救下他们的命。只有他们活下来，那他才有一线生机。于是权衡再三以后，顾双成朝着那上面的七师姐和宫师姐喊道：“2位师姐，你们赶快来我这里，我这边的阴气没有那么盛，对你们有好处。”他的这道声音瞬间就打破了大阵之中的宁静，3个人纷纷都看了过来。当看见这顾双成竟然还好好活着的时候，那和强气的七窍生烟，该死的，你怎么还能说话？吞了阴魁丹，竟然没有成为阴魁。而且他也明显的感觉到了那一片区域的阴气明显的要弱很多。可在他发现的时候，宫师姐和七师姐2人也惊喜的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在强烈的求生欲下，2个人调动体内所有的灵力，朝着顾双成的方向就疾驰而来。何强想要出手拦阻，可他在另一个方向根本拦不住2个人。2人中，那胖胖的七师姐反而速度更快，宫师姐反而落在后面，所以那宫师姐很快就被何强拦了下来。师妹别急，等我到了那边恢复灵力，马上过来救你。七师姐飞速到了顾双成的身边，拿出一颗丹药塞进了自己的嘴中，然后马上再次朝着何强攻击而去，去救那宫师姐。此时的何强已经壮若癫狂，他知道如果一旦这2个人都到了那个区域，那他何强就再也打不过这2人了，所以他也拼尽了全力，手中的飞剑挥舞间，在那宫师姐的身上留下了好几道伤口。师妹我来顶住，咱们一起往后退。七师姐上前攻击何强，逼得何强往后稍退，让那宫师姐可以过来。2个人就这样一边和何强战斗，一边往顾双城的方向后撤。终于2个人都顺利的到了顾双城这边。何强自知如果到了这个区域内，他肯定是不敌这2人的联手，所以他暂时不敢过来，只能远远的站着，脸色阴晴不定。那七师姐反应快，知道趁着这个机会找到这99阴魁大阵的阵眼进行破坏，只要破坏了阵眼，就可以将这浓郁的阴气都散出去。而那宫师姐吞下丹药，整个人的气色好了一些后，就先忙着对那何强骂道：“该死的何强，你不是仗着你的大阵想要弄死我们吗？我现在看你还怎么弄死我们！有本事你过来啊！”顾双成看着都着急，你特娘的真的是个人才，你不来破坏阵眼，骂他有什么用？真以为人家傻，被你这么骂几句就会过来？原本他都想要破口大骂了，但是想着自己一个练气境的对人家筑基境的指指点点，那不是找死。于是他悻悻地闭上了嘴巴。那宫师姐骂了好一阵，还是边上的七师姐看下不去了，对她说道：“师妹，你先别骂了，咱们赶紧找阵眼，只要把这阵眼给破一半，那我们就可以把这邪修给杀了。”被催促后的宫师姐这才开始帮着一起寻找阵眼，开始破坏了起来。终于在他们2人的合力之下，这99阴魁大阵的其中一个子阵中的阵眼立马就都被他们给拆毁了去。这子阵立马停止了运转，随着它的停摆，整个空间内的阴气就好像找到了倾泻口一样，瞬间消散不少。七师姐瞬间暴起，找准这个机会就朝着那何强攻击而去。该死的！何强怒骂一声，知道自己不敌也保不住这昂贵的阵盘了，要是再待下去，连命都要没了。于是他一狠心，就连这个阵盘都不要了，立刻踏剑遁走。七师姐和宫师姐2人连忙追上，只可惜就差了一点点，就被那何强给逃了出去。等到七师姐和宫师姐2人回来的时候，顾双成已经从阵眼里出来，将那方小智身上的灵石和有点用的东西都给摸了出来。顾双成也没打算要这2人的感谢，特别是那宫师姐就是个瘟神，还是避着点，所以他做完这些就准备走。然而，啪！忽然他的后背一疼，
第27章被打成猪头，伴随着一股子巨大的力道拍在了顾双城后背上。顾双城吃痛，往前趔趄几步，倒在了地上。等到他站起身来之时，回头看去，发现那宫师姐正手持一条红色长鞭，怒气冲冲地盯着他。顾双城一猜就知道应该是这宫师姐打的他，不过对于这宫师姐为什么打自己，让顾双城很是莫名其妙，开口问道：“不知师姐为何打我？”按照顾双城所想，自己就算是实力低微，但在今天的事情上，自己好歹也是你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吧。如果没有自己这个不受阴魁丹影响的存在，你们两个家伙今天哪能这么轻松和容易的将这邪修和强给打跑？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存在，你们两个人现在早就被那和强先那啥了。结果你不感恩也就算了，还竟然拿鞭子抽我，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蛮横不讲理！打你！那宫师姐怒骂道：“我不但想打你，我还想杀了你呢！要不是你，这何强今天肯定会被我们给抓住。”顾双城，汝人言否？刚才要不是你在那里忙着对何强怒骂浪费时间，没有第一时间去端掉大阵的阵眼，那何强能跑？说实话，刚才顾双城就忍不住的想要骂娘了，但是考虑自己实力不够，硬生生忍住。现在倒好，你直接把这责任推到我头上来了。不知道师姐为何会如此说？顾双城忍住自己骂人的冲动，但也是不卑不亢的对那宫师姐反问道：“哼哼，你明知道你那边的阴气薄弱，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你要是早点说出来，我们两个也就可以早一点摆脱阴气的困扰，杀那何强也不过就是易如反掌。”宫师姐气势汹汹的说道。这一番逻辑简直就是把顾双城给听无语了。妈的，这修仙世界也有天下都错，只有他没错的小仙女吗？不过还不等顾双城说什么来替自己解释，那一边的七师姐眼珠子转了转，对那宫师姐说道：“师妹，算了，要不是她帮忙，今天我们两个人可都活不了。而且这一次我们两个人多少都有些受伤，我们还是早点回去，找个地方疗一下伤，恢复一下。这何强没有了这99阴魁大阵的阵盘，想必也没有了保命的手段，等到我们下一次遇见他，一定可以将他斩杀。”那宫师姐这才作罢，对顾双城冷哼一声：“哼，这次算你命大，要是下一次再遇到你捣乱，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说完，和那七师姐二人踏剑离去。顾双城看着这二人离去的背影，不自觉的就想到了那天把自己推倒墙上的漂亮女修。虽然那人也很是强势，但和这宫师姐的不讲道理相比，顾双城觉得那人简直通情达理多了。顾双城只是随便的这么想了一下，就甩甩头，再一次在周围搜寻起了宝贝。七师姐和宫师姐二人，他们都没有看地上的阵盘，也许他们觉得这邪修的东西，他们看不上眼。但是顾双城觉得这玩意对自己多少肯定有点用处，拿回去放着，以后有合适的机会的话，卖给邪修换点零食也好的啊。于是顾双城费了老大的劲，将那99阴魁大阵的2个阵盘都给找到，并都收了起来。这99阴魁大阵的阵盘其实就是2个类似于雕花的岩石板，在这板上刻着无数的纹路。此时的这2块阵盘还在隐隐的往外散发着阴邪之气，拿在手上也着实有些阴冷之意。这邪修用的东西果然是奇奇怪怪，因为没有带储物袋，所以顾双城直接塞进了自己的胸口。然而那2块阵盘冷冰冰的，搞得他胸口都冷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顾双城只好再把这阵盘拿出来，扯了一块布，将这2块阵盘厚厚地包裹了起来，然后再塞入自己的衣服里。收起阵盘以后，顾双城还不忘继续在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大家落下的。这时他感觉自己后背被那宫师姐打的伤疤隐隐的开始痛起来，对他们这些不尊重人的师兄师姐们也更气了一些。于是他一边找一边忍不住的嘀咕着：呀个呸的，等到我筑基期，我一定要用鞭子把这宫师姐从头到脚抽一个遍。哦，对了，等我到筑基期，还要找到那天墙上我的漂亮女修，好歹也要让她跪在我面前唱征服，让她一天伺候我12回，一回1个时辰。嗡！就在这个时候，顾双城忽然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震动了一下，应该是周围的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明显地震了一下。谁？顾双城很是警觉地站起身，抬头四处看着。可惜他找了半天，愣是没有找到周围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卧槽，见鬼了！顾双城可以保证，刚才肯定有什么异常的。被这么一下，他也没敢继续找了，直接祭出自己的飞行纸鹤，扬长而去。在顾双城离去以后，一道倩影缓缓出现在这边天地的上空。要是顾双城在这里，他一定可以认出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天把他推倒的女修林清言。此时的林清言脸上还有些许的红晕，低声道：“哼，一个练气境，竟然还想着让我跪下唱什么征服？这个征服是个什么东西？听着就不像是个好东西，还一天12次，真恨不得一剑剐了他。”没错，刚才正是这林清言在这里，他今天正好要路过青云门这边，结果下面顾双城熟悉的气息，让他忍不住的停下来，用神念探查了一下。毕竟顾双城是第一个碰了他的男人，他又如何能忘记？可以说，刚才顾双城他们下面发生的这一切，他都用神念看得清清楚楚。结果正好好的就听到了顾双城的那句虎狼之词，让他气的神念出现了波动，所以才会让顾双城有所察觉。不过看不出来，这家伙的进步还挺快，一个5行下品灵根能修炼成这样，算不错了。还有他的神念也有些敏感吗？竟然能够感知到我的神念波动。他说完就闪身离去，远远的留下一句：说起来，这青云门宫长老的孙女太过于刁蛮任性了，刚才我都差点以为他会一剑把那顾双城给杀了。
哼，这顾双城连我都没舍得杀，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小小的宫荣来杀？必须要好好的敲打一下才行。当晚，宫荣正在自己的屋子里修炼，忽然他的身后就多了一个人。你是谁？宫荣感知到身后有人，立刻惊呼出声。这个人突然出现，他一个筑基期的修士感知不到，可见这人的实力有多强。来人正是林清言，只不过此时的林清言面容和声音都做了改变，给宫荣一种混沌的感觉。宫荣虽然刁蛮任性，但脑子还是有的，知道面前的这个人很强，不是自己可以招惹的，于是他立马讨好说道：前辈，不知道前辈找我有什么事？找你的确有点事。说着，林清言身子没动，然而身前的灵力幻化成巴掌，直接就扇在宫荣的脸上。这一巴掌里还带着一些灵力。啊！宫荣吃痛，捂住了自己的脸。前辈，你为什么要打我？我爷爷可是青云门的金丹长老宫长老，不知道我有什么冒犯您的地方，请你看在我爷爷的份上饶了我。你拿你爷爷出来威胁我，今天就算是你爷爷在这里，我连你爷爷一起收拾。那林清言微眯双眼，愤然道。说着，又是反手连抽了宫荣足足100个巴掌。灵力巴掌扇得宫荣晕头转向，整张脸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猪头。林清言看着宫荣本来颧骨高凸的脸，现在已经肿成了大饼，稍稍满意了一些，点头暗道：他抽了那顾双城一鞭子，我扇他100巴掌，差不多了。他用金丹灵力打的宫荣，还在里面下了禁制，这脸至少可以肿半个月，就是吃疗伤丹都不行。希望你以后出去夹着尾巴做人，别以为你爷爷是金丹长老，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林清言撂下这句话，直接原地消失，只留下那宫荣张着那已经只剩下2条细缝的眼睛，眼中满满的都是恐惧。只等他转头看到铜镜里自己的模样，啊！气愤、屈辱瞬间涌上他的心头，让宫荣直接大声的尖叫起来。宫师妹！这时那戚圆圆也被宫荣的声音所惊醒，立刻冲过来。结果一看见宫荣的模样，他立刻也惊呼起来：啊！师妹你怎么了？你修炼走火入魔了吗？怎么成这样了？宫荣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了，此时听到戚圆圆的话，他更是悲愤交加，直接冲了出去。我要去找我爷爷，让我爷爷报仇。他才不管刚才林清言说的，就算是他爷爷在这里，他爷爷也会被收拾的话，反正他就是要找他爷爷。很快，疾驰而出的宫荣让一路上所有人都看到了他那张巨大的脸。这个是谁？咱们内门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号人物了？脸这么大，卧槽，这脸都成猪头了，这是怎么了？拿头炼丹给炼肿了吗？不是，他去的好像是宫长老的地方，看他这身衣服，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宫荣师姐吧？他咋回事？很快有人认出了宫荣，大家表面上震惊于宫荣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实则心中都在暗笑，或者说暗爽。妈的，这宫荣多行不义，总算遭到报复了。宫长老看到自己孙女成了这个样子，也是震惊无比，连忙运转自己的灵力，想要替宫荣修复。结果当他的灵力进入的时候，才发现这宫荣的伤竟然还被下了一些禁制，这禁制是不能强行破除的，不然的话会对宫荣的脸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只能让这禁制自己慢慢消散。哎，你这是招惹到不该惹的人了，这个人的实力还强于我，你仔细回想一下，最近有没有得罪谁？宫长老看着宫荣有些心痛的问道。没有啊，我就去追杀何强。宫荣委屈巴巴的说道，说着他忽然意识到什么，难道就是因为何强？这何强的实力进展很快，说不定他真的有一个了不得的师傅。宫长老排除了一下宗门内的人，对宫荣叮嘱道，以后你出宗门以后都小心一些，最好就不要随意的出宗门，你在宗门内还有我的照拂，但是外面的强者可不会卖我面子。第28章因祸得福。顾双城这边，当他从外面回到炼丹房的时候，唐良看到顾双城身上的血迹，立马大惊道，双城，你这是怎么了？方小智呢？顾双城苦涩一笑，对唐良说道，师兄，我们路上遇到了邪修。他将他们路上所遭遇的事情都和唐良简单的说了一遍，只不过他没有说他的小树苗，而是说可能那何强给他吃错了丹药，所以他才会没有成为阴魁的。所以那邪修竟然是方小智叫来杀你的。唐良很快就抓住了顾双城话中的关键信息，愤然的说道，我说怎么这一次这方小智竟然这么主动的要跟着去，原来他憋了这么一个坏主意啊。幸好你没有出什么事，因为在唐良看来，顾双城此人极为敦厚老实，所以唐良现在已经把顾双城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对待。唐良的交友逻辑就是要么就和笨人结交，要么就和老实人结交，前者就算是要害人也没有这个脑子，后者是根本不太会有害人的心思。而这两种人里，唐良更相信老实人，毕竟笨人万一哪一天开窍了也是很危险的。此时的他都在想着，要是顾双城也死了，那他唐良也不要找什么丹童了。感觉下一个接近自己的也会像方小智一样心怀歹念，毕竟那方小智可以找邪修对付顾双城，说不定以后人家就可以找邪修对付他唐良。正在唐良这样想的时候，顾双城看到了炼丹室内唐良新买的丹鼎，他开口问道，唐师兄，这样一个丹鼎要多少灵石啊？应该不便宜吧？唐良叹了一口气，谁说不是呢，这个丹鼎花了我足足5000下品灵石。5000？这么贵？顾双城暗暗心惊，他以为这丹鼎估计也就几百下品灵石就够了，现在想来倒是自己单纯了。唐良道，我这是一品中级的丹鼎，所以价格要更贵一些，如果是一品下级的丹鼎的话，估计价格只要1000到2000下品灵石就够了。这丹鼎还有品级的啊？
顾双成不解问道：“我还以为这丹顶跟那储物袋一样，只有上中下极品4个品级呢。”不一样，储物袋不算法宝，但是丹顶是法宝，等级越高的丹顶，对炼丹的裨益就越大。同样的炼丹师，同样的原料，同样的情况下，在一品丹顶里炼出来的丹药品相，就是要比在更高级的丹顶里炼出来的要差一些。而且别看着丹顶平时只能用来炼丹，但是一些高级的丹顶还可以用来战斗。我曾经听他们说起过，有一个炼丹师和别人打起来的时候，直接召出丹顶，用他的高级丹顶将所有的敌人都关在丹顶里，活活烧死。唐良很是温柔地摸着这个新的丹顶，一边耐心地和顾双成说起了关于丹顶的知识。顾双成遗憾说道：“可惜了，要是这2位师姐不把你上次的丹顶打坏的话，你这5000下品灵石都可以买很多好东西了。”唐良神色微微暗淡，犹豫再三后说道：“我这次出去，我都打听了，他们都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那七师姐名叫戚圆圆，实力已经是筑基期4层。最主要是那宫师姐，她名叫宫荣，实力是筑基期3层，但是她的背景可不简单。这宫荣的爷爷，据说是咱们宗门的一个金丹长老，更是内门的一个什么峰主，而且他就只有宫荣这么一个孙女，对宫荣百般宠爱。所以这宫荣从小就养成了刁蛮任性的性格。基本宗门里，我们这些实力低微的人，见到他都是绕着走的。说起来，他这次打你的这一鞭子，我劝你还是忘记吧，千万别想着复仇。”顾双成讪讪笑道：“唐师兄你放心，别说我现在炼气境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他们，就算我也是筑基期，我也不敢打他们啊。我要是打了他们，到时候人家爷爷替他们来出头来了，我岂不是又得被打？你能这样想是最好的。”唐良点头说道。2个人简单说了一会，就立刻准备开始炼制丹药。唐良也是没有办法，原本准备用来买筑基丹的钱，都被他拿来买了丹顶和阵盘，现在只能多炼丹，然后把丹药卖了去换成灵石。当天晚上，当顾双成睡前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小树苗上挂着2颗丹药，其中一颗通体呈灰色，光是靠近就感受到那丹药上面散发的浓浓阴气，应该就是从那阴魁丹中所提取出来的阴气了。而另一颗则是黄色的，上面竟然还有整整12道丹纹，是一颗圆满级的丹药。顾双成微微吃惊，因为上次那颗毒丹在小树苗的强化下是分为了一颗白色灵力果实和一颗毒丹，但这次提取出来的竟然不是白色灵力果实，而是这样一颗黄色的玩意。顾双成思索了许久，他觉得这颗丹药应该就是从那阴魁丹中所提取出来的对自己有好处的丹药，于是他摘下这黄色的丹药塞进嘴巴里。随着丹药化开，顾双成竟然并没有感知到任何的灵力从这个丹药里出来，反而是一股子无形的力量开始朝着他的脑海之中而去。紧接着他就感受到自己的神念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滋养了一样，这让他整个人都舒服了起来。他闭上眼睛，开始沉浸式享受这种滋味。大概1炷香以后，顾双成就感觉这股子感觉消失了，原来是吃下去的丹药已经消耗一空了。顾双成很是回味这股子滋味，真巴不得自己还能有个10颗8颗，让自己可以连续吃下去。这个丹药难道是对神念有什么好处吗？顾双成猜测道，然后就调动自己的神念，开始往周围探去。顾双成很快就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因为原本他的神念只能扩散到5步左右，基本就只能在自己的屋子范围内。但是现在他的神念轻松的就从自己的屋子里穿了出去，然后足足扩散出去，直到10步左右的范围。虽然从5步到10步听起来好像多的，其实也不多。可要知道顾双成的实力，从炼气境1层提升到炼气境3层，所提升的神念连半步也不到。所以可见这丹药的功效有多大了。而且这说明这个世界上有不少可以提升神念的东西，至少阴魁丹中是有这种对神念有益的东西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提升实力才可以将神念提升上去，原来神念和修为实力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修炼方向。顾双成恍然说道。接着他又想到了什么，现在神念强了，不知道对我的炼丹有没有好处，他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炼制丹药试试看了。同时他在心中也决定要抓紧多找一些对神念有裨益的丹药。他的实力提升缓慢，但是如果神念提升快，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实力的增强，不是？第2天，顾双成就在炼丹房再次尝试了炼制虚骨丹。这一次果然进步明显，前面顾双成在多次的尝试炼丹之中，已经将能力提高到了一次可以炼制2枚虚骨丹，但如今他竟然轻松的就炼制了整整4枚虚骨丹，而且他还有一些余力，他都觉得自己在下一次炼制丹药的时候，完全可以尝试一次性炼制5枚虚骨丹。尝到甜头的顾双成也在心中激动的呐喊，神念，必须要继续提高神念。顾双成又想到了方小智，哈哈暗道，哈哈，可能方小智到死都没有想到，他费尽心力的忙活了半天想要杀我，结果又给我送了一颗对神念有好处的阴魁丹。他要是知道他精心策划的事情最后是这个结局的话，他估计死都不会瞑目吧。第29章炼丹师，既赚钱也烧钱啊。接下来的时间，顾双成依旧过着日复一日的日子，时间倒也是在忙碌和平淡之中飞速的过去。这天顾双成被唐良派出去买药材，顺便他又逛了一下青云门的方式，想着把手上的那一些虚骨丹都给卖了。最近他一直在帮着唐良炼丹，同时他自己也不曾落下炼丹，所以他的手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1品下级的虚骨丹了。他随便数了一下，自己现在已经有15颗1品下级虚骨丹。
可惜的是他现在的能力只能炼制续古丹，就连续古丹，他目前最多只能炼制出5枚好丹，其余的7枚不是他不想炼好，而是他根本没有多余的神念去炼制，不得已才直接选择放弃。他又要卖丹药，又要买药材，所以为了方便，顾双成直接找到了一家商会。这些商会平时都是既收又卖，而且不管是丹药、法器、药材、符篆、阵法，他们基本所有的东西都有的，很适合那种一次性要买卖多种东西的人。这家商会名叫西门商会，店铺的门头上写着巨大的西门2个字，看着就非常的恢宏霸气。顾双成曾经听唐良说起过这个西门商会，好像是一个西门家族创立的。这西门家族曾经出了一位强者，他很有远见，在自己的子孙后代中培养出了一个炼丹高手，一个符篆高手，一个阵法高手，一个炼器高手，可以说是直接涵盖了一个修士所需要的最重要的4种资源，并利用他们为基础，打下了商会的底子。然后随着时间的沉淀，西门商会就成为了一个巨头。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门商会的信誉很好，不管是谁，他们都是认真对待，不会因为你实力低就卖你差一点的，或者欺负你不懂之类的。所以顾双成这一次也是选择西门商会，他迈进那西门商会，立刻就有一个身着红色紧身旗袍的接待小姐热情地迎了上来。这位老爷，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顾双成也被这客气的场面弄得有些不习惯，他稍稍离那接待小姐稍稍远了一些，说道：我来卖丹药，顺便买点药材。那接待小姐眸光一亮，您是炼丹师？顾双成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这跟我是不是炼丹师有什么关系吗？只要您是炼丹师，不管您是极品，只要通过我们西门商会的认证，都可以成为我们西门商会的会员，以后在我们西门商会购买的所有物资都可以打折。而且您炼丹师的级别越高，享受我们西门商会的折扣就越大。比如您是1品炼丹师的话，你就可以享受所有物资95折的优惠，你成为2品炼丹师，那就可以享受9折。那接待小姐很是耐心地向顾双成解释道。顾双成听了以后，很快就想明白了。其实这西门商会的确是有生意头脑，通过一些小的优惠，在炼丹师的早期就和炼丹师打下关系。不知道老爷您愿不愿意在我们西门商会测试一下，成为我们西门商会的会员？测试一下很快的哟。那礼仪小姐看到顾双成陷入了沉思，开口问道。顾双成不想要太过于高调，因为以后他可能会有很多丹药需要拿出卖，到时候万一被有心人盯上了，那他就危险了，特别是眼下自己还是杂役弟子。于是开口拒绝道：先不了，我现在还不是炼丹师，我只是丹童，替我师兄来卖丹药的，不过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炼丹师。听到顾双成这样回答，那接待小姐眼中稍稍闪过一丝失望，但依旧是笑吟吟招待顾双成。两人来到一处柜台前，顾双成将自己炼制的续古丹都拿了出来。西门商会收续古丹是20下品灵石1枚，15枚丹药一共就是300下品灵石。顾双成还以50下品灵石1套的价格买了一套续古丹的药材，一套药材一共5份，其中每一份药材就可以炼制1炉，如果全部成丹，那就可以出12颗。之所以一套5份，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炼丹师的炼丹出丹率是只有20%的，也就是大约5炉废4炉出1炉。顾双成只买了一套续古丹的药材，又开口问道：你们聚气丹的药材是多少一套？来之前，顾双成就已经看了聚气丹的丹方，一共是8味药材，现在的他应该可以勉强尝试一下炼制聚气丹了。聚气丹的药材一套是250下品灵石，请问您需要吗？接待小姐对行情很了解，立刻说道。顾双成点点头，行，那就再给我来一套聚气丹的药材。卖了续古丹赚的灵石都没有到手上，买这2套药材就给花光了。炼丹师既赚钱也烧钱啊。顾双成买完这些，就去外面的自由交易区逛了起来。每次来方氏，他都要在这边逛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捡点漏，买点好东西。不过在青云门的方氏，除了那一次遇上连劈猴捡了漏，在那之后他基本就没有买到过想要的东西。顾双成在这边闲逛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摊位。这个摊位上没有丹药，没有药材，也没有法器，只有一张张的纸。这些纸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张张的符篆。顾双成原本对符篆没有什么兴趣，也不打算买，准备管自己离去。这是雷击符，可以发出类似于炼气境10层修士的全力一击。这是易容符，可以改变使用者的容貌12个时辰，只要不是金丹修士，就发现不了。可随着那摊主的不停介绍，顾双成的脚步就停了下来。第30章炼制聚气丹无他，这易容符深深地引起了顾双成的注意，因为要是有了易容符，金丹以下的人就无法知道他的真实面目。那他岂不是就可以顶着一张不是自己的脸出去做很多事情，比如卖极品丹药换灵石，再比如去认证西门商会的1级炼丹师。这样一来，他赚灵石的速度也就可以快上不少。顾双成折返回来，问起那摊主，这个易容符多少一张？那摊主显然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来问易容符，一般都是问攻击或者防御符篆的人会多一点。这易容符他都以为要滞销了。易容符500下品灵石一张，摊主开价道。顾双成闻言心都在滴血，500下品灵石都够买1枚1级上品的聚气丹了，也难怪没有人要买这个易容符。可他是真的需要啊，于是他又尝试着讨价还价道，500下品灵石是不是贵了一些，可以便宜点吗？毕竟这易容符只能用一次，用了也就没了。不，
摊主连忙摆手解释，这易容符可不止能用一次，只是它一用可以支撑的时间是12个时辰，这期间你随时取下就可以保留使用时间，就和飞行纸鹤的只看使用距离不看使用次数是一样的，这易容符也是只看使用时间不看使用次数的。听到这摊主这样说，顾双成算是稍微能接受一点，毕竟他也不是一天12时辰都需要易容的，也就关键时刻需要易容而已。400下品零食可以卖吗？顾双成开口就给自己打了一个8折。400下品零食太低了，至少450下品零食。那摊主见顾双成好像真的想要这易容符，也往下降了一点价格。430下品零食吧，我就只有这么多零食，多了我也买不起。顾双成再次往下小砍一刀。摊主无奈，行吧行吧，反正也就这么一张，你要就便宜点给你吧。顾双成开开心心的将这易容符买下，快速放入自己的储物袋中。又在这附近逛了一圈以后，顾双成感觉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买了，于是立马选择了离开。后面的几天，顾双成的日子又开始了归于平静。他先是炼制了足足5天的续骨丹，现在他基本每一炉都有成丹。比较可惜的是他的成丹数量还是在5颗左右，有的时候会有6颗，有的时候只有4颗。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顾双成还有一些剩余的神念，将那些其余的药材精髓凝聚成一些废丹。这样一来的话，还可以给小树苗提纯强化成白色灵力果实，那也就不至于浪费。而在第6天的时候，顾双成的续骨丹药材已经全部被用完了，于是他决定开始炼制聚气丹。唐良给顾双成的那个炼丹基础上，也有讲聚气丹的丹方和一些炼制过程。炼制聚气丹一共是需要8味药、七星草、固灵粉一样样的药材被顾双成拿了出来。现在顾双成已经有了一些炼丹的经验，对温度的掌控要相对更好一点，所以也不需要跟上次那样在温度很低的时候就将药材放进去，慢慢等升温。七星草是要到差不多400度左右就可以开始提纯了。顾双成的神念在丹顶之中感受到了差不多的温度，就将七星草扔了进去，开始提纯。随着温度升高，一株一株的药材被顾双成扔了进去。前面的提纯步骤，顾双成还算是比较顺利，很快就将8味药材都提纯好了。接下来就是凝丹了。顾双成此时已经觉得脑子有些疲惫了。说实话，从原本的一次性提纯4味药材，到现在一下子提纯8味药材，对于神念的消耗也是很大的。因为提纯药材的时间大大变长了，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最先被提纯出来的药材精髓，需要他用神念托举更长的时间。可是炼丹并不能炼到一半就停下，一旦开始炼丹，就必须要一口气炼成，要么成丹，要么药材浪费。所以顾双成也只能轻咬自己的舌尖，用痛觉让自己的大脑恢复了一些清明后，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凝丹。他完全按照那炼丹基础上所讲的顺序，将几种药材精髓一味一味的开始融合。这一次固灵粉是最后加入的，前面的7味药材精髓都被顾双成很顺利的融合了起来。但是到最后一味固灵粉的时候，顾双成刚刚把固灵粉的精髓掺进去，那一大团浆糊状的药材精髓就瞬间开始变得暴动起来，好像被这固灵粉给激活了其中的什么暴动因子一样。该死！顾双成连忙调动神念，用神念牢牢地将这一大团药材精髓给包裹起来，想要用自己的神念将这即将暴动炸裂的药材精髓给压制下去，不让它炸开。然而顾双成越压，那药材精髓就反抗得越加明显。很快顾双成就感觉自己的神念已经不够用了。砰！随着一阵沉闷的声音响起，那团药材精髓就这样在顾双成的面前猛烈地炸开了。药材精髓散落在丹顶的各个角落，然后迅速就被高温的丹顶壁炙烤成了飞灰。第一次炼制聚气丹以彻底失败告终。哎，顾双成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怎么的，这固灵粉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怎么一加进去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暴动？顾双成稍稍缓了一下心神，就将丹顶内的脏污什么的都整理了一下，赶紧回屋休息去了。一整晚，顾双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总感觉有些奇怪，因为想不明白这个事情，他不禁有些焦躁，怎么都睡不着，在床上翻来翻去，辗转反侧。到了深夜，外面忽然就下起了大雨，淅沥沥的雨声之中，顾双成用神念发现这屋子有点漏雨，外面的雨声极为狂躁，而此时他屋内那裂缝中雨滴缓缓地滴下。就在这一个瞬间，顾双成却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瞬间明悟了。对啊，外面狂风暴雨，那是因为外面的雨量大，一下子下来进来，所以才来势汹汹。但是只要控制雨流进屋里的缝隙大小，就可以让它缓缓地流入，自然的就让屋内的情况更显平静。炼丹更是如此，既然那固灵粉一下子加进去，会导致整个药材精髓都变得狂暴，那我就控制固灵粉的加入速度，用神念慢慢的放一点进去，再放一点进去，这样岂不是就大大降低其变狂暴的几率？顾双成想到这里，越想就越觉得自己所想的非常的有道理。他真的特别想要迫不及待的去炼制一次聚气丹，去试一下自己的想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真的大晚上去炼丹，要是被唐良发现的话，估计能被怀疑，加上他的神念还没有完全恢复，也炼不了丹。于是顾双成强逼着自己睡着。等到第2天的时候，顾双成和平时一样给唐良控火，只不过这一次唐良在炼好丹以后问了一嘴，双成，你现在续骨丹一炉可以出几颗了？顾双成想着自己还是不能太高调，还是低调一些，少说一些为好，于是他选择保守的伸出了4根手指。唐师兄，我现在可以炼制4枚1品下级的续骨丹了。咕噜，
唐良猛地咽了一口唾沫。四颗。唐良都希望自己是听错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顾双成这么快就可以炼制4颗丹药了。这特娘的还是人啊，这是妖怪。当时他用了足足1年才堪堪成功的炼出4颗丹药，就这在当时还被几个同门羡慕嫉妒。没有想到现在这顾双成竟然如此的逆天。原本唐良还准备对顾双成指点1、2弟，现在想想还是算了，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他怕自己待在这里道心受到打击。顾双成则是按照昨天晚上想出来的方法，开始了聚气丹的炼制。第31章去西门商会认证炼丹师。这一次炼制聚气丹的前面几步提纯过程，顾双成已经有了1次的经验，相对熟练了不少。顾双成用了比昨天更短的时间，将药材都提纯成为了一团团药材精髓。接下来就又是紧张的凝丹环节。顾双成先用神念将那一团固灵粉全部包裹起来，然后用神念微微的拨了一小部分的固灵粉，加到了那一大团的药材精髓之中。果然，这一次虽然那一团药材精髓依旧是很狂暴，但是和昨天相比要好得多了。至少顾双成的神念可以很轻易地压制住这一团药材精髓。大约过去了数十个呼吸，这一小团固灵粉就已经完全的混合融入了那大团的药材精髓之中。顾双成抓紧时间，再次从那固灵粉中划分一些，加入大团药材精髓。就这样重复反复的操作了20余次，顾双成总算是将那全部的固灵粉全部加入了药材精髓之中。可惜这一操作又一次将顾双成的神念几乎消耗殆尽。顾双成赶紧匆忙的将这一团精髓分割，然后对其中1枚丹药进行凝丹。万幸的是，在顾双成神念消耗一空之前，那聚气丹已经被顾双成凝成了1枚奇形怪状丹，因为他实在是没有足够的神念将它凝结成圆滚滚的丹药了。顾双成看着手上的这1枚正方形的丹药，心中苦涩一笑。他瞬间明白为什么连辟侯的丹药会是那种奇形怪状的了，合着那连辟侯都是炼制到最后没有了神念，只好跳过最后一步的凝丹去除杂质，直接随意捏了一个造型就将丹药出炉了。不过顾双成毫不在意，反正这丹药只要丢给小树苗，那么立马就可以变成1枚1品圆满聚气丹。要是可以买到能增加神念的丹药就好了，我的神念就又可以增强一些。顾双成嘴中喃喃自语。转眼又是3天过去了。这3天，顾双成依旧是每天炼制聚气丹，不过在炼制聚气丹的过程中，顾双成和炼制续骨丹又有所不同。现在的顾双成主打一个炼出丹药就行，不管是圆的方的，甚至有几颗都比正常丹药要大上好大1圈也无所谓，反正只要是个丹药就可以经过小树苗变成1品圆满。现在顾双成一炉已经可以炼制出2枚奇形怪状的丹药了。这对于顾双成来说简直就是质的进步。要是可以每一炉炼制出8枚丹药就好了，我就可以每天增加8枚1品圆满的聚气丹。顾双成期待起来。眼下手上的药材都已经用完，顾双成和唐师兄报备了一下，就准备再次出丹峰，前去购买药材。他先是去的西门商会，依旧是找到了那一次的接待小姐，那接待小姐名叫叶文珠。我要出售一些续骨丹。顾双成再次拿出一小瓶续骨丹交给那叶文珠。这一次续骨丹一共是27枚，价格依旧是上次的价格。顾双成获得了540块下品灵石。顾双成再次花了300块下品灵石，买了一套续骨丹的药材，还有一套聚气丹的药材。做完这些以后，顾双成和叶文珠闲聊了一会，然后就离开了西门商会。但是他没有立刻回丹峰，而是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角落，从储物袋中拿出了那张他买来的易容符。刚才他和叶文珠的聊天之中，已经了解到了整个西门商会之中没有金丹修士坐镇，只有一个筑基期的管事。想想也是，在这边青云门的执法堂维持着秩序，他们也不需要派高手过来坐镇，毕竟金丹期强者可不是路边的小白菜，不管是在宗门还是任何的势力里，金丹期强者都是可以坐镇一方的存在。所以顾双成也就放下心来，他将那易容符激活，然后拍在自己的身上，瞬间他就感觉自己的脸上出现了一层薄膜。他将面前水缸之中的水当作镜子，开始揉捏自己的脸。很快顾双成的脸就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脸。他脱下身上杂役弟子的服饰，换上一件灰色的衣服，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上，确定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物之后，这才转头又一次回到了西门商会，找到了那叶文珠。你好，我想要做一下炼丹师认证，成为你们的会员。叶文珠微微一愣，面前的这个人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这张脸却是一张极为陌生的脸。叶文珠很快适应了过来，好，贵客您跟我来。他带着顾双成来到了商会店铺后面的一间屋子，拿出一张表格，贵客您的姓名是沈惊鸿。这名字是顾双成在来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无他，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沈老爷，您要认证几品炼丹师？1品炼丹师。请问您是青云门的吗？不是，我是一个散修。叶文珠很快将表格都填好后，对顾双成道：沈老爷请稍等，我去里面给你通报一下。顾双成左右看了看，发现这边并没有其余人来认证炼丹师，就他一个。几个呼吸的时间，叶文珠就从屋子里出来了。沈老爷，您进来。顾双成跟着叶文珠进了屋子，此时的屋内有一个白胡子老者正等在这里。一看这人的样子，顾双成就知道他应该就是叶文珠口中的筑基期强者。屋内还有一个丹童和一尊极为精美的丹鼎，一看就不是俗物。刘管事，这就是沈老爷，麻烦刘管事替他进行1品炼丹师认证。叶文珠说完就推门出去了，留下顾双成和那白发老者。
来，你炼制一枚一品丹药，不管什么丹药都可以。那刘管事指了指丹顶前的蒲团道。顾双成点点头，我炼制血骨丹。说罢，顾双成就开始了熟悉的制作。血骨丹顾双成已经炼制了很多次，所以很有经验。在刘管事的全程监视下，顾双成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血骨丹的炼制。一份药材，顾双成炼制出了6枚血骨丹。刘管事检查了6枚血骨丹以后，点点头，不错。他将丹药还给顾双成，同时眼中产生了对顾双成的重视，因为他感觉面前的这个孩子在刚才的炼丹过程中不像是用了全力的样子。不过他没有刨根问底，而是转而夸赞道：“你一个炼气境3层的，竟然可以有这么强的神念，不错。”说着，他又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一个铜牌，激活了上面的禁制后，输入沈惊鸿的名字。这个是咱们西门商会的一品炼丹师证明，以后凭此铜牌可以享受咱们西门商会的相关福利。而且咱们西门商会以后如果举行拍卖会，你也会有资格参加，具体信息我们也会通过这个铜牌通知你。谢过刘管事。顾双成不卑不亢地接过铜牌，感谢说道。旋即，他翻手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颗丹药。刘管事，这血骨丹你们收吗？刘管事还以为顾双成只是要卖血骨丹，摆摆手道：“惊鸿小友，这血骨丹只需要和外面的接待人员交接就可以。”顾双成确实坚持道：“刘管事，我这个血骨丹不一样。这一枚血骨丹是他昨天晚上用小树苗强化出来的一品圆满的血骨丹。”刘管事心中还是没当回事情，但是看在刚才顾双成表现不错的份上，还是接过了那血骨丹。随便一扫，刘管事的胡子都开始颤抖了起来。这竟然是一品圆满的血骨丹。第32章工荣被打的消息，刘管事自己就是一名炼丹师，自然是能清楚的看到这丹药上面的12道丹纹，也知道这12道丹纹意味着什么。一品圆满的丹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引起不小的重视，毕竟一品圆满的丹药炼制的难度绝对要提高数倍。而且，一个能炼制低品圆满丹药的炼丹师，肯定也有将其余丹药炼制成圆满的实力。因为炼制圆满丹药需要极高的耐心和细腻的神念，而一个能炼制高品丹药的炼丹师，却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可以将低品丹药给炼制成圆满级别。因为就算你的神念强，可要是你的神念不够细腻，也是绝对炼制不出圆满的丹药的。因为丹药中的一些极为细小的杂质，你根本就分离不出来。惊鸿小友，这是你炼制的吗？刘管事目光灼灼地看着顾双成。他刚才就严重怀疑顾双成隐藏了一些实力，如果这一品圆满的血骨丹真的是面前的沈惊鸿炼制的话，他就需要提高对这惊鸿小友的评级。然而顾双成摇摇头，就算是顶着一张假脸，他也不敢过于高调，万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就不好了。于是他解释道：“这不是我炼制的，是我师父在教我炼制血骨丹的时候炼制的。”刘管事露出了一丝恍然的神情，接着问道：“不知道您师父名讳，可否帮忙引荐一下？”他明显有点激动起来，如果能够拉拢一位能炼制圆满丹药的炼丹师，那他对于西门商会的贡献就太大了。别的不说，如果能弄到一批圆满级别的丹药来售卖，那他们这个分店的业绩必然会迎来井喷式增长。到时候不但他作为管事的提成可以增加好多，甚至他在西门商会的地位也会更高一些。顾双成继续摇摇头：“不用了，我师父神龙见首不见尾，平时我也见不着，只有他想出现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他，我想主动找他是找不到的。”刘管事肉眼可见地失望了不少，他叹了一口气道：“也是，能理解。”不过他还是不甘心地对顾双成说道：“惊鸿小友，你下次遇见你师父的时候，帮忙跟你师父说一声，如果他有圆满级别的丹药，可以放到我们这里来售卖，价格上一定给到市面上最高。”顾双成应道：“行，我遇见他了会帮忙说的。多谢惊鸿小友。”刘管事先行谢过，然后接着对顾双成说道：“你这枚一品圆满的血骨丹，在市面上大概价格在200下品灵石左右，但是在我们西门商会，我可以给你多一成，给你220下品灵石，不知这个价格你是否满意？”顾双成大喜，可以。从西门商会离开以后，顾双成很是喜悦，因为他不但获得了220下品灵石，更重要的是他打开了一个卖圆满级丹药的路子。以后他完全可以偶尔的打着自己师父的名义过来卖一点圆满级丹药了。不过他是绝对不能来卖太多的，一旦卖的多了，也一定会被盯上。他暗暗给自己立下一个安全线，一个月最多来卖5枚圆满级的聚气丹。再次找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顾双成将符篆拿下，换回了原来的模样。这符篆是可以记住10个样子，等下一次自己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容貌，不用继续捏脸。然而，在他准备回丹峰的路上，却听到边上的几个外门弟子正好嬉笑。你知道吗？前几天内门出了一桩子事情，关于那个宫荣宫师姐的。宫荣就是那个刁蛮任性的宫长老孙女。她怎么了？难道又欺负哪个外门弟子了？没有。他被人打了，现在很多人都在传说他出去得罪了一个金丹强者，结果那金丹强者直接把他暴打了一顿，他的头都被打成了猪头。啊，还有这种事情，不会是骗人的吧？他爷爷也是金丹强者，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孙女被打成这样？怎么可能会骗人？已经有不少人看见了，据说那人打了宫荣，还在宫荣的头上下了禁制，导致他脸上的肿胀根本消不下去。我说怎么最近宫荣师姐都不出来欺负人了呢？原来是这样。顾双成闻言也是微微吃惊，这宫荣也着实算是恶人有恶报了。也不知道是得罪了哪个大人物的后代，也算是替自己稍微出了一口恶气。
他回了炼丹房以后，将这个好消息也告诉了唐良。谁知道那唐良闻言以后，立马脸色一变，竟然是这样，这下完蛋了。顾双成不理解，师兄，这有什么吗？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吧，又不是我们打的。唐良解释道，这宫荣气量极为狭小，他被打了，他自然是不能找那强者的麻烦，但是他以后一定会对我们门内的弟子更加的残暴，以此来泄愤。说不得我们这些曾经和他有过一些纠葛的人，都会被他再次清算。顾双成目光微瞠，这师姐也太不讲道理了吧？道理？唐良冷笑一声，道理那都只是强者用来欺负我们这些弱者的合理理由而已。对于那些有实力、有背景的人而言，他们什么时候怕过道理？讲过道理？双成，以后我们一定要更加的小心谨慎才行。唐良叮嘱道。顾双成点点头，将这事牢牢地记在心里。时间又过去了许久，顾双成这天正在屋内打坐修炼，忽然他感觉储物袋中有东西在颤动，拿出来一看，竟然是西门商会的令牌。里面有一句话，西门商会青云门分店将于3天以后举办拍卖会，此次拍卖会暂定有以下宝贝参与拍卖。然后在这铜牌的下面还有不少宝贝的图片，图片边上还有一些解释。顾双成简单的扫了一下，有不少是高级的药材，还有一些丹药法器什么的。顾双成有清晰的自我认识，知道这些东西他是无论如何买不起的，所以也不用多想。他正准备随便看完，就将铜牌丢回储物袋。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神色顿住了。在最后几行出现的几张图片里，拍卖的东西都是一些未知的东西，比如残缺功法，比如残破的法器碎片，比如一些不知名的地图。就在这些东西中，顾双成看到了一样他渴望无比的东西——木纹碎片。而且这一次出现的木纹碎片比以前他买的那一块要大得多。顾双成有预感，只要自己买到了这个木纹碎片，那小树苗上出现的那个肉芽一定可以成为一根完整的枝条。因为过于激动，顾双成的手都开始颤抖了起来。必须要把这个木纹碎片买到手。顾双成在内心疯狂地嘶吼。过了足足10多个呼吸，顾双成才算是稍稍的冷静下来。不行，我不能等到拍卖会，因为一旦到了拍卖会，那自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拍卖这个木纹碎片，势必会因为一些细心之人的怀疑。到时候人家觉得好奇，也跟着拍，或者对自己刨根问底，问他这东西有什么用，那自己可就太扎眼了。顾双成喃喃着说道，可要怎么办呢？思索片刻，顾双成猛地一拍大腿，有了。第33章好大一块木纹碎片。第二天，顾双成在帮助唐良控火炼制丹药以后，就匆匆地向唐良汇报了一下，来到了山下。再次找到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将那符篆贴在了自己的身上以后，他的容貌就成了上次所用的容貌。成为沈惊鸿的顾双成来到了西门商会。叶文珠见到沈惊鸿的时候，也是面露喜色。上次因为这沈惊鸿，他还被刘管事好生夸赞了一下。沈老爷，叶文珠热情上去打招呼，帮我找一下刘管事，就说我有要事。顾双成开门见山。很快，在西门商会的一间密室内，刘管事和顾双成面对面交谈。不知惊鸿小友匆匆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刘管事问道。顾双成，昨天我师父来找我了，我也将你那天跟我说的话跟他讲了一下。刘管事听到顾双成的话，瞬间就激动了起来。你师父咋说？他愿不愿意把圆满级丹药放一些给我们售卖？顾双成点点头，我师父说他的丹药卖到哪里都一样，你们愿意的话，他可以定期供几颗过来。好，刘管事猛地一拍手，太好了，定期供几颗圆满级的丹药，这对于他们这家店来说，无疑是可以碾压周围其余几家店的决胜武器。不过，顾双成继续开口说道，我师父对有一个要求。刘管事正沉浸在能够获得圆满级丹药，打垮其余几家店，然后获得西门商会的重视，成为西门商会的重要管事的喜悦之中。听到顾双成的这个有一个要求，他想都没想就应下道，惊鸿小友，你尽管说，只要我可以帮忙满足的，我一定想尽办法都给你满足了。顾双成故意先说答应给几个圆满丹药，为的就是等刘管事的这句话。他紧跟着就说道，我师父看上了这次拍卖会的其中一样宝贝，让我来问一下，可不可以先卖给他，就是不走拍卖流程，直接卖给他。你也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比较不喜欢在外面抛头露面，所以刘管事听到顾双成的请求，一开始也是露出了一些为难之色。因为他们拍卖会还没有这种将拍卖品私下先给的先例，而且他们已经将这个拍卖品的消息都散布了出去，要是客人们来了，结果发现没有这个宝贝的话，事情岂不是要闹大？但是刘管事一想到顾双成手中的那圆满级的丹药，又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思量再三以后，刘管事还是想着先问一下，毕竟宝贝中也有值钱和不值钱一说。不知道您师父他老人家看上的是哪一件宝贝？顾双成拿出那枚铜牌，指了指最后的那个木纹碎片道，我师父他看上这个，说这个长得有点像是一味罕见的药材，可以用来炼丹，不过他也不确定，所以想要买去看看。刘管事听着，又是直呼一句挖槽，真有钱，就因为长得像，直接买回去看看。这特么的说的是人话吗？炼丹师都有钱到这个地步了吗？但是刘管事再一想，人家都能炼制圆满级别的丹药，灵石对于他们来说，无非就是愿不愿意赚的问题，根本不用愁。同时他的心中又放心不少，因为这个木纹碎片显然不是高品级丹药、高品级法器这些拍卖品中的当红之物，说不定自己强行操作一下也是问题不大。
我师傅说了，如果可以的话，他每个月在你们这里售卖5枚圆满的聚气丹。顾双成看他犹豫不决的样子，直接来了一记狠料，对那刘管事说道。刘管事闻言直接倒吸一口凉气。圆满级别的聚气丹，每一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市面上说的价格，圆满级聚气丹在1000下品灵石左右，可如果举办拍卖会，那实际成交价格会远超这个1000下品灵石，刘管事随便估计都可以轻松破2000。因为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缺的只是让有钱人心甘情愿把钱掏出来的东西。眼下顾双成一口气就说5枚，那就意味着一个月1万下品灵石营业额。关键是那些奔着圆满级别丹药过来的人，可能也会随手买一点其余的东西，因此所带来的效果绝对不只是那1万下品灵石这么简单。如何？顾双成开口问道。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就没有办法了，我师傅给我的底线就是5枚。可以。刘管事连连点头，当然可以，只是这个木纹碎片的价格，我需要和物主去沟通一下，等有结果了，我就第一时间通知您。顾双成对此却并不满意，你可以现在和他联系吗？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就想要带走。我担心万一我师傅今天晚上过来找我，发现我没有买到的话，会收回原先的话。刘管事一听，一个咕噜就站了起来，可以，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去问。说完，他就匆匆地跑了出去。没错，的确是用得跑的。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的样子，刘管事回来了。他的脸上还带着浓浓的笑容，看这样子，顾双成就知道事情稳了。果不其然，那刘管事笑眯眯地说道：“惊鸿小友，对面同意了，只不过对方的要求是按照起拍价的1倍。在铜牌上，这个木纹碎片的价格是1000下品灵石，翻1倍，也就是需要支付2000下品灵石。”顾双成一下子还真的拿不出这么多灵石。他微微犹豫了一下后，对那刘管事说道：“我师傅没有给我灵石，但是他给我了5颗圆满的聚气丹，你看我可不可以先把这5颗聚气丹给你，然后你们到时候卖出了多少钱，从中扣掉2000下品灵石即可，你看如何？”他想过，首先这西门商会的确是一个大商会，应该不会做一些私吞克扣客户灵石的问题。还有对于顾双成来说，这5颗圆满的聚气丹根本不值钱，不过都是自己炼制出来的，或者都是用的连屁猴的廉价丹药进化的。5颗聚气丹放在木纹碎片面前，连屁都不是。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番态度让那刘管事更加相信他背后的确是有一个了不得的师傅。刘管事连连应声道：“可以，这自然是可以的。”于是顾双成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个装着5枚1品圆满聚气丹的玉瓶，交给了那刘管事。刘管事从玉瓶中小心地倒出丹药，仔细一看，大喜喊道：“的确是1品圆满。”他反手将这5枚1品圆满聚气丹给收了起来，然后将那木纹碎片从中拿了出来，交给顾双成。惊鸿小友，这就是您师傅所要的宝贝。顾双成看着那一大块的木纹碎片，心中猛地颤抖起来。这么大一块，他在西门商会的铜牌上所看到的木纹碎片图片就觉得已经很大了，没有想到真实见到的比在图片上的还要大，足足有顾双成的手臂大小。要知道上一次他给小树苗喂下的不过手掌大小一块，就让小树苗发生了如此的巨变。可想而知，如果小树苗吞下这么大一块木纹碎片的话，它会成长到如何的模样。当然，激动的不止顾双成一个人，此时的顾双成体内的小树苗也已经在疯狂地颤抖着。要不是顾双成用神念压着，他可能早就已经蹦跳了出来，将那木纹碎片给吞下去了。顾双成强装镇定，从刘管事的手中接过了木纹碎片，放进自己的储物袋以后，就速速地离去了。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小树苗吞下这木纹碎片了。第34章叫你通天小神术青云门，丹峰唐良的炼丹房中，顾双成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心中的紧张情绪不言而喻。为了确保安全，他还不放心的用自己的神念在周围探查了许多，确定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人过来之后，顾双成这才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将那木纹碎片给拿了出来。他才将这木纹碎片拿出来，那小树苗就激动地将所有的树根都延伸到了顾双成的双手，那模样就好像是非常渴望要离这木纹碎片更近一些。不过小树苗的所有树根都没有从顾双成的皮肤出来，没有顾双成的应允，它们绝对不会自行出现。行，你吞了吧。顾双成看着激动不已的小树苗，就好像在看一个孩子一般，笑着说道。小树苗的那些根茎瞬间就将那一大块的木纹碎片给包裹了起来，然后很神奇的就将那木纹碎片给拖进了顾双成的体内。不过在吞了木纹碎片后，小树苗并没有动弹，而是一直很安静，就跟啥也没发生一样。可能它也需要时间消化。顾双成喃喃自语，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修炼。他已经停留在炼气境3层许久了，虽然每天修炼，可是灵根实在是有些鸡肋，修炼的进度太过于缓慢，用了比以前多数倍的时间，也就堪堪让他的火属性灵脉看起来充盈了。哎，要是有专门的火属性的灵石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吸收，无需经过灵根的转换了。刚刚将1枚1品圆满聚气丹的灵力都吸收进火灵脉的顾双成喃喃道。不过想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也问过唐良，得到的答复就是的确有这种专门属性的灵石，但是这种灵石的存在比较少。比如火灵石，它只会出现在一些地下火脉或者火属性特别浓烈的地方的灵脉中，这些灵脉长期受到火属性的侵袭，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里面带有浓烈火属性的灵石。不过本身灵脉的出现就已经是比较少了，还要灵脉正好在属性浓烈的地方，这又是少中又少的存在。
所以属性灵石的价格自然高昂不说，其在市场上的流通也是远没有普通灵石那么多的，也算属于有价无市、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与其费尽心思去寻找属性灵石，还不如安安心心吸收普通灵石的灵力，用灵根转换。嗡嗡嗡！也就在顾双成如此感慨的时候，忽然他感觉自己的脑海中传来了一股子强烈的震颤，他连忙收敛心神，进入脑海之中。发出这强烈震颤的不是别的，正是那小树苗。此时的小树苗犹如里面装了一个快速跳动的心脏一样，从里到外的正在发出猛烈的颤动，仿佛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生命即将破树而出一般。很快，那上次凸起的1寸长的新树枝开始继续延长，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它就延长到了和原先的那根歪树枝一样长，远远看去就和那歪树枝相互对称。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小树枝的树干再一次变粗，至少变粗了 1.5 倍左右，然后在2个树枝的中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芽苞。这小芽苞也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开始延长，很快又形成了一根新的树枝。等到这一根树枝形成以后，小树苗的树根就开始多出了2个肉芽，旋即2个肉芽也开始逐渐延长，成为了2条新的根。不过等到这2条新根出来以后，小树苗的颤抖也逐渐的停止了。看来应该是木纹碎片提供的能量不足以让它继续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顾双成将小树苗站了出来，看着这焕然一新的小树苗，现在已经不能叫它小树苗了，因为它已经变大了一些。这样吧，以后就不叫你小树苗了，我就叫你叫你通天小神树吧。顾双成对着小树苗轻声说道。他觉得这小树苗所展现出来的能力的确可以算是通天的能力，叫它通天神树倒也不算是辱没通天这2个字。小树苗不，现在应该叫通天小神树了。他在顾双成的话说完以后，竟然用其中的一根树枝轻轻地在顾双成的手上拍了拍，好像是在表达自己很喜欢这个名字。咦，顾双成微微诧异，这还是通天小神树第一次向他表达出这种亲近感。看起来这次的木纹碎片带给他的改变是真的很大，就是不知道你现在还有一些什么功能。顾双成好奇不已，多了2根新的树根，那应该一次性可以提纯强化10颗丹药了。不过这2根新树枝又不知道是干啥用的，能带来什么效果。顾双成看着通天小神树上新增的2个树枝，疑惑说道。可是通天小神树并不会说话，只是依旧用那树枝和顾双成贴。顾双成忽然眼中一亮，通天小神树，我把我储物袋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我指着其中一根树枝，那你就将这根树枝能强化的东西吞进去。你如果同意的话，就勾勾我的食指；如果不同意的话，就勾勾我的中指。通天小神树没有说话，只是用它的树枝轻轻颤动了一下，然后勾了勾顾双成的食指，意思就是赞同的意思。好，那咱们就开始吧。顾双成将储物袋里的所有丹药、符篆、药材，甚至是传讯玉简等等，全部都拿了出来。然后顾双成点了一下通天小神树的新长出来的第一根树枝，也就是和以前能挂丹药的那一根树枝对称的那枝。通天小神树，你的这一根树枝是强化什么物质的？顾双成问道。那通天小神树立刻就听明白了顾双成的话，然后他的几条树根立马就延长了出来，在地上的一众物品中挑选了起来。很快，这通天小神树的树根就停在了2个玉简上。顾双成仔细看了一下这2个玉简，对这2个玉简他很是熟悉，这不就是他上次杀了老莫以后从老莫的储物袋里找到的玉简吗？这2个玉简，一个是土属性的功法土元经，还有一本是木属性的青木经。现在这通天小神树将这2本功法直接吞了进去，难道他是要强化功法？顾双成想到这里就立马开始兴奋了。要是这通天小神树真的能有这样的功效的话，那可就了不得了，马上他就要进入炼气境的第4层了。到了这第4层，他就需要修行功法。如果能拥有比较好的功法，那对于他的修行无疑是有巨大的裨益的。顾双成想到这里，就给的轻声笑出了鹅叫，同时又心中疑惑，就是不知道这通天小神树能把那个不入流的功法强化成怎样的。第35章功法得到强化。第2天一早上，顾双成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就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昨天一晚上，他醒来了好几次，只是可惜那被通天小神树吞进去的2本功法都还没有被强化出来。眼下，他将意识深入自己的脑海之中，就惊喜地发现那昨天新长出来的一根树枝上正挂着2颗果实。不过这2颗果实，一颗是黑色的，另一颗则是绿色的。顾双成伸手上前，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那黑色的果实。在他碰到的这一瞬间，那黑色的果实就瞬间融化，犹如一道黑光，顺着顾双成的手臂进入了他的脑海之中，犹如一道烙印一般刻在了顾双成的脑中。坤元后土经。坤元后土经以9重大地形态为基础，分为9大境界：荒沙层、砾岩层、沃壤层、叠嶂层、精髓层、熔壤层、坤元层、归虚层。这本坤元后土经比原先的那本功法土元经要复杂的多得多，光是功法的介绍就看起来非常的高大上。可惜这功法不像功法玉简，可以直接看出功法的品级，而且顾双成也没有接触过其余的等级的功法，不知道这个功法有多强。不过顾双成依旧是可以断定，以这功法的复杂程度来看，这功法至少也提升了一个很大的层次，说不定等级都会超过玄阶。这对于他来说只会是好事，不会是坏事。此时此刻，顾双成觉得通天小神树的通天2字简直用得太恰当了，可以将不入流的功法直接强化成的一本如此复杂的功法，这还不通天吗？都可以说是逆天了。
等到时机合适，他必须要印证一下自己的这本功法，看看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在这方世界，所有的功法分为不入流、黄阶、玄阶、地阶、天阶5个等级，每一个等级又分为低、中、高3等，高等最好，中等次之，低等最差。远的不说，就说在他们青云门，最好的功法也就是一部玄阶高级的功法，就连内门弟子都无法学习，好像只有那些真传弟子或者天赋绝佳的弟子才有这个资格可以修炼这部功法。青云门内几乎所有的外门弟子修炼的多是不入流的和黄阶的，内门中有一些可以修炼玄阶的功法，但也都是一些玄阶低等的功法。眼下自己一个杂役弟子，就因为通天小神术的缘故，拥有了这样高级的功法。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修炼土属性灵根，但是总有一天，他迟早也是需要修炼土属性灵根的。甚至顾双成都激动的想要先把火属性灵根搁置一下，暂时先不修炼火属性灵根，先行修炼土属性灵根了。不过顾双成仅仅是激动了片刻，就立马冷静了下来。不管如何，他现在还是必须要先行修炼火属性灵力，因为这对于他的炼丹有极大的裨益。低调，必须要低调，要谨慎，要小心。顾双成在心中暗暗地叮嘱了自己好几次，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以后不管是谁，都不能轻易地暴露自己功法的秘密。顾双成可以肯定，如果他今天将自己所得功法的消息传播出去，明天他顾双成就会被各方大佬特殊照顾，甚至威逼利诱、强取豪夺，都是必然的。至于他这条小命，那是绝对会被像按蚂蚁一样被按死的。稍微平静下来的顾双成再次仔细地看了起来这坤元后土经，这一看就又让顾双成微微无语起来。好家伙，这坤元后土经竟然是不完整的。说起来，这坤元后土经所分的9大层，分别对应修士的修炼几个等级。其中荒沙层对应的是修士的炼气境和筑基境，烈炎层则是对应修士的金丹境。后面顾双成也不知道了，因为这坤元后土经也就只写到金丹境，然后就没有了下文。顾双成的脑子有点凌乱，他猜测这应该是和通天小神术还小有些关系。只要以后有足够多的木纹碎片给通天小神术吃下，那么通天小神术一定可以将整个功法都展现出来。同时他还自我安慰了一下，没事，反正目前我距离金丹还有很长一段路，眼下的这些内容已经足够我修炼的了。顾双成这时候又想到了另一枚青色果实。对了，还有一枚果实，也不知道那木属性的青木精会成为什么功法，应该也是天阶功法吧。顾双成伸手过去，那青色的果实也瞬间进入了顾双成的脑海之中。以木青地诀，以木青地诀属于木属性，所以它是围绕灵植生长为基础，分为种灵、抽藤、明华、盛花、叶结、囚龙、枯荣、稻果、化种。这一次顾双成脸上的情绪变化要比刚才明显小上很多，可能是因为已经见识过一次如此复杂的功法了，第二次见识就有了一些心理的准备。他细细的将这次的功法也都看完以后，就发现这部以木青地诀竟然也是只有金丹期之前的部分的，后面的部分也是消失不见的。顾双成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此时的自己的心情，可以说是既喜既忧，因为这两部功法好是好，但是眼下的他也都用不到，要是有个火属性功法就好了。下次去西门商会去买一本火属性功法，只要我有了火属性功法，那等到我修炼到炼气境4层，就可以立马修炼火属性功法了。顾双成喃喃道，同时他心中有了一些想法，是时候去外面买点低级的火属性功法了，买的越垃圾越好，反正只要是个火属性功法，就可以直接强化成为新的很强的火属性功法。顾双成闭上了眼睛，好好的缓和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这通天小神术在功法上的表现，着实是震惊到了他。等到情绪再次完全平静，顾双成这才出去给唐良师兄控火炼丹。虽然他也很想要知道新长出来的另一根树枝将会带给他有什么用处，但是眼下已经是白天，周围来去的人将会比晚上多得多。所以这个时候研究通天小神术多少有些冒风险，万一这通天小神术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动静和波动，那完全可能会引起一些强者的注意。顾双成深深地呼吸了几口，然后一脸平静，如同往常一般的去给唐良做丹瞳控火。甚至为了不引起唐良的怀疑，他在帮着唐良炼丹控火以后，还特意又和往常一样，在唐良的炼丹房炼了一炉丹药后，才回到自己的屋子。终于，顾双成熬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才从自己的床上坐了起来，再一次将自己的储物袋中的所有宝贝都倒了出来。然后拍了拍通天小神术新长出来的树枝，示意他可以选择他能强化的物品。通天小神术的树根再一次在这些物品中摸索起来，很快他的根系就停留在了其中一个物品上。第36章易容符进阶。顾双成看到那物品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因为通天小神术的根须所包裹的不是别的，而是顾双成用过的那张符篆易容符。顾双成心中窃喜，看来这一根树枝的强化作用就是在这符篆上了，就是不知道他能将自己的那个易容符提高到如何的层次。很快，在顾双成的允许下，那通天小神术就将那易容符完全包裹了进去。嘿嘿，顾双成激动地搓搓手，不知道这易容符在被强化了以后能增强到什么地步。等到顾双成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就看见那第3根树枝上也挂着一个果实。顾双成轻轻将果实摘下，那果实瞬间就化作了一张符篆，停在了顾双成的手上。顾双成用神念一扫，2品符篆易容符竟然变成了2品符篆，顾双成不禁惊呼一声。
然后在神念之中，这符篆的各种信息都很清晰。首先就是使用时间，从原先的累计使用时长12个时辰，到现在的可以累计使用时长变为了36个时辰，也就是现在它可以被足足使用3天3夜。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易容符的使用效果被增强了。戴上这易容符以后，原本是金丹以下无法识别，现在则是强化成为了元婴以下无法识别。也就是顾双成带着这易容符在金丹修士面前晃来晃去，人家也无法发现自己。好东西！顾双成忍不住的惊呼一声，爱不释手的拿着那易容符。有了这易容符，我以后在青云门的安全就可以得到大大的保障了。出去买卖一些东西的时候，换个脸就行。不过这个时候，他也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丹药就只能在同品级里提升到圆满，符篆却能直接提升一个品级？要是丹药也可以提升一个品级就好了。当然，如果丹药和符篆也可以直接从1品提升到8品、9品甚至10品，那就更加完美了。顾双成想了想，依旧是想不到什么答案，而且那通天神术也没有办法给他答复，所以他也只能悻悻的放弃，不再多想。想着等到以后总会明白其中的奥妙的。顾双成将这符篆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正好就看到了储物袋里的一个铜牌，那铜牌不就是西门商会的铜牌？此时那铜牌上的禁制正在不停的闪动，应该是有什么提醒内容。于是顾双成再次将自己的神念探入那铜牌，就发现是西门商会的青云门分店发出的一些消息通知，对拍卖物进行了一些变更。其中比较令人瞩目的就是其中的丹药那边赫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拍卖物，1品圆满聚气丹5枚。这刘管事还挺会来事，1品圆满的聚气丹通过拍卖卖出去，不但对于他们店铺可以增加不少的热度，而且还可以将这丹药的价格卖得更高一些，对他们对我都是有好处的。顾双成很是满意的说道。他再次仔细的浏览了一下这铜牌上的各种拍卖品，发现又增加了一些拍品，只是很多都是那些太贵的，顾双成也不想买，买不起不说，买了还会很招摇。同时顾双成也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明天去参加这个拍卖会看看，不买没事，就当见识一下也好的。反正自己有了这个易容符，没人可以认出他来。正好第二天唐良需要顾双成去外面采买药材，顾双成爽快的应了下来。一路上顾双成就听到边上有不少外门弟子在说这件事情，特别他们丹峰上很多会炼丹的师兄，大部分都是在西门商会认证过炼丹师的，所以自然也是拥有会员铜牌的。你知道吗？这次西门商会竟然放出消息说要拍卖5枚1品圆满的聚气丹，要死了！是谁竟然可以炼制出圆满的聚气丹？我听说很多外门的师兄都要参加，去竞拍这个圆满的聚气丹，毕竟这圆满的聚气丹吃了对人没有任何的害处。要不是我感觉我买不起，我都想要去竞拍。这丹药估计至少要1-2千的下品灵石，如果能够天天吃上几品聚气丹，不用担心单独，我现在的实力又怎么会还在炼气境8层，早就已经突破筑基期了。顾双成心中了然，果然一颗圆满级别的丹药，对于大家来说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顾双成走了一条僻静的小路，然后来到了一处没有人的地方，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什么的都换了下来，然后贴上了易容符。改头换面的他来到了西门商会的店铺门口。惊鸿小友，刘管事正好站在门口迎接前来参加拍卖会的贵客，一看到顾双成的时候，就立马认出了他，笑吟吟的走了上去，跟顾双成打起了招呼。同时他的眼睛还不停地瞥向顾双成的后面，想看看顾双成的师傅有没有来。不过很遗憾的是，顾双成的身后空空如也，这在刘管事的意料之中，但他还是略微遗憾。我师傅已经云游四方了，所以我一个人过来瞅瞅，顺便一会回去了收一下那几枚丹药的灵石。顾双成看到了刘管事的眼神，笑着解释了一句：“欢迎欢迎。”刘管事客气地说道，找接待小姐将他领进了拍卖场内。这拍卖场在西门商会店铺的地下，极为宽敞，至少可以坐下100-200个人。顾双成来了这么多次，都没有看到过原来西门商会下面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此时的拍卖会场之中已经坐了有不少人了，各种交谈声、笑声此起彼伏。顾双成在那接待小姐的带领下，走到了最前面的会员区，立刻就有不少目光投射到了他的身上，想要看看他是谁。特别当他们看到顾双成不过才炼气境3层的时候，更是觉得奇怪，一个炼气境3层的人，竟然可以获得西门商会的会员令牌，估计是哪个大人物的弟子或者孩子吧。很多人在反复确认自己脑子里没有1号这样的人物以后，就强行给顾双成加上了一层身份，觉得他这个令牌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给他的。顾双成对此也毫不在意，他最好就是让别人觉得他背后有一个大人物，这样才没人敢欺负他。这位兄弟，你叫啥名字啊？我看着你面生，但是看到你我又莫名的有些熟悉感。就在顾双成安静的坐着，准备静静的等待拍卖会开始的时候，忽然一道声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顾双成听着声音有些耳熟，睁眼一看，第37章参加拍卖会，他发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星月谷的连屁猴。好巧不巧的是，连屁猴的位置正好就在顾双成的边上，只是刚才顾双成到的时候，他还没有到，等了一会以后，连屁猴才赶过来。我叫沈惊鸿。顾双成笑笑，开口说道，他说话的嗓音也稍微变动了一些，和以前的声音略有不同。哦，我的确没有听到过你的名字。连屁猴挠挠头说道，但是他很快又说道，你是不是也是来买那1品圆满的聚气丹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变态，竟然炼制出1品圆满的聚气丹。
我爷爷知道了以后，立刻就叫我来买了。吃一品圆满的聚气丹，对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哎，要是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炼制一品圆满的丹药就好了。哎，说起来惊鸿道友，你要不要丹药？我炼制的丹药很便宜哦。连屁猴就跟个机关枪一样，或者说跟个更年期的怨妇一样，叨叨叨的说个不停。顾双成听到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明明连屁猴问了很多问题，但是顾双成竟然一个回答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都插不上嘴。此时此刻，顾双成有些明白这连屁猴为什么会对吃零嘴那么感兴趣了。估计连屁猴以前小时候在家里经常叨叨叨，然后他父母就直接给他塞点零食堵他的嘴，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他爱吃东西的这种习惯。顾双成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非常的有道理，因为此时此刻的他都恨不得弄个鸡腿塞他嘴里。幸好随着一名身着红色锦袍的小姐上台，拍卖会也开始了。这小姐皮肤洁白如玉，嘴唇红润，头发黝黑，整个人在那红色的锦袍衬托下显得极为妩媚妖艳，让人忍不住就多看两眼，想必也是西门商会特意安排和培训的拍卖小姐。各位嘉宾，各位前辈，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们西门商会青云门分店的拍卖会。想必大家前来一定都有自己心中所期盼的宝贝。小女子也就不多说废话了，直接进入主题。接下来请看第一件拍卖品，一品法器黑金火棍，起拍价800下品零食，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下品零食。随着拍卖小姐的话声，由礼仪小姐掀开一块红布，露出了里面的法器。顾双成离得很近，随便用神念一扫，就看到这黑火棍是属于火属性的，也不知道是用的什么材质做的，只要使用这黑火棍，对于火属性修士施展功法，一定是有加成效果的。顾双成当然也想要这个玩意，毕竟他在一定意义上也算是一个火属性的修士，只是相比较于把灵石用在这种法器上，他更倾向于把灵石用在修炼上。这样的宝贝，他顾双成不想要，可不代表别人也不想要。很快就有人将开口喊道：850下品灵石，900下品灵石，1000下品灵石。这黑火棍的价格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就被大家推到了1300下品灵石，最后被一名修士用1350块下品灵石的价格给买下了。这价格听得顾双成都啧啧称奇，心中感叹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钱人多。当然也不得不说，在拍卖会，很多时候人都会失去一定的理智，也往往很容易用比较高的价格买下商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商会很喜欢组织办拍卖会的一个原因。顾双成甚至都有一些期待一会自己的那5枚聚气丹能被大家哄抢到多少价格了。正在顾双成如此想着的时候，那一边的连屁猴凑了过来：“惊鸿兄弟，你是不是也是炼丹师？我看你刚才用神念扫了一下那黑火棍啊。”闻听此言，顾双成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心中则是大惊失色，因为这么隐秘的事情居然都被连屁猴给发现了。此时他也意识到，原来自己在用神念扫出去的时候，别的修士也是有感觉的，看来以后自己还是要谨慎使用神念才好。怎么，不能扫吗？顾双成平复心情后对连屁猴轻声问道。当然可以扫。连屁猴嘿嘿一笑，用下巴戳了戳前面的台子，你用神念扫一下那台子上的红衣小姐试试。顾双成疑惑，扫它干什么？你扫了就知道了。连屁猴一个劲的催促顾双成。于是在他的反复怂恿下，顾双成试探性的将神念延伸了出去，在那拍卖小姐的身上一扫，然后顾双成的鼻血就差点喷了出来，因为神念扫视之下的拍卖小姐竟然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特别是她的胸前那2团巨大的山峦，简直就跟那不知火舞有的一拼。特别随着拍卖小姐的讲话，那山峦还在轻轻颤抖。2辈子单身的顾双成见到这样的场面，还着实有些把持不住。嘿嘿嘿，刺激吧？大不大？连屁猴有些猥琐的说道。顾双成忍不住又看了一眼，然后逼自己收回了视线。他也是头一回发现这神念竟然还有这作用，这特娘的跟透视眼有什么区别？原本顾双成想要吐槽一下连屁猴的，但是一想自己也看了，有点50步笑100步的感觉，便又悻悻的闭上了嘴巴。嘿嘿，他怎么都不知道防一防的？顾双成轻声说道。防？他一个没有修为的人，怎么防？他也买不起那些可以遮挡神念扫视的东西，没有办法的。而且这西门商会的人也是故意让他来当主持的，其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美女，买东西吗？这小姐自己也肯定知道，此时的她在我们这些人的眼中就是透明的。连屁猴发现顾双成竟然还是一个啥都不懂的小菜鸟，便颇有成就感的老神道道的给顾双成解释了起来。顾双成闻言不禁同情起了那拍卖小姐3秒，不过也只局限于同情，毕竟这人家的事情，且不说他不适合去干预，就算是干预了，估计也没什么效果。难不成他可以送拍卖小姐一套遮挡神念的法器？好家伙，这法器他自己都想要，自己都没有，他自己都暴露在别人的神念下好不好？这么说起来，他想到了那天何强被赶走了以后，他收拾残局，想着要找点宝贝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波动，好像也是神念波动。那天不知道是个男的还是女的修士，竟然用神念扫我，那不是把我看光光了？该死的，是哪个色魔胆敢用神念偷窥我？远处一座豪华的殿宇之中，林清言正在蒲团上打坐修行，忽然鼻子一痒，连续打了2个喷嚏。咦，我好端端的怎么会打喷嚏的？第38章一品圆满聚气丹的火爆西门商会的拍卖会现场之中，顾双成看着一样又一样的好东西被拿出来拍卖，对这些东西他也是眼馋的紧，特别其中还有几颗2品丹药、2品符篆的，
顾双成都恨不得自己有1800万的灵石，可以把这些东西给通通买下。西门商会也是鸡贼，顾双成的那几瓶圆满级的聚气丹，愣是放到了很后面才拿出来竞拍。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想必是在座的很多人都想要得到的一样东西，一品圆满的聚气丹。这些聚气丹一共是5颗，我们将分成3组，第1组1颗，第2组、第3组各2颗。看着拍卖小姐面前红色的案台上被分成3份的玉瓶，拍卖现场中有不少人都是深吸了一口冷气，对这圆满的聚气丹充满了渴望。我们先拍卖第1组的1颗，起拍价1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下品灵石。拍卖小姐的话犹如一颗平地惊雷，直接炸响了整个拍卖会场。瞬间，无数人都开始面红耳赤地喊起了价格，其中光是喊1100下品灵石的声音就至少有10多道。顾双成还看见坐在自己身边的连屁猴，此时也是将2个绿豆大的眼珠子瞪得跟毛豆大小。不过他并没有叫价，那双肥嘟嘟又有些油腻腻的肥手死死地抓着椅子的把手，准备随时喊价。这圆满聚气丹的价格还在一直上涨，很快价格就在大家的热情推动下来到了1800下品灵石。顾双成此时的手心也已经渗出了不少汗水，激动的，因为这个价格对于他来说真的很高了。他知道圆满级聚气丹能卖上价格，但是真的没想到能卖这么高。1900，最终这枚圆满的聚气丹被一个穿着名贵的老人拍走了。有不少人或遗憾或嫉妒的上前恭维了一番，从他们的话里，顾双成也得知他是给自己孙子买的。台上，拍卖小姐在拍完第1颗聚气丹以后，立马就开始了第2组的2瓶拍卖。这2瓶1品圆满的聚气丹，起拍价格2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下品灵石。拍卖小姐都没说完，顾双成就听到自己的边上传来了一声暴喝：“我出4000下品灵石！”喊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连屁猴。顾双成闻言都惊呆了，这连屁猴竟然这么有钱，上来就是4000。要知道，刚才1颗也就1900啊，这是个人都不会开出超过3800下品灵石的价格的吧？果然，场中立马就没有人开价了，因为大家觉得2000下品灵石1颗1品圆满的聚气丹有点买亏了。虽然它是圆满，可毕竟还只是1品丹药。连屁猴很顺利的就买到了2颗，他从自己的储物袋里拿出一个大鸡腿就啃老起来，嘴中还不满的嘟囔着：“要命，这拍个聚气丹弄得我都饿了。”他一转头，看见顾双成正错愕的看着他，就咧开嘴对顾双成笑了笑：“嘿嘿，我爷爷正好给了我4000下品灵石，第1颗我没拍就是为了看着拍卖会场里的人对1品圆满聚气丹的心理价格大概多少。知道了价格，那等到这2颗我就一口气把价格拉到顶，这样他们也不敢追价，毕竟万一我不追，他们就得自己买走。也别觉得我人傻钱多，因为只有这2颗我这样拍能拍到，有些人还在抱着反正后面还有2颗的心态，所以不跟我抢。但是你看好，剩下的2颗估计价格会远远超过4000下品灵石。嘿嘿，毕竟要是不抢这2颗，下次什么时候出现圆满的聚气丹是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连屁猴大概是觉得顾双成这样看着他，是觉得他人傻钱多，所以也稍微解释了一下。当然，他更多的像是在炫耀他自己的这个决策有多明智。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顾双成此时竟然在想着其余的东西了。他在想要是自己告诉连屁猴，其实你买的这2颗聚气丹是我用你几块下品灵石卖给我的那些聚气丹所变换出来的话。估计如果连屁猴知道的话，他应该立马会觉得手里的鸡腿都不香了。随着拍卖小姐宣布这2枚1品圆满的聚气丹归连屁猴所有以后，场内的人也纷纷感觉到了一丝紧迫感。所以随着拍卖小姐开始拍卖第3组2颗聚气丹，很多人都立马开始叫价，价格也是夸张的水涨船高，仅仅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这1瓶丹药的价格就超过了4000块下品灵石，最后的成交价格更是高达4500块下品灵石。连屁猴有些得意的看了看顾双成，嘿嘿，你看是不是如我所料，这2颗的价格就要贵很多了。顾双成没有说话，但是心中已经开始担忧起来了。他知道圆满级的聚气丹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他也没料到会有这么受欢迎啊。4500块加上刚才的4000块和1800块，一共都有10300块下品灵石了。他顾双成竟然直接通过5枚1品圆满的聚气丹，成为了万元户。眼下要是被这些人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灵石，那还不得过来抢他的？说不定要是被大家知道那圆满丹药就是他拿来卖的话，说不定会有更多人盯上他。不行，顾双成很快在脑子里想了又想，最后决定一会看情况，如果可以没人注意的拿走这些灵石，那就拿走；如果一会拿灵石拿拍卖品的地方有人，就算是有1个人，那他今天也就暂时先不拿这些灵石回去了，等到下次出来再来拿这些灵石。正在顾双成这样想的时候，台上的拍卖小姐继续后面的拍卖。接下来咱们要拍卖的就是一些未知的宝贝，这些宝贝存在一定的赌性，可能你买去以后会发现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宝贝，可能你买去以后会发现不过是个垃圾。所以接下来的拍卖品需要大家擦亮眼睛，想好以后再进行拍卖。我们会将所有的剩下的拍卖品全部展示在大家的面前，同时给大家1炷香的时间仔细思考选择。其中这些功法和神通残篇，大家可以上前用神念感知。当然，如果对这些宝贝没有任何兴趣的人，也可以提前离场。随着拍卖小姐的话音落下，一名名的小姐将一个个红布盖着的托盘拿了上来。
托盘足足有12个，有的大，将那上面盖着的红布高高顶起；有的小，根本看不出来红布下面有东西。那些小姐将红布全部扯下，露出了托盘上的宝贝。拍卖场中基本没有人离场，所有人都留了下来，甚至那一直吃东西的连屁猴也是快速吃完手上的鸡腿，然后瞪着2颗绿豆眼，认真看了起来。谁不想用最低的价格买到价值最高的宝贝？这种略带一些赌性的东西，反而更能挑起大家心中的那一抹激情。顾双成也是仔细打量了一眼上面的几个宝贝。这些宝贝他在西门商会给他的会员铜牌之中都见到过，可真正亲眼看见的时候还是有所不同。顾双成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花来，想想也是，要是他这么一看就能看出点什么来，那人家物主天天研究，估计早就研究透了。忽然顾双成灵机一动，现在这通天小神术也有了一些灵性，如果自己问他，他会不会帮忙预感？他还记得上次通天小神术在遇到木纹碎片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反应，说明通天小神术对宝物是有一定的感知力的。只不过那是木纹碎片，正好是通天小神术所需要的。顾双成不知道眼下这些东西能不能让通天小神术也给点反应，但他决定试一试。第39章残篇功法想到就做，顾双成立马就进入了自己的脑海之中，对那通天小神术说道：小神术，你可以帮我看看这些拍卖品里有没有一些有价值，或者你可以提纯强化的宝贝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跟上次那样，用你的树枝给我指点方向。顾双成说完，就巴巴得看着那通天小神术。一开始那通天小神术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很快他就用树枝轻轻地贴顾双成的手指。你同意了？顾双成看到通天小神术的这个态度，立刻笑着确认道。通天小神术轻轻地用树枝又贴顾双成的手指，然后下一秒，通天小神术的所有树根就在这一个瞬间齐齐地指向了一个方向。顾双成闻言大喜，立刻就顺着通天小神术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发现那所对应的托盘上放着一枚玉简。这玉简刚才拍卖小姐也简单介绍过，是一篇功法残篇。至于是怎么个残篇，大家都没说，就连卖家也不知道，顾双成当然也不得而知。当然，卖家要是知道，也就不会拿出来拍卖了。刚才顾双成也上台去读了一下那玉简，里面的确都是一些很晦涩难懂的话，前后加起来也就100来字，这些字都顾双成认识，但是连起来就看不懂了，更不要说这掐头去尾中间断断续续的。不过眼下既然通天小神术说这个玩意值得买，那他也一定会选择相信他，不管花多少钱，都会去购买这个残篇，交给通天小神术去强化的。反正眼下他也有了将近1万多的下品灵石，买一个残篇功法总是够了的。很快，随着一炷香的时间一到，拍卖小姐就喊话让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准备开始竞拍。第一个拍的是一件法器的残片，据说这是一件5品法器的残片，如果能够用上，想必功效还是很大的。残片的竞拍就比前面的那些竞拍要冷清不少，可以说基本没多少人叫价。叶文珠也是很会把控节奏，不停地用各种话术吸引大家跟拍加价。就算是这样，最后这个残片的成交价格只有1000下品灵石。这倒是让顾双成放心不少，因为这就说明一会顾双成要买的那个残篇功法，估计价格也不会很高。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轮到了顾双成所想要的这个功法残篇了。拍卖小姐依旧是一番介绍，将这个功法残篇说得神乎其神后，便开始了竞拍，起拍价只有200下品灵石。顾双成了没有急着叫价，他一直等价格被稀稀拉拉的几个喊价声推到700下品灵石以后，才开口喊价道750下品灵石。卧槽，你吓到我了！边上一直在吃东西看热闹的连屁猴被吓了一跳，直接惊呼了一声，然后劝道：我说道友，你买这残缺不全的功法干啥？你还不如去买点丹药吃一下呢。顾双成笑笑，我就是好奇，买来看看，反正我最近卡着瓶颈上不去。还不得不说，被连屁猴这么一问，立刻让很多原本还在怀疑顾双成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奥秘的众人都放下了怀疑之心。原本准备跟价的人也都不再跟价，在大家看来，一个炼气境3层的人看上的东西能是什么好东西？于是顾双成很是顺利的就将这残篇功法以750块下品灵石的价格给买了下来。买下功法残篇以后，顾双成不再停留，直接起身就离开了拍卖会场。走之前还不忘对连屁猴故意说了一句：道友，我没钱了就不带了，我带的钱只够我买这个残篇功法的，我先走了。他这番话根本不是说给连屁猴听的，而是说给所有在关注他的人听的。连屁猴其实也没什么要买的了，但是难得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一下台上叶文珠的曼妙身材，他有些舍不得走。顾双成独自来到了外面，找到了刘管事。此时从拍卖会现场出来的人还不多，刘管事见到顾双成就立刻热情招待：惊鸿小友，不知道今天的拍卖效果你觉得如何？还不错。顾双成点点头，说话间又左右看了一下，发现从拍卖会现场出来的人还不多，于是立马说道：我来取一下我的拍品和我的灵石，后面还有几件拍卖品，惊鸿小友你不准备看完吗？刘管事诧异说道。顾双成，不了。行，我们西门商会的金丹护法正好去休息了，就由我带着你去办交接吧。刘管事刚才也在现场，这几颗1品圆满聚气丹带来的效果，他也是见识到了，自然对顾双成客气不少。然而听到刘管事的话，顾双成确实身躯一顿，问道：刚才有金丹护法在现场吗？刘管事一边走一边一副理所当然的说道：这是必须的，没有金丹护法坐镇，要有人来捣乱怎么办？
我们每场拍卖会，西门商会总部都会根据我们的拍卖品安排护法过来坐镇，多的时候一口气来5、6个金丹护法呢。不然你以为那些家伙为什么会乖乖的按我们西门商会的规矩来做？顾双成闻言，心中庆幸不已，幸好那易容符已经在通天小神术的强化之下，成为了2品的易容符，不然的话，今天那金丹护法绝对会看穿自己带着易容符，说不定还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刘管事。两人说话间，来到了一间交易室。所有的零食，刘管事扣除了5个点的交易佣金和顾双成买下的残篇功法和上次买的木纹碎片后，1块零食不少的都给了顾双成。拿上零食和残篇功法的顾双成跟刘管事告辞一声后，就急匆匆的走了。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这残篇功法在通天小神术的强化完善以后会成为什么样子的。回到自己的屋子以后，顾双成就将这残篇让通天小神术吞了下去。经过1晚上的等待，顾双成第2天一早就查看起了脑海中的通天小神术。然而这一次，通天小神术功法的那一树枝上竟然并没有出现任何果实。这功法呢？去哪里了？难道被他吞了？顾双成有点着急起来。第40章，原来我的修炼速度已经很快了。面对顾双成的焦急，那通天小神术也是依旧没有什么反应，这让顾双成也是颇为无奈。时间上并不允许顾双成有过多的犹豫，因为今天唐良要炼制2炉丹药，所以他很早就要帮着唐良去控火了。其实顾双成也是有点疑惑的，因为他感觉最近唐良的神念增长得很快。以前他每次炼制1炉丹药，身体就差不多到了极限了，可现在他一下子竟然就可以开始连续炼制2炉丹药了。这长进着实是有些快，或者说这个进步的速度有些不正常。但是顾双成也不好多问，毕竟这是人家的秘密，自己一个小卡拉米只要专心配合好他炼丹就可以。不过顾双成不问，那唐良倒是先问了起来，双成，你不好奇为什么我现在一下子可以炼制2炉丹药吗？顾双成面不改色心不跳，很是平静地回答道，师兄能有这样的长进，那说明师兄遇到了自己的机缘，我替师兄高兴，毕竟师兄强对我也有好处。至于好奇，我是不好奇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缘，不是我的，我再好奇也没用。听到顾双成的这样回答，那唐良很是满意的点点头，他笑着说道，你能这样想，可以给你少很多麻烦，也能活得更久。不过唐良犹豫片刻后，便解释道，修炼丹药和神念有很大的关系，神念越强，炼丹就越轻松。唐良接着对顾双成说道，通常大家增强神念都是通过将修为提高上去，神念就会跟着变强。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可以提早让人的神念变强的方法，比如一些炼神的功法，再比如一些炼神的丹药。只不过这种宝物基本在外面很难遇到。刚才我跟你所说的，我为什么一下子可以炼制2炉丹药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吃了能提升神念的宝物。现在我虽然没有到筑基期，但是我的神念一定是超过炼气境修士1大截的。顾双成闻言了然，在唐良的话中所提到的提升神念，其中对于那可以提升神念的宝物，顾双成有些印象，这不就是上次通天小神术从阴魁丹中提取出来的那颗丹药吗？但是对于炼神的功法，顾双成还真的是没有怎么见过，难不成神念也能修炼不成？顾双成开口问道，师兄，我想问一下，这提升神念的功法一般都是怎样的？唐良摆摆手，这个你就别想了，据我所知的，咱们这周围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可以修炼神念的功法，可以说修炼神念的功法，甚至要比天阶功法还要难以遇见。哦，顾双成很是乖巧的点点头，看得出来，这修炼神念的功法的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能自己运气差一点，一辈子都遇不到都说不定。所以他也是没有奢求自己可以拥有一部修炼神念的功法。从唐良那边出来以后，顾双成当天就来到了星月谷，找到了连屁猴，从连屁猴那边买了一大堆丹药回来。自己炼丹药需要花的时间太多了，还不如找连屁猴买来的划算。幸好这连屁猴也是个人才，都这么久了，炼出来的丹药一直是奇形怪状的，也不知道改进一下。不然他要是炼出了好的丹药，顾双成也就没有了这么便宜的购买丹药的渠道。连屁猴在看见顾双成的时候，还对着顾双成夸耀道，你知道我现在什么修为了吗？然后不等顾双成接话，他就继续说道，嘿嘿，几个月前我见你的时候，我是炼气境8层巅峰，而我现在已经是炼气境9层的修士了，马上我就可以突破至炼气境10层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进步会这么快吗？据说这个屏障一般人要用1年才可以破，我却可以几个月就破了。连屁猴凑到顾双成的耳边，轻声的说道，那是因为我吃了2颗1品圆满的聚气丹。还真别说，我一直捅不破第8层的屏障，现在一口气吃了2枚聚气丹，一下子就捅破了。顾双成此时明白了，好家伙，你这是来我这里吹牛来了。他是真的想要跟他说一下，其实1品圆满聚气丹，他天天都拿来当豆子吃的。但是想了想，还是装出了一副震惊的模样，惊呼说道，1品圆满的聚气丹，哇，那它什么样子的？应该和普通的聚气丹有很多不同吧？要是我也可以吃上聚气丹的话，我肯定也会变强的。你想多了。连屁猴看了看顾双成，毫不客气道，丹药不过是一种补充，主要还是我天赋好。当初我从觉醒灵根开始，到你这个炼气境3层的巅峰期，一共才用了2年半的时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咱们宗门，我基本就是顶呱呱的存在，除了那些几个别的妖孽，就我最厉害了。所以这次我吃了圆满的聚气丹，那效果才会如此的好。至于你，给你吃2颗圆满的聚气丹，你也破不了炼气境4层。
不过你不用担心，你一直从我这里买丹药，我也拿你当朋友，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你跟我说，我帮你揍他。连屁猴在顾双城这边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滔滔不绝地跟顾双城说了一大堆，将自己夸得神乎其神。足足夸了有1刻钟，顾双城才好不容易从他那边出来。不过在回去的路上，顾双城想到了一个问题，别人修炼都这么慢的吗？炼气境3层人家用了2年半，竟然说还算快的。可明明自己修炼的时候，从炼气境1层到现在的炼气境3层的巅峰，一共也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加上自己还是5行下品灵根呢，这不对。顾双城忽然想到，不是因为别人修炼太慢，是因为我有通天小神术，有了它，我可以天天吃上圆满的聚气丹，这修炼的速度能不快吗？正在顾双城如此感慨的时候，忽然他发现脑海中的小树苗产生了一些异样。第41章神通，蜃楼敛息诀。顾双城只是将自己的神念稍稍的在自己的脑子里探查了一下，立马就大喜过望，专心致志的操控飞行纸鹤朝着青云门赶去，可以说是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炼丹房内。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后，再一次耐心的等到了半夜，这才召唤出通天小神树。此时的通天小神树上，那一条属于功法的树枝上，赫然已经挂上了一枚灰色果实。这想必就是通天小神树将那白天所拍来的残本强化之后所得到的。不知道这会是一本什么样子的功法。顾双城激动地搓搓手，将手指碰到了灰色果实，随着一阵电流般的感觉顺着他的手臂传到了他的脑海之中，顾双城就感觉到自己脑海之中有多了一些东西。于是顾双城立刻就用神念在自己的脑海之中感受了一下。隐匿神通，蜃楼敛息诀，由远古大能通过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所创。修炼此诀，可以通过收敛修士的气息，并制造出如海市蜃楼般的气息假象，从而迷惑别人，隐藏自己的修为神通。没有想到这一残卷竟然是一部神通，他还以为这会是一本很厉害的功法呢。蜃楼敛息诀，这明显就是一部用来隐匿修为用的神通，它既不属于攻击性的神通，也不属于防御性的神通，更多的还是属于辅助性的。顾双城将这神通前后都看完以后，就发现这神通竟然和前面的2部功法不一样。前面的2部功法虽然复杂，但是2本功法都是不完整的，但是这门神通竟然是完整的。难道是因为前面的功法是强化，所以通天小神术无法做到全部展现，但是这门神通只是补全，所以通天小神术可以直接完全修复？顾双城在心中暗暗地猜测道。这蜃楼敛息诀一共是分为5重5个等级，其第1重为雾影出凝，可迷惑同境界的修士，且维持时比较消耗灵力；而第2重为幻波流转，可完美隐匿于同一个境界修士感知之下，对高一境界的修士如筑基、对金丹也有较强迷惑性，除非对方刻意探查或修为差距过大，否则不易看穿。且开始能模拟出略低于自身真实修为的假象，如炼气境10层模拟炼气境5层。同时修炼至第2重后，神通的运转更流畅自然，灵力消耗减少，可持续时间增长。第3重名为肾气化形，隐匿效果大幅提升，能主动构建并维持一个或多个虚假的修为气息层，如金丹中期可模拟筑基圆满金丹初期，或毫无修为的凡人对高一个大境界如金丹对元婴的常规探查完全隔绝，同时对高2个大境界以上的探查也有一些迷惑力，且运转神通的消耗进一步降低，接近本能，破绽极少，非精通探查秘术或修为碾压者难以窥破真实。第4重为归虚寂海，炼至这一层时，隐匿达到极高境界，可将自身修为气息彻底归寂，如同沉入传说中吞噬万物的归虚之海，不泄露丝毫灵力波动。即使面对高2个大境界的修士，如金丹对化神，只要对方不刻意进行极深入的针对性探查，也难以察觉异常。构建的虚假气息层更加稳固逼真，甚至能模拟出受伤衰弱等复杂状态，且神通运转几乎无消耗，长期维持如呼吸般自然。对天机推演、因果探查等高级手段开始具备一定的屏蔽干扰能力。最后一层第5重也是圆满境，名为空海无相。达到这一层次隐匿之道，真智化境，返璞归真，可将自身气息真正融入天地自然，无迹可寻。任何探查手段，包括高境界修士天机术数、因果追溯、法宝侦测等，都只能看到使用者愿意展示的像，或是感受到一片空无。可随心所欲的在凡人低阶修士、同阶高阶甚至不存在等多种状态间无痕切换，构建的幻象几近真实，甚至能短暂欺骗天地法则。神通运转毫无消耗，永恒自持，使用者即是蜃楼，亦是空海，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极高境界，是隐匿之道的终极体现。看完了这神通的作用和介绍，让顾双城心中极为震撼，这部神通竟然恐怖如斯，而且随着使用者的实力增强，它的隐匿效果也可以增强，根本不用担心等到实力强悍以后，实力无法隐匿的问题。看来这神通的品级也绝对不会低。顾双城忍不住激动的喃喃道，有了这神通，我尽管可以放心大胆的修炼就行，反正展示给别人看的都不过是我通过蜃楼敛息诀演示过的修为，只要将它修炼到第3层，就完全可以不用担心高2个境界之人的探查，就好像给自己的修为也带上了一个2品的易容符一样。如果真的能够顺利的修炼到第5层，感觉我都可以躲避元婴甚至于化神境的探查了，直接可以将自己幻化为一棵树、一粒沙，甚至直接幻化为空气都行。有了这样的宝藏神通，就没有不用的道理。顾双城连夜就认真修炼了起来，只不过这神通因为其运行极为精妙，所以其修炼的复杂程度也不容小觑。
顾双成修炼了1个晚上，只推进了第1重的1/10都不到。卧槽，看这样子，光这第1重我就要修炼至少个把月啊！顾双成忍不住的吐槽起来。可是令顾双成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感慨自己修炼者蜃楼敛息诀如此困难的时候，他卡了许久的炼气境3层巅峰的修为瓶颈竟然松动了。顾双成已经进入炼气境3层很久了，他的火属性灵脉之中早就已经充盈了火属性灵力，只是可惜他不管怎么修炼都没有办法突破到第4层，就好像遇到了瓶颈一样。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就修炼了一下这蜃楼敛息诀，竟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把3层到4层的瓶颈给冲破了。于是顾双成立马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自己前段时间让通天小神树提纯强化出来的一品圆满聚气丹，如吃糖豆一样，一口气直接前后吞下了2枚。第42章炼气境4层突破。随着醇厚的灵力犹如高压水枪一样被压入灵根，那细细的灵根此时也已经工作运转达到了极限，将这么多的无属性的灵力转换成了火属性灵脉所需要的火灵力。已经有些松动的修为屏障，在被这么多的火属性灵力涌入之后，被立马冲破，成功进入炼气境4层。此时顾双成仔细查看自己的灵脉，发现原本细小的火属性灵脉立刻又变粗变圆了一些，整一根灵脉也都变得火红起来。呼，顾双成呼了一口气，心中极为畅快。炼气境4层了，也就意味着他顾双成从今天开始也就可以成为青云门的外门弟子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任意宰割的杂役弟子了。清晨的太阳升起，驱散了青云门山间的浓雾，一切都变得清亮，变得温暖。顾双成推开房门，活动了一下全身的筋骨，迎着射入脚下的阳光就走了出去。唐良也正好出来，遇到顾双成的时候，立刻就感觉到了顾双成的不一样。第4层了。唐良眉毛轻挑，对顾双成说道。他心里很是震惊，虽然他想要顾双成进步快一点，但按照顾双成的5行下品灵根资质，唐良觉得他至少也要足足1年才能到炼气境4层，而留给唐良的时间绝对没有1年之久了，所以他才会在前面焦急地催着顾双成尽快修炼。可他是真的没有想到，顾双成竟然这么快，别说1年了，连半年都没到，甚至才1-2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这速度着实令唐良也有些吃惊，就连唐良他自己，当年从炼气境3层突破到炼气境4层的时候，都用了将近1年。顾双成见到唐良如此的神态，心中也是微微诧异，难道自己不小心将实力展现得太快了？看来以后自己还是要早点把那蜃楼敛息诀给好好修炼上去，不然修炼太快还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嫉妒的。于是顾双成点点头说道，对，运气好，练着练着他就突破了，不过我只是突破了火灵根，其余的4条灵根依旧是毫无寸进，而且我的火灵根和火属性灵脉相当的细小。然后我最近炼制丹药也算是有了一些积蓄，可以吃上聚气丹了，这还要多亏师兄你让我借用你的丹鼎呢。顾双成的态度很是卑微，丝毫没有因为能成为外门弟子而理直气壮的模样，加上他的话也是说的有理有据，倒是让那唐良接受了顾双成的解释，他点点头道，也是，那你既然已经成为外门弟子了，你就尽快去外门大殿认证一下，成为外门弟子以后，就没有人敢随意的出手对付你了。但是一会如果他们要你选你外门弟子的住处，你千万不要选，回来先问我，然后你再选。好，顾双成很是爽快的答应了下来。能成为外门弟子，他心中也是很兴奋的。对于唐良说的后半句话，他也是没有多想的就爽快应下，因为他记得唐良跟他说过，等到唐良成为内门弟子，就可以把那个炼丹房留给他。外门弟子的住所可没有炼丹房这边这么宽敞，外门弟子的住所基本都是很小的，很简陋的，而且隐私性不佳，很容易就被人探查到一些异常。所以能留在炼丹房，自然是炼丹房更好。所以这天他在帮助唐良完成了炼丹以后，就立刻前往了宗门的外门大殿去认证成为外门弟子。外门弟子的认证非常的简单，外门大殿有个专门的窗口，用来给达到实力的弟子认证成为外门弟子的。顾双成来到窗口前，按照那窗口前的管事所要求的，将自己的信息都告知了对方。行了，你把手握住这个石头，然后输入灵力。那管事的指了指窗口边上的一块石头道。顾双成照做，随着他的灵力输入，很快石头就亮起了一些数字。炼气境4层，行，可以了，达标。那管事了瞅了一眼，点点头，就在自己的纸上开始写画起来。很快，他就将几块玉简递到了顾双成的面前，联系这枚玉简，可以在咱们宗门挑选一个住处，本身你今天那就可以挑选住处的，但是既然你要求改天来选，那你先拿着玉简，然后联系这个玉简，可以去定制外门的服饰。这个玉简，你可以去领取一部宗门的功法，以后每个月你可以享受宗门的一些福利。顾双成听着那管事对自己的各项吩咐，心中也是感慨，果然外门弟子相对于杂役弟子，这待遇提升的着实不是一点半点，简直就是质的提升。不但不需要再继续干杂活，而且还可以有宗门给予的福利。多谢管事。顾双成对那管事致谢后，就匆匆回了唐良那边，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唐良。不知不觉之间，他已经将唐良当做了他的朋友，虽然他在唐良面前依旧是有不少的遮掩，但是他打心眼里是认可唐良这个人的。然而当顾双成回到唐良的炼丹房之时，路上他就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你知道吗？那唐良也太惨了，怎么就被宫荣给盯上了？快去看看，不知道这宫荣又要干什么，难不成要把唐良给杀了不成？
杀怎么可能？在宗门内，谁敢杀外门弟子？人家执法堂可不是吃素的。你想多了，宫荣的爷爷可是金丹境的宫长老，执法长老能不给他一些面子吗？宗门的规矩，那都是对我们这些低级弟子有效，对他们这种人可是没有用的。我听说是唐良有什么宝贝，所以宫师姐想办法要从他的手上拿到这个宝贝。不是说着宫荣师姐被打了一顿以后，整个脸都被打肿了吗？怎么还出来霍霍人？那脸肿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早就好了。就可惜了唐良了，他多好一个人啊，以前帮我炼丹还送我2颗低级丹药呢。听着这些话，顾双成心中大惊，宫师姐什么时候盯上了唐良师兄了？他连忙快步跟着人群往唐良的炼丹室方向走，远远的他就发现此时的炼丹房狼藉一片，不但那炼丹室的阵法被毁了，甚至连他们居住的房子都被摧毁了一些，而且他还可以依稀听到里面传来宫荣尖锐的声音。顾双成完全不敢上前，因为他知道就算是自己上前了也无济于事，他一个炼气境的垃圾，难不成还能在一个筑基期强者面前叫板不成？人家一巴掌都能送他去见太奶。所以一切行动都必须要建立在顾双成能自保的前提之下才算是有效的，不然就是上去送命，倒不如就躲在这后方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可惜顾双成隔得远，加上边上时不时传来一些嘈杂的声音，这让顾双成根本听不清从炼丹房里面传来的声音，里面的乒铃乓啷的响了足足1刻钟。然后就见宫荣和2个男弟子从里面出来。宫荣看了看围观的众人，依旧是一副高傲的模样，好像丝毫没受到传闻中被打成猪头的影响一般，不客气地朝众人喊道：看什么看，都在这里看什么呢？都吃饱了撑的，修为够了。众人对这宫荣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开始陆续纷纷离开。宫荣和跟着他来的2个人也都各自拿出自己的飞行纸鹤，腾空而去。顾双成趁机多看了几眼，发现其中那跟在宫荣身后的2人中，一个人是内门弟子的服饰，另一个是外门弟子的服饰。他们究竟是来干啥的？顾双成很是疑惑不解。第43章外门弟子唐良被废。等到宫荣他们走远，同时围拢在这边的人也开始减少之后，顾双成才准备回炼丹房看看里面的情况。他左右用神念扫视了一下，发现的确是没有人在周边，也没有人关注这边了以后，这才动身进了他们炼丹房。只是他一进来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到了。原本干净整洁的炼丹房，此时宛若一片战后的废墟，丹顶的碎片散落一地，各种药材也都被扔得七零八落，甚至院子中的地板都被打碎了好几块，露出了下面黑色的泥土。炼丹房的几间屋子此时也都有了或重或轻的损毁，当然那炼丹室是损毁最为严重的，就跟被炸弹炸过了一样，一片的废墟。就在这个时候，顾双成清楚地看到了躺在地上的一个身影。师兄！顾双成连忙冲了过去，来到了唐良的身边。此时的唐良早就已经是奄奄一息，整个人身上有很多的血迹。你怎么样，师兄？顾双成看着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唐良，连忙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掏出一枚疗伤丹给唐良吃下。当然，这疗伤丹不是一品圆满的疗伤丹，而是他曾经买来备着不时之需的一品上等疗伤丹，没有想到现在就给用上了。毕竟随手给出圆满的丹药，就算只是1颗疗伤丹、1颗续骨丹，那都是容易轰动的存在。在服下顾双成给喂下的丹药以后，唐良稍稍的缓了过来，悠悠转醒，对顾双成说道：双成，你回来了，你没事就好。不知道怎么的，顾双成听到这句话，心里莫名的酸楚。唐师兄，你怎么样？你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顾双成焦急的说道。呵呵。唐良冷冷的笑了一下，咧开的嘴巴之中清晰可见那牙缝之上的浓浓血迹。沈凯这个畜生，他仅仅凭着几句谣言，就为了讨好宫荣，就找到宫荣说我有宝物。那宫荣也是个天杀的，在青云门仗着他有长老的爷爷，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知道我有宝物就过来抢。我没有宝物，自然不会给他们，结果就这样了。唐良简单的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此时的他也没有了什么顾忌，也不担心被人听到他在骂宫荣了。愤愤然说完以后，他就稍稍停顿了一下，想要休息休息。可是他刚刚闭上眼睛，他的眼睛就骤然再一次睁开。畜生！畜生！唐良歇斯底里一般的喊了起来。原本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身体，也好像回光返照一样，瞬间就挣扎了起来。师兄，师兄，你怎么了？顾双成见到唐良这一副样子，很是同情，很是心疼，也很是无助。他连忙再拿出1颗上品疗伤丹，师兄，我还有1颗上品疗伤丹，你赶紧吃下，恢复一下。不要动气，被打了就被打了，不能被打了，还和自己怄气啊。然而，让顾双成没有想到的是，唐良一把推开了他手中的疗伤丹。没有用了，这丹药还有什么用？我的灵脉都被那该死的宫荣给打断了，我这辈子就成为了一个废人了，再也无法修炼了。唐良说着，竟然疯癫一般的哈哈哈大笑起来。散乱的头发，加上破败的衣服，血迹斑斑的身体，苍白的脸庞，勾勒出了一个凄惨的模样。顾双成呆呆地看着唐良的模样，此时的他也是有些愣神，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这宫荣竟然如此的蛮横，一言不合直接废人灵脉。想想唐良师兄已经是炼气境12层的修为，原本早就可以买到筑基丹，尝试突破到筑基境，结果被宫荣打碎了丹顶，只能把用来买筑基丹的灵石去买了新的丹顶。结果拼命炼丹赚灵石，想要重新赚到足够的灵石买到筑基丹，结果又被宫荣给搅和了，这次更是直接断了他修炼的后路。
师兄，我去执法堂替你告状。顾双成一时有些热血上头，站起来对唐良说道。不。唐良却在听到顾双成的话以后，瞬间冷静下来。他连连上前，一把抓住顾双成的手道：“你千万别去执法堂告状，不但没有用，反而还会吸引他们的火力。”说到这里，唐良的眼中闪过决绝道：“双成，你还记得你答应我的话吗？”顾双成一时间有些恍惚，完全不知道唐良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的目光和唐良的目光对视的时候，他忽然就想到了那天自己说的话。前几天唐良问自己，如果他唐良被杀了，自己会不会替他报仇？当时自己回答的是自己会调查清楚，会隐忍蛰伏，等到时机合适，出手替他报仇。唐师兄，我记得。顾双成的手被唐良抓得生疼，他没有挣脱手，而是点头说道：“好，你记得就好，希望你变强，做到你说的话。但是如果你做不到，你也别逞强，你有这个心就好了。”唐良真挚地说道。然后他凑到顾双成的耳边说道：“我不是告诉你，让你不要选住所吗？”顾双成点头，师兄，我知道，那个时候你说会把这个炼丹房留给我，就算你没了修为，我也会要到这个炼丹房，以后我在这里一天，你就在这里一天。不，唐良猛地摇起了头。你挺好，你千万不要选这里，你要是选这里，岂不是招人眼目？你选偏僻一些的住处，比较偏，就不容易被人给盯上，对你有好处，你现在就去，选择一间住处当你的住处。顾双成听得云里雾里，但是唐良紧紧抓着他的手，又让他不得不立马应下。好，师兄，我听你的。顾双成说道。唐良很是满意，对顾双成道：“你去吧，去了以后就不要回这里了，你来了也帮不上忙，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你来了反而会影响我。”说完，唐良就好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一个趔趄坐在了地上。他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了地上很久，门口有人路过，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进来帮助他一下，甚至都是避之如蛇蝎，唯恐得罪了那宫容。呵呵。许久以后，唐良看着落寞的炼丹房，一时间有些自嘲地笑了笑，低声喃喃道：“出了这样的事情，宗门执法堂还真的无一人过来，这执法执的到底是哪门子的法？眼下我灵脉被断，看来也只能那样了，倒是既希望双成可以找到那个，又希望顾双成找不到，一切就看命了。”第44章，你确定要住这里？顾双成从唐良的炼丹室出去以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那安排住处的玉简，结果玉简对面的那管事正好有些事，让顾双成在外门大殿等待了足足2刻钟。好不容易等到那管事的来了，那管事的张口就问顾双成想要住哪里，说着还想要给顾双成看一下外门住所的地图。顾双成看了一下地图，直接就扫向了地图的边边角角，当即就快速指着一个角落的住处说道：“我想要丁字108号住处。”那管事的闻言明显的愣了一下：“你确定要那边？你知道那丁字108号住处在哪里吗？而且咱们外门有的是住处，你没必要住到那边去。”虽然这管事的并不想要干预顾双成的住处选择，但是他听到丁字108号住处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的开口提了一句。顾双成从那管事的口中能明显听出这丁字108号住处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可顾双成却是牢记唐师兄的嘱托，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唐师兄虽说应该死不了，不过是被废了而已，可是他也完全没有要害自己的必要。他让自己选偏一点，加上顾双成也觉得自己的确该选的偏一点。而且顾双成总感觉自己好像偶然听唐良提及过这丁字108号住所一样，所以顾双成坚定说道：“我就去那丁字108号吧，我的实力比较差，找一个偏一点的地方更加的安全，不扎眼。”听到顾双成这样的解释，倒是让那管事的有些语塞。他扫了扫顾双成的修为，的确只是堪堪成为外门弟子，便也没有再劝什么。跟我过来。他留下一句，就拿出飞行纸鹤，腾空而起。顾双成也连忙拿出自己的飞行纸鹤，跟上那管事。两人一前一后飞行了大约1个多时辰，终于是来到了一个青云门外门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落下之后，顾双成就看到了一间破败的房子，房前还有一个很小的院子。这房子一侧还有一些住处，不过多数都是空置的，另一侧则是直接荒芜一片。同时，顾双成仔细感受了一下，这个地方处于外门大阵的边角，灵气已经极为稀薄，和以前当杂役的时候所在的青云门最外围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就是丁字108号。管事的指了指那破败的房子，以后你就住这里吧，我走了。说完，他就好像一刻都不想多待一样，将一把钥匙丢给他，就升空走了。顾双成看着手上的钥匙，又看了看那房子，感觉这钥匙多少有些多余。这房子根本就不需要钥匙，就可以随意进出，好不好？不管是屋顶还是墙壁上，都有可以随意钻入的大裂缝。不过顾双成还是拿着钥匙打开锁在门上的大铁锁，往里一推。顾双成发现这门根本推不动，再次仔细一看，发现这门竟然被完全卡住了，根本推不进去。好吧，这是逼我不要从正门进啊，真连个仪式感都不给我。顾双成满脑子的黑线，然后转身从墙壁上的大裂缝进入了住所。进了屋子以后，顾双成就无奈的收拾了起来，要想在这个房子里住，必须要好好的收拾过，不然根本就住不了。不过幸好这房子本身就不是很复杂，屋内的床和桌子也没有破，只是外墙和屋顶破了。顾双成从边上的山上砍了一些竹子和木头，用了不过2个多时辰的时间，就将这房子给修好了。又将屋内重新打扫了一番后，顾双成就坐在了床上。
顾双成抓紧时间就开始修炼。今天见到了那宫荣对唐良的所作所为，让顾双成产生了对实力的极度渴望。连炼气境12层的唐良都被人说废就废了，更何况自己这个只有炼气境4层的五行下品灵根。变强，自己必须要尽快变强，可以不在人前展现实力，但是必须要手里有这个实力。眼下我的火属性灵脉已经突破到了第4层，虽然一直只练火属性灵脉可以稍微快一些的提升实力的，但是这么细小的灵脉，就算突破到了筑基期，也打不过任何人啊。顾双成在继续提升火属性灵脉和选择一条新的灵根灵脉开始修炼之间产生了疑惑。以前唐良告诉过他关于这2条路的利弊，顾双成现在也只能在这2条路中选择一条，而且任何一条都有各自的难点和优点。最后在短暂的思索过后，顾双成还是决定把5条灵脉都修炼到炼气境4层再说。反正自己不缺灵石，不会缺圆满级别的丹药，想必在这条艰难的武灵根同修的路上，可以稍微好走很多。最主要的是，顾双成不想自己成为修为很高的废物花瓶，而是要成为能实打实有战斗力、有实力的强者。在第2条灵脉的选择上，顾双成犹豫了许久，最后选择了木属性。因为木生火可以大大提高火属性的威力，同时他有一本木属性的以木清地诀，到时候可以用来修炼。顾双成拿出一枚1品圆满的聚气丹，塞入嘴中，当这聚气丹幻化出醇厚的灵力之后，他就引导着这些灵力来到了木灵根那边。庞然的灵力犹如高压的气体一样，被压入了木灵根中，经过木灵根的转换，成为了绿色的木属性灵气，输入了木属性的灵脉之中，使得那原本干瘪至极的木属性灵脉稍稍得到了一些灵力的滋润，变得饱满了一些。不过修炼了一会以后，顾双成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因为每次自己控制着所有的灵力朝着木灵根而去的时候，那些灵力总会有一部分不自觉地进入火灵根。明明顾双成不想要这些灵力去火灵根，但他就是去了，而且根本不由顾双成的控制，这就让顾双成很是不理解。这是咋回事？顾双成喃喃道。此时的外面天光已经大亮，阳光透过各种缝隙扫了进来，可顾双成依旧是没有从床上下来，而是再次取出了一颗白色灵力果实塞入嘴中。这是他用废丹提纯出来的一枚白色灵力果实。随着灵力果实化开，那白色灵力果实中的灵力在顾双成的引导下也朝着木灵根而去。而就要到木灵根之时，他就发现那火灵根中有一股子吸力，很是自然的就将一部分的灵力给吸了过去。顾双成连忙想要去引导阻拦，可任由顾双成如何阻拦，那一股灵力最多也就是待在原地不动，只要顾双成稍稍松懈，他就会再次被火灵根吸进去。离谱！顾双成睁开眼睛，颇为无语。等于这样一来的话，他每次都会被抢一部分灵力走，他的木灵根的修炼速度，也就是他的修炼进度就又变慢了。怎么会这样？顾双成很难以理解，想也想不明白。不过他也没有再次尝试，而是从床上下来。虽然昨天唐良师兄说让他以后不要去炼丹房那里了，但是顾双成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想着还是去看看，远远的看一下也好。到底他怎么了？可顾双成才刚到炼丹房附近的时候，就听到了路边一些人的低头私语。第45章，唐良死了。1品上级的丹顶你知道吗？唐良昨天死了。什么？死了？这昨天宫荣师姐下手应该没有那么重吧？而且宗门里把人打死，那可是大事啊。当然不是宫荣打死的，宫荣昨天把他打残废了，最后死是他自己自杀的。自杀了？这唐良师兄都快要筑基了，而且还会炼丹，结果竟然自杀了。这真的让我难以接受啊。谁说不是呢？我今天看到有弟子把唐良师兄的尸体拖出去扔了，据说是吞毒丹把自己给毒死的。顾双成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原本准备去宫荣那边的脚步猛地顿住了。唐良竟然死了，这顾双成的心中五味杂陈，有伤心，有遗憾，有难过，再想到昨天唐良所叮嘱的那些话，好像还真的是跟交代遗言一样。原来唐良师兄昨天就打算好要自杀了，临死前还把我给安置好。顾双成在心中暗道，他原本打算回去了，可还是不放心的想要去看一下，于是顾双成远远的绕了过去，远远的就看到有人在整理唐良的炼丹房，的确是里面的人死了，在青藤地方的感觉，毕竟如果里面的人不死，他们是绝对不敢青藤地方的。确认唐良死了以后的顾双成，心中伤心的同时，更多的是谨慎和对自己以后作风的警告。看来以后我在这青云门要更加的低调行事，能忍则忍，能退则退，能抱大腿及时抱大腿。还有那蜃楼敛息诀，无论如何要抓紧修炼。转眼顾双成在丁字108号自己的住处隐忍修炼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期间他唯一出宗门就是去购买丹药。1个月下来，顾双成手中的所有灵石积蓄也都被他消耗的差不多了，全部被他用来买了丹药。当然，作为回报，他最近的修炼成果也是非常的喜人。首先就是他的修为，眼下他的木属性灵脉已经达到3层中期的层次，虽然每次的都会有一部分灵力被火属性灵脉吸走，但因为有了前面火属性灵脉的修炼经验，所以木属性灵脉的修炼少走了一些弯路。总得算起来，木属性灵脉的修炼相较于火属性灵脉慢了一些，可依旧不算是慢很多。再然后就是他的蜃楼敛息诀，现在已经达到了第1宠物影出凝大成，正在冲刺第2重的幻波流转。只不过这一层次的蜃楼敛息诀比较的消耗灵力，而且效果不好。按照他现在的灵力情况，他每次运转蜃楼敛息诀，体内的灵力都可维持蜃楼敛息诀大约2个时辰的时间。
不过这第一重对修为的遮掩效果还没有很好，在练气境修为的人可能一下子看不穿他的修为，但是一旦筑基期的强者一来，就可以清楚的看穿他的修为。顾双成也不贪心，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再说自己平时见到的，多数还是以练气境修士为主的，遇到的筑基期修士总归还是比较少。1个月的时间到了，又要去西门商会卖一波1品圆满的聚气丹了。顾双成喃喃道，顺便还可以买一个好一点的丹鼎和一些药材回来。炼丹不可以荒废。顾双成想到这里，就从床上下来，起身拿出飞行纸鹤，朝着山下飞去。不得不说，这青云门的外门内，唐良给自己所指的钉子108号，的确是非常的安静的存在，周围好几里路基本都没有人，就顾双成一个人。到了西门商会后，顾双成早就已经改换了自己的一身打扮，也把易容服又贴在了脸上。那刘管事一听说沈惊鸿来了，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跑了出来。惊鸿小友，1个月的时间到了，你没有来，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呢。刘管事满脸幽怨的看着顾双成说道。顾双成，大哥，我就晚来了1天，你何至于这样？而且这晚1天还是按照上次我送丹药来算的，要是按照拍卖算的话，我可没有晚来。他也没有和刘管事过多争辩，开口道，丹药我带来了，请。刘管事将顾双成引入密室。顾双成拿出5枚已经准备好的1品圆满聚气丹，这次的丹药你们也要拍卖吗？那是自然，只有通过拍卖，我们才可以把这些丹药的价值最大化。刘管事说道，反正还是照旧，就算你不来拍卖会也没干系，到时候拍卖结束了，我们会将你师傅的灵石全数送上。顾双成点点头，然后对刘管事说道，刘管事，我想要买一个好一点的丹鼎，你们这边有吗？有。刘管事直接答道，正好前段时间我们西门商会有一个炼气大师打造了一个1品上级的丹鼎，你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一些，立马调给你。多少灵石？顾双成听到是1品上级，就知道这玩意的价格不会便宜。毕竟曾经唐良买了一个1品中级的丹鼎，都花了他将近5000下品灵石呢。刘管事道，一般我们在卖的话，一个1品上级的丹鼎，售价在18000下品灵石。不过在你这里，我们可以给你打个折，就卖你15000下品灵石，你看如何？饶是顾双成早就有了一些心理准备，此时也对这价格很是震惊。15000下品灵石，意味着他的5颗1品圆满聚气丹都给卖了，赚的钱都不够买一个丹鼎的。我的灵石有些不够，那1品中级的丹鼎有吗？我买个便宜的吧。顾双成有些难为情地说道。然而刘管事却是大手一挥，没事，惊鸿小友，你尽管把这个1品上级的丹鼎拿去用，至于灵石，你以后有了给我就是，你一个炼丹师，我信得过你。刘管事极有魄力，其实他相信的当然不是顾双成，而是顾双成身后的那个能炼制圆满丹药的师傅，他必须要和顾双成建立一定的关系，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圆满级丹药。顾双成其实也听出了刘管事话中的意思，不过他没有拒绝刘管事，反而是欣然地接受了下来。现在正是他需要快速发展的时候，必须要借助一切能对他有帮助的人。而且如果自己显得扭扭捏捏，毫不自信的话，那人家可能还会怀疑自己，反而是自己信心满满，人家就会更加的相信自己。更何况有通天小神术在，每月的圆满级丹药，他完全能按时给到西门商会，也不用担心人家发现什么异样。行，那就多谢刘管事了。顾双成道。果然，那刘管事在听到顾双成这样的话以后，更加相信了几分顾双成。他拍拍顾双成的肩膀，惊鸿小友，如果你可以劝你的师傅帮忙多拿一些圆满的丹药给我们的话，我一定也会给你一些奖励，就算是多1-2颗1品圆满的聚气丹都行。说着，他很快就叫人送来了一个丹鼎。顾双成看着那丹鼎，的确是比唐良的那个要精致很多，上面也多了不少的禁制，想必在炼丹时可以省更多神念，提高不少的成丹率。从西门商会回去以后，顾双成正操控着飞行纸鹤，直直往自己的钉子108号住所赶去的时候，忽然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在操控着飞行纸鹤往宗门外赶去，大部分都是外门弟子。什么情况？顾双成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外门弟子人疾驰宗门外去，还以为有势力入侵他们宗门呢。他随口问了一个修士，师兄，你们这是去看什么呢？那人头也不回的就说道，咱们宗门内门执法堂的周师兄正在外面一人单挑2个筑基境邪修，盛世大战，错过可能这辈子都看不到这样的大战了。顾双成闻言一惊，卧槽，这周师兄是个狠人啊，一个人单挑2个筑基境邪修，必须得去看看去。第46章筑基境强者的大战。顾双成跟着人流来到了青云门外，就看到原本寥无几人的青云门外的群山中，此时有一座山头上围满了飞行纸鹤，大家都是操控着飞行纸鹤悬停在附近，围观里面的战斗。顾双成也凑了上去，找了一个低调的地方，视野稍微差一点，但是一旦出现意外，这个位置一定是逃得最快的。哈哈哈，周廷杰，你真以为你一个人可以打得过我们2个人？顾双成的视角中能够看到3个人正在人群中间的，其中一人脚踏3尺清风，淡蓝色的衣袂翻飞如鹤翼，顾双成看不到他的正脸，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想必这人就是那所谓的周廷杰了。而在他的面前，左边一人身着血红长袍，面容枯瘦如骷髅，双眼却泛着妖异的红光。他脚踏一团血云，十指如钩，指甲漆黑如墨。从周围人的口中，顾双成知道他就是血煞子，以吸食修士精血闻名的邪修。
右边是个驼背老者，浑身缠绕着墨绿色雾气，腰间挂着7个颜色各异的小葫芦。此人就是毒心老怪，最善使毒，曾毒杀一整座城池的凡人。呵呵，你二人乃都是我们青云门内悬赏榜上赫赫有名之人。血煞子，你应该排名第30，毒心老怪，你是第36。平时我找不到你们，也就没有办法杀了你们。但是今天你们竟然敢来我们青云门的方室，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依仗，可既然让我看见了，我必要拿下你们的人头。周廷杰明显没有因为1打2而心生胆怯，反而是战意盎然地迎了上去，还很是嚣张地说道：“你们谁也别帮忙，我今天必杀他们。”呵呵，周廷杰，你以为只有我们在你们青云门的悬赏榜上吗？你周廷杰也在我们窃天邪盟的必杀榜上，今天我们也想要拿你周廷杰的人头回去交差。结，两个邪修看着周廷杰，也跟在看战利品一样，可以说战斗双方都已经将彼此看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师兄，请问这窃天邪盟是什么？顾双成没有听懂，便开口询问边上的人：“你连这都不知道？”边上一位男弟子看着顾双成诧异道：“嗨，我资质差，所以一直在闭关修炼，平时不怎么过问这些杂事。”顾双成一副诚恳模样。那男弟子便滔滔不绝地向顾双成解释起来，自古正邪不两立，咱们大梁皇朝联合境内的各大正道门派，建了悬赏榜，把那些穷凶极恶的邪修们都记录在悬赏榜上，只要杀了他们，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奖赏。但是邪修们也不是吃素的，为了应对我们的悬赏榜，他们所有的邪道势力也都联合起来，建立了联盟，名为窃天邪盟，然后相对应的建立了必杀榜，榜上也都是我们这些名门正派的优秀弟子。咱们宗门不少很强的筑基期师兄们都在他们的必杀榜上。这周廷杰周师兄更是在他们的必杀榜第25名。顾双成继续不解问道：“那人家这么前来我们青云门找事，咱们青云门的金丹境长老们不出手直接将他们两灭了吗？那岂不是更加方便？”那男弟子看了看顾双成，就跟看傻子一样。你真以为人家会这么贸然的过来吗？你信不信，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邪修的一些金丹境强者，甚至于元婴境强者都看着这里呢。如果我们青云门的金丹境元婴境强者敢出手，那么他们也会立刻出手阻拦。随着那男弟子的解释，顾双成也逐渐的明白了情况。不过不等他多想，在一声声周师兄加油，周师兄必胜的喝彩声中，那战斗就已经开始了。随着那血煞子的率先动手，阵阵灵力劈裂朝着四周迸射开来。顾双成随便感受了一下，如果这些攻击中的任何一道落在他的身上，别说抵挡，可以说他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会立刻被打成碎片。筑基境强者恐怖如斯，顾双成忍不住低声喃喃道。同时他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在那宫荣面前做出什么明显的反抗，不然的话，他顾双成的修仙之路势必在那天就被宫荣打断了。啊！忽然场中一道惨叫声将顾双成的目光再次吸引过去，他赫然发现惨叫的不是别人，而是那毒心老怪。此时的毒心老怪胸前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伤口，一阵阵黑色的血液从他的伤口处缓缓流下。顾双成都惊了，这周师兄竟然如此之强，以1人打2人都不落后。结，周廷杰，你还真有2把刷子。那毒心老怪用手指在自己的胸口黑血上沾了一下，然后放入自己的嘴角吮吸了一下。哼，对付你们足够了。周廷杰哼了一声，3人就再次缠打在一起。一场战斗足足持续了半个多时辰，这个时候天上的3个人也已经开始有些疲累了，一个个都是大口喘着粗气，同时还开始疯狂地往自己的嘴巴里扔丹药，恢复自己体内的灵力。逐渐的，周廷杰明显开始有一些体力不支的迹象，打出去的灵力匹练也逐渐的变缓。哈，周廷杰，看来你这个天才的名号不过如此吗？就你这还妄图和我们1打2，想得美！那血煞子哈哈笑了起来，对那周廷杰嘲讽道。同时他们2个人都吞下一个丹药，开始更狠地朝着周廷杰的要害攻去。此时青云门的所有人都是精神紧绷，因为谁都不想看着自己宗门的师兄输了。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忽然那周廷杰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张纸，他单手持符，另一只手迅速地将体内剩余的灵力输入。呵呵，让你们尝尝2品符篆的滋味。说完，周廷杰将手中的纸朝着2人就扔了过去。那符篆迅速扩大，化为了一只巨大的手掌，朝着血煞子和毒心老怪拍去。卧槽，2品符篆！场中所有人都惊呼一声，甚至那毒心老怪和血煞子都是面色一僵。该死的，他怎么会有2品符篆？分开逃！2个人朝着2个方向迅速倒飞而去。第47章论符篆的重要性。想走？来不及了！周廷杰咧嘴一笑，我都拿出2品上级符篆了，你们还想跑？做梦呢！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顾双成满脸震惊之中，他就看见那符篆化作的手，很是轻易的就将那一方空间都控制了起来一般。看起来那手拍得很慢，然而血煞子和毒心老怪的全力奔逃之下，根本逃不出去，反而还离那手是越来越近。2品符篆，这也太强了吧！顾双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浓浓的渴望，如果他可以有一个2品攻击符篆，那岂不是有了一个自己的保命符？就算是遇到筑基境强者要杀自己，他也完全不惧，一张符篆拍过去，人家肯定也要费一番功夫去抵挡。老祖救我！忽然一道声音落在了顾双成的耳中，他连忙收回心神，看向那战场之中，只见那血煞子已经被那大手追上，眼瞅着就要被捏死了，血煞子就直接朝着天空喊了一句：
旋即一只同样的黑色巨手从天而降，想要拍散那符篆所化成的巨手。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青云门的深处，一道巨大的浮尘扫了过来，一根根白色丝线将那黑色巨手缠绕了起来。晚辈争斗，你一个老怪物出手，就有些不该了吧？一道沉闷的声音响了起来，然后那丝线和黑色巨手同时在空中爆裂开来。不过这爆裂所导致的能量波动，还是影响到了那符篆所化的巨手，让它变得暗淡了许多。也趁着这个时候，那4品符篆所化成的巨手拍在了那血煞子的身上，血煞子瞬间就被巨手拍飞出去数里路，直接撞击在一座大山上，深深的被拍了进去。看那样子，应该是活不了了，就算是活下来，估计也是个废人了。巨手拍飞血煞子以后，又折返回去，拍向毒心老怪。然而，此时的巨手能量明显不足了，只是将毒心老怪拍飞以后就消散了。周廷杰，你们所谓名门正派，只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你等着！那毒心老怪被巨手一拍，明显受了重伤。他也没有回来和周廷杰继续战斗，而是在骂了一句以后，使出了不知道什么法术，直接喷出一口黑血，然后成为了一道黑色的流光，飞射而走。战斗就此结束。周廷杰踏上飞剑飞射而出，将那血煞子的尸身带了回来。可惜只杀了一个人，明显亏了。顾双成身边，那男弟子又喃喃一句：“这怎么会亏呢？”顾双成继续不解问道。那男弟子看着顾双成的外门弟子服饰：“你真的是咱们青云门外门弟子？怎么跟杂役弟子一样，啥都不懂呢？”顾双成尴尬的咳嗽了几声，那个师兄，其实我是刚刚从杂役弟子成为外门弟子的，这些东西我还没有了解过。那也不应该啊，你没有拿到修仙杂技吗？那男弟子皱眉，看着顾双成的目光都有些提防起来。修仙杂技，这是什么书？我没有见过啊。顾双成道，成为外门弟子就可以领取一本宗门功法，你去领宗门功法的时候，藏宫阁没给你一本修仙杂技吗？那男弟子道。顾双成摇摇头，他根本不知道这档子事，自己成为外门弟子以后，唐梁就被人给废了，都没来得及跟自己多说一些什么，没人告诉他，他知道个啥哦？他反手从自己的胸前拿出了一枚玉简，我还没来记得去藏宫阁领取功法呢。好吧，那男弟子无奈说道，符篆分为1到10品，但是在我们青云门地界，一般都是1品符篆，2品符篆已经算是比较不错了，而3品符篆可以说比较罕见，4品符篆更是基本看不到。因为1品攻击符篆能收纳一个炼气境强者的攻击，当释放出来以后，就相当于输入这攻击的炼气境强者的全力一击。2品则是可以收纳筑基境强者全力一击，3品则是金丹境强者的全力一击，到了4品攻击符篆，那都是可以藏下元阴境强者的一击了。周师兄的这个符篆还是上次他去秘境的时候，机缘巧合纵秘境之中得来的，结果他只是抓了2个筑基期的邪修就给用掉了。那男弟子说完以后，就操控飞行纸鹤离去了，留下顾双成内心震撼无比。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当时通天小神术可是将他手中的一枚1品符篆直接强化成为了2品的，也就是如果他可以买到1品的攻击符篆，那么他就可以通过通天小神术直接将这1品攻击符篆强化成为2品的攻击符篆，也就是他可以直接获得筑基期强者的全力一击。保命手段，这简直就是最重要的保命手段啊！顾双成在心中暗自呐喊着，一会必须要好好的去买一点来，要是可以买到2品符篆，那就更好了，强化一下，直接成为3品。顾双成想到这里，直接操控着飞行纸鹤朝着方士再次飞去。他要买符篆，多多益善。自由交易区内卖各种东西的都有，自然也有卖符篆的。只不过顾双成看了一下，基本都是1品符篆，一张2品符篆都没有。1品符篆的价格也不便宜，一张1品辅助性符篆的售价在500下品零食左右，而一张1品攻击性符篆和防御性符篆的价格就要贵了，都在1000下品零食左右了。这还都是1品下级符篆的价格，要是1品中级乃至于上级圆满，那就更加贵了。顾双成啧啧两声，钱是王八蛋，越看越可爱，没钱真的是寸步难行啊。最后顾双成磨破了嘴皮子，和一个买符篆的摊主讨价还价了半天，总算是以1900块下品零食的价格买到了一个1品下级攻击符篆和一个1品下级防御符篆，兴冲冲的就回了自己的住所，将2枚符篆都给通天小神术吞了下去。想想明天一早上自己就可以拥有2张符篆，一张2品的攻击符篆，一张2品的防御符篆，他的心里就美滋滋。以后筑基境强者来打他了，他反手一个防御符篆，再甩出去一个攻击符篆，让对面的筑基境强者尝尝自己的厉害。然而等到第二天一早上，顾双成从床上起来，第一时间看向自己的通天小神术时，啊，第48章通天小神术不灵了。当顾双成从通天小神术上将其中1枚果实摘下来以后，就发现那果实所画的符篆竟然只是一个1品符篆，这不科学啊！上次那个易容符不就是1品符篆，然后就变成了一个2品符篆吗？顾双成看着手上的1品符篆，百思不得其解。同时他又快速的拿下了第2个符篆，竟然神奇的发现这个符篆也是一个1品符篆。见鬼了，难道这通天小神术失灵了？顾双成拿起那通天小神术，前后的看了很久，可他转头又看了看昨天给他吃下去的聚气丹，好像还是被强化成为了1品圆满的聚气丹。这就说明通天小神术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自己的这2个符篆。
顾双成很想问问这通天小神术，可他并不会讲话，根本给不了任何的答复，只能他自己慢慢的摸索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了。不过，当顾双成将神念探入那符篆的时候，就发现2张符篆并不是没有被强化，只是都被强化成了一品圆满级别的符篆。难道是这2张符篆的问题？顾双成喃喃道。不过他对符篆相关的知识可谓是知之甚少，他准备以后有时间了就去问一下那西门商会的刘管事，他应该比自己要懂一些。顾双成不再多想这个事情，而是反手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个丹鼎。这丹鼎就是昨天他从西门商会买来的一品上级的丹鼎，也为了这个丹鼎，他还背负了15000块下品灵石的债务。砰！丹鼎落地，发出了沉闷的碰撞声音，激起了一大阵的灰尘。正准备开始炼丹，他忽然一拍脑袋，意识到了什么，他没有柴啊。因为自己没有在炼丹房，没有宗门统一按月分发的柴，所以砍柴的活也只能自己干。顾双成拿着砍刀，坐上飞行纸鹤，就来到了宗门边上的一片密林之中。这片地方，也就是曾经顾双成在这里砍柴的地方，这边的树都是比较好的松木，在炼丹的时候烧松木，有一股子提神醒脑的松木香，对炼丹师的效果很大，所以很多炼丹师都需要用这种松木来炼制丹药。顾双成在空中远远的就看到曾经居住的茅草屋，立马降了下去。此时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如黑塔一般的弟子，一身的肌肉显得格外的壮实，但是眉宇之间多少有些憨里憨气的感觉。不过他却没有看到王飞宇的身影。王飞宇呢？顾双成出现在那正在砍柴的黑壮弟子面前道。王飞宇？黑壮弟子挠挠头，谁是王飞宇？嘿嘿，就是在你之前在这里砍柴的一个弟子。顾双成大致将王飞宇的长相说了一下。黑壮弟子挠挠头，哦，你说王师兄啊？他早就死了。他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被公管事打了一顿以后，就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就死了。顾双成闻言唏嘘不已，没有想到这王飞宇不认命的求仙问道，结果反而害得他丢了命，也许这就是命吧。他抬头看着这黑壮弟子，想都不想就知道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以他这憨厚的性格，肯定无法接受把自己的灵石给公管事，那也就意味着他少不了被公管事针对。不过顾双成也实在管不了这么多，毕竟他不能对见过的每一个人负责，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命数，也有他们自己该度过的劫数，他一个外人是无法彻底的帮到别人的。师兄，王师兄的尸身还是我埋的，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山林里，你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那黑壮弟子说道。顾双成，不用了，我是来砍柴的，顺便问了一嘴。顾双成摆摆手，他的心中多少还是有一些怅然，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说完，顾双成再次操控飞行纸鹤腾空而起，往前方密林赶去。既然来了，就要多砍一些回去，不然下次还要过来继续砍，多少有些费时费力。他很快就找到了一片枯树较多的密林，降落下去以后就开始砍伐了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有砍柴了，现在再次挥舞砍柴刀的时候，都有了一些的生疏。不过幸好他现在的身体素质和当时的相比，那进步的也不是一点半点，所以很快他就砍到了足够多的柴。等砍完柴以后，顾双成还是飞到了王飞宇的坟前看了一眼，就站在那里叹了一口气，替他将坟上的野草都清理了一下，也算是对得起王飞宇当时给他的不少费丹，助他修为长进。他之所以偷偷来，也是不想让任何人觉得他和王飞宇的关系密切，万一王飞宇有什么敌人或曾得罪了谁呢？后面的几天，顾双成就过上了日复一日的生活，每日白天炼丹，晚上修炼，疲倦了就跑到密林那边去砍点柴回来囤着。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是几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顾双成度过着这么单调的生活，除了定期去一下西门商会，给他们提供一下一品圆满的聚气丹，买一些聚气丹的药材，顺便再还一部分那丹顶的债务以外，其余他基本就不出门。而这样埋头修炼的意义也是非常的巨大。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顾双成的木属性灵根、土属性灵根、金属性灵根全部都已经提升到了炼气境4层初期。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火属性灵根已经提升到了炼气境4层，所以其余的几条灵根在修炼的时候基本就没有遇到什么大的瓶颈，灵力到位就直接突破了。只要再将水属性的灵根提升到炼气境4层，顾双成就可以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炼气境4层修士了。而且他虽然没有修炼火灵根，但是因为灵力很多时候会自动进入火灵根，所以使得火灵根在这段时间的修炼之中也受益匪浅，进入了炼气境4层中期的境界。这样的进度，就顾双成自己看来，那都是极为夸张和迅速的。反正如果没有通天小神术，他的修炼速度至少都要除以10，不，除以10都不够，至少除以20以上。更令人欣喜的就是顾双成的蜃楼敛息诀，此时已经被他修炼到了第2重幻波流转。修炼到了这一重以后，顾双成的修为就被他掩饰了起来，全部都遮掩到了炼气境4层初期的实力。这天，顾双成炼制完丹药以后，看着已经又一次空空如也的柴堆，喃喃说道：“柴又没了，又该去砍点柴了。”他起身拿起了飞行纸鹤，就朝着宗门外的密林赶去。然而，当他刚刚在这里砍柴的时候，就有人也到了这密林之中。第49章公管事的威胁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来这边收柴的公管事。顾双成看了看天色，明明时间还没有到，以前都是傍晚那会他们才会过来收柴，但是今天他竟然半下午的就过来收柴了。公管事，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过来收柴了？那黑壮弟子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前大刺刺的对那公管事说道。
我什么时候过来收柴，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那公管事直接一鞭子就甩在了黑壮弟子的背上，痛的那黑壮弟子直接跪在了地上，连连磕头认错。公管事，我错了，我错了。那公管事上前看了一下黑壮弟子砍下来的柴，皱眉道：你今天的任务不够达标，才这么一点柴，我怎么去跟宗门的师兄师姐长老们交代？那黑壮弟子忙跪着解释：公管事，这以前都是傍晚来收，所以我来得及，现在距离晚上还差好几个时辰，我没有准备啊。你的意思是我在为难你？公管事看着那黑壮弟子不悦道：不敢。黑壮弟子摇头道：你今天没有完成任务，按照宗门规矩，你这样的人必须要赶出宗门。公管事恐吓了起来，然后就是让顾双成非常熟悉的过程。黑壮弟子为了留在宗门，只能妥协将本该发给他的灵石预支给了公管事。顾双成远远的看着这一切，却没有上前拦阻。首先这公管事也是外门弟子，修为更是有炼气境7层，远不是他这个炼气境4层的人可以比的。其次，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这就是那黑壮弟子的命，让他知道太过于耿直并不是一件坏事。然而，就在顾双成准备赶紧砍一下自己的柴，管自己先走的时候，那公管事却是注意到了顾双成。他凑了过来，前后打量了一下顾双成，然后眯眼道：顾双成，你怎么又回来砍树了？他说着，用神念扫了一下顾双成，哟，炼气境4层了，外门弟子了啊。同时公管事的眼中闪过一些眼馋的红色血丝，看着顾双成的目光，就好像是一头饿狼看着大肥羊一样。还真别说，前些时候他还真的把这个顾双成给遗忘了。顾双成知道自己不能随意的得罪人，客气招呼道：公管事。哼，顾双成，你可真够冷血的，你去了唐梁那边做丹童，也不知道回来感谢一下我。公管事说道：要知道，当时如果不是我的话，你怎么可能进得了炼丹房当丹童？我可是帮你说了很多好话的。听着公管事的话，顾双成的内心1万个草呢马呼啸而过，这公管事真的是说话不打草稿啊。这特么的明明是唐梁师兄那个时候想要我留下来，所以直接找你要的人，你竟然还能说成这样。但是顾双成也不打算和公管事起正面冲突，挤出笑容说道：的确要多谢公管事帮我美言了。就这么一句就够了吗？公管事一想到唐梁已经死了，顾双成已经没有了靠山，也就说得更加直白了一点。你做丹童的这几年，外快应该赚了不少吧？顾双成眉毛一挑，心中也明白了公管事的意图。他只好诉苦道：公管事，你也知道唐师兄发生了什么，而且唐师兄平时也比较严苛，所以我真的没有赚到多少灵石。公管事见顾双成这是油盐不进，倒也没有直接和顾双成起冲突，主要是他担心那唐梁有没有留下一些符篆给顾双成，万一有一些2品符篆，那激发出来完全是可以把他给打伤的。他冷笑了2声，没事没事，不过我要善意的提醒你一句，有钱财没用，主要是你要守得住才有用。说完，公管事还露出了一些阴险的笑容，转身就走了。顾双成看着公管事的背影，眼睛一眯，看来这公管事是看上自己身上的灵石了，毕竟在青云门的外门，丹童有钱赚是一件大家有共识的事情。以前他一直觉得只要自己成为了外门弟子，就可以高枕无忧，就不会有人敢欺负自己，毕竟门规规定，外门弟子的死必须要查明原因。但是经过唐梁的死，让顾双成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外门弟子这个身份并不是平安符，门规的确是好的，可门规也要有人来执行才有用啊。要想保住自己的安全，不能指望别人来保护自己，只能靠自己来保护自己。他不知道这公管事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刚才直接出手，但是他可以笃定，公管事一定会在接下来找各种的机会对自己下手。实力必须要有足够自保以及对付敌人的实力。顾双成在这个时候瞬间就紧张了起来。没错，这段时间他的确稍稍的有些安逸了，每天就机械般的修炼炼丹，倒是让他忘记了在宗门内还有人盯着他的。公管事是一个，那个宫荣也是一个，说不定那天逃走的邪修何强也还对他怀着仇恨。这些人都是他目前根本斗不过的存在。一想到保护自己的实力，顾双成就想到了符篆。可一想到符篆，他就想到了自己的通天小神术好像一下子无法将1品符篆提升到2品了。上次他去西门商会的时候，也找那刘管事问了，可刘管事也表示自己对符篆知之甚少，因为他主攻的也是炼丹，平时他们店铺很少会有人来售卖符篆，都是来买的。而这些符篆基本都是商会派人过来的，不是他们店铺制作的。对了，不是还有个修仙杂谈吗？顾双成想了想，忽然想到了那天围观周庭节战斗的时候，那男弟子跟自己说的修仙杂谈，看来得先去一趟藏宫阁了。顾双成喃喃道，反正我的火属性灵脉也需要修炼功法了，正好去换取一部火属性的功法再说。有些着急的顾双成在砍完足够多的柴以后，也不回自己的住处了，直接就操控着飞行纸鹤前往了藏宫阁。青云门外门的藏宫阁在外门大殿的另一个方向，外门大殿在宗门靠近宗门出入口的地方，而藏宫阁则是在宗门的深处。想想也是，应该没有宗门会把自己的藏宫阁放到门口去的，那可太不安全了。藏宫阁附近极为宁静，人迹罕至，只有叽叽喳喳的虫鸣鸟叫之声。一般的人也不可能天天来藏宫阁挑选功法不是，就像他们外门弟子，也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可以去藏宫阁挑选一本功法。另外想要进去，就必须要疯狂的做一些宗门任务，赚取到宗门的贡献点，才可以用贡献点去兑换功法。
可是那些宗门任务都不怎么容易，好做的贡献点低，而且还抢不到，难做的那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任务，一个不留神的，可能贡献点没有拿到，小命还搭进去。更何况宗门贡献点完全可以拿来置换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符篆，比如可以提升修为的丹药。所以大家宁可用灵石去外面买功法，也不愿意用贡献点兑换功法，自然的来藏宫阁的人也就少了不少。顾双成一边这样想着人少的原因，一边走进了藏宫阁。一进门就看见了一个穿着灰衣的老者，正坐在门口的桌子上打盹。嗨嗨，长老，我来兑换功法。顾双成轻咳一声，将这灰衣老者叫醒以后，就将自己手上的玉简递了过去。第50章青云门的腐败，因为不知道这是个长老还是管事，所以他直接用长老称呼对方，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啊，真软。那灰衣老者猛地睁开眼睛，把头正了过来。此时顾双成才看见这灰衣老者的嘴角全是口水，他的手还成鸡爪状，好像刚才是在捏什么东西一般。这联想到刚才灰衣老者说的真软，顾双成不难想到这灰衣老者在梦里梦见的是啥。他连忙当做自己啥也没有看见，啥也没有听见的模样。那个，你来干啥？那灰衣老者抹了一把自己的口水，然后一本正经地问道。顾双成只好再说了一遍刚才的话，我是来兑换功法。他说着，将手上的玉简递了过去。灰衣老者看到玉简，点头道：行，藏宫阁兑换功法，你要挑吗？顾双成一愣，没有想到这老者为什么要这样问，他理所当然地说道：自然是要挑一下的，不然怎么知道合不合适？那需要收费，1个时辰10枚下品灵石。灰衣老者一本正经地说道。啥？顾双成差点惊掉了下巴，进去挑选一下功法都要灵石，1个时辰10枚，这特娘的怎么不去抢呢？要不要挑选？不要挑选的话，我就随便帮你拿一个。灰衣老者见顾双成不回答，开始不悦地催促了起来。顾双成没有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心知，如果今天不把10块下品灵石给这灰衣老者，估计他也别想要拿到好的适合他的功法了。于是就从自己的胸前摸出了10枚下品灵石，递给了那灰衣老者。瞬间，那灰衣老者的脸上就绽放出了柔和的笑容，不但给顾双成开了门，还简单的给顾双成介绍了一下里面各个属性功法的位置，让顾双成可以更快的找到自己所需要去的位置。走进藏宫阁，顾双成就感觉一股子浓浓的书本的气息，夹杂着发霉的气息。也不知道这藏宫阁有多久没有被打理了。顾双成其实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奔着火属性功法去的，毕竟他的火属性灵脉最强大，但却没有合适的火属性功法。等到了火属性功法这一块区域，很快他就看到了一个架子上摆放了大约7、8本火属性功法玉简。顾双成暗自啧舌，他是真没想到这青云门的底蕴这么浅。照理来说，如此硕大的宗门，照理来说，这功法没有几百本、几十本的有啊。结果特么的连10本都没有，还占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还要收1个时辰10块下品灵石的费用，真的是天坑。顾双成在心里骂归骂，但是该选的功法还是要选，毕竟是免费的功法，不拿王八蛋。他来到架子前，一一看了起来。第一块玉简是一部黄阶低级的功法，顾双成又看向第二个，也是黄阶低级的功法。顾双成对于功法是什么等级的无所谓，之所以看一圈，是想要找一下有没有那种残缺的功法。只可惜他一直从第1本看到了最后1本，所有的功法玉简之中都没有1本是属于残缺的功法，清一色的都是很低级的功法，要么就是不入流的，要么就是黄阶的。顾双成摇摇头，对青云门的功法库存很是失望，就随便选了1本功法，这功法名叫火莲经，是一位强者通过观察火莲而研究出的功法。他拿出手上的那个外门大殿所交给他的玉简，然后拿着这枚玉简靠近了这火莲经的功法玉简。很快，随着2块玉简的碰撞，那功法玉简就发出了一些亮光，然后顾双成就发现自己靠近过去的那一枚玉简，此时已经有了些许的波动。玉简里面明显有了功法的存在。顾双成又在其余的功法那边试了一下，然而他发现这玉简好像被设置过一样，再也无法再次复制其余的功法。他也没有在这藏宫阁继续待着，而是转身来到了外面。那灰衣老者笑眯眯地看着顾双成，小友这就选好了，不再多待一会。顾双成心中暗骂你这个老淫婢，再多待一会，你就可以多问我要10块灵石是吧？但是嘴上他还是笑着道，长老，我已经选好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了。不知道那修仙杂技可否给我一下？那灰衣老者闻言挠挠耳朵，什么？修仙什么？修仙杂技？什么杂技？修仙杂技？修什么技？顾双成，他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5枚下品灵石，放在灰衣老者的面前，只可惜那灰衣老者一点都没有动静，那模样显然就是在嫌弃这些灵石不够。顾双成都无语了，这特娘的青云门上上下下也太黑了吧！但是又很是无奈的他，只好再次拿出5枚下品灵石。你说修仙杂技啊？那灰衣老者一挥手，不动声色的就将10枚下品灵石全部收进了自己的口袋之中，然后拿出了1枚玉简，笑眯眯的交给了顾双成。顾双成告辞离去，忍住自己心里想要掐死这灰衣老者的冲动，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先是将那黄阶的火莲经好好的看了一下，发现这火莲经很是简单，和自己那几部被通天小神术强化过的功法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可见通天小神术提纯以后的功法绝对不是黄阶比。于他先是想也没有想的，就将那装着火莲经的功法玉简让通天小神术吞了下去。
不出意外的话，明天这火莲经应该就会成为一部新的强悍的火属性功法，只是极有可能又是不完整的。顾双成将火莲经给通天小神树以后，就拿起了那修仙杂记，他想要读一下里面的内容。可就在他将要把玉简贴到自己额头上的时候，他又犹豫了一下。这通天小神树可以强化功法，可以强化神通，不知道这种修仙杂技他可不可以强化？顾双成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将通天小神树照了出来，然后将手中的修仙杂技放在手心上。如果你可以强化的话，你就把这个也吞下去。顾双成温和地说道。很快，那通天小神树的根须就将这修仙杂技缠绕了起来，然后微微犹豫之后，他就将这修仙杂技的玉简也吞了下去。顾双成见状大喜，他能吞下去，就说明他有把握对修仙杂技进行强化。也就是说，可能以前的修仙杂技中所没有记载的东西，强化后的通天小神树都会记载出来。第51章符传的秘密。这一晚上，顾双成等待的同时，就安心的修炼起了最后的水属性灵脉。只要把水属性灵脉也提升到炼气境4层，他就可以彻底的进入了炼气境4层了。按照顾双成的估算，估计最多1个多月，他也就可以完全提升到炼气境4层了。此等速度，就算是他五行同修，都不输于他们丹灵根修士的修炼速度。第二天一早上，顾双成就心急不已地召唤出了通天小神树查看，然后他就看到那属于功法的树枝上有2个果实，一个是粉红色的，还有一个是白色的。顾双成先将那粉红色的果实摘了下来，果实瞬间就化作一道电流般的流光，进入了顾双成的脑海之中。不灭红莲经乃是远古强者红莲老祖所创，功法一共是分了6个境界，初始境界青藕运火，第2境红莲出战，第3境赤蕊凝华，第4境焚尽生莲，第5境涅槃结火，终极境不灭红莲。修炼之时，乃是以气血为引，火属性灵力为体，从初始境开始，在体内凝练出火藕，然后凝结成火莲。炼成最高境界后，可以肉身与火莲合一，成火灵之体，甚至滴血即可焚尽一座城池。顾双成看了这功法的简介，就觉得此功法甚是了得，属于攻防兼备型的功法，对肉身的恢复速度有加持作用，这就非常的适合他目前的状态。毕竟保命永远比攻击要重要，比原先的火莲经要复杂和高级了许多。当然，这功法依旧是只有金丹之前的几篇，只有到第2境火莲出战的功法，之后的依旧是属于缺失的状态。顾双成很是满意这火属性功法，心中已经下了决定，等到水属性的灵脉修炼至炼气境第4层，他就立刻开始修炼这不灭红莲经。看完这不灭红莲经以后，顾双成又看向了那白色的果实，随着同样的感觉在手臂上传来，那白色果实也消失不见，转而在顾双成的脑海之中多了庞大的记忆。这些记忆多到顾双成都不知道怎么去消化。顾双成草草一看，玄天万象录，这已经不是修仙杂技了，明显在通天小神树的强化之下，它已经成为了一本远比修仙杂技要更加全面的典籍。里面从灵草到妖兽，从丹药到符传，从阵法到法器，可以说在修炼过程中会用到的每一种的东西，它都具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全面，顾双成一时间都看不过来，只粗略看来，这些记载中多数还是停留在认识层面，就比如灵草，它能让顾双成在看见以后就立刻分辨出来这是什么灵草，要怎么保存，怎么收割。再比如丹药，顾双成可以一下子认识这是什么丹药，有什么作用，但是具体要让顾双成怎么制作，丹方是什么，这本玄天万象录上没有很全面的介绍，只有一些常规丹药的丹方。顾双成没有慢慢的从头看到尾，而是直接跳到了符传那一篇，他想要在这里找一下为什么有的符传会被通天小神树进化成为更高一品的符传，而有的却只能停留在原本的品级。在这里有符传的介绍，有符传的分类，有符传的制作大致过程，其中有一页顾双成就看到有一个特别的讲解。制作符传和炼制丹药有一定的区别，在制作符传的过程之中，有一定的概率会发现一些想品的现象。制作符传的人本意想要制作2品的符传，结果因为各种原因，会导致最终这个符传只能达到1品的效果。所以市面上在售的1品符传，其中有一部分的确是1品符传，但也有一部分其实是2品符传的壳，却只能达到1品符传的等级。顾双成看到这里，心中立马犹如恍然大悟一般，难怪会发生同样的1品符传强化出来的符传等级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顾双成仿佛想通了什么，那就是通天小神树的作用应该是无法对一件物品的本身进行层次的跨越，它能做的其实就是将这个物品本身的价值进行无穷放大，去除其中所有的杂质的同时，将它的有害效果全部除去，放大它的有益效果。那我只要以后买符传，只要找准那些想品的符传就可以了。顾双成眼睛放光，可要怎么才能识别这个符传到底是想品的呢，还是它本身就是这个等级的呢？顾双成想到这里，就继续开始浏览起了脑海中的玄天万象录，他相信这里肯定有答案。果然，他稍稍往后翻看了一下，就看到了对各个等级符传的介绍，其中就讲到1品符传，因为所需要承载的灵力比较少，不需要用很好的材质，所以只要用比较普通的符传纸就可以。1品符传所用的材料是普通的黄纸以及一些其余的灵液之类的。而到了2品符传，因为所需要承载的灵力是筑基境高手的一击之力，自然蕴含的灵力需要更多。所以到了2品符传，所需要的材料就是一些处理过的灵木树皮和一些处理过的灵兽或妖兽的兽皮，不过也都是一些比较低级的灵木和兽皮。
顾双成恍然，合着以前总是觉得符篆就是一张纸，原来那不是随便什么纸都就可以用来制作符篆啊。所以要想区分是真的一品符篆还是二品符篆、响品的符篆，其中最有效、最明显的就是看制作这个符篆所用的材质。如果是兽皮或者是陵木所制作的，那这个就一定是二品符篆、响品的。看到这里的时候，顾双成整个人都犹如飘飘然一般，他感觉自己已经打开了一个真正走向顶峰的新路径，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尝试一下。所以他平复了一番心情之后，就立刻拿出飞行纸鹤，朝着方室赶去。然而就在顾双成刚刚抵达方室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子看到顾双成，立刻对着手中的传讯玉简说了什么。紧接着他就悄然地跟上了顾双成，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仿佛要查看顾双成准备在方室之中买什么。第52章修炼不灭红莲。经顾双成先是在自由交易区内四处逛了逛，他主要的目标就是符篆，只可惜他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符篆。真的用心去找了，他就发现卖符篆的大部分还都是纯正的一品符篆，因为卖这些符篆的人基本上就是只能炼制一品符篆，所以就将自己炼制出来的符篆拿出来卖。看来这响品的符篆也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获得啊，顾双成在心中遗憾道。同时他也觉得是他自己想的太过于简单了，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响品符篆呢？没有一个制作符篆之人真的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手中二品符篆的材料，最后做成的却只能是一个一品符篆的。顾双成没有找到，也就不打算继续在这自由交易区内再找了。青云门的方式自由交易区，大部分还是他们青云门的弟子，看来他们青云门在炼制符篆上其实并不是很突出，所以出售符篆的弟子本身就不多，更不要说去找那种能炼制二品符篆的弟子了，因为响品符篆只有那些能炼制二品符篆的弟子才可能会做出来，而且他也不敢直截了当的去问他们手上有没有响品符篆，难保别人会不会怀疑顾双成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利用响品符篆的地方，到时候人家顺藤摸瓜的盯上自己了就不好了。顾双成离开自由交易区，就来到了方氏的店铺区，一家家店铺的找过去。相对于自由交易区，店铺这边的价格相对较高，但是好处也有，就是他们的产品来源更加的丰富。顾双成很快就在一家店铺里看到了一张攻击性的一品符篆，这张符篆有些不同，所以他特别多关注了一下。他看到这个符篆的时候，就从那纹路上就感觉这应该是和当时易容符一样的材质。他让店员拿出来给他看，当他用手一摸，果然如此。此时的他心中砰砰直跳，特别的激动，但他还是深吸一口气，对那店员道：“这张一品终极攻击符篆要多少钱？”“老爷，我们店里的所有攻击防御符篆，只要品级一样，价格也都是一样的。一品下级的攻击符篆和一品下级的防御符篆，售价都是1200下品零食。”店员很是客气的对顾双成说道。顾双成的嘴巴抽了抽，果然这店里的价格比外面贵了不少，一般自由交易区里，一品下级攻击符篆估计也就在1000下品零食左右。顾双成心中极为不忍心，但一想到这一品下级符篆到了自己手里，就不再是一品下级符篆，而是二品符篆了，就还是咬咬牙将零食拿了出来，买下了这一枚符篆。之后的几家店里，顾双成都没有再看见响品的一品符篆，手上的零食也所剩不多，加上现在的他觉得除了响品的一品符篆外，其余的一品符篆买来都有些吃亏，所以顾双成没有再买一品符篆，就回了住处。这边顾双成刚刚到离开方室，那边的公管事就收到了自己手中传讯玉简传来的消息。公管事笑了，呵呵，这顾双成买了一品符篆，看来上次威胁了他以后，他还是有些警觉的吗？不过靠着一张一品下级的攻击符篆，就觉得可以跟我叫板了，那也太蠢了吧！老子都已经炼气境7层了，一个一品下级的攻击符篆，最多也就发出一个炼气境5、6层实力的修士一击，就算是他有个17、8丈，同时甩出来，我也可以轻松抵挡住。而且这小子竟然1200下品零食的符篆说买就买，那说明他是真的富有啊！看来他下次出宗门，我必须要赶紧抓住机会，好好搜刮教训他一下，不然时间长了，被别人盯上就不好了。公管事说着，就让人继续严密的盯着顾双成，只要顾双成出了宗门，那就是他的机会。顾双成这边到了自己住处的他，当即就将那一品攻击符篆丢给了通天小神树吞下，同时他自己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炼丹和修炼。知道自己修为很低的他，可以说是完全不敢浪费一点时间。等到第二天一早上，那一品攻击符篆在通天小神树的强化下，果然成为了一张二品攻击符篆。二品符篆爆炎鞭，在神念的读取之下，顾双成算是明白了这二品攻击符篆的效果。只要使用了这二品符篆爆炎鞭，那么就会立刻形成类似于筑基境12层强者全力一击的效果。顾双成想到这里，直接倒吸了一口冷气。二品圆满的攻击符篆就如此可怕了吗？筑基境12层强者的全力一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别说他们炼气境的人，说不定筑基境小城的那些人都会被这一击直接击杀。这下好了，又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就算是有筑基境强者想要杀他，他都有了一记反击的力量，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来个反杀。在这之后，顾双成依旧是定期就会去方室逛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响品的一品符篆。只可惜他去了很多次，全部都以失败告终，没有一次是成功买到的。看来这响品的符篆在市面上还是比较少的。顾双成也不灰心，反正这东西有则好，没有那也是没有办法，不能强求。时间流逝，顾双成的实力也是随着时间在不停的变强。
终于，这天晚上，当顾双成将一颗一品圆满的聚气丹炼化之后，他的水属性灵脉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炼气境的3层来到了炼气境4层。呼，顾双成呼了一口气，总算是将所有的5条灵脉都修炼到了炼气境4层了。这下可以开始修炼那些功法了。顾双成暗喜，他的手上有足足3部被通天小神术强化过的功法，可是他都没有开始修炼。眼下他的所有灵脉都进入了炼气境4层，也就可以开始修炼功法了。虽然这些功法比低品级的功法复杂，但是想必修炼了以后，带给修士的加成效果一定是更强的。想到这里，顾双成就开始按照不灭红莲经的第一境法门开始修炼。偶藏火种，脉通莲息，未得红莲，先养青藕。不灭红莲经的初始境界青藕运火，就是通过在体内将火灵脉打造成一条火藕。等到藕脉贯通火丝出生，就可尝试踏入第一境红莲出战。然而，当顾双成看到如何将灵脉打造成火藕时，整个人都麻了。第53章痛，剧烈的痛。因为要将火灵脉打造成火藕，需要用火灵之力冲刷12正经，使得形成的藕脉通络，这样才可以将这12正经打造成12节藕。然后通过修炼火丝，使得12节藕和火灵脉相连，成为一体。然后才可以以这12节藕为根基，修炼火莲。这火莲也就是筑基境所需要的丹田。而这火灵之力冲刷12正经，可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毕竟这12条经脉何时承受过火灵力的炙烤，更何况还要它在高温之下发生质变。其实更应该说，顾双成体内的任何一寸地方，除了那火属性灵脉，其余的地方都没有承受过火灵力。这些火灵力从他们从火灵根转换过来后，直到现在都没有从火属性灵脉里出来过。现在需要将这些火灵力调取出来，去炙烤12条经脉，可想而知其中的痛苦。就连这部灭火莲经中都有记载，火灵力冲刷12正经，初时如已是经脉，3日后转为灼痛，直到彻底化藕，也就是经脉彻底适应火灵力的时候。要放弃吗？明明唐梁师兄所修炼的功法就没有这么痛苦的，反而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怎么到自己修炼功法了，就这么难了？顾双成只是犹豫了片刻，就眼神坚定起来。开什么玩笑？放弃？那是不可能放弃的。要知道，人家为了获得一个高品级的功法，那都是可以掏空家底，挤破头颅，自己居然区区疼痛就要放弃一个通天小神术强化后的功法。这种想法，他自己都要笑自己。我本身就是5行下品灵根，不比别人多付出一些，多承受一些痛苦，又怎么能在这修仙世界立足？顾双成内心嘶吼一声，只有不停地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才能让自己以这垃圾灵根立于世界之巅。他嘶吼结束，就立刻盘膝坐下，按照不灭火莲经的初始境界功法，直接开始运转功法。5心朝天，掌心足，心头顶向天，脊柱如莲经挺直。紧接着慢慢的从火属性灵脉之中，微微的调取一丝丝火灵力，朝着经脉而去。第一条经脉是手太阴肺经。顾双成刚刚火灵力运转至此，然后运转功法口诀，瞬间火灵力就幻化成了一团团火焰状，开始炙烤手太阴肺经。啊！火焰刚刚碰到手太阴肺经，就立马让顾双成疼得差点晕厥过去。饶是他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也依旧是被如此的疼痛刺激的叫了出来。痛，简直就是剧烈的痛。那股子疼痛是顾双成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尝到过的，就是一种有人用一只滚烫的手在你里面抓着你一块肉，反复扭来扭去的感觉。顾双成只觉得自己的脑子此时一片混沌，几次都想要晕过去，直接倒地算了，但是被他硬生生的给掰了回来。不行，我不能晕过去。顾双成轻咬自己的舌尖，让自己清明了一些，然后继续强忍着疼痛，继续一点一点的炙烤手太阴肺经，一边炙烤，一边还要咬牙忍痛，用火灵力冲刷经脉。令顾双成觉得很稀奇的是，肺属金，金克火，两者照理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反抗之力才对。可是，在这火灵力的炙烤下，那肺经不但没有变成想象中的焦黑模样，反而变得愈发的金灿灿起来。所以，这是把这其中的杂质都给烧出去了。顾双成猜测道。在足足炙烤了将近3寸的手太阴肺经之后，顾双成才停下了自己炙烤的动作。不是因为他不想一鼓作气多炙烤一点，是因为他体内的火灵力已经被他用光了。噗！顾双成都没来得及松口气，忽然就感觉喉咙有什么东西堵着，紧接着就是一口黑血从喉咙处喷射而出。顾双成抹了一把嘴角，将血迹擦去，随着这口黑血吐出，他感觉自己的呼吸都顺畅了一些，应该炙烤也让肺得到了强化，火属性灵脉都空了。顾双成苦笑一声，没有休息，直接就拿出了一枚一品圆满的聚气丹，吞入了嘴中，开始恢复火灵力。咦？顾双成打算跟往常那样恢复灵力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火灵脉竟然就好像一块干透了的海绵一样，遇到水就开始疯狂的吮吸。不少灵力都不需要顾双成的主动牵引，就自动的朝着火灵根而去，然后就好像自带压力，快速的通过火灵根的转换，进入火灵脉之中。而且顾双成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错觉，总感觉火灵脉中新形成的火灵力要比原先要更加精纯一些。看起来这天阶功法的作用还真的是惊人啊！顾双成喃喃道。一连几天，顾双成都是按着不灭火莲经的初始境界修炼。当然，他每天承受的痛苦，那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特别是前面的3天，那痛苦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在第3天修炼功法炙烤手太阴肺经的时候，他刚刚把火灵力用完，就直接原地晕倒了过去，醒来都是第2天的中午了。
不过好在3天以后，他的手太阴肺经已经过了最敏感的那一个阶段，后续的疼痛跟那第3天的疼痛相比，明显要好上了很多。每天炙烤锤炼手太阴肺经的速度也就更快了一些。所以在第12天的时候，顾双成就彻底完成了手太阴肺经的炙烤锤炼。当顾双成刚刚完成这一条经脉的冲刷炙烤锤炼之后，这手太阴肺经竟然幻化出了一段青色藕状的虚影，第一条经脉就这么成了。看着这一段青藕，顾双成感觉很有成就感，这火灵力炙烤冲刷经脉，感觉对他的身体也是一种极大的改进。特别最近在炼丹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对火变得愈发的亲近。特别在控制温度上，顾双成明显感觉自己对于温度的把控非常到位。以前他在提纯丹药的时候，扔进去多少都有些温差，但是现在他基本可以极为精准的将丹药扔进去，在温度上基本没有什么误差。这样一来，又在无形中减少了在炼丹中所消耗的神念，使得他可以一次性提炼更多的丹药。随着实力的增强和经验的增加，他一次可以炼制丹药的数量也已经增加了不少。以前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一次性炼制8枚的聚气丹，但是现在他短短时间就从8枚丹药直接提升到可以炼制足10枚丹药，可以说这是巨大的改变。就他现在一炉聚气丹可以炼制10枚成丹的比例，可以说是相当高了。顾双成没有急着去用火灵力冲刷第2条经脉，而是在这个时候静了下来，是时候同时修炼一下那以木清地诀了。木生火2种功法一起修炼，应该可以相辅相成。第54章，小女孩呼救顾双成当即就开始查阅起了脑海之中的木属性功法以木清地诀。相比较于不灭红莲经，这以木清地诀就明显要温和很多。不过这以木清地诀在一定程度上和那不灭红莲经有些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它也是将灵脉先当做种子，然后再抽腾凝华，炼气境就是以重灵为主，等到抽腾了，就是已经筑基境了。顾双成仔细看了以木清地诀的第1篇种灵篇，发现这以木清地诀相比较于不灭红莲经，那要温和得多得多。首先就是它不需要经历不灭红莲经的那种火焰炙烤的疼痛，只需要将木灵气从百会穴灌入，再沿督脉下沉过命门穴，并分流至双足涌泉触地后，再反弹聚于其下灵脉之中。经过这样反复运转，用木灵力滋润这些经脉，然后再回到灵脉之中，这时木属性灵脉就会逐渐开始弯曲盘旋，成为一个圆形种子状，这就叫做种灵。整个功法运转下来，可以说是基本毫无痛楚，甚至还会有一些滋润的爽感，这让顾双成有些哭笑。2部功法在修炼上可真的是一柔一刚。顾双成立马就开始修炼运转了起来，而就在顾双成沉浸于修炼的时候，忽然他的屋门外竟然传来了一声惊叫声：“救命！救命！”顾双成猛地睁开眼睛，侧耳一听，就发现这声音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声音还非常的稚嫩，应该也就11、12岁的样子。顾双成正准备动身出去，就顿住了，因为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万一这不是有人真的呼救，而是有人在引诱自己出去，想要杀害自己怎么办？虽然从道德层面，这种听到有人呼救却还在想东想西，不立马出手营救，看起来的确是属于有些不道德的，但这是在弱肉强食的修仙世界，问世间道德是何物？啥也不是，活下去才是硬道理。顾双成再次仔细盘算了一下自己的所有保命手段，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凑到自己的门前，看向外面。此时已经是傍晚，天色微微有些暗了下来。顾双成借着那微弱的光亮，还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只见一个扎着2个丸子头的小女孩，正在朝着他的住所这边跑过来。她的脸上写满了惊惧，2个丸子头随着她的跑动也是上下摆动，其中一个还保持原位，另一个则是早就已经跑散了。救命！救命！她一边跑一边朝着身后看去，眼泪汪汪的。顾双成疑惑，这大晚上的，怎么还会有孩子在这山野之间？同时他也有些好奇，在这小女孩的身后是什么东西。他等待了几个呼吸，就看到在那小女孩的身后竟然是一条10丈多长的巨大蟒蛇。那蟒蛇瞪着2只大眼睛，嘴巴里还吐出长长的舌头，快速地追着那小女孩，想要随时把她吃下去。顾双成读过《玄天万象录》，在这《玄天万象录》里，对于这些妖兽、灵兽什么的，都是有详细的记载的，甚至连那些没有修炼的野兽，那《玄天万象录》里也都有记载。所以顾双成只是看了一下这蟒蛇，就从它漆黑的外表、发青的头部，就知道了这蟒蛇的名字——八蛇。面前的这条八蛇不能算1级的妖兽，它的身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白色的印子，1级八蛇身上就会出现一条从头到尾的白线。随着级数的增加，白线的数量也会增加。一旦妖兽成为1级，也就意味着它的体内会凝结出内丹或者妖丹，这个时候妖兽也就和一个开辟出丹田的筑基境修士的实力不相上下。现在的八蛇也就是和炼气境的强者差不多的实力。既然这八蛇是炼气境左右的实力，那顾双成倒也是觉得自己可以和八蛇打一下的。更何况他自己手上还有2张1品圆满的符篆和1张2品圆满的符篆，就那张2品圆满的攻击符篆，他都觉得可以直接秒杀那八蛇了。不过他为什么要站出来去打那八蛇呢？没有足够的利益，他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去消耗自己的资源，冒这个危险去救这个小女孩。所以顾双成权衡再三后，依旧是静静的看着，没有动弹。就在这个时候，那女孩也看到了顾双成所在的屋子，她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救命稻草一般，急匆匆的就冲了过来。顾双成极为庆幸，幸好自己平时进出屋子都会第一时间把院子门给关上，
这小女孩想必想进来也进不来，自己就当不知道吧。然而下一秒，顾双成就瞠目结舌，只见他面前那小女孩竟然伸手就拿出一张符篆，穿墙符，然后小女孩就直接从顾双成的门口穿了进来。卧槽，这特娘的居然还有这种符篆！顾双成傻眼了，真的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他也算是开了眼界了。不过顾双成心中也隐隐不安起来，也不知道这该死的小姑娘闯进自己屋子，会不会导致那条八蛇也爬进来。他将悄悄紧绷了身体，随时准备好战斗。此时那小姑娘再进来以后，就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拍着小胸脯，后怕的说道：幸好我有穿墙符，幸好这边有个院子，不然我可就要被这臭蛇给吃了。我不就是拿了你他的话才说到一半，忽然院子传来了砰的一声，那顾双成好不容易用木板钉好的院门，此时竟然被从外面直接拍碎了去。门一碎，立刻就露出了门外那八蛇的影子。此时的八蛇将头高高扬起，看着那小女孩就跟看着仇敌一样，直接就飞了过来。啊，你怎么还追我？小女孩大叫一声，然后看到身后的房子，就伸手又拿出一张符篆，穿墙符。紧接着那小女孩就出现在了顾双成的身边。顾双成很是错愕的看着小女孩，小女孩也很是错愕的看着顾双成，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你还不等顾双成说什么，那小女孩一把就躲到了顾双成的身后。大哥哥，你快救救我，那大蛇要吃了我。顾双成当然是想拒绝的，妈的，老子跟你啥关系？你直接穿进我家里来是几个意思？你顾双成刚想说什么，结果就听到再次传来了砰的一声，那八蛇再次破门闯了进来。你来啊，你来啊，噜噜噜！那小女孩躲在顾双成的身后，探头出来，朝着那八蛇挑衅道，最后还吐舌头做鬼脸。顾双成无语了，这小姑娘是真的心大啊，还有空做鬼脸。关键是那傻蛇竟然还真的就相信了那小女孩的话，直接朝着顾双成就扑了过来。卧槽，你傻蛇吧，真的和我打！顾双成骂了一声，直接原地跳了起来。第55章战八蛇。原本顾双成是真的不想和这八蛇打的，奈何这小女孩2次连续用穿墙符，直接将蛇引进了他的家里，搞得他不得不和这傻蛇打一打。因为这傻蛇明显已经把他当做小女孩一伙的了，要是自己不出手，傻蛇也绝逼能把他家里都给拆了不说，还不会放过他。呼！顾双成直接从窗子跳了出去，那八蛇也不理会屋内的小女孩，本着要打就打大的思想，跟着从窗户追了出去。傻蛇，吃我一拳！顾双成真为这傻蛇的智商感到捉急，我都出来了，你不去对付那小女孩，你来对付我干啥？气得顾双成一拳就朝着八蛇的7寸挥去。八蛇立刻一扭，躲过顾双成的攻击的同时，将尾巴抽向顾双成。顾双成神念大开，周围几米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能尽数收入眼中。蛇尾抽动过来，他也是立马就感知到了。顾双成一侧身，蛇尾就拍了个空，顾双成毫不犹豫紧随而上，再次一拳轰击在蛇尾上。这一拳用了顾双成的全力，然而那蛇尾却是安然无恙，根本就没有出现一拳轰碎蛇尾的场面。那八蛇很是蔑视的回头看了一眼顾双成，意思你根本破不了我的防御。傻蛇，那就再吃我几拳。顾双成被这蔑视的目光弄得有些不服气，神念散开保护自己安全的同时，和八蛇缠斗起来。一人一蛇，你来我往的打了许久，这期间顾双成基本没被打到过，反倒是那八蛇被顾双成捶了好几拳。可惜的是几拳下去，八蛇依旧是安然无恙。大哥哥好棒，打他，打他！那小女孩就趴在窗前，双手托着下巴，看到顾双成一直在轰击八蛇，兴奋的不行，大声的给顾双成加油鼓劲。顾双成没心思搭理那小女孩的乱吼乱叫，因为此时他也是打得很吃力。顾双成感觉自己的确是缺乏实战经验，其实这八蛇也就差不多练气境5层左右的实力，和顾双成所差不多。加上八蛇的智商还没有完全的开智，同等境界的情况下是会比人弱一些的。唯一说得上来的，也就是他的防御的确不错，速度也不错，只不过速度在顾双成远超同阶的神念感之下，可以说是毫无优势，那就只剩下了防御。可就算是这样，顾双成却是依旧打得磕磕绊绊，要不是他神念强大，不然他早就几次被这蛇给缠进去了。看来以后在增强实力的同时，也一定要多进行实战，增加一些实战的经验。还有从刚才的战斗中，顾双成还发现自己的攻击输出能力也不行，武器也不行。几拳打在那八蛇上，都没有给八蛇带去很大的伤害，反而使得那八蛇变得狂暴起来，疯狂地对着顾双成攻击。以后还必须要学一些攻击性的神通，找一把趁手的法器。该死的！顾双成快速地在脑中想着的同时，暗暗地骂道：看起来今天自己好像不动用符篆，是一下子无法将这八蛇给斩杀了。可就在顾双成准备从储物袋中将符篆给拿出来使用的时候，忽然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储物袋中有一柄黑色的短刃。此时这短刃仿佛有些激动一般，正在颤抖。这是在渴望我来用它吗？顾双成喃喃道。在这瞬息之间，顾双成快速做出了选择。他拿起那把短刃放在自己的右手之中，同时他拿起了那一品圆满防御符篆在自己的左手之中。没错，顾双成准备用右手持短刃杀那八蛇，左手持一品圆满的防御符，随时准备保护自己。正好此时那八蛇蛇尾扫了过来，准备将顾双成拍飞。顾双成躲避的同时，右手朝着那蛇尾就猛地划了过去。顾
顾双城记得刚才他用拳轰击八蛇的时候，他一拳下去，那鳞片所带回来的反震感都震得顾双城双手发麻，可见那八蛇的鳞片有多么的牢固。所以当顾双城手中的短刃划向那八蛇的时候，顾双城其实在心中所预期的就是会发出一些类似于金铁交加的声音，因为在他看来，这短刃并不算锋利，材质也看着有些普通，大概率是无法破了八蛇的鳞片防御的。可让顾双城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短刃划过，他惊奇地发现短刃上竟然传来了肉被割开的声音。顾双城定睛一看，只见那八蛇的尾巴上已经有了一道极深的口子，鼓鼓的鲜血顺着那八蛇的尾巴上的伤口流了出来。哦，那八蛇此时也有些震惊，他显然也没有想到，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蛇鳞竟然在这一瞬间犹如纸片一般脆弱，直接被破了防御。可更多的是他蛇尾的剧烈疼痛，让他瞬间就嗷了出来。八蛇的双目瞬间赤红，蛇尾的伤口再一次激起了他的兽性。他迅速地收拢身体，张着大口，蓄势准备随时再次咬向顾双城。哇，大哥哥，你干得漂亮！那小女孩见到顾双城伤到了那八蛇，兴奋的差点从窗子上蹦出来，两只小手拍得啪啪响。大哥哥，你快砍他的头，打蛇打7寸，打死他！砍他肚子也行，他一肚子坏水，竟然想吃我！把他尾巴也剁成肉馅，拿回去做蛇羹汤喝。不对，烧汤应该很腥吧？我看还是烤着吃比较好吃。小女孩的声音很是响亮，听得那八蛇都是蛇躯一颤。妈的，本蛇还活着呢，你竟然就在研究怎么吃我了！顾双城更是满脑子黑线，这哪里来的熊孩子啊，心态也太好了吧！刚才他还被蛇追着跑，吓得哇哇大叫，现在就在这兴奋的哇哇大叫了。唰！就在这个时候，顾双城趁着那八蛇回头瞪向小女孩的瞬间，抓住机会，猛地朝着八蛇杀了过去。有了左手那张符篆的保护，他现在啥也不怕，反正遇到危险就直接激发符篆。八蛇反应也很快，一反应过来就立马将蛇头往后一仰。顾双城一击落空，索性直接将短刃直直朝下挥舞过去。八蛇的头是躲过去了，可是盘踞在这里的蛇身根本来不及躲避。顾双城手中的短刃一下就又在他的身上再次留下一道恐怖见骨的伤口。第56章一把符篆。嗷！八蛇再次痛得发出了尖锐的嘶鸣。他死死地盯着顾双城手中的短刃，不知道这个短刃是什么材质做的，看着黑乎乎很普通的样子，竟然会有这么锋利。八蛇眼瞅着自己怎么都打不到顾双城，反而顾双城却可以利用短刃时不时地打到自己，他感觉自己要是再打下去，蛇命危矣。于是八蛇转头就跑，完全不带犹豫的。臭蛇跑了，臭蛇跑了，你赶快追上他！我的烤蛇肉！那小女孩见八蛇转头就跑，急了，连连对着顾双城喊道：顾双城，你爱吃你自己追。顾双城无奈说道，反正他自己是绝对不会追的，万一这蛇有什么后手，或者还有什么其余的蛇在外面等着他，那自己贸然追出去，岂不是自找死路？算了，我打不过他，我不吃了。小女孩见顾双城不愿意追，小脑袋耷拉下来，沮丧说道。顾双城一翻手，将自己手中的符篆和短刃都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然后看着这小女孩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就招惹了那八蛇？小女孩没有回答，而是先问道：你不是坏人吧？娘亲说男人都是坏东西，顾双城，我要是坏人的话，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你娘亲是谁？怎么对男人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小女孩一双大眼睛滴溜滴溜地看着顾双城很久，感觉顾双城的确不像坏人以后，才开口说道：我叫林萌萌。不是我招惹那八蛇，是那八蛇先招惹我的，我只是摘了点果实吃，他就追着我跑。等回去以后，我一定要告诉我娘亲，让他把这臭蛇给炖了，烤了。林萌萌说着，拳头一挥，就好像面前的空气就是那八蛇一般。顾双城立刻在脑海中的玄天万象录里找到了八蛇的一些习性，然后他忽然就意识到了什么，很是无奈地说道：你该不会是摘了一颗红色的光溜溜的果实吧？你怎么知道？林萌萌扑扇着大眼睛，不解地看着顾双城。你吞了人家用5年蛇涎才培养出来的蛇涎果，人家能不追着你跑吗？顾双城扶额道。每条八蛇都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蛇涎果，并定期吃下蛇涎果，增强他自己的实力。蛇涎果5年一熟，平时是白色的，在成熟以后会成为红色，并散发诱人香味。想必这林萌萌就是闻到了这香味，于是就跑去把这蛇涎果给吃了。林萌萌撇撇嘴，我咋知道那是啥？看着好吃，闻着香，我就吃了呗。顾双城没有心思和这林萌萌扯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他开口道：那你都能偷偷吃了人家的蛇涎果，你怎么还会怕人家追你？你是怎么吃到那蛇涎果的？这就是顾双城心中的疑问，因为八蛇肯定是知道自己的蛇涎果大概什么时候成熟，他在这关键的时候一定会寸步不离，死死地关注着这蛇涎果的，又怎么会让这林萌萌这么光明正大摘走蛇涎果呢？林萌萌却是很骄傲地拍拍自己的储物袋，然后抓出了一大把的符篆。没错，就是一大把的符篆。我就是通过这个。顾双城咽了一口唾沫，看着他手中的符篆，这好像是一品的隐匿符，这好像是一品雷击符。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符篆？你有这么多符篆，为什么刚才不用？你只要随便甩几张符篆出来，就可以把那八蛇给轰成渣渣。顾双城感觉自己被调戏了，他自己为了打八蛇，一张一品圆满的防御符篆，愣是握在手心很久都没有触发，结果这一个孩子分分钟就拿出来17、18张符篆。
这些符篆中有好多顾双城一下子看不出来是什么符篆，因为那纹路感觉不怎么一样，但其余不管，按照这符篆的数量叠加，那效果也是完全惊人的啊。这些符篆你是从哪里来的？顾双城追问道。那林萌萌却是毫不在意的说道，这就是我从我娘亲那里拿来的，这些都是我娘亲和她的弟子们放一边的符篆，里面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有些我知道是什么，就像这个只要用了就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他指着一个隐匿符道，但是这个样子的符篆，它有些可以用很久吗？有些一下子就没用了。刚才我就是用了一个这个藏起来的符篆，明明上一次我用足藏了1个多时辰，这一次竟然才藏了30多个呼吸就没效果了，害得我果子都才吃到一半就被那臭蛇给发现了。不过幸好这蛇傻乎乎的，忽然看到我，竟然吓呆了，不然我可跑不出来。喏，还有这个用了就可以穿墙，所以我偷偷藏了好几张，每次娘亲不让我出来玩，我就用一张，嘿嘿。至于其余的，我不敢用，有些是不对的，用了会把自己给炸了。上一次我随手用了一个，结果把我自己给点着了，要不是我娘亲看见，我就被烧成人干了，头发都给烧光光了。顾双城听了这孩子的话，顾双城就感觉林萌萌应该不是一个普通人，应该是哪个大人物的孩子。他还算是很好心的劝道，这种有问题的符篆，你最好还是别用吧，有些真的会攻击你自己的。林萌萌大大咧咧的摆摆手，不过没事，等我回去，我就再找我娘亲的弟子，让他们给我试符篆，这样我就知道哪个我可以用，哪个我不可以用了。等下次过来，我要用符篆把那臭蛇给炸死。顾双城闻言再次无语，真的替他娘亲的那几个弟子感到心疼。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顾双城发现了什么，不对。顾双城眼神一凝，他定睛仔细看向那些符篆，发现其中竟然混着几张2品符篆。结合那林萌萌的话，顾双城的脑海之中蹦出来了4个大字：废品符篆。他猛然间就想到了自己的通天小神术。对啊，他的通天小神术以前可以把废丹提纯出有用的白色灵力果实，这些废品符篆不知道让通天小神术吞下，不知道可以被提纯出什么玩意来。不过不管是什么玩意，肯定是有用的好玩意。瞬间顾双城有些激动，带着眼馋的看向了那林萌萌手中的一把符篆。要是这一把符篆都给自己的话，那他也就可以多很多保命的手段了。他的脑子不自觉的就开始想着自己拥有一大把符篆，遇到危险拿出符篆，就跟扔炸弹一样咔咔扔的场景，不自觉的嘴角都压不住了。第57章油盐不进的小女孩，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臭男人！那林萌萌说着说着就看顾双城不说话了，一转头发现这顾双城竟然盯着自己看，而且脸上还挂着一些不怎么正常的笑容。顺着他的目光，林萌萌发现顾双城的眼睛所看的方向竟然是自己的手，不对，是自己的胸前。然而他刚刚说完，就发现随着他的手的移动，顾双城的目光也在移动，合着人家不是看着自己的胸脯，而是看着自己的手。林萌萌的小脸上罕见的挂上了一些尴尬之色，是他自己自作多情了。想想也是，自己娘亲的胸脯那才叫大，自己这一眼看下去都可以看到脚踝骨，人家当然不要看。哼，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当然，尴尬的并不止林萌萌一个人，此时的顾双城也是极为尴尬。他一想到自己即将要向一个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孩子讨要东西，脸上就有些红红的。不过顾双城好在心理素质强大，很会安慰自己，想着再增强实力，让自己更好在修仙世界立足面前。顾双城觉得这点尴尬着实可以忽略不计。那个，看在我救了你的份上，你这个符篆可以给我一些吗？或者我向你买也行。顾双城搓搓手，厚着脸皮对那林萌萌说道。林萌萌此时才意识到，这顾双城哪里看的是他，明明看的是他手里的符篆。他看了看手上的符篆，不知道为什么的，稍稍有些不耐烦的说道：“给，不就是一些符篆吗？我多的是，回头去我娘亲那边拿一把来就是，拿去。”林萌萌将这一把符篆都给了顾双城，就跟给了顾双城一堆纸一样。顾双城连忙跟收宝贝一样，在林萌萌鄙夷的目光中，将这些符篆都全数小心翼翼的收了起来。同时他快速统计了一下，一共是9张符篆，其中3张是响品的符篆，其余的都是1品符篆的材质。这要是最后都能被通天小神术给强化，那他手上的符篆的数量就增加了不少了。顾双城想了想，咬咬牙，只拿了其中的响品符篆，其余的符篆都还了回去。我也不能占你便宜，我只要这几张，我按照市价给你零食。他说着就给了一些零食给林萌萌，占一个这样的孩子便宜，着实有些说不过去。哎，我不要零食，这零食我有啥用？我娘亲有很多零食，我要了她就会给我。林萌萌不是很想要，但还是拗不过顾双城收了下来。顾双城正这才继续道：“还有吗？还可以再卖给我一些吗？”林萌萌闻言立刻就警觉了起来，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连连后退说道：“不行，你太过分了，我没有了，我拿东西和你换可以吗？”顾双城继续循循善诱，想要从这小女孩身上多弄到一些符篆。你有什么东西？林萌萌弱弱地问了一句。丹药要吗？我会炼丹，可以给你丹药。顾双城脑子一转，又一次说道。林萌萌摇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不要吃丹药，我不要吃丹药，丹药一点都不好吃，又苦又难吃，每次娘亲还要逼我吃丹药。顾双城这下是真的没招了，好家伙，这林萌萌看起来真的了不得啊，丹药都不吃，这咋整？油盐不进啊！咕噜噜，
就在这个时候，林萌萌的肚子忽然就传来了一些咕噜噜的响声。顾双成错愕，你这是饿了？林萌萌嘴巴往下歪了歪，有些可怜兮兮的点头道，我饿了。想想林萌萌肯定不会要吃屁股丹，她刚说不想吃丹药，自己要是再拿出丹药，人家岂不是更加反感自己，更加不要把符转给自己了。顾双成眼珠子一转，一条计策涌上心头，要不我帮你做点吃的？顾双成说道。林萌萌用力的点点头，好，你会做好吃的吗？顾双成嘴角一歪，那是自然，我给你做一些你从来没有吃过的好吃的。顾双成说着就来到了外面，正好他前几天在这边的山林里打了一头普通的野猪，顾双成吃了一部分，还有2条猪蹄没有吃，于是他决定给林萌萌来个猪蹄2吃，一只猪蹄烤着吃，一只猪蹄卤着吃。来了青云门以后，顾双成也不怎么喜欢吃屁股丹，本身生活就已经很单调很苦了，要是连这点口腹之欲也消磨了去，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平时定期会给自己做点好吃的，算是给单调的生活增加一些乐趣。现在这2个猪蹄正好被顾双成拿来讨好这林萌萌，没错，就是讨好，谁叫人家有足够多的符转呢？为了符转，讨好就讨好，毕竟用符转的时候开心啊。再说这女孩子多可爱，给她烧个猪蹄吃，怎么了？顾双成在内心理所当然地说着，手上的动作倒是丝毫不含糊。2条猪蹄娴熟地在火里烧了一下，将上面的毛全部烧干净，然后再清水洗干净，洗净血水以后，用刀开了一个个小口子。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包调料，这一包调料是顾双成按着上一世的那些葱姜蒜之类的香料找到的一些类似的香料。他先挑选了1条猪蹄，拿出一些细竹签，狠狠地朝着猪蹄戳去，将这猪蹄的肉都戳得松散了以后，又仔细地将调料抹在这一条猪蹄上，最后撒上盐巴和一些酒，用荷叶将猪蹄包裹起来，先腌制一会。同时转身开始处理第2个猪蹄，因为是卤的，他将猪蹄切成2半，一半是猪蹄上面的蹄膀，一半是下面是猪脚。然后也是一样，开了一些口子，彻底洗干净以后，就扔进了一个大的瓦罐里，加入香料、酒、盐，还有一些白糖，先大火烧开，然后开始小火慢炖。这边开始小火慢炖以后，顾双成才转过来开始烤那只已经腌制的差不多的猪蹄，而林萌萌就坐在顾双成屋子的门槛上，双手撑在膝盖上，托着下巴，很是不理解的看着顾双成忙前忙后。大哥哥，你这烧个猪蹄咋要放这么多东西？大哥哥，你那个猪蹄咋还不烤？这放着是干啥啊？难道用荷叶抱着它就能熟吗？大哥哥，我真的饿了，你怎么还没有烧好呢？差不多1个时辰后，阵阵香味从瓦罐和烤猪蹄上飘了出来，林萌萌的口水也早就已经淌了一地。要不是顾双成说不熟了不好吃，等彻底熟了才会好吃，他可能早就扑上来咬了。好了，可以吃了。顾双成再次确认了2条猪蹄的情况以后，对林萌萌说道。他的话音刚刚落下，那边的林萌萌就已经一个蹦跳蹦了过来。顾双成刚刚从烤猪蹄上割下一块，就被林萌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塞进了他的嘴中。好好吃。林萌萌嚼了几口，立马就兴奋地叫了出来。大哥哥，你太厉害了，你怎么会做这么好吃的肉？我感觉我这么多年吃的都是大便，那些肉根本就不是给人吃的，一点都不好吃。你这个肉才是真的烤肉。大哥哥，你可以别吃了吗？你多吃一口，我就要少吃一口。这把符转给你，你自己挑，还有这把也给你。第58章，这小姑娘这么可爱。顾双成看着自己那只伸出去准备去弄点烤肉吃的手上被塞入的2把符转，一时间竟然有些懵逼。他的确是想着通过自己烧的好吃的，让林萌萌吃开心了，就可以多给自己一些符转。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容易和这么快，自己的手上就多了2大把的符转。有了符转，还吃什么烤肉，吃什么猪蹄？顾双成看着林萌萌，都感觉顺眼了不少。话痨？这哪里是话痨，那明明是外向开朗。小腹黑？这怎么能叫腹黑？女孩子出门在外，不用点手段保护自己，能行吗？霸道？这不叫霸道，这叫做率真、直性子，这样的人才好相处不是？甚至顾双成看着林萌萌一直就光吃那烤肉，直接将那已经把猪蹄炖得极为软和的瓦罐给端了过来。顾双成从2把符转中挑选出奖品符转后，就把其余的符转又还了回去，还给了相应的零食。林萌萌没有手拿，顾双成就放在他身边。同时顾双成把瓦罐推了过去，对那林萌萌说道，你别光吃烤肉，烤肉太干巴了，这卤猪蹄也试试。然而那林萌萌却以为是顾双成想要用那瓦罐里的肉换他手里香喷喷的烤猪蹄，于是又不耐烦地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摸出一把符转。拿走，拿走，别打扰我吃猪蹄。林萌萌头都没有从那烤猪蹄上抬起来，伸出一只手将符转递了过来，另一只手还在扶着猪蹄往嘴边送，同时还满嘴是肉含糊的威胁说道，我就这么多符转了，别再打扰我吃了，不然我就要生气了，再烦我让我娘亲揍你。顾双成看着手里又多了一把符转，里面还有2张奖品符转，他感动得流出了幸福的眼泪。这小姑娘怎么会这么可爱，就连她的威胁都这么动听。那你不吃这个卤猪蹄的话，那就我自己吃了哦。顾双成将那符转整理好，再次塞进自己的储物袋里，然后坐在了那瓦罐前，做出一副要吃了的样子。终于，那林萌萌抬头，满脸肉渣的看了过来，然后他就看见了顾双成手里那泛着油光，还在一晃一晃的猪蹄。咕噜，林萌萌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他见过炖瘦肉，但是真没有见过这么油光灿灿，闻着还特别香的瘦肉。给我，都是我的。他嗷呜一下就扑了过来，将顾双成手中的猪蹄也抢了过去，一只手端着卤猪蹄旋风吸入，一只手拿着烤猪蹄狂啃，吃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也就在林萌萌吃的正开心的时候，萌萌，萌萌，忽然从外面传来了几声喊叫声。顾双成听声音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顾双成并认不出来，但是那林萌萌吃肉的动作却是一顿。完了完了，他来了！林萌萌喃喃一声，然后再一次迅速的吃了起来。不行，马上就要没得吃了，我得抓紧多吃一点。林萌萌开始旋风吸入，两只手疯狂的往嘴巴里塞肉，把整张嘴都给塞得满满的，一张小脸更是像仓鼠那样高高的鼓了起来。萌萌，那声音再次出现，不过这一次感觉明显离得更近了一些。很快，一个穿着蓝色长衫的女人就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顾双成和林萌萌的面前。顾双成看去，就见那女人皮肤白净，样貌不算惊艳，但绝对过得去。她的头发高高盘起，体态也有些丰腴。细看之下，这女人的模样和那林萌萌倒是有5分相似。在顾双成看到这女人的时候，那女人也明显看到了顾双成和那正被对着她的狂啃狂吃的林萌萌。萌萌，这一次，那女人的喊声之中，明显就多了一些责备愠怒之意。林萌萌这下也不敢再装作自己没有听到了，从肉堆之中抬起头来，满是肉渣子的脸上挤出了一个笑容。娘亲，来人正是林萌萌的母亲林燕。她看到自己孩子如此邋遢的模样，生气的同时更多的是宠爱。她上前很是仔细的将林萌萌小脸上的肉渣渣都给抹干净，捏着林萌萌的脸嗔怪道：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也不跟娘亲说一下，害得娘亲找了你这么久。林萌萌努力把脸挣脱出来，我要是跟你说了，你就不让我出来了，我才不听你的，我就要偷偷跑出来，你下次再这样我就打你屁股。林燕很是无奈的嗔骂道。只不过他的威胁对于林萌萌根本没用，看那林萌萌飘忽的眼神就知道林萌萌下次肯定还会继续跑。这时林燕才把目光放到了顾双成的身上，稍稍表示歉意说道：我女儿给你添麻烦了。当然顾双成从他的语气中也并没有觉得他多少的歉意，可顾双成不敢说什么，因为这人的实力深不可测，刚才他明明就感觉只走了几步就从老远的地方直接来到了这里，这种恐怖的实力绝对不是一般人，至少金丹境。不麻烦不麻烦，顾双成可不敢得罪这林燕，连连摆手说道：娘，刚才有一条臭蛇追我，差点把我吃了，是大哥哥帮我把那臭蛇给打跑的，大哥哥还给我做好吃的，你得谢谢他。林萌萌一个不留神又在猪蹄上啃了一口，刚刚被抹干净的脸上就又多了一大堆肉渣。猪蹄的美味唤起了林萌萌心中的良知，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哥哥，没有人给他做过这么好吃的肉，所以他必须要帮大哥哥说点好话。林燕听到林萌萌的话，骤然冷眉竖起，怎么回事？虽然他在林萌萌的身上放了保命的手段，可真的听到自己的女儿竟然遇到这种生命危险，他还是很在意的。嗨，前辈，是萌萌吃了巴蛇的蛇涎果，然后就被巴蛇给追了一路，不过那巴蛇已经被我打伤。顾双成连忙开口道。林燕听了顾双成的话没有反应，而是转头看向林萌萌，见林萌萌点头，他才再次认真打量了一眼顾双成道：炼气境4层就可以打败一条巴蛇，不错，有点实力。说着，他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一张符篆，递给顾双成，这是一张2品防御符篆，可以抵御筑基境修士的一击之力，你收着，算是答谢你救萌萌一命。然而还不等顾双成接，那林萌萌就撇撇嘴：娘你真小气，人家救我一命，你才给一张2品符篆，要我就给3品符篆。这大哥哥人很好，我想送他一些从你那里顺来的符篆，他都不要，只是挑了一些，还愣要给我零食。林萌萌说着指了指地上顾双成刚才推过来的符篆盒上面压着的零食。林燕闻言一个趔趄，差一点点就被自己女儿的话给彻底雷到。这女儿真的是自己的吗？怎么胳膊肘竟往外拐？她当然不知道林萌萌此时已经将顾双成当成了亲人一样的重要，想的就是要用她娘亲的东西讨好顾双成，这样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接着来蹭点好吃的。不过林燕见女儿林萌萌都这么说了，而且她看到地上的零食和符篆，那都是他们制作符篆的一些残次品，顾双成竟然还花零食买，可见面前这顾双成人品倒是不错。他再次从手中拿出一张符篆，这是3品攻击符篆，冰释符，激发后可以瞬间凝结成一片冰剑，对方圆100米之内的所有生灵进行无差别攻击。第59张符篆被强化，顾双成听到林燕的话，看着林燕递过来的白色带着寒气的符篆，激动的手都要抖了。今天真的是发大财了，赚大发了。不但从林萌萌那里骗到了一堆符篆，还得到了一张2品的防御符篆和一张3品的攻击符篆。3品哎，那可是相当于金丹境高手的全力一击。要是再让通天小神术强化一下，那就等于是金丹境圆满修士的全力一击，可能的普通金丹境修士在这符篆所化的攻击面前都是极难抵挡的，轻则受伤，重则丧命。多谢前辈赐福。顾双成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他才不会说那种假惺惺不要的话，更不想趁机让他们欠自己一个人情。
毕竟人情这东西，只有下次遇见了，才能用上不是？在这残酷的修仙世界，今日一别，以后还能不能见到这母女两个还难说，说不得自己都活不到下次见面的时候，那岂不是白瞎了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想着，现在趁着人家对自己感激，能多拿一点是一点。林燕看着自己送出去的3品符篆，也是有些心疼的，毕竟这3品符篆就是他来炼制，也是需要耗费一些代价，拿到市面上去卖的话，肯定可以换取很多的修炼资源。其实他现在也觉得自己刚才着实有些冲动了，不过很明显，这顾双城好像没准备给他收回的机会。萌萌，走了，娘亲要回宗门。他转身对林萌萌说道，感觉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再待下去，说不得这个漏风的棉袄还会让自己往外掏宝贝。娘亲，我可以在这里再待一会吗？我喜欢跟大哥哥玩。林萌萌看着那没吃完的烤猪蹄和卤猪蹄，很是不舍的。顾双城也清楚，这林萌萌哪里是想跟自己玩，明明是想吃自己做的猪蹄。于是对林萌萌道，萌萌，这些猪蹄就是我给你做的，你拿去吃吧。以后你想吃好吃的，尽管来找我，我给你做。真的吗？林萌萌眼睛一亮，惊喜呼道。顾双城点点头。然后林萌萌就毫不客气地把卤猪蹄和烤猪蹄都给收进了储物袋，甚至连那个瓦罐也没放过。林燕抱着林萌萌直接御剑而起，犹如一道光线射向远方。路上，林燕看林萌萌左手一个猪蹄，右手一个猪蹄，根本吃不过来。而且阵阵她从来没闻到过的香味时不时地钻入她的鼻中，让早就已经闭谷许久的林燕也悄悄咽了一口口水。萌萌，你2个猪蹄吃着可太不方便了，我帮你拿一个，你安心吃就行，娘闭谷许久肯定不会偷吃你的猪蹄。林燕建议道。好。对于自己娘亲，林萌萌没有什么防备之心，很是信任，于是伸手就将那烤猪蹄给了林燕，自己安心吃那软糯乎乎还有些甜甜的卤猪蹄。林燕趁着林萌萌吃的正爽快的时候，偷偷在烤猪蹄上切一块，背过头去，快速塞进嘴里。还真挺香挺好吃。林燕从没有吃过这等美味，一时竟然有些上瘾，于是又偷偷切了一块塞入嘴中。吃了好几口以后，他又看向了林萌萌手中的卤猪蹄，不知道那油光光的猪蹄是啥味道，会不会更加好吃。于是萌萌，你看那边的山像不像一只兔子？可不可爱？林萌萌抬头看去，找了很久没找到。娘亲，你说的是哪个山？我怎么没看到？林燕，香，可能你刚才看错方向了，我们飞得快，路过了。哦，要在平时，林萌萌铁定要求着飞回去再看看，但是今天她只是哦了一声，就继续开始干猪蹄。咦？林萌萌正准备吃猪蹄，就感觉自己手机的猪蹄怎么看着有些不一样，有些怪怪的。这猪蹄怎么看着像缺了一点呢？林萌萌不解道。你别瞎想了，赶紧吃，一会回去了以后，说不得你的那些弟弟妹妹们看到了会来抢哦。林燕扯开话题。一段时间后，娘亲，我怎么感觉这个烤猪蹄也少了一大块呢？我记得这里我没要过的呀。你记错了，你看那边有一棵好漂亮的树。娘亲，我觉得这猪蹄一定被什么东西偷吃了。咱们飞这么快，不会被偷吃的，你快吃，真的要到了哦。咦，这猪蹄怎么少了一个爪子？肯定刚才被你那大哥哥吃了呀！哇哇哇，那大哥哥真坏，竟然偷吃我一个爪子！青云门正坐在床上，看着自己面前一大滩符篆的顾双城，猛地打了2个喷嚏，喷嚏吹出来的气将前面的符篆都吹飞了几张。谁骂我？顾双城揉揉鼻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再将那些掉在地上的符篆捡了起来，放好。这一次，我竟然获得了这么多的符篆，还有一张2品的防御符篆和3品的攻击符篆。顾双城兴奋地喃喃自语道。他将通天小神树召了出来，10条树根分别吞下了那张2品的防御符篆和3品的攻击符篆。顾双城还挑选出了所有的一共7张的降品符篆，最后还有1张1品符篆，10张符篆全部都让通天小神树给吞了进去。接下来，顾双城要做的就是静静的等待这些符篆被通天小神树强化之后会成为什么符篆。第二天一早上，顾双城就看到通天小神树上属于符篆的那一根树枝挂了满满一排的果实，各种颜色的都有。顾双城依次看去，第1张是1品圆满的符篆，攻击符篆。第2章到第9章全是2品圆满的符篆，其中有攻击符篆5张，防御符篆2张，还有2张是辅助性符篆。这2张辅助性符篆中，1张2品神行符篆，使用时可以提高行进速度至原先的足足5倍，还有1张则是跟上次的一样的易容符。有了这一张易容符，顾双城就又多一些隐藏自己的把握。旋即，顾双城的目光就看向了那最后一枚果实，也就是那3品符篆被提纯后的产物。不知道这一枚3品符篆会成为多强的符篆。顾双城说着，抬手就将那最后一枚果实给摘了下来，果实瞬间就化作了一张白色的符篆。第60章再战八蛇，随着顾双城将自己的神念探查进这符篆之中，立刻就得到了这符篆的信息：3品圆满攻击符篆，冰释符，激发后可以瞬间凝结成一片密集的冰剑，对方圆200米之内的所有生灵进行无差别攻击。顾双城在心中对这张冰释符的前后进行了一些对比，就发现这冰释符在被强化前后只是增加了2个点，一个就是原先它只是可以凝结成冰剑，眼下却成为了密集的冰剑，另一个就是一开始是方圆100米，现在成为了方圆200米。看来这通天小神树所谓的强化符篆，应该就是减少符篆在激发过程中因为符篆的材料缺陷所产生的消耗。
一般的符篆在激发过程之中都会产生消耗，品级越低的符篆消耗的越明显。顾双成在心中暗暗地分析着这通天小神术的工作原理。林萌萌等人走后，顾双成的日子倒也是过得平淡起来，每天依旧是修炼和炼丹。很快又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顾双成的实力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迎来了突飞猛进。不灭红莲经已经被用灵火炙烤冲刷了足足5条经脉，现在已经开始炙烤冲刷第6条经脉守太阳小长经。当然，在完成4条经脉的冲刷时，顾双成的火属性灵脉已经突破到了炼气境的第6层。按照2条经脉1层修为的速度，他的火属性灵脉已经即将冲击炼气境的第7层。同时，顾双成的以木青地诀进度更加的快，现在他的木属性灵脉也已经提升到了炼气境的第6层，和火属性灵脉的等级保持了一致。至于其余3条灵脉，因为顾双成没有修炼功法，所以只能暂时搁置，目前都还停留在炼气境4层的实力。神通方面，那蜃楼敛息诀已经被他修炼至肾气化形，只要他愿意，那么顾双成就可以将自己的实力模拟成为任何比他现在实力更低的境界。炼丹上，顾双成更是长进极佳，现在的他已经可以炼制出1品中级的聚气丹，而且是一炉12颗丹药，其中4、5颗是中级的，其余的是下级的那种。这天早上，顾双成如往常一般从打坐之中醒过来以后，并没有如往常一样赶紧继续炼丹，而是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了那柄黑色短刃，再次检查了自己身上的所有符篆、疗伤丹、解毒丹等各种保障物资都到位了以后，他就手握短刃钻入了树林边上的密林。没错，顾双成不准备再呆板的修炼，而是决定好好的提升一下自己的战斗能力。自从上次和八蛇的战斗之后，顾双成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他的灵力比不过同境界的丹灵根修士，就算他五行同时修炼到这一境界，从灵力的角度说，他都不会是丹灵根的对手。所以在神通攻击之外，他必须要有一些其余攻击手段，而物理攻击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因为物理攻击是不需要消耗灵力的，甚至一些有效的物理攻击是可以给敌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的。青云门的外面山里藏着不少低级的妖兽，以前我只是去杀一些都没有开始修炼的野猪、野兔、野鸡啥的，根本就无法得到历练。我以后就每天找一些更强的妖兽练练手，提高一下自己对战斗的敏感度和攻击能力。顾双成喃喃说着，同时用手摸了一下黑色的短刃。这柄短刃也真的是奇特，看着真的很普通，但是在杀八蛇的时候竟会如此的锋利。那次的战斗之后，顾双成也研究了许久这柄短刃，都没有研究出什么花来。只感觉刀柄和刀刃好像并不是一体的，更像是在一块有点杀伤力的武器上加了个刀柄的感觉。最后他在刀柄上看到有一个言字，于是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黑岩。顾双成的右手持黑岩，左手捏着一张2品圆满的防御符篆，小心翼翼地沿着树林一直深入，一路走还要一路做标记，防止自己回不来。在足足走了10几公里路以后，顾双成感觉自己已经进入了更为浓密的树林里，也总算是看到了前面有一头妖兽。当他看到这妖兽的时候，也是苦涩一笑，好吧，这就是缘分。因为他面前的妖兽不是别的，正是那天追到他屋子里的八蛇。顾双成看见八蛇的时候，那八蛇显然也看见了顾双成。原本盘踞着的他，瞬间就将头高高的昂起，蛇信子伸得长长的，准备随时对顾双成进行攻击。不过，当那八蛇看到顾双成手中的黑色短刃的时候，他的目光之中又明显充满了恐惧，亦或者是愤怒。不浪费时间了，既然遇见你，那就先拿你练手吧。顾双成说着，直接大步朝着八蛇冲了过去。八蛇也赶紧应战，只是这一次他明显更谨慎了，几米长的蛇身扭来扭去的躲避顾双成手中黑岩的攻击。一人一蛇在这密林之中打得火热，甚至边上的树木都被他们的打斗所波及，断裂了好大一片。这一次，顾双成明显感觉到这八蛇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了。后面他索性将黑色的短刃收了起来，就单纯用肉体和八蛇进行对抗。就算是这样，那彻底放开手的八蛇也依旧是无法伤到顾双成。反倒像是成为了顾双成的陪练一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顾双成一拳拳攻击在他的身上。顾双成感觉八蛇的反应越来越慢，也意识到这八蛇快要不行了。于是他收了拳，往后撤了撤，对那八蛇说道：“我先跟你打到这里，明天再找你切磋，以后我每天都来找你切磋一下。当然，如果你不想被我打的话，你就给我找一个再强一些的对手，我去和他打。”顾双成不想再这样一个个去找了，因为找起来着实是有些浪费时间，不如让这八蛇去寻找，反正对于周围树林的情况，八蛇肯定比自己更加的熟悉。八蛇一想到要是以后每天都被顾双成压着打，那还了得，别看那顾双成一拳无法打破他的鳞片防御，但其实他也是很痛的好不好。于是为了不每天被打，八蛇将自己的舌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一样，生怕自己点慢了又被顾双成打一顿。然而就在顾双成和八蛇打成协议，刚刚准备走的时候，轰，从天上竟然落下一个巨大的火球，瞬间就轰击在了八蛇的头上，那八蛇瞬间就被这一击给轰得头破血流，奄奄一息。呵呵，总算是找到一条蛇了。也真不知道是谁出的丹方，竟然需要一条活蛇的蛇血才行。第61章，不小心看到了公荣的大腿，顾双成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一幕，有些傻眼。自己刚刚才留了八蛇的命，和八蛇达成了协议，让八蛇给他找强一点的妖兽当陪练，一转头八蛇就被人给轰成重伤了。
这岂不是意味着自己需要亲自浪费时间去找妖兽了？顾双成这样想着，同时有些不悦地看向刚才那火球轰来的方向。那是一个脚踏飞剑的女子，而这女子顾双成认识，不就是那杀了唐良的宫荣师姐吗？在顾双成看到宫荣的时候，宫荣正好也逐渐操控这飞剑降了下来。他看了看那奄奄一息的蛇之后，又转头看了一眼正呆呆站在那边的顾双成。看什么看？宫荣很是不善地皱眉对顾双成说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躺在地上的巴蛇竟然调动了他所有的力气，再一次地朝着宫荣攻击而去。只可惜他毕竟重伤，反应大不如从前，所以这一咬并没有伤到那宫荣，反而只是咬到了宫荣的裙子。宫荣有些气不过，这该死的蛇都被打成重伤了，竟然还想着反咬他一口。一气之下，直接就一脚踹在了那巴蛇上，可他忘记了巴蛇还咬着他的裙子。于是随着刺啦一声传来，宫荣的裙子就跟着那飞走的巴蛇直接被扯下了一大块，露出了宫荣藏在裙子之后的大腿。而这一幕正好完全被顾双成看到了。其实也不是顾双成想看，这人家就在顾双成的面前，他就是想不看都来不及转头啊。不过说归说，这宫荣人虽然长得凶悍，但是那两条大腿还是有点圆润和白皙的，要是他这个人能和这两条腿一样讨人喜欢就好了。登徒子，你看什么看？宫荣自然也是发现了自己的窘态，立马就从储物空间之中拿出一块布套在自己的腿上，同时看着顾双成骂道，说话间就准备抬手挥鞭打向顾双成。如此千钧一发之际，顾双成脑子飞速转动，同时快速说道，师姐，那蛇好像快要死了，你要是需要活的蛇的话，尽快带它走吧。果然，那宫荣看了看已经有些萎靡的巴蛇，冷哼了一声，这什么垃圾蛇，连我的随手一个火球都抗不下来。他说着又转头看向顾双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今天就饶了你，不打你了，下次见到我，给我早一点跪下，要还是像今天这样色眯眯的看着我，我一定把让你和这巴蛇一样。说完，宫荣就用手里的鞭子卷起那条巴蛇，御剑腾空而去。顾双成刚想要透口气，忽然就有一股子危险的感觉，然而他猛地就从地上往前一个翻滚，同时快速就将自己的左手之中藏着的2品圆满防御符篆给激发了出来。那2品的圆满防御符篆立刻就化成了一道黄色的防护罩，挡在了顾双成的面前。在这防护罩刚刚出来的瞬间，一道巨大的火球就从天降下，朝着顾双成快速的飞了过来。巨大的火球迅速的撞击在了顾双成面前的黄色防护罩之上，炎热的高温就算是隔着黄色防护罩，都烫得顾双成额头冒汗。哼，一个区区废物，真以为我会这么好心放过你，想得可真美。天空之中还传来了那宫荣的不屑的嘲笑声音。大概几十个呼吸以后，顾双成面前的火球总算是因为灵力消散而逐渐消失，而顾双成的那个黄色防护罩也是在这个时候消散了。可以说，如果刚才没有这个黄色的防护罩的话，此时的他只会比那巴蛇的伤势更重，甚至于他都会直接死在那火球之下。幸好他平时有这个准备一张2品防御符篆在左手上，随时准备激发的好习惯。当然，也幸好这宫荣对他自己有极高的自信，在出手了以后，就压根没想着回来确认一下顾双成到底有没有死，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全力一击肯定会将那小小的顾双成烧成灰烬，连渣都不剩。操，这宫荣下手是真的又狠又直接啊！门规在他们的面前，真的就只是一个摆设。顾双成有些后怕的说道，他没敢在这个地方久待，当即就回了自己的住所，心中却是将这个宫荣牢牢的记在心里。可以想象，未来某一天，如果这宫荣看到自己还活着，肯定还会再一次的想办法杀自己，防止自己把他出糗的事情说出去。所以自己必须要有能迅速反杀却不会被宗门发觉对付的后手。顾双成能想到的其实就3样，一是需要去学点攻击神通，二是要有足够多的符篆保命，至于这第3，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比较强的靠山。而在青云门，想要有靠山也有3种情况，第一就是天资极好，在入门的时候就被一些强者看上，直接收为弟子，带进内门修行。第2种就是成为筑基强者以后被招进去，最后一种就是通过外门大比通过考核被招进内门。每个内门弟子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金丹师傅。一般通过外门大比进入内门的外门弟子，一般也都是在炼气境的10层以后的实力了，才会被收进去，除非你有很强的越阶战斗的实力，不然真的很难在一众蛰伏了多年的弟子面前讨到好。当然，肯定还有其余的方法，只不过顾双成现在作为宗门的最底层，所能接触到的也就只有这3种方法。还是先弄点神通回来吧。顾双成想了想，自言自语道，他没从准备去宗门的藏宫阁弄神通，而是想着还是去方士买点不入流的神通回来，反正只要让通天小神术强化一下，就可以成为更强更高级的神通。然而就在顾双成准备起身前往方士的时候，青云门方室内，一道倩影驾驭飞剑从天降下，来到了西门商会的门口。要是顾双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此人就是那日逆推了他的美女林青言。林青言看了看西门商会的店铺，就直接走了进去。门口的接待小姐刚想上前接待，那林青言就直接伸手拿出一块玉石的令牌。一看到这玉石做的令牌，那接待小姐就直接惊呼了出来，啊，这是西门商会最高等级的尊贵玉石会员令牌。她当即不敢犹豫地将刘管事给叫了出来。店铺后的密室内，刘管事看着面前的林青言道，不知贵客找我有何事？林青言也没有遮掩，
而是直截了当开口道：“我听说你们这里每个月都有一批圆满的聚气丹售卖，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能炼制圆满级丹药的炼丹师和你们建立了合作？”第62章林清言的关注。刘管事看着这林清言，脸也变得凝重了一些。这算是他们西门商会的秘密，照理他不该说，但是面前的这位却是他们西门商会的玉石令牌会员，也就是他们西门商会规格最高的会员。他又无权对这些会员进行掩藏，于是他只好苦笑一声说道：“不瞒贵客，我们的确是和一位贵客建立了合作，贵客定期会提供我们一些一品圆满的聚气丹。”林清言闻言点点头，然后接着说道：“我今天来就是想请刘管事帮忙问问那位炼丹师，是否可以帮我炼制一下丹药。我需要一枚2品圆满的筑基丹。”说到这里的时候，林清言的脑海中竟然不自觉地浮现出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不过是5行下品灵根的他，最近的实力有没有变强？他犹豫了一下道：“要不还是2枚吧。”刘管事微微感觉有些为难，主要是他担心自己跟那惊鸿小友说的话，他会不会觉得被冒犯？可想到林清言是玉石令牌，便依旧是对林清言说道：“贵客既然如此要求，我们定当想尽办法，只不过这其中所牵扯的费用可能会有些高，毕竟是2品圆满的筑基丹。刘管事，我不会让你们为难，药材我会提供，而且炼丹师所需要的其余费用，我也会尽数给到。”最后，那林清言又笑笑道：“当然，如果那炼丹师不肯帮忙，我也不会强求。”刘管事说道：“贵客请放心，我一定会帮忙从中联系斡旋，争取不让您失望。”林清言在这西门商会的店铺并没有久待，而是起身离开以后，御剑升腾而起。林清言并没有回自己的地方去，而是在青云门的外门之中用神念扫了一圈。很快，林清言就在外门之中找到了这个熟悉的气息。看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林清言的眼神之中流露出了一些复杂的神色。女人总是忘不掉那个曾经夺走她厨业的男人，顾双成就是他林清言的第一个男人。虽然顾双成实力地位低微，但顾双成总归还是和他林清言发生关系的男人。咦，已经炼气境6层了，这才多久没见就有了这么大的提升，他的实力进步有些快啊。林清言诧异一声，看起来这顾双成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普通的外门弟子，靠自己可以有这样的长进，着实不容易。这顾双成应当也是属于坚韧之辈。林清言低声的赞许道：“给他准备1枚2品圆满筑基丹，还真的给对了。一会回去再跟刘管事说一下，给他弄点1品圆满的聚气丹吧，让他可以实力提升得更快一些。如果他真的能快速变强，说不定到时候还可以帮上我。”林清言说完，就转身犹如一道闪电，瞬间离开了刚才所在的地方。林清言刚走，顾双成就出了自己的住所，前往了方氏。想在方氏之中购买神通其实不难，难的只是买高等级的神通，特别顾双成只是想买一个不入流的神通。因为担心自由交易区的神通来路不正，给自己沾染麻烦，所以顾双成还是选择去更正规的店铺里购买。贵一点也没事，总归更加的放心不是。他找到了更熟悉一些的西门商会。他刚刚一进去，那接待小姐叶文珠就迎了上来：“老爷，您要点什么？神通，火属性、木属性的神通，等级不用很高，不入流的就行，等级高的我也买不起。”顾双成当即开口道。对于叶文珠，他也是有些熟悉的，几次来西门商会都是他负责接待的自己。叶文珠闻言脚步一顿，转身看着顾双成轻声说道：“老爷，你要神通，我这边就有一部，可以便宜一点卖给你，可以吗？”顾双成皱眉，他本来就是为了找一个来路更正的神通，结果来了这里，人家又要把他自己的神通卖给他。老爷，你放心，我的这个神通绝对是不错的，是我家里的祖传的神通。如果不是因为我实在缺少修炼资源，我也不愿意拿出来卖。叶文珠说着就低下了头。顾双成用神念扫了一下叶文珠，身材的确是火爆，可至于实力，炼气境1层。看着叶文珠的年纪，估计也很大了，才炼气境1层，那岂不是说明她基本没有什么天赋？这还要修炼个啥？我天赋很差，是5行中品灵根，所以需要很多修炼资源才能提升，没有办法，当杂役也赚不到零食，这些年只能一边在西门商会干活赚点零食。叶文珠后面说的，顾双成都没怎么听，因为当他说出自己是5行中品灵根的时候，顾双成就想到了自己。顾双成自己可是5行下品灵根，人家叶文珠比自己可还要好一点呢，竟然落得如此艰难，可想而知，这修仙世界是何等的残酷，修仙之路又是何等的艰难。都说修仙就是逆天而行，一点也不为过，毕竟到了筑基跨越金丹的时候，还需要遭遇天地雷劫，可见修仙之人就是天道也容不下他。万幸自己有了通天小神术，让自己的修仙之路变得相对好走了一些，至少自己的努力多多少少都换来了回报。可这世上有多少人如同这叶文珠一样，付出了万般的努力，最后收不到任何的回报？顾双成一时有些异动，看着叶文珠的表情，也不再停留在单纯的火辣身材，而是看到了另一个时空，没有通天小神术的自己。你们家的那个火属性神通叫什么名字？顾双成开口问道。叶文珠听到顾双成如此问，就知道顾双成是有了想要的心思，他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神色，连忙回答道：“老爷，我们家的火属性神通叫做螺旋火钻，是完整的不入流神通吗？”顾双成追问道。当然完整，我们家一代代流传下来，每一代都当宝贝一样对待，从来没有任何的损坏，所以一定不会有缺失。叶文珠认真点头道。价格呢？顾双成道。
叶文珠支支吾吾道：“这个不入流的神通，在咱们店铺的话是1300下品灵石左右，我就800下品灵石跟你买可以吗？这800下品灵石，我可以去买8枚下品聚气丹。”顾双成道也是没有为难他，爽快的应了下来。行，那就这样吧。太好了！叶文珠大喜，将自己胸口的玉佩拿了下来。老爷，神通就在这玉佩之中，你且拿去。顾双成接过玉佩，感受着玉佩上传来的温热，忍不住的就婆娑了一下。就这个动作，看得那叶文珠俏脸一红。顾双成又在西门商会花了1300下品灵石，买了一个不入流的木系神通，这才返回自己的住处。他将玉佩和功法玉简都丢给了通天小神树。然而第二天的时候，通天小神树上所结的果子，倒是让顾双成吃了一惊。第63章五行神通，武灵归元阵。那记着不入流木系神通的功法玉简，成为了一枚绿色果实。顾双成戳碰后，那绿色果实就化作了一篇信息，记在了顾双成的脑海之中。是生魔灵。可在木属性灵脉内孕育培养魔灵，随着使用者的实力增强而增多，在战斗时，可在无形之中将魔灵散出。魔灵进入敌人体内以后，就会无形之中借助敌人的气血之力和灵力的疯狂生长，直至将敌人吸干之时，魔灵会成为蘑菇，从敌人七窍长出，让敌人爆体而亡。并且蘑菇可被使用者收回，蘑菇之中所吸取的灵力可转化为木灵力，充沛使用者的灵脉，气血之力则无法回收，会留在尸体内。随着实力提升，魔灵可成为大面积杀敌利器，曾有强者一招就散出100万魔灵，灭杀100万生灵，易如反掌。是对于这部木属性神通，顾双成惊讶，不过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已经知道原先的木属性神通是会被加强成为更强的神通的。真正让顾双成吃一惊的是那叶文珠给的玉佩。那玉佩在经过小树苗的强化提纯以后，并没有如期成为一个火红色的果实，反而成为了一个五彩的果实。这让顾双成有些不解，于是他立马就伸手过去，用指尖碰了那五彩果实。旋即，一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了顾双成的脑海之中，这是一股远比那木属性神通是生魔灵还要庞大的信息量。顾双成最终愣了有10几个呼吸，这才稍稍的缓了过来。他仔细看了一下脑海之中那多出来的信息，武灵归元阵。使用此神通之人，必须拥有五行本源法宝，或者为五行灵根。运行前，将5种属性灵力幻化成5种灵兽，运转武灵归元阵，5行相生循环，大大降低灵力损耗。5种灵兽可在互补之中轮番进攻。逆向运转武灵归元阵，则将形成5行相克的湮灭之环，在敌人不曾想到的时候，利用5行相克相击，消耗灵力，形成杀招。最后杀招武灵自爆，形成5行星旋，瞬息之间巨大爆炸，形成一片圆形黑洞，吞噬碾杀所有生灵。顾双成看得头皮发麻，这尼玛，如此的神通也太强大了！要知道，光是形成一个火灵攻击，这就已经可以算是一部单独又强悍的神通了。眼下这神通竟然可以同时演化5行灵兽，并且还可以相生相克。可见这神通的威力绝对是比那是生魔灵更强更大。至于为什么该神通在叶文珠他们手中发挥不出效果，顾双成盲猜应该是由于其对使用者的限制有些大，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使用。五行本源法宝这种东西天底下就没多少。五行灵根修士虽然多，但是会五行同修，并将实力提高到可以完全发挥出这神通威力的，又是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而这神通对于顾双成来说是非常的适合，眼下可以先凝练火灵和木灵，等到以后可以继续凝练其余3灵。那叶文珠的先祖应该是一名不弱的强者，只不过他不是五行修士，所以无法发挥出此神通的妙用，因此在玉佩之中可以看见的功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无法被他们看见。顾双成暗自惋惜，早知道刚才他应该先行用神念看一下的，这看都不看，直接丢给了通天小神树，倒是让他少了一些体验。余下的几天，顾双成就一直在自己的住所修炼这2门神通。是生魔灵相对要好练一些，只要在自己的灵脉之中孕育出一些魔灵就可以。顾双成一连孕育10余天，最后在自己的木属性灵脉之中成功孕育出1枚魔灵。可当他想要孕育第2枚魔灵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实力不够，需要提升实力才可以孕育出第2枚魔灵。无奈的他只好转而修炼武灵归元阵。原本顾双成以为这神通应该也不会很难，他最先选择凝练的也就是最强的火属性。然而当顾双成将火属性灵力按照功法运转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所凝结出来的火灵，别说火灵了，连个虚影都没有，就算是轮廓他都凝练不出来。卧槽，这天阶神通是强，可是我发挥不出其功效啊，这虚影都没有，我又如何用它杀敌？顾双成有一种怀中抱着绝色美女，然而他却不举的尴尬体会。一时有些灰心的他倒也是无奈，但是他相信这神通肯定也有适合他这种实力低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应该只是目前的他还没有找到窍门。顾双成坐在床上想了许久，都没有想明白，于是将这个事情先搁置到了一边，准备先炼制一些丹药。明天又该去给刘管事送5枚1品圆满的聚气丹了。顾双成算算日子，应该也到时候了。他拿出自己所准备的聚气丹的药材，逐个扔进丹鼎之中，开始炼制。时间流逝，随着顾双成一掌拍向丹鼎，丹鼎中的12枚丹药就瞬间飞了出来。不错，这次是5枚中级，7枚下级。顾双成点点头，将5枚中级聚气丹收起来，7枚下级聚气丹则是丢给通天小神树强化。
这些一品终极聚气丹，顾双成是拿来以备不时之需的。有时候他需要以顾双成的身份卖一些丹药的话，就可以拿这些中品的聚气丹来卖。第二天，当顾双成带上易容服来到西门商会的时候，就看见那刘管事早就等着自己了。他一到，就被刘管事请进了密室。惊鸿小友，我有一件特殊的事情，想要你帮一下忙。刘管事在和顾双成交割完了一品圆满聚气丹以后，很是善笑地对顾双成说道：“刘管事有什么事，尽管说。”顾双成大方道。刘管事道：“有一位贵客得知我们和你师父有合作以后，想托我帮忙牵个线，让你师父帮忙给炼制一些丹药。”顾双成闻言心中咯噔一下，该来的总归还是来了。这一天，他在当日拿出一品圆满聚气丹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了。他镇定心情后，装作无事对刘管事说道：“不知刘管事这一次要我帮忙炼制什么丹药？”刘管事伸出2根手指，两种，一种一品圆满聚气丹，需要一次性炼制10枚，还有一种就是2品圆满的筑基丹2枚。顾双成这下是真的不淡定了，开什么玩笑？2品，他哪里会炼制2品丹药？惊鸿小友若是为难，也是没事的，只是那贵客给的酬劳丰厚，有足足20万下品灵石，所以我们帮着引荐一下。不过想来，惊鸿小友的师傅应该也不在意这些灵石。那刘管事见顾双成一直没有回答，以为是顾双成觉得为难了，连忙递出梯子。20万！顾双成差一点点就直接站起来惊呼了。嘿嘿嘿，喜欢的朋友帮忙给我个5星好评和票，感谢。第64张丹药怎么又回来了？他的袖子下的手都猛地抖了一下，开什么玩笑？20万下品灵石，这特么的谁不要谁是王八蛋。然而还不等到顾双成开口，那刘管事就说道：“如果惊鸿小友觉得少，那我西门商会将直接免去小友上次那个1品上级丹顶的还没有付完的下品灵石余款。”刘管事以为顾双成觉得灵石少，觉得这其中他自己没有利益可图，所以才会如此作态，所以连忙加码。对于刘管事来说，只要可以让玉石令牌会员满意，那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玉石令牌会员，要么就是有极为强大的实力，要么就是有很深厚的背景。这种人一句话，就可以让刘管事的位置往上腾挪好几层。顾双成傻眼了，这特娘的，自己一犹豫就又多了一大笔灵石。要知道，虽然最近他基本每隔一段时间会偿还一部分他的那个丹顶的欠款，可依旧还差1万左右下品灵石没有还清呢。现在一下子就给免了。惊鸿小友，你觉得如何？刘管事再次问道。他看顾双成依旧是没有反应，还以为顾双成还是不满意呢。可是他作为一个分店的管事，所能给到的最大的权限，也不过就是如此。要是顾双成还是不同意的话，他也只能悻悻作罢，不能再继续坚持。顾双成也没有再犹豫，当即轻咳道：“可嗨嗨，是这样，我刚才在想我师父下一次过来大概会是什么时候，所以一时有些失神。炼制这丹药对于我师父来说并不难，只要我说一句，师父应该会替我炼制。不过还是等我且去通知一下看。”顾双成说着，做出一副准备坑师父的模样。那刘管事闻言，脸上大喜过望，那太好了，只要惊鸿小友的师傅愿意出手炼制，这个事情就板上钉钉了。说着，他递过来一个储物袋，惊鸿小友，这储物袋你收着，里面就是炼制聚气丹和筑基丹的药材，还有20万灵石也都在这个储物袋里。我们商会信任惊鸿小友，所以就不玩那种先炼制后给钱那一套了。顾双成接了过来，心道自己还能白的一个储物袋，真不错。至于炼制丹药，他已经想好了，聚气丹他每天都在炼制，没有压力。至于那筑基丹，他的确是不会炼制，可他能去买啊，买2颗2品下级的筑基丹来，让通天小神术提升强化到圆满就行。顾双成没有在西门商会买筑基丹，而是完全分开购买的，一颗丹药在这家店铺买，另一颗丹药就在另一家店铺买。而且时间上，买的第1颗筑基丹后，过了足足半个多月才改变容貌，又去的另一家店买了另一颗筑基丹。2品下级的筑基丹，售价只要1万下品灵石，经过通天小神术的提纯，就可以卖到10万下品灵石一颗，这其中的利润可想而知。顾双成在拿到了2枚2品圆满的筑基丹以后，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就立马将筑基丹给了刘管事。同时，为了防止目标过于明显，他还对刘管事说道：“刘管事，我师父说短期内不想要再帮忙炼制丹药了，最近他要突破修为。”好好好，刘管事爽快的应下，看着手上的几个玉瓶，脸上的笑容是根本就压不住。然而，第二天顾双成早上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就惊奇的发现自己的屋门口竟然多了2个玉瓶。顾双成揉揉眼睛，有些不敢置信，这玉瓶是哪里来的？该不会是哪个人整蛊我，故意放我这里的吧？嘴上说着，他拿起玉瓶前后左右看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看着就是装丹药的玉瓶，可是这好端端的，谁会放2瓶丹药在自己的门口？难道是有人想要下药把我给害死？顾双成说着，脑子里闪过了无数人的身影，想着会不会是这些人想要谋害自己？龚荣、龚管事、何强。然而他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所以然来，因为这些人真的过来了，自己不可能毫无察觉。只有实力比自己高很多很多的那种金丹境修士，才可能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到这一步。可金丹境强者要想害自己的话，又无需用这种下三滥的下毒招式。先看看是什么丹药吧。顾双成喃喃道。于是他将玉瓶倾倒，这一倒就把玉瓶里面的丹药给倒了出来。其中一个玉瓶里只有1颗丹药，另一个玉瓶里有足足10颗丹药。
顾双成在看到这些丹药的时候，也是明显的愣住了。这丹药他熟悉的不行，因为这不就是他昨天拿到刘管事那边去的丹药吗？圆满级丹药，12道丹纹，数量也对得上，只有那筑基丹缺了1颗，聚气丹则刚好依旧还是10颗。我给刘管事的丹药怎么又回来了？顾双成在心中诧异，难不成刘管事给送回来了？顾双成不解地猜测道，不对，刘管事要是给我送回来了，那肯定会跟我说啊，也不至于搞得偷偷摸摸的。会不会是刘管事觉得这个丹药有问题，所以给我送回来了？顾双成又在心中猜测道，但很快顾双成就否认了自己的猜测，不对，如果是刘管事觉得丹药有问题，那他刘管事也完全可以直接来跟我说啊，何必要这么偷偷摸摸？不对，顾双成又立刻否认，人家都不知道我叫顾双成，他只知道我叫沈惊鸿啊，当然也绝对不可能会知道我在这里。顾双成挠挠头，愣是没有搞明白自己这丹药为什么会在这里。远处，林清言正站在一棵大树的树梢之上，用神念扫视着顾双成的住所。当他看到顾双成竟然如同一个傻子一样，看着手上的丹药，不但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当宝贝赶紧收起来，反而跟个憨憨一样，前看后看的，起的一脚就踹在了脚下的树梢之上，大片的绿叶立马就被他这一脚给震落了下来。特别当顾双成说会不会有人要害他的时候，他更是气得翻了翻白眼。呆子，好心给你丹药，还怀疑我毒你，真想好好的踹你一脚。但是气归气，他又不能看着顾双成将他的一番心血给浪费了，于是他直接用灵力卷起一片刚才被他震下的落叶，操控灵力成为细小的针，在那树叶上写下了几个字，然后随手拈起树叶，朝着顾双成的方向一送。那树叶就犹如一道流光一样，迅速的飞向顾双成的住所。第65章宗门任务唐恩。顾双成站在那边想着这丹药是怎么回来的，忽然一片树叶就落到了他的脸上，砸得他的脸都有些生疼。顾双成随手将那树叶从脸上扒拉了下来，感受着这轻飘飘的树叶，竟然犹如铁片一样粘着他的脸，让顾双成有些好奇，这树叶也没有很重啊，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道？他拿起那树叶仔细一看，咦，这树叶上咋还有字？顾双成忍不住的诧异道。顾双成将那树叶拿到自己的面前一看，给你丹药，你就吃，磨磨唧唧的。顾双成抬头四处看去，并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人。这是谁啊？听上去怎么凶巴巴的？还有给我丹药，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要这样拐着弯的给我？顾双成看着树叶，喃喃道。良久，顾双成发现的确是没有人出现以后，便将丹药收了起来。不过他没有和其余的丹药放在一起，而是单独放在了一个角落。虽然看那树叶上的字，这给丹药的人应该是不会害自己，可顾双成依旧不敢把自己的性命放在别人的手上，所以这些丹药他还是得让通天小神树给提纯一下，确认没有问题再吃。同时他还将这一片写了字的树叶给收了起来，这以后要是找到字迹差不多的人，比对一下，说不定还是可以比对出来是谁的。能平白无故的找刘管事炼制丹药，并且只拿走了1颗丹药，其余的丹药都给了自己，这个人对自己绝对是很好了，改日碰见了一定得好好的感谢一下。经此一事，顾双成也没出去的想法，回屋后正准备开始炼制丹药，忽然一阵啪啪啪的声音传了过来，紧接着天空之中就飞来了一头飞行纸鹤。就在顾双成以为这纸鹤上的人就是给自己丹药的人之时，就见从飞行纸鹤上下来一个管事的，他对着顾双成的大门就喊道，外门弟子顾双成，还不快出来。顾双成自然是听到了外面的声音，立马就从自己的住所里出来，然后就看见一个穿着管事服饰的人正有些不善的看着他，你就是顾双成？那管事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双手环在胸前，就差把鄙夷2个字写在脸上了。我就是顾双成。顾双成有模有样的行了一礼，不知管事大人找我何事？哼。那管事看顾双成还算有理，脸色稍稍好了一些，你作为外门弟子，难道不知道外门弟子每年需要完成外门任务，积攒宗门积分的吗？宗门积分？顾双成微微有些诧异，宗门积分不是用来换取宗门资源的吗？那管事翻翻白眼，宗门积分的确可以换东西，但是你不换东西也不可以不搞积分啊。咱们青云门为了防止外门弟子躺平，所以每个外门弟子每年必须达到120点宗门积分，平均下来每1个月需要10点宗门积分。你都进外门快要1年了，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害得我还以为你死了，准备来给你收尸。还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你的宗门积分要是还没有到120，你就要被宗门强制派任务了，到时候的任务可就都是一些很凶险或者很繁琐的任务了。顾双成都没有人告诉他，他知道个锤锤啊，而且他以前也没有见过唐良出去做任务啊。不知管事大人，这宗门任务去哪里做？我上次在外门大殿没有看见啊。顾双成连忙问道。然而那管事却是没有说话，只是那环在胸前的右手稍稍搓了搓。顾双成了然，这特娘的又是付费内容。这青云门真的是上下都有这么黑啊，随便找个名目就捞零食。可他又没有办法，因为他最近一直忙于炼丹和修炼，都没有出去和别人打交道，连个朋友都没有，无处去问。他只好假装从自己的胸前拿出了10枚下品灵石，给了那管事。那管事掂了掂灵石，稍稍满意了一些，说道，宗门任务不在外门大殿，而是外门和内门的山口，那边有一个任务堂，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的任务都可以在那里领取挑选。看在你灵石的份上，我好心劝你一句，去了人物堂千万别得罪内门弟子。
还有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建议你选择宗门外的任务，因为宗门内的那些任务积分少事还多。说完，那管事起身激发了自己的飞行纸鹤，远远的就飞去了。顾双成看着那管事的背影，这管事贪是贪了点，但人还是好的，不然自己稀里糊涂的被宗门强制派去做一些任务的话就不好了。只是在顾双成不知道的地方，那正在飞行纸鹤上的管事拿出了传讯玉简，对里面说道：老公，该说的我都帮你说了，这小子会不会上套我就不知道了。说起来，这么一个区区炼气境4层的小垃圾，值得你这么大费周章的搞他吗？还是说这人的身上有什么宝贝？哦，原来是有仇啊，那就难怪了。这小子竟然这么不识相，看来死定了。此时的顾双成在住所门口犹豫了片刻以后，就打算前往宗门的人物堂去看看有什么任务可以做的。他坐上飞行纸鹤，按着刚才那管事所说，前往了外门和内门的山口。果然，远远的他就看到了一幢横跨于外门和内门的宏伟建筑物，正伫立在山间。顾双成连忙早早的就将飞行纸鹤降了下去，然后走到了这人物堂的门口。此时的人物堂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进了人物堂以后，顾双成才发现这任务堂的大厅竟然是被阵法隔开的，外门弟子无法进入内门，而内门弟子可以自由进出这一道阵法。而在这大厅的一侧就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墙，有一些宗门管事或执事正在帮忙办理任务领取和任务完结。顾双成站在柜台前，远远的看向了人物墙，就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各种任务，有寻找天地异宝的，有找人的，有击杀妖兽的。第66章公管事偷袭，总得来说就是简单的任务，在任务墙的下面部分，这些简单的任务相对的任务积分也少，多的10几个积分，少的几个积分。而任务墙的上面部分则是一些比较难比较危险的任务，这些任务的积分奖励就多了，动辄就是几百上千个积分，甚至顶端的那些都有几万个积分。在这些任务之中，他还在比较靠上的位置看到了合墙的任务，任务名斩杀筑基境邪修合墙，任务奖励获得2000宗门积分。想来那一次公莲和那七师姐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而去击杀的合墙吧。只不过很可惜的是，那一次他们2个人都没有办法留住合墙，所以这个斩杀合墙的任务还会挂在这里。顾双成只是在这些难的任务上扫了一眼，就没有再关注了，他反而是看向那些下面的任务，毕竟他自己什么实力，他还是心知肚明的。去碰那些超越自己实力的任务，那就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很快，顾双成就在一众任务之中看到了一个还算让他觉得满意的任务。妖兽笑月郎在民间胡作非为，残害平民百姓，所以百姓们求到青云门，请求青云门帮忙出手斩杀。任务达成奖励20积分。这笑月郎在实力上并没有达到1级妖兽，所以换算成修士实力的话，也就是在炼气境左右，和那8蛇有些类似，所以顾双成觉得自己还是可以试一试的。反正他有足够多的保命手段，又可以完成宗门要求的任务，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找这笑月郎提升一下自己的战斗经验，还省了自己去找妖兽。领取任务相当的简单，顾双成和那管事的一说，管事的直接就把那任务给摘了下来。一经登记，顾双成就算是领取了这项任务。领取了任务后，顾双成倒也是不急着就前往斩杀笑月郎，而是在自己的住处又待了一晚上。这一晚上，他又弄了一些1品圆满的疗伤丹、解毒丹等等，同时也把手上的符篆又整理了一下，确保自己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就拿出符篆并激发。将灵力以及身体的状态都调整到最佳以后，顾双成这才出发前往那妖兽笑月郎所在的河东村。然而，顾双成才刚刚出了青云门，他就总感觉自己的背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这种感觉让顾双成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依旧朝着河东村赶去。只不过他已经将一个2品的防御符篆拿到了左手上，这已经是他最后的一个2品防御符篆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会用的。所以他又两一个1品的防御符篆放在了右手，到时候看情况选择其中的一个激发。也就在顾双成来到一处偏僻所在的时候，忽然从他的右边3个土黄色的尖刺朝着顾双成直直刺了过来。尖刺飞来的速度很快，只是瞬息之间就来到了顾双成身侧1尺不到的地方。如此的电光火石之间，顾双成的快速朝着尖刺过来的地方一看，就见一个坐在飞行纸鹤上的人已经出现在了距离他几百米远的地方。顾双成脑中瞬间盘算了一下，坐在飞行纸鹤上，说明人家还不能遇见，也就是说人家不是筑基境强者，只是一个炼气境的修士。那面对一个炼气境修士的一击，他完全不需要用2品符篆防御，只要用1品符篆就绰绰有余。顾双成直接将右手之中的1品圆满防御符篆给激发了出来，挡在了自己的身侧。那防御符篆立刻就形成了一道金色的钟一样的灵力护罩，将他整个人都笼罩了进去。砰砰砰！也就在这灵力护罩形成的刹那，3道沉闷的声音响起，3个土黄色的尖刺直接撞在了那护罩之上。阵阵波动过后，土黄色的尖刺已经消散，而那护罩却是依旧完整。显然，这施展尖刺之人的等级远没有达到炼气境的圆满。你是谁？为什么要再次埋伏攻击我？顾双成怒喝一声，操纵着飞行纸鹤朝着那人飞去。靠近后才发现这不是别人，而是曾经他当杂役之时的公管事。公管事，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攻击我？顾双成满脸怒意地说道。
公管事没有回答顾双城的话，而是看着那顾双城面前的金色防护罩，流露出了浓浓的垂涎之意。顾双城，看来你做丹童期间果然是弄到了不少零食啊，这么贵的防御符篆你都有。公管事嘿嘿笑着，还激动地搓搓手，不过这些马上就都是我的了。顾双城听到他的话，就明白为什么公管事会出现在这里了，合着人家是看上自己的家底了，想要埋伏于此，抢劫自己啊。顾双城扫了扫那公管事，也就炼气境7层的实力，比自己也不过高了一层，心中有了一些把握。呵呵，公管事，在青云门，我叫你一声管事，在外面，你真以为你还能这么颐指气使？今天到底是你杀我，还是我杀你还不一定呢。顾双城冷笑道。哈哈哈。公管事哈哈大笑起来。顾双城，我没有听错吧？你竟然觉得你一个炼气境4层的垃圾，可以杀我一个炼气境7层的修士？我告诉你，今天你识相的话，你就乖乖的把你所有的储物袋、宝贝都给我，我也不为难你，甚至可以留你一命。但你要是冥顽不灵，想要反抗的话，我也不会客气。虽然我不能杀了你，但是废了你，再把你身上搜刮干净，还是可以轻松做到的。公管事将话挑明了，直接威胁起了顾双城，逼逼赖赖的说了。顾双城的蜃楼敛息诀将顾双城的实力已经隐藏到了炼气境4层，所以在那公管事看来，顾双城还只是一个炼气境4层的修士，自然的对于顾双城轻视也是溢于言表。其实能不动手直接抢，那自然是最好的，省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顾双城身子周围的防护罩好像有些难以打破，刚才的那一击就已经花费了他将近7成的实力，却没有将顾双城的盾牌打破，所以真的想要把顾双城打到没有战斗力的话，倒是肯定还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公管事计划的很好，按照顾双城现在的财力能买得起符篆，但是肯定买不起一品高级的符篆，所以顾双城所用的绝对是一品低级的符篆，就算它是一品中级的符篆，符篆的维持时间也不会很长。所以他现在费点嘴皮子，如果可以把顾双城说动，让顾双城主动投降，那最好，如果不能，耗点时间，等符篆的维持时间过去了，他再收拾顾双城也来得及。第67章，你这不是一品下级符篆。顾双城自然是不知道此时公管事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内心所想所计划的。他在听了公管事的那些威胁以后，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公管事，就淡然道，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么大的把握可以收拾我，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公管事见到顾双城此时在准备战斗，不禁大笑出声。哈哈哈，顾双城，你以为我说了一大堆是为了干什么？你的一品下级的防御符篆应该快要失效了吧？等到你的防御符篆失效，我看你还拿什么抵挡我的攻击？公管事说着，见时间差不多了，就调转灵力，开始对顾双城出手。因为修为不高，所以攻击手段都是一样的单一。公管事不停地用出那土黄色的灵力尖刺，刺向顾双城。只可惜都被顾双城的金色防护罩给拦截了下来。一次被拦下来，2次被拦下来，5次被拦下来，6次还是被拦下来。公管事是越打越累，毕竟这个灵力尖刺还是需要消耗他很多灵力的。然而他朝着顾双城足足攻击了6轮，却依旧是没有打破顾双城的金色防护罩。顾双城的防护罩也依旧是没有消散，这让公管事打得都傻了。不是，你这个一品下级防御符篆是哪里买的？怎么可以维持这么久？公管事就跟打乌龟壳一样，打了半天，自己累得吭哧吭哧的气喘吁吁个不停。说着，他还往嘴巴里塞了一颗丹药，准备回复自己的灵力。顾双城没有回答公管事的话，他当然不可能傻乎乎的跟公管事说自己的符篆其实是圆满级的符篆，就算今天可以杀了公管事也不能说，更不要说他不能随便杀宗门内的弟子。于是他直接转说道，打累了吗？打累了，那该轮到我打了吧。说着，他不等公管事恢复，趁他病要他命，趁你累，我揍你。顾双城没有用神通，因为眼下他可以用的就只有那个木属性的神通是生魔灵，他怕一出手，一会就把公管事给打死了就不好了。于是他就选择用普通的攻击，拳拳脚脚的都落在那公管事的身上。一开始公管事还可以防御一下，甚至还可以反抗，但是顾双城打他，他需要用灵力去防御，而他打顾双城根本就不用防御，直接用金色防护罩硬抗就行。这就形成了一边倒的情况，加上他本身在前面用掉了大量的灵力，况且他刚才吃的也不是什么高级的丹药，根本没有这么快的回复效果。所以很快公管事就扛不住了，很快就落在了下风。一开始能反抗的，现在也没有办法反抗了，甚至一开始他还可以防御的，现在顾双城一拳下去就可以让他多一块淤青和红肿。顾双城下手又狠又重，当时他当杂役弟子的时候受了这公管事多少的欺负，现在他都要一一的打回来。这一拳是你当时敲诈我的灵石，这一拳是你那次打了我一巴掌，这一脚是你当时抽了我一鞭子。打到后来顾双城自己都不知道找什么借口了，于是就开始瞎编。这一拳是给你糟蹋的那个女孩子的，这一脚是给被你偷看洗澡的刘寡妇打的。公管事身体和心灵遭受双重的折磨，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偷看刘寡妇洗澡了，还有他明明喜欢的是男人啊，什么时候糟蹋女孩子了？不是，哎呦，别打了，哎呦，你的实力，哎呦，这明显不是炼气境4层的实力啊，哎呦。公管事浑身上下都肿了一圈，就连裤裆里那玩意都被顾双城踹了好几脚，估计也肿了好几圈，说话也说不利索了，嘶嘶哈哈的。顾双城，嘶嘶嘶，差不多的了，嘶嘶嘶。
公管事威胁道：“你再打，等我回宗门，我一定找人弄你。”公管事断断续续的威胁的声音传来，却没有让顾双城害怕，反而让他想到了那天公荣打断了唐良的灵脉。于是顾双城猛地挥拳，直接朝着那公管事的丹田处狠狠的一拳、两拳。公管事一开始还可以嗷叫几下，后来直接叫都不叫了，整个人昏死了过去。同时顾双城还废了公管事的舌头和耳朵，反正整个任何植物人没有什么两样，除非能给他吃下很昂贵的疗伤药。呵呵，等你回了宗门应该不会为了一个已经灵脉被废的家伙，特意为你吃很昂贵的药吧？而且是你先来找我的麻烦，先来为难我的。顾双城看着躺在地上不成人样的公管事，拍拍手掌说道：“反正按照宗门规则，不杀人就没事，自己可没杀他。真要是有执法堂的人问起来，也是这公管事先来整他的。”顾双城担心公管事躺在这里会被一些妖兽给吃了，于是又好心的将公管事扔到了有人经过的路上，相信一定会有人看到他，并把他救下的。做完这一切，顾双城不再理会，径直起飞向了那河东村的方向。河东村在青云门的东侧大约100里的地方，整个村子成长条形，中间是村子的居民区，两侧都是田野，从天上俯瞰，简直就是一片人间桃源。要是不修炼的话，其实选一个这样的地方待着也蛮舒服的。顾双城感慨着，就操控飞行纸鹤缓缓地降下。仙人，爹，你看天上有仙人。田野间，一个正在帮着父母插秧的孩子看到了天上的飞行纸鹤，连忙举着手上的稻秧大喊了起来。听到他的话，田野间一个个正弯着腰干活的人都直起腰，看向了天空上。他们的目光之中充满了羡慕，特别是那些孩子，都期盼着自己要是以后也可以成为这样能上天入地的仙人，该多好。各位大伯，请问是不是你们这里遭受笑月狼的袭击？顾双城将飞行纸鹤一收，就对那些庄稼汉们问道：“是啊，仙人，那狼经常来我们村子里吞吃我们的鸡鸭也就算了，还吃人。官府和我们村子里的人组织了一次围杀，结果那狼太强了，我们的武器根本伤不到他，结果狼没杀到，我们去围杀的人还死了不少。自从那次我们围杀了那狼以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特别到了晚上，天天来吃人。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求到仙门，寻求仙人的帮助。”村民们说着，一个个就跪了下来，求顾双城帮他们。其中一些有亲人命丧狼口的，更是直接凄凄惨惨地哭了起来。顾双城连忙上前将他们扶起，你们放心，如果那笑月狼再来，我一定斩杀他。那些村民被顾双城扶起以后，有些诧异地看着顾双城，其中有一个孩子更是心直口快，你真的是仙人吗？顾双城一愣，不理解这孩子为什么这么问，难道自己长得有这么不像仙人吗？第68章战笑月狼，你这孩子怎么净瞎说？那孩子的大人见状，立马一把将自己的孩子拉了过来，满是泥巴的手直接捂住了孩子的嘴巴。仙人，你千万不要和孩子计较。我们以前也见过仙人，那些仙人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我们也是颐指气使的，只有你对我们和和气气，所以我家孩子才会说出胡话。边上那河东村的其余村民们也跟着帮忙开口解释，说的话大概也都是这个意思。顾双城闻言错愕，好吧，原来如此。于是他摆摆手，没事，你们管自己忙吧。不过虽然顾双城是让他们忙，但这些村民可不敢真的管自己忙。他们不但把村子里最好的一个宅子空了出来，让顾双城先落脚，而且各种各样的美食都被端到了顾双城的面前。甚至村子里一些好看的丫头也被派了过来，当做小丫鬟照顾顾双城。顾双城一直就没有被人伺候过，所以也不习惯被人伺候，挥挥手就将这丫头遣了回去。他清楚地看到那丫头在离开的时候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可见这丫头来伺候自己也是背负着极大的压力的。那丫头离开后就来到了河东村的一个屋子里，此时几名河东村的老人都聚集在这里，这些老人都是河东村的族老。原本要种田的他们因为顾双城的到来都没有了心思，都在这里等着顾双城的下一步动作。可当他们看到那丫头回来了的时候，立刻不解道：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去照顾仙人吗？仙人要你干什么，你都得乖乖听着吗？你咋还回来了？其中一个老人怒斥道，生怕这丫头做了一些得罪仙人的事情，引得仙人的不开心。仙人不要我照顾，说他不需要人照顾，就让我回来了。那丫头怯生生地说道。屋内顿时就寂静了下来。几个老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动容。看来这次的这个仙人是真的不一样啊，他一点都不摆仙人的架子，连我们的好处都不要。是啊，这次的仙人虽然看着年纪小，但是给人的感觉真的很亲近，就是不知道他的实力怎么样，能不能将笑月狼斩杀。就在几个老人叽叽喳喳说话的时候，那坐在最里面也是看着最老的一个老人敲了敲手里的拐杖，几个老人都瞬间看向了他。如果这次的这个少年可以将笑月狼斩杀，我觉得咱们可以把我们河东村的那件宝物交给他，卖他一个好，这样我们以后河东村有什么事情，他都会愿意来帮助我们。屋内再次陷入了片刻的寂静，随后大家叽叽喳喳的又说了起来，族老的话我赞同，我也赞同，难得遇到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仙人，我们也要抓住机会。顾双城在这河东村之中一直等到了深夜，那笑月狼也是嚣张惯了，等到月亮高高挂起的时候，他开始出来活动了。在河东村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之上，笑月狼高高抬着头，朝着天上的月亮嚎叫。那狼嚎声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河东村这边，在整个村子里飘荡。
给人一种极为恐怖的心理负担。顾双城的神念探查到边上的屋子里，那些村民被吓得瑟瑟发抖，甚至整个人都蜷缩在了墙角，生怕那笑月狼过来吃了他们。会去。顾双城站起身子，伸展了一下自己的筋骨，直接就朝着那笑月狼而去。河东村的田野之中，正在嚣张决定今天去那户人家吃人肉的笑月狼，看到了那个站在他面前的少年。呜呜！笑月狼的鼻子耸起，发出了带着威胁之意的呜鸣声。他能感觉到顾双城和那些普通的村民不一样，但是已经习惯于在这个村子里吃人的笑月狼，对自己的实力依旧是有些信心。所以在看到顾双城依旧是挡在面前之后，笑月狼直接猛地就扑了上来，一场战斗瞬息就开启了。顾双城没有急着展开攻势，而是以防御为主，看看这笑月狼的实力到底如何。几个回合的较量下来，顾双城就发现这笑月狼比那八蛇要强上一些，虽然二者的等级是差不多的，但明显笑月狼的攻击手段更加的多样化。而且笑月狼的攻击速度很快，反应也很敏捷。不过现在顾双城已经是练气境6层的修士，而且手上的保命手段、攻击手段很多，他在这笑月狼的身上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威胁，于是他准备在这笑月狼的身上试试自己前段时间所练就的木属性神通噬生魔灵有多强的攻击力。顾双城悄然地将魔灵从灵脉之中移到了自己的手心之中。在一次和笑月狼的碰撞中，顾双城趁着机会一把将魔灵轰出，然后这无色无味无形的小魔灵就立刻被顾双城悄然地送入了笑月狼的口中。随着魔灵进入笑月狼的体内，顾双城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他在里面的情况。他一边游刃有余地和笑月狼战斗，一边看着魔灵的情况。只见那魔灵在被笑月狼吸入体内以后，就迅速的就长出一根根的嫩芽，直接扎入了笑月狼的血肉之中，然后阵阵灵力从笑月狼的血肉之中被吸入了魔灵里。在丰富的灵力滋润之下，那魔灵生长迅速，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小小的蘑菇状，并且蘑菇还长出了更多的根系，继续扎入笑月狼的更多的体内。同时在这蘑菇的边上还长出了一些小蘑菇。就这样，顾双城估计只要给魔灵足够的时间，魔灵就可以将这笑月狼吸成一个具狼尸。此时的笑月狼还并没有意识到他体内的魔灵，他的心思全在顾双城的身上，想要把面前这个阻碍他的人类给咬死。他低着头，两道阴森的狼眼死死地盯着顾双城，在他看来，想要通过撕咬这种普通攻击是无法击杀顾双城了的。但是好在他前段时间觉醒了一个攻击月斩，也就是用体内的灵力凝练出一道灵力光刃，在猝不及防之间击杀对手。他相信顾双城是绝对抗不住他的一击月斩的。笑月狼低头蓄势，准备调动体内的灵力凝练一击月斩。可此时随着蘑菇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那笑月狼刚调动灵力，连半个月斩都没有形成，他就发觉了自己体内的异常。他悲鸣一声，还凝练什么月斩，调动灵力将这体内长出来的玩意给封堵住都来不及。可那些魔灵此时早就已经在他的体内四散而开，哪里堵得住？笑月狼眼见自己堵不住，又知道顾双城不会放过他，索性放弃凝练月斩，直接和顾双城展开了最后的决斗。从外面看，笑月狼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变得更加的凶猛异常，但是在这些蘑菇的折磨之下，那笑月狼的战斗力实则越来越弱。顾双城瞅准时机，在笑月狼因为体力不支而出现了破绽的时候，直接用那柄黑色短刃捅进了笑月狼的脖子之中，瞬间狼血犹如自来水龙头一般激射而出，将顾双城的身子也染得通红。接下来就要看看这是生魔灵能带给我的灵力反哺的效果了。顾双城喃喃道。第69章炼虚境强者洞府地图，他神念一动，那魔灵犹如孩子一样，再一次回到了顾双城的体内，随之一起回来的还有一股子庞大的灵力。魔灵将那灵力缓缓释放给了顾双城的木属性灵脉，瞬间顾双城甚至都不需要通过灵根慢慢转换，他的木属性灵脉就成功再一次被灵力所充盈。这效果就跟吃了一颗一品圆满的聚气丹一样。顾双城忍不住地赞叹道，通天小神术所强化出来的神通果然是厉害，不但可以干扰敌人，还可以反哺。可顾双城也并没有被这短暂的收获麻痹了自己，他依旧是反省道，不过也幸好这笑月狼比较轻敌，没有上来就放大招。刚才那笑月狼明显是在凝练一个绝招，如果他发现的比较早，或者绝招放得早，说不得不但魔灵无法弄死他，还会被他给毁了。一旦魔灵被毁，那我可就要承受很大的灵力损失，甚至战斗也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顾双城将地上笑月狼的尸体收入储物袋，要提交宗门任务，就需要带着笑月狼的尸体，且宗门会派人过来找河东村的村民核实情况后，才算是任务彻底的完成。仙人，这笑月狼已经被杀了吗？有一些村民比较大胆，出来小声的对顾双城问道。顾双城笑笑，是的，笑月狼已经被我杀了，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们的麻烦了。太好了，笑月狼死了，笑月狼死了！那些村民们激动的大喊大叫起来。原本这样的深夜，河东村的人们应该都已经上了床，陷入了睡眠，但是随着这些村民的喊叫，河东村内的一盏盏灯被点燃，村民们都没有了睡意，纷纷出来庆祝。仙人，你可以跟我过来一下吗？就在顾双城准备动身回宗门的时候，忽然其中的一个老者走到顾双城的身边说道。顾双城不明所以，还以为是他们要感谢自己帮他们杀了笑月狼，想要请自己吃饭，于是他连忙摆手道，老人家不用了，我这就要回青云门了。仙人
还不等顾双城转身走人，那老人家就一把抓住了顾双城的胳膊。这个东西，我想你一定要去看看，可能对你有点用处。老人抓得很紧，是那种一下子根本松不开的那种。顾双城无奈，只好跟着老人去看看。反正现在夜间，宗门任务堂也没有人当值，不如就去看看去。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一间有些陈旧的青砖瓦房里。仙人，小老儿是我们河东村第97代子孙了。我们的先祖曾经也是青云门的一名金丹长老，但是奈何我们后继无人，所以我们村子逐渐没落。一开始，青云门对我们很是照顾，我们每年上交粮食，青云门对我们提供保护，有什么妖兽、邪修过来，他们都是会替我们出手的。但是现在，容小老儿说一句自私的话，这青云门是越来越不对劲，仙人们对我们的姿态也是一代更比一代狂。有一些仙人过来帮忙，还要我们的银两，甚至看上我们的其中一些好看的姑娘，还会直接抢过去当暖床丫鬟陪夜。哀老人说着，叹气一声，老泪纵横。顾双城看着老人家的模样，心中也是微微悲悯。这老人说的其实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现在的青云门，就连顾双城也觉得有些烂透了，看似名门正派，实则干的很多事情都是和邪修没什么两样的事情。但是这事情，顾双城也只是心中同情，并不能做什么，不是他冷血，而是这个世界上实在有太多的不公平之事，总不能每一件事顾双城都去管，都去干预。有些事情的发生，其实也都是这些人的命，过多干预别人的命运，那势必会导致这些因果缠绕在顾双城自己的身上。不知道老人家叫我来这事，顾双城可不信这老人家带他来，只是为了要跟他诉这些苦。小老儿找你来，主要是想要仙人你的一个庇佑，以后我们河东村的事情，我们也就不去青云门找他们帮忙了。因为每次他们派来的人都不如仙长你好说话，所以如果仙长你愿意的话，我们河东村恳求仙长帮帮我们。老人家说着，朝着顾双城跪了下去。这顾双城面露为难，这岂不是有种看他好说话，所以可着他薅羊毛吗？仙人，你放心，我们也不会让你白帮忙。老人家看着顾双城有些为难了，连忙开口道。说着，他从自己的屋子里拿出了一个布包，放在桌上后，小心翼翼的一层层的将布包给打开。等到这个布包被彻底打开以后，就露出里面的东西，那是一张黄色的地图。仙人，这张地图是我祖先留下来的，当年我们祖先就是为了获得这张地图，被人偷袭重伤后，回家后不久就死了。他在死前告诉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地图，因为这个地图里记着的是一个炼虚境强者渡劫失败后留下的洞府，里面有他一辈子积蓄的宝贝。要是我们后代中有人可以有这个机缘打开洞府，那将会获得足够我们一族用好几辈子的财富。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些后代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修仙之路上有所建树，当然也没法发现这个地图的秘密，于是这地图一代代流传到了我手里。现在我们河东村如果没有人的保护，那么可能迟早要被人被妖兽给欺负死，这地图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我要请你帮忙照拂一下我们村子，这个地图就当做你的酬劳，仙人你看如何？那老人家目光灼灼地看着顾双城，等待顾双城的答复。这顾双城心中权衡，一方面看着那地图，这地图看起来的确有一种很神秘的气息，这老人家应该也没有骗自己。顾双城如果说自己不想要，那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强者的洞府一旦可以进去，那一定是可以有很多的宝贝。而保护河东村当然也需要花费一些的代价，可这些代价放在那强者的洞府前还算是轻的。毕竟青云门附近要有威胁也不会有很多很大的威胁，加上他有通天小神术，有些符篆之类的，他只需要用最低级的符篆就可以加强达到很强的效果。就在这时，那河东村的老人家追着补了一句道，仙人你也不用担心，如果真的遇到了很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我们被很强的人给盯上了，你觉得自己敌不过的话，你随时可以放弃。老人家的话已经让顾双城完全没有了拒绝的理由。行，顾双城爽快答应了下来。太好了，老人家感激地握着顾双城的手，有仙人你的庇佑，以后我们河东村就有保障了。顾双城收了老人家的那张地图，放进了储物袋，现在总不能看这地图，要看也要有空了再看再研究。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又一道狼嚎传了过来。第70章，请仙人带孩子们走。啊！当听到这声狼嚎的时候，原本喜庆一片的河东村，在瞬息之间，就仿佛被贴上了一张静音符篆，所有人都是瞬间哑然。整个村子也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就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良久，有人小声问道：“我刚刚听到了什么？我没听错的话，是狼嚎？”你没听错，因为我好像也听到了狼嚎声音。可这笑月郎不是被杀了吗？怎么还有狼嚎？是啊，我亲眼看见那仙人将那笑月郎的尸体收起来，怎么还会有狼嚎？人群中有一个孩子忽然说了一句：“会不会笑月郎不止一头？”瞬间，议论纷纷的人群再次安静。其实大家不是没有想过这一点，只是大家都不愿意当真，不愿意说出来。他们也害怕吓到仙人，要是仙人看到有这么多笑月郎，发现他打不过，麻溜的就跑了。仙人可以做飞行纸鹤跑，但他们这些住在这里的村民可跑不了。顾双城此时也已经从老人家的房子里出来了，他站在空旷之处，对着远处的山上看去。作为修士的他，视力自然是比那些普通老百姓要好很多。很快他就看见了那山上一头笑月狼正快速地朝着河东村跑来，在他的身后还有几十头笑月狼的狼群，那狼群就犹如一道快速接近的黑色波浪，冒着几十双青色的眼睛，在山坡上起起伏伏。
领头的这一头笑月狼比前面顾双城杀的那头还要大上许多。如果从尺寸上看的话，这头笑月狼感觉看着就跟一头牛一样大。此时的他鼻子耸起，露出了他嘴上很大的2颗恐怖獠牙，一双青色狼眼之中充满了仇恨和愤怒。笑月狼群跑得很快，山林之间正是这些笑月狼的主战场，起伏的山在他们的脚下如同平地。而随着笑月狼的越来越近，也有越来越多的河东村村民看到了那头巨大的狼以及他身后的狼群。真的还有一头笑月狼，而且这头狼这么壮，这么高大，一看实力就很强。是啊，这头比那头还要大。完了，这个仙人这么年轻，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这头狼。别瞎说，仙人肯定可以的。你们是瞎吗？后面还有一群狼啊，这么多狼，其中的每一头都有刚才仙人杀的那一头那么强大。真的诶，怎么会有这么多笑月狼？这哪里打得过？要死了，快跑啊！河东村的村民们纷纷惊呼起来，一个个心中都是充满了恐惧。其中那些比较胆小的，对顾双城没有信心的，有的偷偷的，有的直截了当的，就准备跑回自己的家里去躲起来。这样的阵仗，就连顾双城都不禁有些心中发怵，这青云门这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片狼群？难道青云门的那些强者平时都不干事的吗？而且这领头的头狼顾双城根本看不透，那实力感觉至少也是筑基期，甚至可能更高。反正顾双城知道自己面对这头狼是绝对没有胜算的。他的手上的确有一张3品圆满的攻击符传，不知道这3品圆满的攻击符传能不能灭了这一群狼。就算是真的可以灭掉所有的狼，他也不能在这边用，因为他一旦用了，那势必会引起很大的动静。别看那些青云门的强者不关注这边，其实只是因为这边没有他们要关注的东西，没有让他们心动的利益。如果自己一旦用了3品圆满的符传，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到时候强者的确会过来，而自己也一定会被他们盯上。这些强者不搞明白自己身上的秘密，他们又怎么会罢休？不过顾双城唯一有把握的就是，如果他自己想要跑，还是可以成功逃跑的。可他才收了老人家给的地图，答应要保护这村子里的人，他也不好管自己走。就在顾双城皱眉思索自己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在顾双城的身边，那老人家再次一把抓住了顾双城的胳膊，对顾双城道：“仙人，这头笑月狼看起来他比刚才那一头要更加强悍，而且后面还有这么多狼。仙人，你要是觉得不敌的话，你可以先走，我不会怪你，你有大好的前程，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你跟我们一起在这里送命。而且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帮不了你。就连那后面的普通的笑月狼，我们也都帮不了你，就是一头普通的笑月狼，我们全村人联合起来也都打不过。但是恳求你在走的时候，帮忙带走我们河东村的几个孩子，给我们保留一点血脉。”老人家说着，眼泪已经湿了眼眶。仙人，我会带着我们村子里的老人先上前去，将那些狼都拖住，你赶紧帮忙带走孩子，能多带走一个是一个。他说着，还不等顾双城回答，就大吼一声，所有河东村的乡亲们，年纪大的都往前站，做父母的往前站，做爷爷奶奶的往前站，没有后辈的也往前站，把孩子们护在身后，让仙人带着孩子们走。我们这辈子没有什么出息，最后死，我们要死的有出息一点，不能让河东村在我们手上被断子绝孙。我们一起给仙人抢时间。在这老人家的话中，所有的河东村人都立刻行动了起来。原本要跑回家的人停下了脚步，原本哭哭啼啼的人止住了哭泣，原本怯懦的人此时眼中已经有了死意。1个、2个、3个，仅仅是几个呼吸间，就有一层一层的老人挡在了那些笑月狼的必经之路上。然后渐渐的中年人站在了老人的身后，再然后30、40岁的年轻人也在了中年人的身后，最后10岁的哥哥将5岁的弟弟妹妹护在自己的身后。顾双城看到最前的那些老人中，很多都是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着，但是他们目光坚毅坦然，看着那一头头越来越近的狼，就好像是在坦然接受自己即将走完的人生路程一样。再看向他们的身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为了保护身后的人，毅然的决定摆上自己的性命。可能原先有隔阂的，现在隔阂也都拆通了。可能他们昨天才刚刚为了谁家的甜鲜灌水而吵过架，但是现在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顾双城看着在极短时间内就建立起的如此场景，感觉他们应该早就已经有所预防，早就已经为这一天有过打算。所以他的心中感动的同时，更多的是替这些底层百姓感觉到无奈。恐惧是人的本能，而为了亲人，为了同胞挺身而出，才是勇气的战歌。在这世界，普通人根本就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甚至他们连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机会都没有。请仙人带孩子们走。随着那笑月狼越来越近，那老人家看向后面，大吼一声。紧接着，不少的河东村乡亲们也都喊道：“请仙人带孩子们走，请仙人带孩子们走。”第71章齿比男人烹。顾双城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将飞行纸鹤激发了出来。没有办法，那些笑月狼已经是离得很近了，他要趁着这个机会替老人家保下更多的子孙后代，也算是对得起老人家给自己的炼虚境强者的洞府地图了。快上来！顾双城招呼道，想要让那些孩子们上飞行纸鹤。然而人顾双城怎么救，那些孩子死活不肯上来。孩子们，你们上去，别管我们，好好听话，好好做人。老人家嘶吼的声音传来，可这些话依旧是没有让那些孩子们动摇，他们或抱着自己父母的大腿，或抱着自己哥哥姐姐的大腿，死活不肯撒手。我们不走，我们死也要和你们死在一起。
我要爹爹，我要娘亲。看着这些倔孩子，顾双成也是无奈，这咋整？眼瞅着时间就要过去了，这些孩子倒是一个都没有上他的飞行纸鹤。不管了，你们不愿意上来，那我只能让你们硬上了。顾双成不想自己以后带着愧疚或者心里的自责，修行之路上一丝丝的坎都会被放大，成为瓶颈。于是他喃喃一句后，就直接将其中的几个孩子抱上了自己的飞行纸鹤。只可惜的是，他刚刚将几个孩子抱上飞行纸鹤，转身去抱另外几个孩子的时候，刚才放上去的几个孩子已经从那个飞行纸鹤上跳了下来，其中有一个跳得急，竟还是脸着地的，摔得脸上全是血痕。顾双成此时此刻终于有点明白以前所见的那些你走你走，人家却不走的场景，原来这不是演的，是真的存在的。主要是这些孩子他也不好意思打晕，不然一掌一个，直接扇晕，轻松就可以带走。几番折腾下来，顾双成弄个了一个满头大汗，上了飞行纸鹤的孩子却是寥寥无几。看这样子，我真的只有将孩子打晕了。顾双成对那些大人和老人们喊了一句，不打晕我带不走几个，你打。那老人家想都不想的回答道。然而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他的头就没有了。那笑月狼中领头的那匹狼因为跑得快，早就已经到了，他扑上来，将那老人家的头一口就咬住了。撕拉，狼头用力一扯，老人家的头身立刻分离，血液激射而出，将那黑色的笑月狼的皮毛染得发亮。族长，爹，爷爷。他身后的人群发出一些凄厉的惨叫。但是人群只是稍稍出现了些许的骚乱，除了其中的一个女人晕倒了意外，其余所有人不曾后退半步。笑月狼的头狼将那老人家的头直接吞了下去以后，并没有去吃老人家的身体，而是转而扑向了挡在他面前的另一个老人。转眼几个老人就已经丧命在他的口中。快带孩子们走！前面的老人在丧命的前夕就只留下这一句。顾双成眼眶红红的，他几次想要拿出那3品圆满的攻击符篆，但是最后都被理智打败。他的一边敲晕孩子，将孩子们背上飞行纸鹤，一边则是7代宗门的强者可以看到这边的情况。终于，顾双成救下了足足24个孩子，飞行纸鹤上已经躺满了。他想要再多救几个，但是奈何笑月狼的头狼已经以极快的速度接近，而且后面的笑月狼大部队也即将赶到。诸位放心，我会把你们的孩子安置到安全的地方。顾双成喊了一声，就操控飞行纸鹤迅速升空。前面的笑月狼头狼见到了缓缓升起的飞行纸鹤，他有些不甘心。只见他稍稍朝后退了几步以后，他的嘴就开始逐渐发白。忽然一道白色如月光颜色一般的光球从他的嘴中被酝酿了出来。然后笑月狼猛地一转头，瞬间就将那白色光球抛向顾双成的飞行纸鹤。白色光球在离开狼嘴的那一刹那，就迅速的变大变快，犹如一个小型的月亮一样，以极快的速度飞长顾双成的飞行纸鹤。小心！仙人快看下面！下面还活着的村民立马大叫起来。顾双成此时早就已经有了感觉，他早就将自己最后一张2品圆满的防御符篆给拿了出来，放在了左手的手掌心之中。同时他也是在奋力的操控飞行纸鹤，看能不能飞离。然而那白色光球的速度极快，任顾双成怎么想要摆脱，他都紧紧的咬着顾双成不松口。眼瞅着白色光球已经接近，顾双成抬手准备将手上的2品圆满符篆给激发的时候，忽然一道叹息声从空中传来，哎。紧跟着就见一道白光从空中激射而来，在顾双成的飞行纸鹤和那白色光球之间划了一下，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划，那白色光球竟然就被卡在了这里，无法再前进半步。慢慢的，白色光球也就逐渐消散了开去。然后虚空之中，一位头发凌乱、提着一根大毛笔的男人，竟然直接脚踏空气，踏步走来。他只是走了3步，来到了河东村的上方。顾双成瞳孔一缩，如此强者，定然是在金丹境以上。上次林萌萌的母亲也是这样走路的，但感觉这男人走得比林萌萌的母亲还要快。男人低头看了看下面的情况，一头2级，类似于筑基境的笑月狼，还有几十头类似于炼气境的1级笑月狼，宗门竟然就让你一个炼气境的外门弟子过来，这是在开什么玩笑？现在青云门已经落得如此地步了吗？可惜了这么多毫无修为的村民。男人说着，手中的毛笔凌空划了几笔，瞬间几道巨大的灵力匹练就从那笔尖射出落在了地上的那些笑月狼的身上。那笑月狼的头狼看着这朝着他飞去的灵力匹练，想要闪躲，但是身子却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动弹不得。只是瞬息之间，所有的笑月狼就在这男人的几笔之下化为了飞灰。男人降了下去，对那河东村剩下的村民们说道：“好了，没有笑月狼了，你们暂时安全了。”说着，他还抬头看了眼顾双成：“你还不快下来，把那些孩子还给他们？”哦。顾双成从刚才看到男人出手的震撼之中反应过来，立马操控着飞行纸鹤就降了下去。靠近以后，顾双成也算是更能看清楚这男人的样子。这男人面容刚毅，年龄约莫50岁，不过到了他这个实力，从容貌上是无法认出他的真实年龄。不过他的脸上却是胡子拉碴，头发也是非常凌乱，甚至身上的衣服都看着有些脏兮兮的。这要是放路边，顾双成都会以为这只是一个卖自乞讨的家伙。你叫什么名字？第72章天地元术，天地元液2章和那持笔男人看着顾双成很感兴趣的说道：“我叫顾双成。”顾双成道也是如实答道，在一个如此强者面前，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很不错。持笔男人脸色严肃的点点头，咱们青云门倒是难得见到一个如此有纯善之心的人。
顾双成低头道：“我也是实力低微，能帮的有限。要是我有前辈这么强的实力，今日之事应该不会如此。”说话间，他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刚才那些老人慨然赴死的场景，的确是让顾双成觉得遗憾。你有这样的心，就证明在这修行的路上，你会走得更稳。你别看青云门不少人实力很高，但是他们光有变强的渴望，没有变强的信念，等到他们实力后期，一个个都走不远。持笔男人说完，就转身开始安抚那些村民，给他们医治伤病，给他们收拾残局。而此时的顾双成却是愣住了，因为持笔男人说的话是顾双成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光有变强的渴望，没有变强的信念，这两个东西在以前的顾双成看来，那就是一样的，不就都是想要变强吗？但是眼下却被这持笔男人给分了开来。而在这男人的点拨之下，顾双成细细想来，似乎悟到了一些什么。这两个好像的确是不一样的，因为变强的渴望，那只会让你努力，而变强的信念则会成为你克服困难的无限动力。那我变强的信念又是什么？这一瞬间，顾双成犹豫了，或者说他茫然了，因为这么久以来，他的确是想要变强，但是他想要变强，是因为他想要好好的活下去，仅此而已。等到他真的足够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可以明哲保身了，那这个时候他的修为目标又该当时什么？难不成就此解甲归田，隐退江湖？可除此之外，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杀父之仇，也没有什么退婚之约，他的人生方向似乎是欠缺了不少。顾双成站在原地，脑子飞速转动，想要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也就在这时，身边阵阵哀嚎声、悲痛声传入了顾双成的耳中。爹，我可怜的爹啊！我没有爷爷了，我也没有爹了，以后我就剩一个人了。该死的笑月郎啊！我们村子的老人都被他们杀了啊！顾双成侧身，看着那些正在哭喊的人们，看着那些抱着自己那已经没了头的亲人尸体，忽然就感觉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在往外钻。天命不仁，是苍生如刍狗无心不甘，为万灵争自由。神魔若阻，便以热血染清天际元若中，再以残躯续春秋。顾双成轻声呢喃。然而他刚刚说出来，忽然天地狂风四起，原本皎洁的月光也瞬间变暗，仿佛被什么东西遮掩了一样。紧接着竟然有一棵大树的虚影出现在了顾双成他们的天地上方，大树非常的虚幻，就跟一道淡淡的青烟一样，大树上还有道道的纹路，犹如鳞片一样。天地元树。那持笔男子也看到了天上的异样，当即惊呼一声。就在这个时候，那天上的大树虚影竟然凝结出了一滴透亮的液体，直接滴向了顾双成。那液体一碰到顾双成，就从顾双成的脑海之中渗了进去。顾双成在那一个刹那，感觉到了一股子浓浓的清凉感觉从他的头顶瞬间席卷他的整个身体。顾双成瞬间就进入了一种顿悟的状态，整个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但是这种状态明眼人一看就不是发呆，而是一种正在改变进化的状态。天地元液，这就直接引动天地元术，奖励天地元液了。那持笔男人再次惊呼一声，他看着那一动不动的顾双成，眼中满满的都是羡慕和震惊。顾双成就一直持续了这个状态约莫半盏茶的功夫，然后他就清醒了过来。等到醒过来的时候，那天上的大树虚影早就已经消散一空，依旧是那清澈的天空，依旧是那皎洁的月光。刚才发生的一切对于顾双成来说都有些恍惚，就好像梦境一样。但是他能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不一样，而且他心中也好像多了一个信念。小子，你这运气也太好了。顾双成发呆的时候，边上的持笔男人上前笑着说道。前辈，刚才顾双成看到这持笔男人和周围村民看着自己的奇异目光，就明白他们应该是知道什么，或者说刚才他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应该都看到了。持笔男人哈哈一笑，顾双成，我也不知道你刚才做了啥，但是你得到了天地元术的认可，天地元术奖励了你一滴天地元液。这天地元液入体是可以增强悟性，提高资质的。你看看你自己的灵根，应该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了。顾双成不明所以，可仔细探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他瞬间就惊呆了。且不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清明了很多，最为重要的，他的灵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先他的灵根是下品灵根，整个灵根虽然没有断裂，可许多的细小裂纹也让他的灵根和废灵根没有什么区别。只有靠吞丹药才可以维持住修炼进度，如果要他吸收天地灵气来修炼，那他的修炼进度将会止住不前，因为灵根根本就吸收不了多少的天地灵气。可现在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灵根上裂纹少了很多，原本密密麻麻的裂纹现在竟然少了足足一半有余。如果按照等级来分的话，此时的顾双成应该是已经达到了中品灵根的资质。难道刚才那持笔男人所说的天地元液真的提高了我的灵根资质？顾双成不禁大喜过望，灵根资质的提升，那所带来的效果可不是一点点的，而是在他以后的修炼过程之中都可以得到裨益，将会大大提高他的修炼速度，是吧？那持笔男人看着顾双成脸上的神态变化，笑着说道。顾双成点点头，的确，我的资质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品灵根了。前辈，这天地元液需要如何获得？顾双成急切问道。这样的宝物要是可以多多的获得，那该有多好啊！每天来一滴，那他迟早可以成为极品灵根。到那个时候，他的修为进展的速度岂不是更加的快速？让我说什么好？持笔男子看着顾双成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欣赏，但是在听到顾双成的问题时，依旧是苦涩一笑道：你真以为天地元液是路边大白菜啊？你想要就有了？
平时天地元素基本就不会出现，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时候才会出现，而天地元素出现的原因也都是各种的都有，五花八门的。所以大家基本很难说一定可以获得天地选择的认可，是大家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得到天地元液，但是根本得不到，因为天地元液无法储存，天地元素的每一次赐予都是直接醍醐灌顶给个人的。顾双成也只能表示遗憾，看来自己所想的提升到极品灵根时很难了。这时那持笔男人说着，眼中金光一闪道：“你目前还是外门弟子，不知你可愿入我门下，成为内门弟子？”顾双成闻言道：“我这实力还没有达到筑基境，应该进不了内门吧？没事，那条规则只是普通弟子进内门的渠道，如果是有天赋的弟子，有潜力的弟子，我们金丹长老可以直接破格提拔，成为内门弟子的。”持笔男人看着顾双成，耐心的解释道：“既然如此，那我当然愿意入前辈门下。”顾双成脸上激动之色浮现。成为内门弟子以后，所得到的待遇和外门弟子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而且内门弟子没有那么多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很多地方。最重要的，一旦加入了一个强者的门下，那就是这强者的弟子，也就是等于有了这强者的庇护。以后别人想要动自己，那不得掂量掂量自己背后的师傅，他们能不能得罪得起。这持笔男子是金丹境，一看就很强，有了他的庇护，那宫荣之辈哪还敢像上次对付唐良那样随意对自己动手？所以顾双成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好，持笔男子很是满意道：“我收徒一看品性，二看资质，从你就这些村民，我就认可你的品性。至于你的资质，的确是差一点，但是现在有了天地元液的强化，算是勉勉强强吧。”说着，持笔长老将一支小小的毛笔丢给顾双成：“我今日出宗门后，可能短期之内就不在宗门了。你处理好这边的事情之后，就拿着这支笔去内门的逍遥峰，跟他们说我愿收你为徒，逍遥峰上自会有人接待你。希望你能好好修炼，不要懈怠，不然那几个老家伙都要把我笑死。”那持笔男人说话间，整个人就逐渐消散，消失在了顾双成和河东村人们的面前，只留下了一句：“顾小子，那笑月狼狼群已经被刚才一战屠戮一空，你可以去找找他们的狼穴，说不得有一些不错的意外之喜。”河东村的人们见持笔男人走了，一个个都是跪了下来，朝着持笔男人的方向跪了下来，认认真真的磕头：“多谢仙人出手救助我们，保下我们这么多人的性命。仙人好人有好报，希望仙人以后事事顺心。仙人我们永远都会记住你们今天的恩情。”顾双成没有立刻走，既然持笔男子说了，他也就留下来将很多事情处理了一下。有些人受伤，他帮忙简单医治；有些人被吓到，他安抚一下；甚至有些孩子成为了孤儿，他也找人进行安置。等到将河东村内的一切事情都安置好以后，天色也是已经亮了起来。顾双成还记得那执笔男人提到的笑月狼的巢穴，他依稀记得一开始笑月狼头狼出现的地方，想必他们的巢穴也一定在那个方向附近，去找一下一定会有一些收获。顾双成操控飞行纸鹤，朝着那个方向而去，在空中飞行了大约半盏茶的功夫，顾双成也就到了昨天晚上头狼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他在四周盘旋了一下，大致寻找笑月狼的狼穴位置，只可惜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很明显像是笑月狼狼穴的位置。没有办法，顾双成只好将飞行纸鹤降了下去，远看找不出来，他只能在地面上仔细的找。他先是来到了昨天笑月狼头狼出现的位置，果然是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的笑月狼的足迹。这笑月狼的爪子是呈4瓣的，中间2瓣大，两边的2瓣要相对小一些，看着就跟一个小的花朵一样，非常的明显。顾双成沿着笑月狼的足迹反向往前搜索，因为昨天笑月狼出动的规模有些庞大，自然的笑月狼的足迹也很是容易寻找。顾双成很是轻松的就在这边找到了他们行动的大致的方向。顺着这些足迹，顾双成绕过了2个山头，走了足足半个时辰，才算是停了下来。因为这些足迹到了一个山洞的门口停止了。这个山洞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来，因为外面被一些藤条藤蔓什么的遮掩着。要不是足迹到这里就停止了，顾双成都无法发现这后面就是一个山洞。顾双成拿出那把黑色的短刃，将这山洞门口的所有藤条都砍了下来。没有弄清楚山洞里面的情况，顾双成可不敢随意的进入山洞之内，而且这些藤条遮挡着，等到自己进去的话，见到的也是黑黢黢的一片，颇为危险。这些藤条一层又一层的，足足遮挡了有4、5层，就好像一个透气又严实的防护层一样，挡在这山洞前。顾双成用了足足有1盏茶的功夫，才将那些藤条全数都砍了干净。藤条去掉以后，就露出了后面的一个1米左右直径的山洞。顾双成确认了里面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以后，左手持一张防御符篆，右手持短刃，小心翼翼地朝着山洞内进去。山洞极深，进去以后7拐8拐。忽然，顾双成听到了前面传来的阵阵呜咽声。顾双成心神一动，立刻往前看去，很快就看到了面前令他震惊的一幕。第73章笑月狼幼崽。只见在洞府的深处有一个个小小的黑色小团，这些黑色小团在地上拱来拱去，嘴上还发出一些呜呜的呜咽声，竟然是一些小小的笑月狼狼崽。顾双成随意数了一下，就发现有将近20头小狼崽。和成年的笑月狼相比，这些小狼崽要可爱得多，完全没有成年笑月狼的那种威慑感，更多的是一些呆萌。其中一只笑月狼狼崽钻到了顾双成的脚边，在顾双成的鞋面上舔啊舔的，好像是在他的鞋子上寻找奶水。
顾双成没有被这些小狼崽所迷惑，依旧是提高警惕，确认周围的确是没有什么危险以后，这才弯腰捏着他脖子后的皮，将这小狼崽给提溜了起来。小狼崽瞬间在空中划拉着双腿，就好像在空中游泳一样，来不及伸回去的舌头还在外面舔啊舔的。这么多小狼崽，这要咋弄？顾双成犯了难，这些小狼崽如此可爱，真的要他下手全部都杀了，他还真的有点下不去手。但是要是不带走这些小狼崽，就单纯的放在这边的话，他们没有东西吃，也迟早要饿死。顾双成将小狼崽放在地上，再次四处打探起了笑月狼的巢穴。这狼穴应该不会只有小狼崽吧？那前辈特意让我过来，肯定多少会有一些宝物。顾双成喃喃道，往洞穴的更深处走了进去。可是前面的山洞已经所剩不多，只用片刻，顾双成就探查了这山洞的全部，发现其中并没有他所认为的那种一堆堆的金山银山、灵石山，也没有成堆的法器、成堆的符篆，里面看着好像就是光秃秃的山洞，加点杂草、杂物什么的，等等。正在顾双成看到所谓的杂物之时，顾双成猛地就顿住了，因为他看到了那些垫在小狼崽身下的杂草下有一些衣物什么的，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储物袋。顾双成立马蹲下身子，将那些杂草尽数都扒拉开去，就露出了杂草下面的景象。那是许多的衣服，这些衣服上基本上都有血迹，应该就是那些被笑月狼所杀之人身上的衣物。顾双成屏住呼吸，将所有的衣服一个个的扒拉了开来，一处处的找过去，很快他就发现了这些衣物之中混杂的储物袋，还有一些符篆，甚至有丹药的碎片。看来这些应该就是那笑月狼的头狼群斩杀的修士身上所剩下的宝物。顾双成喃喃道，将这些储物袋什么的全部都捡了起来，一共捡到了将近8个储物袋，还有5张符篆。不过这些符篆也都是一品符篆，甚至顾双成还捡到一件不知品级的防御法器，是一件紫色的长衫。顾双成一开始以为这也就是一件衣服，可在用黑色短刃扒拉的时候，发现这衣服的材质异常的坚固，其余衣服都很脆，用短刃一扒拉也就碎了或者划拉出一个口子，但是这衣服就不一样。顾双成将衣服抖了抖，收进了储物袋，也将一些其余的东西也都收进了储物袋。做完这些以后，顾双成看着这些小狼崽就犯了难，这些小狼崽要怎么处理？顾双成犹豫许久，忽然他的心中闪过了一个主意。笑月狼的确是有野性，但要是这些笑月狼的狼崽从小培养的话，说不定还是可以去除几分的野性的。他立刻就进去了玄天万象录，仔细的查看了起来。很快，他就在妖兽那一册中找到了关于笑月狼的记载。笑月狼体型高约1米，部分大型笑月狼可达1米5至2米高，长约1米5。大型笑月狼有体长达3米者，笑月狼对饲养它长大的人或东西极为感恩，所以值得圈养。不过需要从小开始圈养，一旦笑月狼的脖子处的白毛绕脖子一圈，则该笑月狼无法继续圈养。果然，这笑月狼还真的是可以被圈养的。顾双成在仔仔细细的观察了许久这些笑月狼的幼崽之后，发现没有一头笑月狼幼崽的脖子上有成圈的白毛，或者说即将成圈的都没有，全部都在半圈以下，也就是全部符合圈养的标准。知道了这些笑月狼可以被圈养后，顾双成又思索起了其余的问题。这些笑月狼要是全部让他自己去养，他是肯定不会养的，又浪费时间不说，还没什么成效。目前来说，区区一级妖兽不能打动顾双成，所以顾双成对这些笑月狼是没有什么想法。可他又不能全部杀了笑月狼，而且放任这些笑月狼在这里，其实也是等于杀了他们。不过，如果将这些笑月狼全部送给河东村的人们，让他们从小开始培养，那说不定就可以让这些笑月狼从小认可主人，对河东村的人产生顺服心理，以后就可以当狗一样养在他们村子里，成为他们河东村的一种保护。这个主意不错。顾双成想着，就用一块布将所有的笑月狼全部都打包了起来，带上了飞行纸鹤。整个山洞就在这一瞬间变得寂静起来，没有了任何的声响和动静。顾双成确认自己没有错过什么宝贝了，就操控飞行纸鹤腾空而起，再次来到了河东村。仙人看到顾双成的时候，所有的河东村人们就再次涌了过来。其中一个好像是河东村新村长的人走上前来，对顾双成说道：“仙人，你有什么指示？我给你们带来了好东西。”顾双成笑笑，从飞行纸鹤上将那个包着笑月狼幼崽的布包拿了下来。布包打开，露出了里面的一群嘤嘤嘤的笑月狼幼崽。看到笑月狼的瞬间，所有的河东村人们都瞬间紧张起来。啊！笑月狼！惊呼之中，甚至有些人拿出了锄头，警惕地看着这些笑月狼，随时准备将这些笑月狼全部处死。大家不要怕，这笑月狼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顾双成连忙开口解释，制止了河东村人们，这是幼崽，不会对大家产生威胁。在顾双成的提醒之下，河东村的人们才算是放松了警惕。这个时候，大家看着那些笑月狼，也明显觉得不那么害怕了。甚至其中几个胆子比较大的孩子凑了上去，摸摸笑月狼幼崽的头，很是喜欢。仙人哥哥，我可以养这个笑月狼吗？它长大了会不会吃了我？顾双成笑笑，放心，这些笑月狼如果是被你们养大，那就会不会对你们产生威胁。第74章清点收获河东村的人，一个个都是好奇而又惧怕的看着这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笑月狼幼崽。用了很久，他们才开始慢慢的接受了顾双成带来的笑月狼幼崽。笑月狼幼崽基本就一家一只，分给了他们。在顾双成保证这些笑月狼长大后还会是安全的以后，大家也都开开心心的接受了这些笑月狼的幼崽。
特别那些喜欢小动物的孩子们，将自家的笑月狼的幼崽抱着回家了。顾双成又教给了他们一些关于培育笑月狼幼崽的技巧，又留给他们一个传讯玉简，让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给自己传讯。做完这些以后，顾双成并没有直接走，而是问他们找了一间屋子，仔细的盘点了一下自己这次的收获。他没有等回了宗门再盘点，鬼知道这次回宗门还会不会遇到上次公馆室那等人的拦截，所以必须要把自己的实力提高到顶峰，再回宗门。顾双成将所有的储物袋和符篆都拿了出来。他先是看了那5张符篆，都是1品的符篆，其中3张是防御符篆，2张是攻击符篆。想必这些符篆都是一些实力不怎么强的修士的，他们都来不及用出符篆，就被笑月狼所击杀了。顾双成将符篆放到一边，没有急着提纯和强化，而是打开了那些储物袋。第一个储物袋打开，顾双成将储物袋里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里面的东西不多，就一些灵石和丹药，灵石几百枚，丹药则是4枚1品的聚气丹，没什么亮眼的东西，顾双成也就没有放在心上，拿到一边就倒起了第2个储物袋。只可惜的是，这第2个储物袋也没有什么亮眼的，也是一些灵石和丹药。一直如此，直到第4个储物袋，顾双成才算是从储物袋中找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符篆，而且还是一个2品符篆，只不过这符篆并不是攻击符篆，也不是防御符篆，而是一张2品的辅助符篆，是2品下级的遁地符，用了以后可以让使用者在地下快速钻行万里。顾双成继续查看储物袋，第5个也没什么特殊的宝贝，第6个也平平无奇，直到第7个储物袋中，算是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这里有一部神通。顾双成将这神通贴在自己的额头上，发现竟然正好是火属性的神通。不入流的火属性神通火蛇鞭，其主要就是将火灵力凝聚成一条火鞭，用于攻击。顾双成将这火蛇鞭丢给了通天小神树进行强化，然后又转头看起了最后一个储物袋。顾双成打开这个储物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储物袋和其余的储物袋的确是不一样，它里面的宝物的确是多，看着就知道这个储物袋当时的主人实力应该不会低，说不定是个筑基境的强者，被那笑月狼的头狼给杀了。这个储物袋里的灵石有足足2万，丹药依旧是普通的聚气丹为主，其余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辅助丹药，精心丹、疗伤丹之类的。这个储物袋中让顾双成比较中意的就是有一柄法器宝剑，3张2品符篆，还有一本功法和一本神通。宝剑其实就是柄普通的1品宝剑，不过对于顾双成来说，用着还挺趁手，因为它只有一柄黑色短刃，有时候在战斗的时候短刃太短，所以有时候用起来挺危险，但是宝剑就相对要长一些，1寸长1寸强，在战斗中给别人带去的危险必定也是强一些。至于3个符篆，其中是2张攻击符篆和1张防御符篆，顾双成立马就将这3张符篆给通天小神树吞了下去，这3张符篆填补了他符篆的空缺。最后就是功法和神通了，这本功法是一本黄阶金属性功法，而那本神通就比较特殊了，竟然是一本玄阶的冰属性神通。顾双成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储物袋的主人到底是什么灵根的，又有金属性又有冰属性，难不成是金冰双修？在河东村过了一夜，等到通天小神树将那些符篆什么的都升级到圆满境界，顾双成才起身返回青云门。然而就在顾双成返回的路上，那边的青云门内几名执法弟子正在公馆室的住所。此时的公馆室比被顾双成暴打的那一天要好多了，吃了疗伤丹药以后，他的外伤基本全部被恢复了，但是他的体内早就已经灵脉被废，修为尽失，成了废人一个。弓箭，你的伤势是何人所为？其中一名执法弟子对公馆室问道，公馆室也叫弓箭。弓箭情绪激愤，是顾双成，这顾双成竟然对我下手，他打不过我，而我也是看在同门的份上，并没有对他下狠手，只是教训了他一下，却没有想到这厮竟然用出了1品上级的符篆，把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不说，还不顾同门之情，将我的灵脉尽数打断。可怜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修炼，才得到如此的修为，眼下竟然被这小子给尽数毁去。幸好有我公家族人送来的1枚高阶的疗伤药，才帮我恢复了舌头和耳朵，让我还可以做个正常人。等日后见到我侄女宫荣，我定要请宫荣替我做主，给我报仇雪恨。几名执法弟子听到弓箭的话，眉头微微一皱，其中一人沉声道，弓箭，这件事情你不必和宫荣去说了，我们都来帮你处理了，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这人说着，心中则是想着，要不是你侄女是宫荣，那宫长老是你的亲戚，我们今天才不会过来替你主持公道呢。真以为我们执法堂的人都闲得慌？既然那顾双成下手如此阴毒，等到顾双成回来，我等势必会对他进行严格盘问。如果事情真的如你所说，那我们会公开对顾双成进行处理，不能让这种对同门弟子下如此狠手的风气在咱们青云门传开，不然的话，我们青云门的弟子动辄被废，还如何在这片地方立足和传承？说着，几名执法弟子就从公馆室这里走了出去。等到他们远远的消失了以后，周围有一些弟子就悄悄的埋怨道，咱们的执法堂也不知道执的是什么法，上一次唐良师兄被打残自杀，他们连过来看都不看，现在公馆室被废，他们立马就过来巡查了。哎，还不是那唐良无权无势，不然的话人家哪里敢如此。这次那顾双成看起来也要完蛋了，这些执法弟子只是想要做个样子给宫长老看，对顾双成这种没有后台的弟子下手一定极为狠毒。晋升，小心惹祸上身。
第75章执法堂弟子要抓顾双城。正在返回宗门的顾双城，此时对这些事情浑然不知。他如同往常那般进入了宗门以后，就立刻被几名执法堂弟子给拦在了宗门入口处。你就是顾双城吧？3名执法堂弟子将顾双城紧紧地围了起来，看着顾双城面色不善地说道。顾双城皱眉，你们这是为何要拦截于我？那执法堂弟子中领头的乃是一个约莫30余岁的青年，名为蔡德。他伸手指了指顾双城，顾双城，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竟然在外面殴打宗门管事，还将他打成了残废，你可认罪？顾双城闻言，心中明白过来，原来这些人之所以找到自己，是来给那公管事出气来的。不过公管事的这件事情上，他顾双城又不曾做错，为何要认错？他淡然道，公管事半路拦截于我，在我不曾防备的时候，就突然对我出手，要不是我正好有一枚1品上级的符篆，恐怕今天我就没有办法站在这里和你们说话。至于打公管事，那是因为我如果不把他打残，他就要来打我，所以我只能将他给打残。所以我不明白你们说的我有罪是什么罪？难道我就只能被那公管事打成重伤，被公管事抢了资源，才叫没有罪吗？此时周围的弟子们也都围拢了过来，来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见到是顾双城被执法堂弟子拦截，又听到了顾双城所说的这些话，一个个心中都是极为认同，因为他们这些人也曾都是被宗门的一些管事长老欺负过的，平时的他们可以说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在顾双城算是替他们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却又被执法堂弟子反过来指责，所以他们看向执法堂弟子的眼神之中都带上了一些恨意。如果公管事欺辱你，你也可以找我们执法堂，执法堂自会秉公处理。那蔡德见到边上的人看他们3人的眼神不对，立马说起了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你自己出手并将人打成残废，这就是你的不对。按照青云门的门规，你虽不致死，但也需要去思过衙关3年紧闭。嘶！周围传来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思过衙3年，这岂不是要了这顾双城的小命？这思过衙就算是筑基境的人进去，估计出来都只剩半条命，更何况顾双城一个炼气境的。谁说不是呢？这惩罚也太重了，我怎么感觉这些执法堂的人像是在给那公管事报仇呢？哎，别说了，这公管事姓龚，你们难道没有猜到些什么吗？我去，被你这么一提醒，我简直就是醍醐灌顶，合着执法堂的执法正不正义，还是得看你有没有背景的。蔡德这时就准备上前抓住顾双城，他不想在这里耽搁浪费时间，准备将顾双城尽快带离这里，带到执法堂去，免得将事情放大。然而顾双城却是往后一躲，你既然已经知道是那公管事想要抢我在先，你为何不去抓那公管事，反而来抓我？因为他受了比我重的伤，所以他犯下的错就可以一笔接过了。我现在也要向你举报，在我曾经还是杂役弟子的时候，那公管事就讹诈我们杂役弟子，将我们这些杂役弟子本就不多的资源尽数搜刮而去，我们若是不答应，还会被公管事毒打，甚至每年都有不少杂役弟子死于公管事的迫害。所以现在请你去抓了那公管事。顾双城知道思过衙是什么地方，也知道这思过衙有多危险，所以他是必须反抗，绝对不会答应去思过衙的。这个事情由不得你，你一个外门弟子要举报宗门的外门弟子，那你就需要去执法堂举报，直接对我举报无用。蔡德冷冷地说道。你的意思，我如果是内门弟子，那就可以直接举报了吗？顾双城问道。蔡德看了看顾双城，很是不屑地说道，你要是内门弟子，今天我还真就都不能直接抓你，需要更高级别的执法堂弟子才能来抓你。可你是内门弟子吗？你不是啊，你不过一个炼气境的垃圾，还是5行灵根，按你这修炼速度，你这辈子都进不了内门。哈哈哈，所以你别挣扎了，今天你无论如何都要跟我们一起走一趟了。说完，那蔡德和其余的2名执法堂弟子呈3角之势将顾双城给围了起来。等等！顾双城大喝一声，谁说我不是内门弟子了？他说着就从自己的怀里拿出了一支小小的毛笔，我已经被逍遥峰的前辈收入门下，这是信物，所以现在的我应该算是内门弟子了。按照你的说法，你应该无法把我带走了。静！顾双城的这番话一说完，这一片地方都安静了许久，大家都是错愕地看着顾双城以及顾双城手中的笔。我没有听错吧？一个炼气境4层的修士进内门了，关键他资质是真的不咋地啊。要是他可以进内门，我也早就可以进内门了，我实力比他强，我还是双灵根。那个笔是个什么东西？内门的哪个长老是用笔的吗？逍遥峰，我怎么感觉没有听过呢？平时每次的外门大比都不见有逍遥峰的人出来招人啊。我也没见过，我已经3次参加外门大比了，就没有听到逍遥峰上来招生的弟子。外门弟子们基本上都没有听到过逍遥峰，也没有见到过这笔，所以一个个都是有些茫然。原本他们很多人都是支持顾双城的，因为他们曾经也或多或少被青云门内一些强者或者有背景的修士所欺负，可又投诉无门，也不知道要怎么替自己申冤，最后都是咬咬牙忍过来的。但是现在看到顾双城一个炼气境4层的家伙，竟然说自己已经可以入内门了，这不禁又让他们心中生出几分的怀疑和不信来，甚至他们都觉得顾双城这应该是在说大话。这顾双城怕不是在病急乱投医吧？听到说执法堂弟子不能抓内门弟子，就直接说自己是内门弟子了。我猜也是，他这天赋和实力肯定不会被收入内门的。哪个长老会这么眼瞎，放着其余的弟子不去收，偏偏收他？
第76章六师弟师兄来了。蔡德和其余的2名执法堂弟子看着顾双城手中的笔，脸色稍微有些难看。他们也觉得顾双城这肯定是在欺骗他们，因为他们作为执法堂的弟子，有自己特殊的晋升渠道，都是在刚入门的时候就直接被执法堂长老挑中入执法堂培养，或者在外门大比的时候表现优异，实力突出，被提升到执法堂的。和普通的弟子从外门到内门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加上他们3个是一直被分配在外门执法，所以他们对内门的情况也是不了解的。所以哪里知道什么逍遥风，也根本不认识这个笔。顾双城，你以为拿出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吓住我们执法堂的弟子吗？你想多了，我们执法堂弟子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假装自己是内门弟子的，你也不是第一个。你要真是内门弟子，就拿出你的内门弟子令牌，不然的话，你就不算是内门弟子。我蔡德今天照抓不误。蔡德义正言辞地说道，目光锐利地盯着顾双城，等着顾双城拿出内门弟子令牌来。顾双城还真拿不出令牌，于是说道，我暂时没有内门弟子的令牌，我是刚被收为弟子的，一回宗门就被你们围堵，哪有时间去拿内门弟子的令牌？要不然你们跟我去一趟逍遥峰，便可以知道真假。蔡德和他身边的执法堂弟子立刻就笑了出来，他们满脸鄙夷地看着顾双城道，哈哈哈，你这个人想得倒还是挺美的，让我们跟着你去逍遥峰，你开什么玩笑？内门你能进去吗？好了，你也别再浪费时间了，早点去撕过牙，3年后你就可以早点出来。如果你要反抗，那你想清楚和我们执法堂弟子动手的后果是什么？说完，3人就静静地看着顾双城，看他决定反抗还是乖乖听话。按照青云门的门规，执法堂弟子执法的时候，如果遇到有人严厉反抗，那他们执法堂弟子是有权可以直接出手击杀的。顾双城额头渗出了一些冷汗，眼前的场景看着感觉像是死局了，自己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但是要他束手就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旦被抓到撕过牙，他必死，可是动手也是必死。那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条路，逃。既不和他们动手，也不束手就擒，逃出青云门，以后就做一个散修。顾双城从自己的神念在自己的储物袋里盘点了一下，他现在能动用的就是2品的防御符篆，一会可以直接用防御符篆护住自己，然后用2品的神行符篆提高自己的速度，跑路。最后出了宗门以后，也不用飞行纸鹤，毕竟飞行纸鹤是在空中，毫无遮挡，目标太过于明显，还是在密林之中穿梭逃跑起来更加安全隐秘。顾双城规划好了这一切，就准备开始用一个借口吸引一下这些执法堂弟子的注意，然后迅速逃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哈哈哈笑声。哈哈哈哈，六师弟，师兄来了。人还没有到，声音先到了。那粗狂的声音引得大家都好奇侧目看去，就见从内门方向有一道黑色的身影急速飞来，然后嗖的一下，顾双城他们这边飞了过去。所有人都以为这人是来找顾双城的，结果这黑影就这么明晃晃的飞了过去，显然不是来找顾双城的。可就在大家都以为这黑影不是来找顾双城的时候，那黑影却又急速的在前面转了一个弯，然后飞了回来。哈哈哈哈，抱歉，我飞过头了。所有人随着黑影的停下，大家也算是看清楚了那人的样子。那是一个身高足足2米的大汉，顶着一个大光头，五官长得非常的粗犷，特别那2道眉毛又粗又长又浓，这么眉毛竟然还是连在一起的。那大汉走到了顾双城的身边，仔细的打量了一下顾双城手里的小毛笔以后，就挠了挠自己的大光头，嘿嘿嘿，师弟，抱歉师兄来晚了。其实本来我早就出发了，结果出门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你师姐布置的阵法里。顾双城打量着这大汉，怎么感觉这个大汉有一种憨憨的感觉？你是逍遥峰的师兄吗？顾双城还是想着确认一下问道，他严重感觉这个大汉不靠谱，担心这大汉一会又来一句找错人。对，我是你5师兄，你是我6师弟，师父知道你进不了内门，所以已经提前传音给我们了，让我们感应到他的小毛笔出现的时候就出来接你。光头大汉连连点头说道，见过5师兄，我叫顾双城。顾双城连忙行礼，我叫吴通。光头大汉对行礼之事明显不感冒，随意的拱了拱手，就转而看向顾双城的周围，咦，执法堂的弟子，你们这是？顾双城连忙将事情大致讲了一下，然后道，他们不相信我是逍遥峰的内门弟子，所以就想要强行抓我去撕过牙。你们竟然欺负我师弟！光头大汉闻言，那连在一起的眉毛直接就皱了起来，成为了一个心电图的波折号模样。然后他二话不多说，直接对着那3名执法堂弟子就挥掌拍了过去。砰砰，带着黄色灵力运转的2掌拍下去，2名执法堂弟子就直接被扇飞了，任他们如何的抵挡，也根本挡不住。你竟敢对我们执法堂弟子动！蔡德见状立刻怒斥，想要用执法堂弟子的去压那吴通，结果他话都没说完，吴通反手又是一巴掌，然后那蔡德也被扇飞了出去。真聒噪！吴通伸出小拇指，在自己的耳朵里掏了掏。外面看着的那些外门弟子，一个个全部都是呆若木鸡，看看这吴通，又看看那3个已经不省人事的执法堂弟子。有些外门弟子惊得嘴巴都合不拢。我的个天娘嘞，这一巴掌就把住激进的执法堂弟子给打晕了，这是有多强啊？不是，他就不怕被执法堂的长老们责备和刑罚吗？你们关注的都是啥？你们不震惊这顾双城竟然真的是内门弟子了吗？就连顾双城都有些傻眼，自己这师兄多少有些勇啊。
吴通见状，转头一脸笑容的对错愕的顾双成解释道：“六师弟，以后遇到这种聒噪的家伙，直接出手就是了，啥也不用怕。师傅一直都是这么教咱们的。今天还是我在，要是你师姐在，说不定他们已经被阵法撕碎了。”说着，他又跳了话题道：“哎呦，六师弟，你快跟我去逍遥峰吧。咱们逍遥峰总算有师弟了，要不然我都要被那几个家伙给整死了。以后有了你，他们应该就不会整我了。”第77章被御剑飞行。听着光头吴通的话，顾双成的眼皮猛地跳了一下。什么叫做我去了，他们就不整你了？难不成不整你就整我？怎么听起来感觉这逍遥峰也不像是什么善地一般？但是再一想，眼下这光头吴通打了3个执法堂的弟子，那执法堂为了自己的威严，也定然会来找他们讨要一个说法。如果自己不跟着吴通一起进内门，那他们执法堂的人找不到吴通，说不得就会把气给撒在他顾双成的身上，到时候他就难过了。于是顾双成点头道：“行，师兄，我跟你一起进内门。”吴通咧嘴笑了起来：“师弟，我搀着你，咱们飞去吧。”说完也不等顾双成拒绝，就很是热情地抄起了顾双成的嘎吱窝，然后留下一道惊鸿，朝着内门踏剑飞去。外门，刚才发生闹剧的地方，留下了一地的外门弟子，满脸的错愕。这连续的反转，让他们的脑瓜子都嗡嗡的。不是，刚才的这一切确定都是真实的。这顾双成真的就凭着这么差的实力和天赋进了内门？不敢相信，什么时候咱们青云门的内门门槛这么低了？可为什么我这般天资卓越之辈还不能进内门？你可拉倒吧，你还天资卓越，人家顾双成肯定有什么机缘。就是这些执法堂的弟子被打，一会执法堂势必要震怒，我们还是赶紧走吧，小心执法堂把气撒在我们身上。有理，执法堂那些人嚣张跋扈，还是避一避为好，改天再见。很快，这一块地方的人就如同有默契一般的纷纷散去，只留下了3个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扭曲身影。此时，正站在吴通飞剑上的顾双成也极度不好受，他被那迅猛的风吹的脸都歪了，牙也是被吹得生疼，眼睛更是张都张不开。这师兄可真特娘的心大啊，与其这样，真不如他的飞行纸鹤来的舒坦了。不过好在他们离内门不远，要进内门并不能直接飞进去，而是需要去宗门的人物堂那边进去。于是吴通在任务堂门口就把顾双成给放了下来。要知道，原本顾双成坐飞行纸鹤飞到人物堂，那都需要飞将近1刻钟的时间，眼下他们才几10个呼吸就已经到了这里，可见吴通的飞剑速度有多快了。师兄，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宗门任务，我先在这里交一下任务。既然来到了这边，顾双成也就想着顺便交一下任务。行，我等你。吴通点点头，也站在了人物堂的柜台前，看起了那一墙的任务。顾双成将那任务令牌交还给人玉堂的管事，又对那任务堂的管事道：“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次的任务和你们的任务不一样，那边有足足一群笑月狼，还有一只2级的笑月狼头狼。因为这些笑月狼的尸体并不能卖很多钱，所以顾双成想的还是用这些笑月狼的尸体去换取更多的宗门积分。”什么？那管事的听到顾双成的话，立刻大惊失色，2级的笑月狼。他刚看了一下令牌内所记的内容，里面记着的明明就是只有一头1级的笑月狼，现在怎么感觉实际情况和令牌所记有很大的区别？那你的任务失败了？管事问道。在他看来，顾双成一个炼气境的修士是不可能完成这样有2级笑月狼的任务的。顾双成摇摇头，不，我就是想问你，我们这次解决了数十头1级笑月狼和一头2级的笑月狼，任务积分难道还是按以前的算吗？哦，那当然什么？你说你杀了数十头1级笑月狼，还有一头2级笑月狼？那管事的说到一半，忽然就意识到了什么，直接惊呼出声。他的这一声惊呼，引得边上的人都纷纷好奇的看了过来，还以为咋了呢？顾双成点点道，的确，所以我想问你，这样的情况，宗门积分是怎么算的？你不会是骗人的吧？你怎么可能杀得了这2级的笑月狼呢？那管事的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口对顾双成问道。我师父帮我杀的。顾双成拿出几个储物袋，丢给了那管事的，有吴通在，他倒是不担心被人盯上。毕竟从刚才吴通一人占3个执法堂弟子看，不是谁都抗得住吴通的大巴掌的。那公管事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储物袋，一一用神念扫视以后，发现确实如顾双成所说的那样。那你们要稍等一下，这个我要和我们长老去问一下。那管事的看了看顾双成，又看了看顾双成身边的大块头吴通，才开口道：行。顾双成点头应下。约莫1炷香以后，那管事的急匆匆的跑了回家，对顾双成说道：我们长老同意了，因为这个任务是我们评估错了难度，所以现在给你150个积分的奖励。说着，那管事的就问顾双成要令牌，直接给他在令牌里转积分。顾双成道：这个积分可以再高一些吗？那管事的态度立马变得不太友好，沉声道：这150积分还是我帮你去申请来的，你不要的话就算了。顾双成，他心中暗骂 MMP， 杀了这么多的笑月狼，你们才给150的积分，还给的跟在施舍一样，真令人不爽。如果按照笑月狼的数量算的话，他这次至少也可以得到好几百的宗门积分，没想到人家才给150积分。行吧。顾双成也不想和他们起争执，自己已经得罪执法堂，再得罪任务堂就显得有些不明智。反正这些积分对于他来说也算是白白得来的积分，而且150积分也够他这一年的任务要求了。顾双成想到这里，将自己的令牌交给那管事的以后，管事的就将积分划给了顾双成。
吴师兄，走吧。顾双成转身对吴通说道。吴通点点头，带着顾双成就进了内门那一侧。有吴通带着，守在这里的弟子就没有阻拦顾双成，让顾双成顺利的进入了内门的范围。当顾双成一踏进内门的范围，立刻就感觉到了内门和外门的区别，因为这内门的灵气浓郁程度简直和外门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灵气光是吸一口就抵得上在外门吸好几十口的，也难怪那些天赋好直接进内门的弟子修行的速度都相当的快。想想在这样灵气浓郁的地方修炼的速度想不快都难。师弟，咱们逍遥峰在很远的地方，要不我御剑带你去？吴通对顾双成提出邀请。第78章进内门不了。顾双成连连摆手，开什么玩笑，他怕不是傻了，又去做吴通的飞剑，受那个罪。他现在脸上的肌肉都还有些僵硬，甚至头发都还有几根戳的老高了。师兄，我还是坐飞行纸鹤过去吧，我想要趁机看一下这内门的风貌。顾双成找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啊，这样啊，也行吧，那我跟你一起吧。吴通讪讪一笑，答应了下来。两个人坐上了飞行纸鹤，在吴通的指点下，朝着逍遥峰赶去。一路上，顾双成看到了好几座大的山峰，吴通则是在一边耐心的解释：师弟，在咱们青云门，只要达到金丹境，就可以成为长老，要么就是去执法堂、人物堂等地方任堂主，要么就可以在内门开封收徒。这里的每一座山峰都意味着一位金丹境的强者。每年到了外门大比或者宗门收徒的时候，这些金丹境的长老就会去亲自挑选弟子。只要被这些金丹境长老看中，就可以直接入内门。当然，如果实力达到了筑基境，也可以从外门直接进入内门。这些山峰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人丁兴旺，有的则是平平静静，有的山峰装扮得很好，也有的山峰看上去就有些凌乱。吴通看到一些大的、热闹的山峰，就会给顾双成介绍一下。师弟，这是咱们宗门刘长老的山峰，这刘长老是咱们宗门内一个很强大的剑修，曾经在邪魔大战之中，一人就斩杀对面3名金丹。师弟，这是唐长老的山峰，唐长老不但实力强，还有一手精彩的炼丹术，据说可以炼制5品丹药，就连青云门的门主都要给唐长老几分面子，而且唐长老名下炼丹师很多，咱们内门的很多丹药都要请他们帮忙炼制，所以平时尽量不要得罪唐长老的弟子。师弟，这一座是龚长老的山峰，这龚长老性格不太好，有点阴，师父就很讨厌他，但是他实力很强，在咱们宗门的金丹长老中境界算是比较高的那几个之一，而且他反正这个人以后你得躲远一点，别招惹他。吴通说到这里，顾双成就皱了皱眉，龚长老，莫不是就是那个龚荣的爷爷龚长老？于是顾双成开口问道，师兄，这龚长老是不是有一个孙女叫做龚荣的？吴通诧异看了一眼顾双成，师弟你咋知道？你一个外门弟子，竟然对内门的情况这么了解？他说着还有些愤然地骂道，这龚荣可真的是极为刁蛮，每次我们去参加秘境，他都会带着他们封的那些弟子抢夺其余封的东西，关键那龚长老也是由得他这样闹。不过说起来，这龚荣前段时间被人打成了猪头，这在咱们内门传得沸沸扬扬，你是没有看到，被打的脸都肿成了猪头。哈哈哈，吴通说着就好像想起了什么，哈哈大笑起来，就好像那巴掌是他吴通打的一样。吴通师兄，我在外门的时候，这个龚荣就几次针对于我，就好像和我有仇一样，他还害死了曾经在外门照顾我的一位师兄。顾双成道。答。听到顾双成的话，吴通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你跟龚荣已经起了争执了？吴通转头收敛了笑容，对顾双成说道。顾双成想把自己看到龚荣大腿的事情说出来，但是再一想说了也没用，于是含糊道，也不知道是不是争执，反正就是他好像看我挺不顺眼的。吴通缩缩脖子，这个娘们我惹不起，我骂不过他，师父又不让我打宗门的女人，说怕我把他们给打残废了，所以我帮不上你。但是你可以找师姐帮忙，你那几个师姐都很强，嘿嘿。顾双成倒是也没指望有人帮他去对付龚荣，说实话，龚荣的仇必须要他自己去报才得劲，别人报总归是差点意思。而且以他的修炼速度追上那龚荣并不是难事，他有足够的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让龚荣付出一些代价。因此顾双成也没有把吴通的话放在心上，只是笑了笑回应了一下。两人操控着飞行纸鹤一路前行，一直飞到了内门的一处偏僻所在。六师弟，这就是我们逍遥峰了。吴通指了指前面的一座山峰道。顾双成顺着看去，就发现这山峰和前面的那些山峰比起来，的确是野性十足。这山上的草都比人还高，只有山顶上有一片地方坐落着几间很朴素的屋子，其余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人。咱们风只能飞进去，都不能从下面走进去吗？顾双成道。吴通嘿嘿一笑，师父不喜欢收徒，所以咱们风的人很少，大家又忙着修炼，所以这山峰自然就荒置了。不过你还别说，越是这样不打理，山的灵气就越足，这山里可有好多灵药，就是和杂草混在了一起，找不出来。顾双成，你可真是给不打理山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不过也没事，以后大不了他也不走山路就是。两个人到了逍遥峰的山顶落下，吴通下了飞行纸鹤就大喊道，师姐，小师弟来了。然后其中一间屋子里就走出了一个穿着青衣的女子，她相貌平平，但是一双眼睛却是极为灵动。看到顾双成的时候，就上来摸了摸顾双成的脑袋，哟，我们的小师弟长得可真俊啊。
师弟，这是你四师姐，叫苏艳茹。是吴通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那苏艳茹打断。小师弟想要认识我，何需要他这个粗手粗脚的人介绍？走，你跟我去我屋子一趟，我给你一个见面礼。然而，苏艳茹的话刚说完，又一道大喝声传来：“哎，来小师弟了！快，小师弟在哪？先跟我切磋切磋，看看师姐我最近的实力有没有长进。”说话间，一道人影从一间屋子的窗户里飞了出来。没错，就是窗户里飞出来。顾双城看了看窗户边上的门，不知道这门是怎么得罪了这位师姐，竟然被师姐如此的嫌弃。等到身影在顾双城的面前停下，顾双城才注意到这师姐竟然和吴通长得很像，也是一身的腱子肉，就那胳膊竟然比顾双城的大腿还要粗。关键，这师姐如此魁梧的身体之上，竟然顶着一张白皙可爱的脸蛋。顾双城嘟妈了，这两样东西是同一样吗？这都可以凑到一起？他正打量这师姐呢，那魁梧师姐就捏了一把顾双城的胳膊。小师弟，咦，你咋这么瘦？你是没吃肉还是不吃饭？细胳膊细腿。这要是和我切磋，我不得让你两条胳膊两条腿。还是算了，我还是和吴通切磋吧。第79章师兄师姐一边的吴通小声对顾双城说道：“六师弟，这是我们的三师姐杨可，她是个体修，肉体力量相当的强大，一拳下去连我这个土修也扛不住。老三，别胡闹，这小师弟才练气劲，跟你切磋，那岂不是拿鸡蛋碰石头？万一打伤了他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又一间屋子里走出来了一个体态丰腴、气质极佳的女子，她穿着一身的紧身衣，手上提着一把青色长枪。六师弟，这是二师姐柳无双，一手枪术非常出彩。吴通继续在顾双城的耳边说道。顾双城了然，看着自己的几个师兄师姐，感觉他们都是各有所长，还挺有意思。不过这么看起来，他顾双城的实力真的可以说是在逍遥峰最低的一个了。那柳无双走到顾双城的身边，将手上的长枪猛地插在了地上，给顾双城指了指山上的两间屋子，对顾双城说道：“小师弟，咱们山上还有这两间屋子空着，你想住哪一间？你挑一下，我们一起给你打扫一下。”顾双城闻言心想，总算有个正常一点的人了，总归不是上来就要和我切磋，就要让我干什么了。他看了看那柳无双所指的两间屋子，指着其中比较角落的那一间，对柳无双说道：“我想要这一间。”柳无双点点头，行，那我们一起帮你收拾一下。说着，几个人就在柳无双的带领下，一起帮着顾双城将屋子打扫了一下。等到一切都弄好之后，他们就走了。只是过了一会，几人就又一起蛇身回来，其中柳无双拿出了几个玉瓶，递给顾双城，这些是聚气丹，咱们逍遥峰不像别的峰那么富有，这些聚气丹算是我们师兄师姐对你的一些心意。顾双城收下了聚气丹，心中倒是起了一些涟漪，谢谢师兄师姐。这逍遥峰人是不多的，但是大家对自己还真的蛮好。不过想是这样想，顾双城心中的防备心理还是没有松懈的。毕竟他一次都输不起，万一人家一看自己有通天小神术，直接起了其余的歹念，那他根本不是这些人的一合之敌。一直受他们的恩惠也不好，以后可以适当的暴露一些自己的炼丹天赋，帮他们炼一些丹药，也算是回报他们的恩情了。顾双城在心里明确道。大家坐在顾双城的屋子里，对于这个新来的师弟，他们也是有许多的好奇之处，开口问起了顾双城的情况。小师弟，你是什么灵根？我是五行灵根。顾双城如实说道。啥？五行灵根？他的话音落下，立刻引得其余几人瞬间惊呼一声。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师傅亲自挑选的弟子，竟然是一个五行灵根。他们还以为多年不曾招弟子的师傅，一定是遇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弟子，才会将他收入门下。甚至柳无双等人都以为这顾双城会不会是那种罕见的灵根，比如是雷灵根，甚至是空灵根。结果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当然是震惊的。你会阵法吗？那四师姐苏艳茹道。不会。顾双城老是摇头。你是体修吗？三师姐杨可道。也不是。顾双城继续摇头。没事，既然是我们小师弟，以后大家就和和气气的。柳无双开口说道。对，和和气气的，以后两位师姐不要再找我切磋了。吴通这个时候凑上来，看着那三师姐和四师姐道。然而那两个人只是瞥了他一眼，现在小师弟不禁打，吴通还得委屈你一段时间。吴通，苍天啊，为何你要如此残忍啊？吴通整个人都是崩溃，他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小师弟，以为可以有人帮他分担一下日常的切磋了，没有想到弄了半天，这些事情还是得他自己来啊。小师弟以后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柳无双没有理会哀嚎得到吴通，又对顾双城说道。嘿，小师弟要不要和我一起学阵法？四师姐苏艳茹饶有兴趣的对顾双城说道。哎，小师弟还是和我学体修，你瘦胳膊瘦腿的，以后出去找伴侣都不好找，女孩子可都是希望找一个健壮的伴侣的。三师姐杨可急着插话道。好了，你们两个也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了。还是二师姐柳无双相对平和一些，将这二人的话都打断。小师弟想学什么，自然会来找我们学。顾双城应下，行，以后如果我有想法，一定叨扰师兄师姐。不过，顾双城想到了什么，问道：大师姐呢？你大师姐最近在外面做任务，估计要过段时间才会回宗门。柳无双继续回答。几人说着就准备走，就在临走的时候，柳无双又提了一句：小师弟，这些丹药吃完以后，你可以找老五带你去唐长老那买丹药。我最近会帮你留心收集材料。吴通连忙点头称是。行，师姐我知道了，我也会帮着一起找药材的。
然而顾双成却是拦住了他们，对他们说道：“不用了，因为我自己就是炼丹师，可以自己炼制聚气丹，所以不需要去找唐长老炼制丹药。”啥？听到顾双成的话，吴通等人全部傻眼，再次打量顾双成：“你说你是炼丹师，还是能炼制聚气丹的炼丹师？一个能炼制聚气丹的炼丹师，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炼丹师了。对，我可以炼制聚气丹。”顾双成点点头：“太好了。”几个师兄师姐都是感慨道：“我们逍遥峰就是缺少一个炼丹师，现在师傅总算是给我们找来了一个炼丹师。可他就是一品炼丹师啊，根本没有办法炼制我们所需要的2品丹药。”那杨可捣鼓一声：“你不懂，现在他才是炼气境6层，就可以炼制1品聚气丹，等到他筑基境的时候，炼制2品丹药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苏燕如替顾双成说道：“小师弟。”柳元霜没有和他们多说，而是问向顾双成：“你成丹几率怎么样？”顾双成道：“我一炉可出5枚中品，7枚下品。”哦，那还不错。柳元霜刚说到一半，忽然就拔高了声调，直接上来抓着顾双成的肩膀道：“你说什么？你可以炼制5枚中品聚气丹，关键你的成丹率还是100%。第80章展现炼丹实力。顾双成应道：“的确。”听到顾双成的肯定回答，他的那些师兄师姐瞬间就激动了起来。真的吗？你可以炼制一次，让我们见识一下吗？柳元霜迫不及待地问道。说话间，他的手上已经出现了一副聚气丹的药材。顾双成看这架势，心中苦笑：“你这药材都已经拿出来了，我这怕是想要不给你炼制也不行了吧？不过炼制丹药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很多高等级的炼丹师甚至还会有公开炼丹，让大家观摩他炼丹，以此宣扬展现他的炼丹技术，好让更多人找他炼丹。而眼下自己向师兄师姐展现实力，也有助于师兄师姐对他的重视。他们越是重视，他在逍遥峰立足也就越稳，宫长老和那些想要对付他顾双成的人，也就越发不能那么随意的出手，更需要好好的掂量逍遥峰的实力。”于是他应下道：“行，那既然如此，我就炼一炉丹药。师弟，我帮你控火。”吴通嘿嘿笑道：“我以前在外门的时候就给人当过丹童。”不用了。顾双成不是很习惯别人帮他控火，特别他和吴通从来都没有配合过。顾双成说话间，就将自己的丹鼎从储物袋中取了出来。3位师姐1位师兄就这么看着顾双成着手开始炼制丹药。聚气丹，顾双成已经炼制了很多次，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所以就算是被这么多人看着，他操作起来也是根本一点都不紧张。他娴熟的提高温度，等到温度一到，就立马将材料按顺序投入进去，开始提纯。只是在顾双成将材料放进去的第一时间，他就感觉到了一些不对。这个不对，当然不是指材料不对，也不是指丹鼎不对，而是顾双成的感觉不对。因为以往他提纯药材的时候，用神念控制药材时的感觉，和今天他用神念控制药材时的感觉，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一样。今天最大的感觉就是轻，这药材感觉特别的轻，跟以往比起来，那分量都轻了不止一半。而且顾双成发觉自己对火的感知也更加的敏锐了，就好像和火的关系更亲近了。顾双成一边炼制丹药，一边思索了许久，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他的神念好像再一次被加强了。至于原因，顾双成也想到了，上一次的天地元液，他在被天地元液改造以后，的确是感觉自己的感官变得更加灵敏了，当时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身体素质变好了。现在想来，是那天地元液直接对他的神念进行了加强，可见天地元液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不但可以改进资质，还可以强化神念，对身体的加强真的是多方面的。仅仅只是一滴，顾双成就感觉自己的神念应该被加强到了原先的1倍有余，也就是他现在虽然是炼气境6层，但是他的神念可能已经到了炼气境圆满，甚至筑基境的层次。顾双成心中有些激动，但依旧是强忍着平复自己的心情，继续完成丹药的制作，毕竟边上还有4双眼睛看着呢，他又怎么可以随意的停下来。很快，这顾双成就完成了聚气丹前面的药材提纯，一团团的药材精髓被他用神念托举在了不同的地方。以往这个时候，顾双成应该是觉得比较吃力和疲惫的，但是今天顾双成却毫无疲惫感。他游刃有余地开始了丹药的凝丹，一团团的药材精髓被他娴熟地按照顺序缓缓地靠近。也许是因为有足够的神念多余，顾双成在凝丹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加快进度。看得那边上的柳无双等人都开始往后撤，他们曾经也看过其余的炼丹师炼丹，知道这一步是最为危险的，也是最容易炸炉的。更何况现在这顾双成炼丹如此的生猛，更是引得他们害怕不已，生怕这些炸炉。不过那危险的一幕并没有发生，随之而来的反而是阵阵的丹香。大约半个时辰以后，顾双成猛地起身，随着他的手一拍丹鼎，几枚圆滚滚的黑色丹药就从丹鼎之中飞了出来。吴通有点急性子，立刻凑了上来，将这些丹药都接了过去。1、2、31、12，竟然真的有12枚！吴通惊呼一声：“小师弟，你这炼丹天赋可以啊，竟然真的可以炼制出一炉12枚丹药！”柳无双夺过丹药，仔细看了起来，然后他也开始惊呼起来：这里面竟然有一颗上级的，其余全部都是中级的。小师弟，你不是说你只能炼制5枚中品，7枚下品吗？怎么现在全部都是中级不说，里面还有1枚是上级的？你这个炼丹天赋也太恐怖了！要知道，能炼制上级丹药就意味着你已经可以冲击炼制更高1品的丹药了，也就是你只需要多加练习就可以炼制2品丹药了。
柳无双兴奋吗？他当然兴奋，因为他们几个全部都是在筑基期的，到了筑基期，所要吃的丹药1品的就有些不够看，2品的刚刚好。现在顾双成可以炼制2品丹药，岂不是说明不久的将来，他们几个人想要丹药，都只要找顾双成炼制就可以，根本不用跑到唐长老那里去炼制丹药了。方便不说，还能省下一大笔的炼丹费用。那三师姐杨可秀了一下自己的肌肉，对顾双成说道：“小师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逍遥峰的小宝贝。要是以后谁敢欺负你，你跟师姐我说，师姐别的不行，就特擅长揍人。对，小师弟，以后谁要是欺负你，我就给他家门口放2个传送阵，把他传送到宗门的茅厕里去。”四师姐苏艳茹也有些激动。吴通想要说什么，但是被柳无双抢了先。小师弟，你放心，你有这样的天赋，我们几个一定全力培养你。如果师傅和大师姐回来了，他们也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的。柳无双说完，吴通想着总该轮到自己表心意了。你们都说了，我不说，万一小师弟怀恨在心，以后不给我炼制丹药怎么办？可他正要开口，一声怒喝声从外面传了进来：“逍遥峰的吴通，给我滚出来！竟然当众打我执法堂的弟子，简直就是不把青云门的门规放在眼中，今天必要你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还有顾双成、殴打管事，按照宗门规矩，需要去撕过牙，也一并滚出来！别以为躲在逍遥峰就相安无事了。”第81章执法堂弟子被打退2合1大章。1个时辰前，逍遥峰内顾双成正在给自己的师兄师姐们展现自己的炼丹技术时，外门那3个被打飞的执法堂弟子也已经被其余的执法堂弟子给发现了。于是在他们的号召下，一群执法堂弟子过来将3人给抬了回去。执法堂弟子执法的时候当众被打，这对于执法堂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此事立刻就引得执法堂的高层震动，执法堂的堂主不在，但是其余的执法堂管理纷纷对此事很重视，吵着要将逍遥峰的人给抓过来，好好的进行惩罚，不然以后他们执法堂在宗门内还有什么威信？于是外门执法堂立刻通知到了内门执法堂，让他们对逍遥峰的人进行逮捕。于是也就有了前面的一幕。逍遥峰内原本还有说有笑的几个人，听到了外面这挑衅的话，他们就都立刻收敛了笑容，脸都板了起来。特别那吴通，听到有人要他滚出去的话，立刻就气得人都发抖，直接御剑就朝天上飞去。他想要看看到底是执法堂的哪个家伙竟然敢如此嚣张，哪个王八狗在外面乱吼乱叫。吴通冲出逍遥峰就是一通大骂，就好像和执法堂弟子有深仇大恨一样。吴通，你出来就好，今天我不把你抓回执法堂，我邱家虎的名字反过来写。那执法堂的弟子看见吴通飞上来，立刻也是毫不客气的骂道：“呵呵，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杂毛鸟，还邱家虎，我看你叫邱八狗才对，反正你也是习惯于给人当狗。”吴通哈哈大笑，对那执法堂的邱家虎说道。顾双成看他们2个人上来就针尖对麦芒，就好像生死冤家一样，感觉很是不解。柳元霜看出了顾双成的困惑，对顾双成解释道：“吴通和邱家虎以前都是在外门给同一个外门弟子做丹童的，本来这进执法堂的名额应该是给吴通的，然而那邱家虎为了得到这个名额，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段，甚至不惜跑到人执法堂弟子那里给别人当奴才，所以才抢走了这个名额。”2个人因此起了一些争执，那邱家虎手段阴狠，几次对吴通下黑手，有一次还差点把吴通给害死，幸好被咱们师父救下，吴通也因此进了咱们逍遥峰。顾双成闻言也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那吴通会对执法堂的人有怎么大的仇恨了。天上，吴通和邱家虎2个人如同生死冤家，已经快速的缠斗在了一起。2人都是筑基境，战斗产生的波动特别的大，所以道道的灵力匹练在天上四处乱飞，引得不少人出来围观。2个人一开始的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谁也不能奈何谁，但是时间一长，那邱家虎的灵力节奏就开始乱了起来。吴通则是趁着机会对那邱家虎展开了严厉的攻击，嘴上还不忘嘲笑一番：“哈哈，邱八狗，当年你就是虚，现在还是不行啊，丹药吃多了，这持久力根本不行。该死！”邱家虎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咬紧牙关坚持的同时，额头上也是冷汗直冒。枪！吴通找到了邱家虎的一个破绽，立刻就抓住机会攻击破绽。那邱家虎手中的宝剑被吴通直接打飞出去很远。吴通趁势又一次将宝剑直逼邱家虎的丹田，想要将邱家虎给直接废了，让他成为真正的邱八狗。邱家虎连忙逃窜，但是奈何这剑好像粘上他了一样，根本就摆脱不了。师兄，救我！眼瞅着那剑就要追上了，就在这个时候，那邱家虎逃窜之余，立刻大吼一声。毕竟要是真的让这一剑戳中他的丹田，那他可就直接废了。砰！随着一柄飞剑疾驰而来，吴通的宝剑就被直接给撞飞了出去。废物！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执法堂弟子中，一名穿着淡蓝色长衫的男子缓缓走出。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知自己的短板所在，只知道贪图修为快速长进，现在连一个境界比你低的家伙都打不过了。这名男子，顾双成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不就是当初在外门的时候，一个人对战2名邪修的周廷杰吗？周廷杰对邱家虎一通责备以后，对上了那吴通。你投降吧。周廷杰很是高傲地对吴通说道，你不会是我的对手，与其会被我打败，不如自己投降，束手就擒。你做梦！吴通呸了一声，对周廷杰骂道，你们执法堂也不过就是一些藏污纳垢之辈，干一些欺软怕硬之事，你周廷杰要是聪明的话，还是尽早从执法堂里出来吧。
不然你迟早要被他们害死。哼！周婷姐冷哼一声，对于吴通的话不但没有放在心上，反而是皱眉道：冥顽不灵，找死！说完，他就直接对那吴通动起手来。吴通面色凝重，因为周婷杰的实力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也知道自己不会是周婷杰的对手。不过他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是战意盎然。周婷杰，不管怎么样，我也的确想跟你切磋一下。两人说着，也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在天空中打得有来有回。吴通的招式明显要更偏向于大开大合，而周婷杰的招式则是更偏向于刁钻和以柔克刚。不行了，吴通要坚持不住了，我上去帮他。柳无双看了许久以后，皱眉道。他转头对杨可和苏艳茹叮嘱道：你们两个人切记保护好你们的小师弟，别被执法堂弟子钻了空子。要是小师弟被执法堂弟子给抓走，再想要把他弄回来就会很麻烦。师姐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小师弟遭遇危险。杨可拍着胸脯保证，将顾双城护在身后。苏艳茹则是坏笑一声，他们要赶进来，我就敢让他们尝尝我阵法的厉害。柳无双这才放心，腾空而起，他没有脚踏飞剑，仅仅是擎着长枪，身子就快速升空。周婷杰，我来会会你。柳无双将被周婷杰打退的吴通顺势接下，持枪对周婷杰道：无双，这么多年不见，你倒是依旧如此漂亮。周婷杰在柳无双出现以后，目光就停留在了柳无双的身上，移不开了。别叫我无双。柳无双冷然道：打不打，不打就滚。无双，别这样，我怎么会打你？周婷杰很是尴尬，但依旧有些讨好似的说道：那你就滚。柳无双依旧冷着脸道。周婷杰摇头，那不行，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势必要把吴通和顾双城带走。柳无双惜字如金，直接拒绝，想都别想，别让我难做。周婷杰脸都垮了，我也要回去交差。真的不行，吴通就算了，那顾双城让我带回去。反正这顾双城也是才入你们逍遥峰，大家也没有那么熟，加上他不过一个炼气境5行灵根的废物，对你们也没什么用，只会拖累你们。周婷杰一副我为你们考虑的说辞，就好像只带走顾双城已经是他给柳无双面子了一般。打吧。柳无双说完，手中长枪立马被注入了浓浓的火灵力，使其变得通红通红。柳无双挥舞着向那周婷杰猛地攻击而去。火烈枪。柳无双的枪尖上一道巨大的火红枪影形成，瞬间刺向周婷杰。无双，你！周婷杰很不想和柳无双动手，但是奈何柳无双下手了，他也不得不格挡。但是他可以不跟柳无双打，却不能不抓吴通和顾双城，特别是那个顾双城，今天无论如何要带走。他的话音落下，他身后的那10几个执法堂弟子们都立刻行动了起来，一个个朝着逍遥峰就杀了过来。然而这10多个人冲过来，却并没有让杨可和苏艳茹感觉紧张，反而给顾双城一种他们很兴奋的感觉。只见那苏艳茹说道：三师姐，一会我放几个迷阵，绕死他们，然后你进迷阵，把他们都给收拾了。好。那杨可从储物袋里拿出了2把大斧子，那斧子看着就好像李逵的大板斧那么夸张，甚至比李逵的那2个还要更大，看着就好像2个门板一样，横着扇都可以当蒲扇。很快，就在那些执法堂弟子冲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被迷阵所笼罩了。从顾双城的视角看去，就发现那几个人好像在原地打转，一直在绕圈，但估计在他们里面看，他们应该跑了很远了。杨可挥舞着双板斧，朝着那些人冲去，他就跟在几个人的身后，他们完全没有感觉，双板斧一挥下去，直接就砸晕一个，再一挥就又砸晕一个，就好像是在砍瓜切菜一样。10几个人冲进来，被杨可和苏艳茹的这么一番操作下来，就剩下几个人侥幸地冲出了迷阵。过瘾。杨可也从那些迷阵里出来，嘴上叫嚷着过瘾，脸上洋溢着兴奋，朝着那些执法堂的弟子就冲了过去。苏艳茹则是继续操控着阵盘，开始在他们的面前扔启动几个大阵困住他们。吴通这个时候也反应了过来，连忙也从天上飞下来，帮着一起打执法堂的人。仅仅是过去了1炷香不到的时间，10几个执法堂的弟子就都被逍遥峰的几个人给打得七零八落，东倒西歪。此一幕看得那周围围观的人们也都惊呆了。不是吧，这逍遥峰弟子的战斗力也太强了吧，3个人直接打了这10多个人。人家有个阵法师呀，阵法下来别说10几个，就是几10个都没用，看来今天执法堂弟子是讨不到好了。谁说不是呢，这逍遥峰一直在咱们内门低调的不行，没有想到这一出手就如此的了不得。不过执法堂也不是好惹的，现在他们打了人家，估计一会执法堂的长老就要亲自过来了。在金丹境强者面前，他们这些筑基境的家伙就算是再强，也不会是金丹境强者的对手。也不知道这新来的小师弟有什么耀眼的地方，竟然值得他们如此的拼命保护。天上，柳无双停下了手，对那周婷杰说道：你我没必要打了，你看看下面你们那些执法堂的弟子。周婷杰的脸色立刻变得精彩起来，自己执法堂的弟子们都被收拾了，他的脸色当然应该难看，可是他又不好当着柳无双的面板着脸，所以又怒又笑的说道：这些废物，那我先走了。说完，他就用了一根绳子，将这些执法堂的晕倒的弟子都绑了起来，然后跟提溜一串糖葫芦一样，将这些执法堂的弟子全部都带走了。呼，真不禁打。杨可将自己的双板斧收了起来，有些没有尽兴一般的说道：就是，我都还没有用我的连环阵呢。苏艳茹也不满的嘟囔道。柳无双再次回到了逍遥峰，他的脸色有些难看，你们都别兴奋了，我估计一会执法长老就要亲自过来了，你们想想一会怎么应对吧。
金丹境长老的实力，我可打不过。果然，他的这番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没错，金丹境的长老，他们要如何应对？要不然，我还是先去外门躲一躲。顾双成说道，这些人为了保护他，也已经是尽了全力，他也是不好意思继续为难他们。不行，不行！几道声音异口同声地说道，将顾双成的想法直接给否定了回去。小师弟，你要是出去，他们都不用执法长老出动，就可以直接把你给抓了。吴通说道，你还是留在这里，我们想办法。就是，你都是我们小师弟了，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单独面对危险，有事咱们一起扛。苏艳茹也是跟着说道。杨可则是感慨一句，要是师父在就好了，只要他在，就算是那些副门主和门主都没法奈何我们。啥呀，一个执法长老而已，只要大师姐在，他就不敢进来。吴通大咧咧地说道。顾双成闻言倒是诧异起来，武师兄，你是说大师姐有金丹长老的实力吗？我可没这么说。吴通眉毛皱到了一起，这个以后你见到大师姐你就知道了，反正一般人不敢惹她。那眼下我们应该如何？顾双成不禁有些担忧问道。他们总不能坐等执法长老过来抓人吧？第82章，执法长老来了。几个人沉默了许久，当然也提出了一些不太有用的建议。最后柳无双叹了一口气道，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会看，说不定人家执法长老也没空过来呢。大家先各自回去休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反正一会真的遇到问题了，你们带着小师弟跑，我帮你们挡一挡。其余几人也都默认了柳无双的话，各自回了自己的屋子准备去了。原本大家以为那执法堂的长老应该很快就会来找到他们，结果他们等了1天没有来，等了2天还是没有来，一连好几天，那执法堂的长老也都还是没有来。渐渐的，大家也就淡忘了这一茬子事情。逍遥峰上，大家都开始回归了平常的日子，开始拼命的修炼。顾双成因为有了那原先的20万下品灵石，所以最近他的修炼资源是足够多的，因此顾双成也没有委屈自己，所有的好资源都往自己的身上用。被天地元液强化过的灵根也在这个时候发挥出了作用，让他的修炼速度快上了不少。仅仅是过于了1个月的时间，顾双成火属性灵脉和木属性灵脉就达到了炼气境7层的实力。同时，顾双成还开始修炼后土坤元经，逐渐提升土属性的灵脉等级。在足够的丹药的供养下，他的土属性灵脉也提升了1层，达到了炼气境的5层。而顾双成身上最让顾双成满意的就是他的神念，现在他的神念已经达到了80米。按照一般情况下，只有炼气境圆满等级的修士才能将神念达到80米的层次。等到神念达到100米，那就是筑基境强者的神念层次了。这天，正当顾双成在自己的屋子里修炼的时候，忽然他们的逍遥峰猛地颤动了一下。砰！吴通、顾双成，给我滚出来！一道苍老而又有些愤怒的声音传遍了整个逍遥峰的角角落落。那声音极响，顾双成都感觉自己屋顶的灰尘都被震下来了不少。来了！顾双成从屋子里出去的时候，柳无双、杨可、苏艳茹和吴通几人也都已经走了出来。顾双成抬头看天，就发现天空之中悬空站立着一个白发白胡的老者，他的脸色红润，体态微胖。正在顾双成看他的时候，他也正低头看着顾双成他们。尔等不但触犯了青云门的门规，还殴打我执法堂的弟子，真当我执法堂是软柿子了？那老者怒斥道，今天你们几个就都跟我去执法堂走上一遭，让你们知道一下，我执法堂弟子可不是谁想打都可以打的。说完，那老者也不多说，直接抬手就朝着逍遥峰压了过来。天空之中，一道金灿灿的巨掌以极快的速度就落了下来，让下面的逍遥峰几人感觉到了一种浓浓的压迫感。该死，这该死的执法长老还真的来了！柳无双暗骂一声，然后对吴通喊道，吴通，你赶紧带着小师弟走，燕如杨可，你们和我一起联手抵抗，能抗多久是多久。言罢，3位师姐立刻就召出了各自的武器和阵法，朝着天上压下来的大手攻去。吴通则是抓起顾双成的胳膊，朝着外面飞去。好一番情深意切，不过想走，想都别想。那执法长老看着下面的情况，冷笑一声，今天要是让你们走了，我这个执法长老也不用做了。他说话间，挥手又是一道灵力使出，瞬间在逍遥峰的周围形成了2个巨大的金色光环，2个光环直接就把顾双成和吴通2个人给罩了进去。同时随着光环飞来，那光环还在迅速的缩小。不管吴通带着顾双成怎么飞，往哪里飞，都逃不出这光环的笼罩。顾双成看着这越来越近的光环，他知道如果一旦让这光环把自己给缠绕住，那他和吴通2个人就都走不了。他心中苦涩，真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打了那个想要害他的公管事，竟然能牵扯出这么多事情来。好不容易进了内门，还要连累逍遥峰的师兄师姐，不过想要就这样把他顾双成给抓去，那是不可能的。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2个逃不出去，那他就将手上的那张3品圆满符篆给激发了。命都保不住了，还留着那3品符篆积灰吗？他伸手进了自己的胸口，将那3品符篆给放在了自己的左手上，方便自己随时激发这3品符篆。师弟，一会我想办法把你送出去。就在这个时候，那吴通对顾双成说道。然而顾双成却是无奈道，师兄，已经来不及了，你看这光环已经把我们全部笼罩了，我们从哪个角度都飞不出去了。吴通抬头一看，就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那2条金色光带已经将他们的上空都全然的笼罩了。该死的！
吴通怒骂一声，对于自己没能带着顾双城跑出去感到非常的自责。很快，随着那金色光环越来越小，眼瞅着他们就要被光环彻底的给圈住了。顾双城叹了一口气，看这个情况，他们两个是出不去了。他刚准备将那3品符转给激发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了一声怒斥：“老匹夫，怎么着？趁我不再欺负我逍遥峰的弟子，你是活腻歪了？”这声音，顾双城非常的熟悉，他边上的吴通也是非常的熟悉。吴通兴奋叫了起来：“师傅，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我们就不怕了！”嗡，他的话音落下，随着金色光环发出了一阵颤动，它的上面立刻就布满了细密的裂纹，紧接着那金色光环就瞬间炸裂开来。顾双城抬头看天上，就看见那持笔男子正凌空站在那执法长老的面前。原本那执法长老挥舞而出的巨大金色手掌和金色光环也已经全数消散了。董木，你不是还要7天才回来吗？那执法长老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男人，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呵呵，当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宗门内肯定有人在打坏主意。董木冷笑一声说道，没有想到是你这个自诩公正公义的执法长老，竟然也玩以大欺小的这一招。今天你既然欺负我弟子，那我也势必要替我的弟子们出出气。已经有10多年没有揍你了，今天你自己上门找揍，也就没办法了。说罢，董木挥舞手中的笔，就开始凌空写画画起来。那笔的每一笔都带动起阵阵的灵力颤抖，让周围的天空都变得扭曲了。董木，你竟然来真的！那执法长老也被董木的说打就打给震惊了。从他看见董木出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董木的对手，连连的往后退去。然而董木的攻击却是如同装了眼睛一样，一直跟着董木。眼看着自己就要被那攻击给打到了，执法长老有些慌了，他猛地喊了一声：“老公，你再不出手，还等什么时候？”第83章谦让的顾双城。哎，董木，何必如此动气？执法堂执法而已。虚空之中又传来了一道男人的声音，然后一个身着黑色长袍、身形消瘦、眉间长着一颗大痦子的老者，快速的从远处走了过来。顾双城仔细打量了一眼这黑袍老者，刚才执法长老叫他老公，想必这就是那内门的宫长老了。不过看着那样子和宫荣差的有点多，也不知道是不是宫荣吃了美颜丹。那宫长老一到这里，就和那执法长老一起将那董木的攻击给击退了回去。这是准备2打1，董木直言道，同时他好像毫不畏惧，2打1也行，那就让我们手底下见真章吧。3个金丹长老就这样在逍遥峰的上空打了起来。执法长老和那宫长老一左一右对董木进行夹击，而董木则是丝毫不慌，躲避2人的攻击的同时，还会对他们进行强有力的反击。顾双城此时有些紧张，毕竟是2个金丹打1个金丹，这多少有些悬。要是董木输了，他们逍遥峰依旧会很危险。而吴通则已经跟没事人了一样，拍了拍顾双城的肩膀道：“嘿嘿，小师弟，没事了，师傅出马，别说他们2个金丹，再来5个金丹，师傅也不会输。”顾双城愣神，师傅这么强吗？那是必须的，师傅是咱们宗门最强的金丹长老，只要金丹境内的，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吴通很是骄傲地说道，就好像不是师傅强，是他自己强一样。还真别说，就顾双城和吴通说话的功夫，天上的董木已经将那执法长老和宫长老都打得节节败退，打得他们那叫一个手忙脚乱。眼瞅着董木要将他们2个人给打败了，忽然远远的传来了一声责备的声音：“住手吧，你们3个人，这件事情双方都有错，就此作罢。”这声音应该是宗门的老祖所发。被这声音一责备，几个人立马都收了手，停了下来。不过互相之间还是红着眼睛，谁也不服谁。董木，论实力，我们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培养弟子的能力，绝对是远远不如我们。那宫长老对董木说道：“要是我的那几个弟子在，你们逍遥峰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收拾干净了。就是我们执法堂的周廷杰，也就是不舍得动手，加上我的几个得意门生也不在，不然何须我亲自过来拿人？”那执法长老也是逞了一下口舌之力。董木反驳道：“你们是只要天赋好，什么阿猫阿狗都收入门下，迟早有一天，你们会被你们的弟子给害死。”他说完就管自己走了。众人散去以后，董木回到了逍遥峰，对顾双城说道：“双城，你在我们逍遥峰待了一段时间了，你确定要留在我们逍遥峰，成为我逍遥峰的弟子吗？你应该也看出来了，咱们逍遥峰在整个青云门内门，真的算人丁稀少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到你。”然而顾双城却是毫不犹豫地说道：“只要逍遥峰要我，我会坚定留在逍遥峰。师兄师姐对我也很好。”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人。董木一拍桌子，高兴道：“既然如此，你就是咱们逍遥峰的6弟子，上一次匆匆而别，我也没有给你宝贝。这样，我这次出去获得了一些符篆和功法。”说着，董木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了几样东西，那是4、5个功法玉简，还有就是几张符篆。董木从那些功法玉简中选出一个，递给顾双城：“双城，这是我这边最高等级的火属性功法，玄阶中级的，你拿去修炼，对你的修炼速度提升有点好处。还有，这是一张2品上级的防御符篆，也给你，可以在关键时刻保你一命。其余的这些就相对要差一些，这是黄阶高级的水属性功法，这是黄阶高级的金属性功法，还有这是一个玄阶低级的土属性功法。至于这些符篆都是2品下级的，你们几个人看着分吧。”在董木说那功法是玄阶中级的火属性功法的时候，明显的看见柳无双的身子颤动了一下。
顾双成心中明白，柳无双也是火属性的修士，对于这玄阶中级的功法自然是渴望的。毕竟整个青云门最好的功法也就玄阶高级。但是柳无双没有说话，也不争也不抢，对于董木的安排没有任何的忤逆。顾双成犹豫了片刻，又仔细的在董木拿出来的那些东西上看了起来。这一幕看得董木和柳无双等人都是皱了皱眉。难道这顾双成如此人心不足蛇吞象吗？都已经把最好的给他了，他还要看这些低级的？难不成他还都想要收入囊中？甚至那董木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走眼了，把一个人品如此败坏的弟子给招进了宗门。然而接下来顾双成所做的一幕又是惊呆了他们众人。只见顾双成将手中的那一枚玄阶中级火属性功法推了回去，又把那2品高级的符篆给推了回去。师傅，这火属性功法给二师姐更加的合适，她的实力强，功法强的话，就可以让师姐的综合实力更上一层楼。但是我的话，实力这么低，如果再花时间重新修炼功法，无疑会拖慢我的进度。所以我还是不要这玄阶高级功法了，我想要这黄阶高级的水属性功法，可以吗？听到顾双成的话，屋内的所有人都是瞬间紧紧盯向顾双成。显然，顾双成的这一选择把他们都惊呆了。师弟，你脑子没有被烧坏吧？哪有人不要高级的功法，只要低级的功法的？吴通说话比较直，还伸手去给顾双成的额头量体温。柳无双也是连忙说道：“师弟，你尽管去修炼，不用考虑我。”顾双成却是坚持道：“不，这功法还是先让师姐修炼，等到以后时机合适了，再让我修炼就行。我现在想五行同修试试，正好我缺少这水属性功法，所以顾双成都如此说了。”那董木也是很欣慰，他点头道：“好，顾双成，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既然这样，就按你说的，等到以后再让你师姐把这功法传给你。谢谢小师弟了。”柳无双也是对顾双成谢道。虽然他的话很平淡，但是他的心中顾双成的位置无疑又高了一些。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的时候，顾双成却将他手上的那张2品高级符篆又给推了回去。第84章无通，为什么还是我不是？小师弟，你疯了，你让功法就算了，这符篆你咋也让？柳无双不禁替顾双成捏一把汗，毕竟他算是刚刚得了顾双成的恩惠，所以此时也是想要更多的替顾双成着想。双成，我知道你对大家都有感情，但是这符篆真的没有必要让。董木也是轻咳一声，劝起了顾双成。是啊，小师弟你实力最低，这越高级的符篆对你的帮助也就越大，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防止你被人给害了。听师兄的，这符篆你得收着。吴通把那符篆给顾双成再次推了回来。顾双成心里苦儿，刚才他看了董木带回来的几张符篆，里面有一张降品符篆，降品之后都是2品下级，可见这符篆的本身应该达到了3品的层次。这要是给通天小神术强化一下，那岂不是又多了一张3品的符篆？而且上一次那林萌萌娘亲所给的3品符篆是攻击符篆兵士符，而这次这张降品符篆是防御符篆。有了一攻一防2张3品符篆，以后出门他也就有了双重保障。所以顾双成是无论如何要把这张降品符篆给搞到手的，可在这之前他还得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才行，不然看这架势，自己的这些师兄师姐可不会允许他选择2品下级的符篆。顾双成眼珠子一转，对师傅和自己的几个师兄师姐说道：“其实是这样的，因为2品的下级防御符篆和2品的上级防御符篆，无非就是时间上坚持的不一样。以我的实力，真正需要用这符篆去防御的时候，时间长短其实作用不大，可能就是早一点被打和晚一点被打的区别。但是各位师兄师姐，你们的实力强，可能符篆带给你们的防御效果越长，那说不得可以扭转战局。所以我觉得这2品上级的还是给你们，我就拿这个2品下级的防御符篆。”说着，他都不等大家回过神来，就已经将自己的那个2品上级防御符篆换成了2品下级的，那模样生怕自己的师兄师姐和师父后悔似的。也罢，顾双成可真的是一个厚道人，以后你们几个多多关照双成，切不可让他在外面受了委屈，受了欺负。董木见状也没有坚持，反而是对那柳无双等人说道：“这是自然，以后谁要是欺负小师弟，就是在欺负我吴通，我吴通第一个不答应。”吴通最先表态，他的心中自然是对顾双成充满了敬佩和感激的。要是他，除非是师傅不给他，一旦师傅真给他了2品上级的符篆，他是肯定要留着自己慢慢用的，哪里舍得拿出来。其余几位师姐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是看着顾双成的眼神之中都是充满了感激。女孩子总是比较感性的，在他们眼中，态度比行为往往更重要。顾双成这样做，就说明顾双成是把他们这些当师兄师姐的放在心上，把他们这些师兄师姐看得比他自己还要重要。这样厚道的小师弟真的没白疼他，没白护着他，以后的更好的保护这个满心满眼都是他们的小师弟。以后有什么脏活累活，就让吴通去干，绝对不能累坏了这可爱的小师弟。那苏艳茹本身打算让顾双成体验一下自己的阵法的，现在想想还是算了，这小师弟有好东西是真的让他们这些师姐们比那吴通懂事多了。就连顾双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只是想要一张降品的2品符篆，结果收获了一波师傅和师兄师姐的人心。董木将那些东西分了一分，就管自己去闭关了。顾双成拿着这些东西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眼下有金丹期的董木在封上，顾双成没敢用通天小神术去提纯符篆和功法，因为他担心董木有在关注他，有些事情总要以防万一比较好。
毕竟强化丹药，只要把丹药塞嘴里，通天小神术会在肚子里将丹药吞进去。可强化符篆不行啊，总不能把符篆和功法塞嘴里，这多少有些诡异。加上目前他也不急着修炼水属性灵脉，符篆也暂时用不上。往后的日子倒也是逐渐变得平和起来，有董木在，执法堂和那宫长老都不敢对他们逍遥峰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顾双城也没有长期在逍遥峰待着，毕竟他还要出去给西门商会送丹药。董木也没有要把顾双城关在逍遥峰保护起来的意思，毕竟这样的话，对顾双城可以说只有害处没有益处。董木给了顾双城一个玉简，让顾双城一旦遇到危险，可以随时捏爆玉简，他在感知到以后，会第一时间赶过来。自从董木给了顾双城玉简以后，师兄师姐们全部都给了顾双城一个玉简，生怕顾双城受到欺负。有了这些玉简，加上自己手上的符篆，顾双城胆子也大了不少，平时也时常的会去方氏转转。当然，他还特意去了一趟自己的外门108号住所一次，现在的108号住所依旧是空置的状态。看来只有他一个人会选择这里当做自己的住处。不过这倒也是好事，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顾双城倒也是喜欢这个地方，以后要强化符篆和功法神通，就来这里强化。和顾双城的潇洒日子不一样，最近吴通的日子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好过。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自从顾双城做出了孔融让梨的举动以后，师姐们的心中就会无形中拿顾双城和吴通进行对比。所以每次找吴通切磋的时候，都会想起这吴通根本没有顾双城那么重视他们，所以对吴通下手的时候也会更重一些。打得吴通每次都是嗷嗷直叫才肯罢手。吴通不止一次的在顾双城面前哭诉，小师弟，我以前以为你来了，他们就会放过我了，至少也要对我松一些，哪里知道你一来，他们反而对我更严格了。我真的苦啊，还是小师弟你对我好，不但不跟我切磋，还会给我疗伤的丹药。这一天，顾双城在完成了修炼以后，忽然就收到了那西门商会刘管事的传讯。惊鸿小友，你上次让我帮着关注的东西有点眉目了。第85章木纹碎片的新消息，我最近在我们西门商会的宝库里看到了一个和上次你买走的那个木纹碎片极为类似的宝物。顾双城在看见刘管事的消息的时候，立刻兴奋了起来。他可太想要这个木纹碎片了，木纹碎片越多，通天小神术就越强，小神术越强，对他顾双城的辅助自然也是越强的。没错，自从顾双城在西门商会买到木纹碎片以后，顾双城就让刘管事帮着多多留心木纹碎片。如果有关于木纹碎片的消息，帮忙第一时间告诉他。顾双城用的理由也是他师傅对这个碎片有一些用处。当然，刘管事也问过木纹碎片的用处，顾双城当然不可能清清楚楚的告诉刘管事，只是打了一个马虎眼到他师傅研究了一下，觉得这可能是某种丹药的一味药材。其实顾双城本身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只是不想要错过任何一个可能遇到木纹碎片的机会。可他并没有想到，这木纹碎片竟然会这么快就出现了。刘管事，这个宝物需要多少钱？我可以直接买下吗？顾双城现在也是有点小钱的，上次卖筑基丹赚了20万灵石，加上最近这段时间的积蓄，他的身上已经有了将近25万下品灵石了。这么多下品灵石应该足够购买一些宝物了。然而刘管事却是有些为难道，这个惊鸿小友倒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这宝物并没有出现在我们分店，是在其余的分店。况且这一次的情况有些特殊，它不是单独的一块碎片出现，而是被人镶嵌在了一柄法器上。顾双城闻言很是错愕，还有这种操作的，是哪个大聪明想起来，竟然把这个木纹碎片镶嵌在法器上的？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想起自己曾经接触木纹碎片时，发现这些碎片很牢固很坚硬，好像的确是可以拿去当武器。那我需要怎么样才能够买到这法器？顾双城当即问道。刘管事接着说道，我已经帮你能试的方法都试过了，最后只能你自己去参加他们的拍卖会拍卖，至于参加拍卖会的名额，我也帮你拿到手了，你回头来我们店里找我拿一下即可。说着，刘管事将一张图片发到了顾双城的西门商会会员铜牌上。顾双城扫了一眼图片，那是一把宝刀，与其说是木纹碎片镶嵌在这把刀上，不如说是一块刀片嵌在一块大小合适的木纹碎片里。看到图片，顾双城就可以保证，那绝对就是木纹碎片，不会错的。虽然大小不是很大，但多少也能给通天小神术带来一些变化。必须要搞到手。他立马回复刘管事，多谢刘管事，这拍卖会我必须去参加。结束和刘管事的聊天以后，顾双城就思考了起来。从刚才的图片中可见，这宝刀应该是一把2品法器，2品下级的法器价格大约在1020万下品灵石左右。他目前的灵石够是够，可毕竟是参加拍卖会，总会有很多的变数。一旦遇到一些很中意这柄宝刀的人，那最后的成交价格会远远的超过这个价位，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顾双城觉得还是要多做一些准备会比较好。小心谨慎为上，顾双城耐着性子又在逍遥峰搓磨了2天，这才带着10颗1品圆满聚气丹来到了西门商会青云门的分店。刘管事见到顾双城，就知道顾双城来这里所为何事，他立马就将一块令牌交给了顾双城。惊鸿小友，你可算是来了，明天就要拍卖会了，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以为你是遭遇什么不测了呢。这就是咱们西门商会星月谷分店拍卖会的入场令牌，您可得收好了，万一弄丢了，可就进不去了。顾双城谢过后，对刘管事编道，我通知了我师傅，可我师傅正在闭关没有看见，所以中间耗费了一些时间。原来如此。
刘管事听顾双成说到了他师傅，就立刻保持了一脸的敬畏之色，没再多问。对了，顾双成尽量保持自然的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了10颗1品圆满聚气丹交给刘管事。我师傅交代了，这10颗聚气丹就1万下品一枚卖给你们，一来算是感谢你这次的帮忙，二则我们也可以多换些灵石，防止没拍下来。刘管事闻言大喜，1万下品灵石一枚卖给他们，西门商会再转手一拍卖，那他们西门商会从这些1品圆满聚气丹中就可以轻松赚到1万下品灵石，乃至于更多的差价。他抓着顾双成的手，这可真的让我说什么好，以后您一定替我谢谢你师傅，下次我再有这种碎片的信息，我一定不会错过。不过刘管事皱眉道，这柄宝刀是2品的，抢的人肯定很多，就连你们青云门很多优秀弟子都过去抢，估计最终拍卖成交价会在20万下品灵石，所以你这10万下品灵石估计不够，你需要我们西门商会兑点灵石借给吗？顾双成摆摆手，不用，我师傅有给我灵石，而且如果一旦价格过于高了，我师傅也会觉得不值当，我们也就不要了。不是顾双成不想要刘管事的灵石，而是一旦他要了刘管事借他的灵石，就会容易引起刘管事的怀疑。一个能炼制圆满级丹药的炼丹师，怎么会缺少灵石，还需要去借？说不得到时候刘管事都会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师傅。而且一旦他以过高的价格拍下了那宝刀，木纹碎片是到手了，却容易被人给盯上。他拍下宝刀的价格超过了宝刀的应有价格，人家铁定会怀疑到木纹碎片。还有就是他一个炼气境的人，带着这么多灵石，买下这个宝刀也不一定能带出去。所以这一次他去真的是去碰运气，买到了最好，没有买到也要看看到底是谁买去，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去买回来。刘管事闻言了然，点点头道，的确是这个道理。既然如此，那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星月谷方氏今天的这边比往日要相对更加的热闹，不但星月谷的弟子和附近青云门的弟子，甚至一些散修和一些比较远的宗门弟子也赶了过来。顾双成拿着刘管事所给的令牌，很顺利的就走进了这边西门商会的店铺之中。这边店铺的构造和青云门的店铺构造很像，顾双成来的比较晚了，所以进去以后不久，拍卖会就开始了。前面的一些拍卖品基本就属于比较普通的产品，当然这个普通只是针对顾双成而言很普通，因为顾双成平时用的都是圆满级的丹药和符篆，所以这些大家当宝贝一样抢的1品上级和2品上级丹药或符篆，顾双成是毫无心动。不过顾双成倒是看到了一些熟人，比如青云门执法堂的周廷杰拍了1枚2品上级的丹药，还有龚荣也在，龚荣则是更显得财大气粗，足足拍下了2枚丹药和1枚符篆。接下来我们将开始拍卖法器，第1柄法器霸青刀。听到这个名字，顾双成的身子猛地就来了劲，挺了起来，因为这一柄刀就是今天顾双成来这里的原因。第86章竞争激烈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是目光火热的看向那柄法器。2品法器本身炼制的难度就比较大，需要炼制者有金丹境的实力不说，还需要大量的昂贵材料，而且不同的修士对法器的长度、硬度、样式各种各样都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大家一般都是准备好材料，专找人去定制法器，一旦定制了法器就不会轻易更换。所以法器不会说像丹药和符篆一样可以批量的生产，这样一来，平时能流转出来法器自然是比较少的。至少西门商会青云门分店组织了这么多次的拍卖会，顾双成就没有看见几次2品法器。在顾双成印象之中，好像只有一次有一个2品的丹鼎被拍卖，其余就没有了。当时在那西门商会的铜牌中，这丹鼎可是出现在了所有产品列表中的最显眼的位置，甚至连顾双成的5颗圆满级的聚气丹都只能屈居第2，可见2品法器的价值。何况这次还是一柄攻击性的2品法器，自然更是引得大家的眼馋。毕竟同样的神通，通过1品法器发挥出来和通过2品法器发挥出来，那效果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然而当台上的主持人介绍完，就见场内一名穿着黑色长衫、皮肤黝黑的弟子哈哈笑了一声，终于是让我等到了，这柄法器我南一峰要定了。本身我都打算去定制一把法器宝刀了，但现在有了这柄合我心意的法器，我都不用去定制了，买来就可以用。此时的场中非常的安静，当听到有人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的目光自然就会聚焦在他的身上。顾双成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的边上很快就有人开始悄悄说了起来，这不是那玄机楼的南一峰吗？他前几天就在外面传了，说这柄宝刀他势在必得。我也听说了，好像他得到了一本地阶的刀法神通，就缺少一柄趁手的武器，显然他就是奔着这把刀来的。南一峰出手了，我们这些人自然是没戏了，开什么玩笑，他爹可是金丹强者，他娘是个2品炼丹师，这么强势的组合，他还会没钱？我估计青云门的人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毕竟他们青云门和玄机楼可是死对头，有什么用？喊价是肯定喊不过的，但是青云门的人估计也肯定会恶心一下他，毕竟当年他们2个宗门都闹成那个样子了，要不是皇室出面调停，都要大乱斗了。顾双成从这些人的话中获得了很多的信息，让他忍不住的再次看了一眼那黑色长衫的男子，看来自己想要买到这把2品宝刀霸青刀之路上多了一个巨大的拦阻。论财力，自己肯定不会是那南一峰的对手，论背景，自己也不及人家的背景，更何况他还不敢叫价叫得很高。这其中的种种都让顾双成感觉自己离这一次的木纹碎片很是遥远。
正在顾双城思索之间，那台上的新门商会主持人已经开始了竞拍。对于南一峰的这种挑衅行为，他们新门商会不但不会制止，反而还会支持，因为越是这样，就越能调动起大家的情绪，让大家去赌气竞拍这柄宝刀。竞拍的人越多，自然价格就会越高，价格越高，也就意味着他们新门商会拿到的抽成就越高。二品法器霸月刀，起拍价15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下品灵石。现在开始竞拍。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场中立刻就热闹了起来。15万5000下品灵石，16万下品灵石，16万5000下品灵石。前面的3个价位喊价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甚至都是很多人同时报价，场面好不热闹。顾双城没有报价，频繁报价会引起人的注意，更何况现在的报价完全就是无效报价，只能增加一点参与感，仅此而已。不过这样的热闹场景并没有维持多久，20万下品灵石，一道响亮而又远高于现在拍卖价格的报价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听着声音也知道，这价格出自那南一峰之口。果然，在南一峰开口喊价之后，场内瞬间就安静了下来。20万下品灵石总归不是谁都有的，加上有一部分人知道20万是自己的终点，却可能只是南一峰支流的起点，所以他们也都哑口不再追价。哈哈，这就都哑了，你们都不报价的话，我可就收入囊中了。南一峰有点嚣张，肆无忌惮的哈哈哈大笑起来，挑衅所有人。哼，不少人鼻子里出气，但也没有开口。顾双城的手在他的袖子中紧了松，松了紧，对于自己要不要追价，他也是纠结得很。也就在顾双城忍不住快要开口的时候，忽然场中传来一道声音：南一峰，我青云门来会会你，21万下品灵石。开口的是那只法堂的周廷杰，他直接加价1万。青云门的狗，我就知道你们会忍不住。南一峰脸色稍微有些难看。25万，他直接一口就把价格再次推高5万，同时挑衅的看向周廷杰，你们青云门的人尽管追价，你们再怎么追，我都会报出更高的价格。今天我势必要买到这把青刀，等到下次炼魔窟开启，我一定会在炼魔窟内用这把霸青刀多宰几个你们青云门的弟子。上一次我只杀了6个，着实有点少了，这次必须要杀你们2位数。青云门那些弟子的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和威胁。28万，又一名青云门弟子开口报价。顾双城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远远的都可以感觉这个人身上一股子浓浓的剑气。30万，南一峰立刻追价。拍卖场中就这2个方势力在拼命的追价，其余的所有势力和散修都是围观的状态。这刀他们也不是非要不可，更何况眼下这刀的价格已经远超了这刀本身的价值，他们犯不着出这么多钱去得罪南一峰。而顾双城也是很无奈，这价格被推得如此之快，搞得顾双城都是不知道如何加价了。而且细想之下，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加价，因为就算他出到了足够多的钱，那南一峰也不会放过他。说不定一会顾双城连宗门都回不了，就会被南一峰给拦下来。但是顾双城对那南一峰所说的炼魔窟还挺感兴趣，不知道这炼魔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他在宗门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可根据刚才的南一峰所说，这炼魔窟内是可以发生一些合理的战斗的，杀人应该也不是不可以。还有就是这个南一峰也要进炼魔窟，这样的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顾双城也可以进去看看，机缘巧合的话，说不得可以从南一峰的身上将那木纹碎片给弄回来。正在顾双城这样想着的时候，那把青刀已经被南一峰以足足38万下品灵石的价格给买了下来。青云门的那些弟子恨得牙痒痒，但是没有办法，他们能做的也只能是抬高一点价格，让南一峰多出点血。当然，笑得最开心的莫过于那西门商会了，瞧那台上的主持小姐都差点憋不住笑容了。后续的物品，顾双城自然也是没有大的兴趣的。直到主持人喊道，下一件拍卖品是一部玄阶下等功法的残卷，这本功法不是属性功法，而是一本单纯的炼体功法。第87章炼体功法，功法名为两仪琉璃身，功法一共12篇，前面的5篇是完整的，可以修炼的，只不过后面的几篇丢失了，所以后续可能需要个人凭机缘，看能否获得这两仪琉璃身的后续功法了。因为是残篇，所以起拍价很低，只需要10万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下品灵石。残篇10万，顾双城看着边上人理所当然的模样，心里直抽抽，妈的，真的只有在拍卖会才知道自己的那些灵石真的不能当灵石看，动辄就是10万20万起步，这修仙世界的贫富差距是真的大啊。但是听到这功法，他的心中明显是有异动的。最近他在逍遥峰跟杨可接触多了，就发现体修有体修的一些好处，比如他们的战斗力不会受一些阵法的影响，有一部分的阵法它影响进入阵法的修士，就是通过控制阵法内的灵力，比如让修士在进入阵法以后无法调动自身的灵力来实现。还有就是体修的防御力很惊人，他们逍遥峰的杨可现阶段的肉体力量就是可以直接硬抗顾双城这种炼气境修士的攻击，这在灵力枯竭的时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再其次，体修也算是对战力的一种提升，可以在战斗中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给人必杀一击。至于这功法是不是残卷，顾双城是没所谓，他有通天小神术，完全不用顾忌。因为他没有看过这边的拍卖品列表，所以不知道还有这个残篇功法，这对他来说倒也是一个意外惊喜。
场中对这功法感兴趣的人其实并不多，大部分人听到玄阶的时候是兴奋的，可又听到是残卷，便立刻失去了兴趣。哎，可惜了是个残卷，不然我倒是可以买来试试。玄阶的功法真的是少见的。你在开玩笑吧？我们修炼都来不及，还练体，那不是纯纯的浪费时间？这是个残卷啊，到时候练一半，结果后面没了，那多少尴尬的。别说了，就是残卷，你也买不起。这残卷估计至少也要10多万，乃至20万下品灵石。在边上人的窃窃私语声中，却有人开出了价格，10.5万下品灵石。顾双成听到这声音的时候，就感觉这声音非常的熟悉。他循声看去，就发现这人不是别人，而是柳无双。柳无双坐在拍卖场的很后面，没有和青云门的其余人坐在一起，所以刚才顾双成并没有发现柳无双的存在。现在他一开口，顾双成自然就注意到了柳无双。看来二师姐应该是帮三师姐来拍的这个功法。顾双成心中明白柳无双为的是什么。只不过当柳无双的价格喊了以后，那南一峰又开始了。虽然柳无双没有穿青云门的服饰，但南一峰认识柳无双，所以一看是青云门的人喊价了，他就嘿嘿坏笑了一声，17万。柳无双瞬间脸色变得难看了很多，显然这是南一峰在报复他们青云门了。刚才他们青云门恶心南一峰，让他以很高的价格才买下那一把2品法器霸青刀，现在南一峰也想要让他们别那么轻易的获得想要的东西。周廷杰见到是柳无双受到了欺负，立刻站了出来，对那南一峰骂道：南一峰，你拿这个炼体功法有什么用？嘿嘿，我就恶心你们，大不了买来送人，有本事你就叫得再高一些啊。南一峰也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反驳道：你给我等着，下次在炼魔窟见到你，我一定打得你尿裤子。周廷杰不爽地骂道。南一峰冷笑一声，周廷杰，上一次在炼魔窟我打不过你，这一次你大可以试试，谁胜谁负，真的可还不一定。行，你记住你自己的话，到时候别像上次那样跑了。周廷杰咬牙切齿，恨不得立马剁了那南一峰。顾双成看着这一幕，眼睛一眨，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既然青云门和那南一峰缠斗得这么死，那他不如掺上一脚。因为他穿的衣服加上易容服的易容，可以说是完全让人看不出是青云门的人。只不过一旦被他拍下了，那这炼体功法就只有他自己可以用了。当然，这个功法也只有在他的手上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用处。17.5万，顾双成开口报价，瞬间，原本正在对骂的青云门和玄机楼的弟子都闭嘴了，转头看着顾双成。结果发现这顾双成他们谁也不认识，这是谁啊？此时他们脑门里都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能这么豪气拿出这么多下品灵石的弟子，照理他们应该认识，结果他们两个谁都不认识。不过在看到是一个非对方宗门成员报价后，青云门和玄机楼的人倒是都冷静了下来。对于玄机楼而言，只要不让青云门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可以，至于是另外的谁获得，他们无所谓，因为这个功法他们并没有想要。而对于青云门而言，柳无双也选择了放弃，因为他非常清楚，只要自己开口，那南一峰就会跟上叫价，而他手上的灵石有限，到时候他还是买不到这功法。不过这两个宗门的人不叫价，不意味着其余的宗门中没有人想要这本炼体功法。在顾双成之后，依旧是有不少人追着叫价。18万、18.5万、19万，价格一路被推到20万下品灵石。不过顾双成也是毫不客气，在价格达到20万以后，他一口气将价格抬高了一截，25万下品灵石。顾双成在喊出这个价格以后，就立马追着说道：我就这么点灵石了，师傅就给我了这些，要是再有人追价，我可就不叫了。这下那些原本想着叫价的人也都安静了许多，有些人拿不出这些灵石，只能认输，还有一些人在心中仔细掂量，毕竟这一下子多了5万，他们也都有些需要掂量一下了。还真别说，顾双成这样冒着风险的叫价，的确是镇住了其余人。在没有人报价，顾双成以25万的价格直接拍下了这炼体功法。拍下这功法以后，顾双成没有走，而是一直看到了拍卖会的结束。他担心万一后面还会有什么宝贝，错过了可就不好了。后面依旧是有一部玄阶低级的土属性功法，最后这功法直接拍到了天价，足足200多万下品灵石的价格。至于其余的东西，顾双成就没有什么兴趣了。拍卖的符篆也并没有什么祥品符篆，入不了顾双成的眼。这一场拍卖会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可顾双成准备起身的时候，就发现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动身的。顾双成身子一顿，就听到台上主持拍卖会的小姐朗声说道：这一次咱们西门商会要免费送给大家一则信息。第88章青灵果，刚才大家已经提及了炼魔窟，我们的消息也是跟本次炼魔窟有关。我们西门商会得到消息，炼魔窟中那片青灵果将会成熟，青灵果所结果子分为3等，为普通的青灵果，有紫色纹路的紫纹青灵果和道运青灵果。其中普通青灵果可淬炼身体，炼气境修士吃1枚即可提升1个等级，紫纹青灵果则是可以稳固灵力修为，筑基境的修士吃1枚即可提升1个境界，而道运青灵果蕴含法则之力，可让金丹期修士提升1个境界。这一次的炼魔窟青灵果中一定有紫纹青灵果，甚至大概率会出现道运青灵果。那主持的小姐话音落下，立刻引起了拍卖会场中的所有人一阵轰动。当然也难怪大家都如此反应，实在是这青灵果的效果太过于震撼了一些。普通的青灵果带来的效果就已经很强了，更不要说它竟然还有紫纹青灵果和道运青灵果。
筑基境修士提升一个境界和金丹境强者提升一个境界的难度有多大？有的可能几年才能提升一个境界，有一些几十年才能提升一个境界，甚至有一些卡在瓶颈，一辈子都跨不过去。但是现在，只要吃下一个果子，他们这些筑基境修士和金丹境的修士可以轻松跨过一个境界。由此可见，这青灵果的效果有多么神奇了。顾双城的身边，不少人都是激动的窃窃私语起来。我原本还准备这一次的炼魔窟就不去了，现在看来我是必须要去了。只要抢到一颗紫纹青灵果，我就可以突破筑基境至筑基境12层了。我想不去都不行，我师父一定会逼我去的。我师父都卡在金丹3层10多年了，甚至有人当众就开始拉人组队，到时候我们联合起来抢到的青灵果平分，你我合作，只要不是遇到那种妖孽，我们一定是可以获得不少青灵果的。各位，请稍安勿躁，耐心听我讲完。这时，台上的那主持小姐继续朗声说道，大家这才稍稍安静下来，继续看向那主持小姐。想必大家得知这个消息一定是兴奋的，可能你们的师傅们也都会非常的兴奋，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据我们西门商会的消息得知，这一次魔域有许多金丹境魔族，也将派出自己的全部最强弟子前往炼魔窟抢夺道运青灵果。所以，请大家务必趁着这段时间做好准备，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我们西门商会不希望看见大家丧命在魔族的手中。最后，我们西门商会也欢迎大家把吃不完的青灵果送到我们西门商会来拍卖，价格一定会让你们满意。说完，那主持小姐就行了一礼，款款下台。顾双城没有在拍卖会场久待，急急的就拍了出去，换了自己拍卖的功法以后，就匆匆离开了。正好大家的心神都被这青灵果的消息给吸引住了，所以没有人关注到顾双城。顾双城很是顺利的就从星月谷离去，回到了青云门。他没有急着回内门，而是再次去了原先他在外门的住处丁字号108号。他将那残卷的炼体功法2仪琉璃身丢给了通天小神树，让小神树慢慢强化。做完这些，顾双城才回到内门逍遥峰。一到逍遥峰，就听见吴通正被那三师姐杨可拿着双板斧追着跑。师姐，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我真的要裂开了。别呀，再跟我过2招。也就在回来后没多久，那二师姐柳无双也回来了。杨可师妹，柳无双到了逍遥峰，喊住了正在追着吴通跑的杨可。师姐，那功法怎么样？杨可见是柳无双，立刻激动地跑了过来。显然柳无双去买那炼体功法的事情，杨可是知情的。柳无双叹了一口气，本身这功法我是能拍下的，但是被那玄机楼的南一峰给搅了一棍子，最后被一个不知名的人给买走了。不过这功法是不全的，你修炼到一半以后，可能也需要重新更换功法，倒的确是不如再等等其余的机会。杨可倒是有些心大，他摆摆手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下一本可能会更好。顾双城见状，心中稍稍有些过意不去，想着以后要是遇到合适的炼体功法，帮着买一本送给三师姐。柳无双稍稍安慰了杨可几句以后，他又很是郑重地把逍遥楼的所有人都叫了过来。有个事情我要跟你们说一下。下一次的炼魔窟，柳无双将西门商会所讲的关于炼魔窟的事情都跟几个师弟师妹说了一下。听了他的话以后，杨可、吴通等人的反应和在拍卖会场里的那些人态度基本一致，都是极为震惊。咱们必须要去多抢几颗回来，咱们逍遥峰的人就1人1颗。师傅也已经很久没有精进了，咱们也必须抢一颗道运青灵果回来。杨可刚痛失炼体功法，现在听到有青灵果，瞬间又充满了期待。对，我们都得去，顺便帮三师姐把那玄机楼抢功法的气给出了。吴通虽然刚被杨可打得满地跑，但现在依旧是想着帮杨可出气。顾双城弱弱的举起了手，师姐，这炼魔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的确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炼魔窟相关的话，想要趁此机会多多了解一下。柳无双微微怔了一下，然后耐心解释道，我们这个世界有2个域，一个是我们所在的世界，有人有妖兽，还有一个域是魔域。魔域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里面生活的是魔族和魔兽，我们这边修炼的是灵气，他们修炼的是魔气。魔族和我们的修炼体系类似，但是他们魔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繁衍能力很强。他们魔域的资源很匮乏，人多资源少，所以他们时常想着要攻入我们这一方面世界，把我们人当做他们的口粮，把我们的资源当做他们的资源。许久以前，我们人族和魔族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最后这场战争以2败俱伤为结局。双方的高层就划线而治，人族不得主动入侵魔族，魔族也不得主动入侵人族。双方大能施展神通，用禁制将2域彻底封锁了起来。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消失，这些当初大能留下的禁制开始逐渐产生了裂纹和破洞。一些大的严重的，双方的强者已经出手修复了，但是一些小的，大能们也处理不过来。加之这些地方因为当年爆发过大规模战争，有不少修士死在里面，留下了大量的法宝、药材之类的宝物，日积月累之下，产生了许多的天材地宝。所以各方势力都把这些地方给利用了起来，和魔族约定好后，将之打造成为了一个个不错的秘境，当做双方历练弟子的场所。我们青云门在的大梁皇朝境内，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个秘境，取名叫做炼魔窟。因为内部结构不稳定，所以炼魔窟每5年开放一次，每次开放持续3个月，3个月内都只准金丹境以下的修士进入其中。柳无双讲到这里就停了下来，炼魔窟的大致相关，他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还有什么想问的吗？他看着顾双城问道。
顾双成道：“师姐，既然是金丹境以下的修士进入，那这一次的炼魔窟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不可以。又是几道异口同声的声音传来。第89章和吴通切搓顾双成微微汗颜。好家伙，你们每次拒绝我的时候，为什么都会如此的统一？小师弟，炼魔窟对你来说还是太危险了。柳无双稍稍放松了语气，对顾双成说道：“一般情况下，就算是筑基境的修士进去，出不来的几率都是3成。如果是炼气境的修士进去，出不来的几率就增加到了6成，甚至于7成。”苏艳如说道：“小师弟，我们不敢保证会带得出来道运青灵果，但是普通的青灵果，我们无论如何都会给你抢一枚出来。这个抢青灵果的任务就包在我身上，我被几位师姐已经调教出了速度，到时候我抢了就跑。”吴通拍着胸脯说道：“3位师姐，师兄师姐，我还是想要去试试。我相信我有自保能力。”顾双成坚持说道：“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些希望，总不能你们都出去冒风险，就我一个人在逍遥峰享福。咱们好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且说不定我还可以帮你们抢点宝物回来。”小师弟，你这不是杨可还想要打断顾双成，然后却被他们身后传来的一道声音给打断了。算了，让他去吧。说话的正是他们的师尊董木。师尊，5个人朝着董木行礼。董木摆摆手，不用行此虚礼。你们总不能护着顾双成一辈子的，不出去闯一闯，历练一下，双成永远也成长不起来。总有一天，顾双成要一个人面对一切的。不过这几天你们可以好好的和你们师弟切磋一下，是真的，好好的提高一下顾双成的实战能力。吴通原本是想帮着顾双成说一些什么的，但是当听到师傅说让师姐们和顾双成切磋，他立刻就咽回了本来要说的话，反而是开口道：“师傅说的对，小师弟的确要好好训练一下，毕竟这些能力去以后都是小师弟的保命技巧。我也可以多多和小师弟切磋，多教小师弟一些技巧。”嘿嘿嘿，有了董木的要求，师姐们也不好再偏袒顾双成，毕竟现在对小师弟越好，就是对以后的小师弟越残忍。于是当天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和顾双成切磋。逍遥峰上，砰！杨可一板斧就把顾双成拍飞了。糟糕，忘记师弟还是炼气境了。3位师姐立马赶了过去：“师弟，你没事吧？师弟，你有没有伤到哪里？杨可，你也太不小心了。”吴通远远地看着，感觉这场景多少有些不对劲。明明自己当时和师姐们切磋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也是炼气境，当时自己也是被杨可师姐一板斧给拍飞了。然后当时明明师姐们明明就是叫他快起来，要是不起来就不准吃饭。吴通越想心越痛。不行，必须要好好的让小师弟尝一尝生活的苦。于是他喊道：“师姐，要不然还是我来和小师弟切磋吧。”柳无双3人一想，觉得吴通来的确合理，吴通毕竟实力最低。逍遥峰的空地上，吴通和顾双成面对面站立。小师弟，你放心，我一定把修为压在炼气境和你对战，不会拿境界压你的。说完，吴通就直接将双手猛地按在地上，低喝一声：“破地土刺！”其一道土黄色的尖刺以极快的速度在地上钻了出来，然后朝着顾双成急速延伸过去。顾双成连忙往身后闪避，可他的神念一扫，就发现这蔫坏的吴通竟然在自己的身后也搞了几个土刺，这是准备封死自己的所有退路。顾双成见无路可退，就准备和吴通硬抗。熔岩裂的鞭，他双手挥舞间，一条火红色的鞭子就凝聚在了他的手上。这个神通还是通过小树苗强化当初在笑月郎的巢穴里捡来的一个神通火蛇鞭而得到的。强化后得到的就是加强版的火蛇鞭，名为熔岩裂的鞭，挥舞间乃是用火灵力凝聚成鞭，利用火灵力的高温和施法的技巧产生伤害。顾双成将熔岩裂的鞭挥舞出去，直接卷住面前吴通所激发出来的几枚土刺，一个转身，利用惯性将那些土刺都再次朝着吴通甩了出去。火灵力的高温已经在这极短的时间里让这些土刺被加热至高温状态，土黄色的土刺此时也已经变成了土红色，还带着滚滚的热浪。我丢！吴通没有办法，只能在自己的面前凝结成了一堵土墙，将那些尖刺抵挡下来。裂！顾双成并没有因为吴通凝结了土墙而放弃，反而再次输入火灵力，火鞭在撞到土墙的前一个瞬间凝聚旋转加粗，成为了一条极粗的火绳。砰！火鞭和土墙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和爆裂声。顾双成和吴通2个人都因为这撞击所产生的余波而被远远地震开，其中吴通稍微好一些，只被震退了3步，而那顾双成则是被震飞了足足10多米。筑基境的总归还是强一些。小师弟，你这厉害啊，竟然有这么强悍的神通，我的玄阶神通都被你毁了。吴通说道。哪有，我这都飞出去这么远了。顾双成也是谦恭地说道。再来。吴通大手一挥，继续和顾双成对拼。这一次吴通的攻击手段则是更加的高超，看起来刚才的土刺不过是他最基础的攻击。只见随着吴通掐弄法诀，一个个土棘梨快速的形成，并且这些土棘梨还很特殊，大的里面套着小的，小的里面套着更小的。走！一堆土棘梨被吴通甩了出来，朝着顾双成而去。顾双成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道如何抵挡了，因为他手上没有合适的防御神通，也没有合适的攻击神通可以化解。噬生魔灵不是这么用的，可以用的只有武灵归元阵，可是他的武灵归元阵别说武灵了，就是连1灵都是凝聚不出来。顾双成准备再次施展出熔岩裂的鞭，勉强的抵抗一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吴通攻过来的土棘梨中有大的土棘梨，还有一些小的土棘梨。顾双成猛地就想到了什么。对啊，他傻乎乎的这是在干什么呢？武灵凝结不出来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还不是因为他的灵力不够。那灵力不够又何必要凝结那么大的呢？自己完全可以凝结一个缩小版的武灵啊。顾双成一拍脑门，立刻跳出了战斗圈，对吴通说道：师兄，我刚才想到了一招，等我酝酿一下，一会给你来个大的。第90章反转，湮灭之环。吴通目瞪口呆，好家伙，我们正在这里切磋呢，你这是干啥呢？还能这样搞，打到一半直接喊停？不行，必须要给顾双成一点教训。吴通这样想着，直接上前，准备给顾双成屁股上来一脚。当年他也被苏艳如这样踹过一脚，所以这一脚高低的传承下去。然而他的脚还没有碰到顾双成，一杆长枪就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脚下方，随着长枪往上一抬，直接带着吴通的脚来了一个后空翻。吴通整个人都摔懵了，不是，你们打我干什么？没听到小师弟说先休战，他正在憋一个大招吗？你这要是突然下手，伤到小师弟了怎么办？柳无双说道，小师弟这么厚道的一个人，你竟然还敢欺负他，我看你就是欠收拾。吴通偏心没边了，这一脚还没有传承下去，又多了一个后空翻。顾双成那边自从想通了这一点以后，他就心无旁骛的开始凝结武灵，因为5条灵脉的等级不一样，里面的灵力储备也不一样，所以顾双成在凝灵的时候并没有统一大小，而是根据灵脉所剩的灵力，将所有的灵力抽调出来凝聚成灵。他的5条灵脉，火属性灵脉中的灵力已经在刚才的战斗中消耗不少了，所以顾双成选择灵力最多的木灵开始。五行对应五兽，金是白虎，木是青龙，水是玄武，火是朱雀，土是麒麟。顾双成运转神通，按照神通所运转的路线，逐渐勾勒木灵，只不过灵力不多，所以顾双成勾勒出来的木灵，与其说是青龙，不如说是一条手臂长的蜥蜴。紧接着就是朱雀，火灵力实在不够，所以朱雀画出来和刚从蛋里钻出来的幼鸟一般大。再然后就是麒麟，土属性灵脉还是炼气境5层，所以灵力也不多，但好歹比刚才消耗了一波的火灵力好多了，所以一只手掌大小的四脚兽就被顾双成勾勒了出来。后面的白虎和玄武都只有一节手指那么大。顾双成站了起来，将这5只灵力所化的灵兽从体内召了出来，运转五行归元阵。那5只灵兽瞬间就按着特定的轨迹开始运转了起来，按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样的顺序逆时针运转起来。虽然它们小，但是在阵法的加持下，五行相互滋养，相辅相成，竟然也运转得虎虎生风。5种灵力5种颜色，旋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五彩的轮盘。吴师兄，尝尝我的这一招。顾双成手一挥，那正在高速旋转的五彩轮盘就迅速地朝着吴通飞了过去。我的老天爷，这又是个什么玩意？轮子吗？吴通感觉自己这个师弟的攻击多少有些花里胡哨的，人家都是灵力化枪，灵力化剑，你倒好，直接灵力化轮子。小师弟，看看你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轮子能不能破我的土遁。吴通说话间，已经在自己的面前凝聚出了一堵厚实的土遁，土遁十分高大，更是十分的厚实，看着根本不像一个盾，更像是一堵巨大的城墙，护在吴通的身前。木克土，顾双成心念一动，立刻五行归元阵在运转之中，其余的4只灵兽按照相生的顺序，将灵力全数灌入了那青龙身上。瞬间，那原本如蜥蜴一般的青龙，竟然迅速的变大，从原先的手臂长，成长为了一个人那么高。青龙咆哮间，对着那吴通所凝聚的土墙就直接攻了过去。1人高的青龙在那巨大的土遁面前显得极为渺小，可他依旧是在顾双成的指令之下碰撞了上去。吴通看着那和土遁根本不是一个尺寸比的青龙，嘴中忍不住的想要笑他顾双成竟然如蚍蜉撼树，想要用这么小的木青龙来破他的土遁。要知道，就连筑基境修士想要来破他的土遁都是难上加难，除非耗费不少的灵力和一些高效的攻击手段。果然，随着那青龙猛烈的撞击在了土遁之上，那土遁却是纹丝不动。哈哈哈，小师弟，你这个技能华而不实啊，看着唬人，其实没有什么威力啊。吴通忍不住说道，咱们修士还是要追求实实在在的伤害才行。然而，就在吴通对顾双成谆谆教诲的时候，那青龙却犹如有灵智一般，在强攻不进去后，就立刻分散成为一条条的细小龙，犹如扎根一样，直接扎进了那土遁之中，然后在土遁里四处钻，犹如一条条树根一样，变大的同时，不停地深入。呼吸间，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就出现在了那土遁之上，每一个裂缝之中，就都好像有一头青龙要从中钻出来一样，裂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等到吴通意识过来的时候，那土遁已经轰然裂开，成为了一块块的小土块。那一条条的小青龙也在这一瞬间全部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新的青龙。只是此时的青龙相对于刚才已经小了一些，显然刚才的战斗过程消耗了不少的能量。怎么会有如此诡异的功法？这木灵竟然有如此的灵智！吴通忍不住的大喊一声，这一只小小的青龙竟然会有这么强的攻击效果。眼瞅着青龙朝他扑了过来，他赶紧又一次调动灵力，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小土遁，挡在自己的面前，抵御青龙的同时，他右手一伸，土灵力幻化成了一杆土黄色的长枪，穿岩枪。随着吴通的全力刺出，那土黄色的灵力长枪瞬间就贯穿了青龙的身体，被长枪刺中的青龙瞬间就蜷缩了起来。
眼看着那青龙开始消散下去，吴通便又稍稍得意了起来。今天总归是可以让小师弟知道一下自己的厉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顾双城猛地低喝一声：“反转！湮灭之环！”旋即，在所有人的震惊目光之中，那原本相生相辅的五行轮盘，随着顾双城的手印变换，竟然开始反向旋转。刚才所有的五行之灵都在给木灵加成，现在五行之灵已经互相成为相克。瞬间，原本那平静的五彩阵盘，犹如一个被煮沸的开水一样，各种颜色乱窜的同时，灵力也开始翻腾起来。五彩搅在了一起，让的整个五行轮盘的颜色从原先的五彩色，逐渐的变成了黑色。轰！随着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那五行轮盘直接整个炸裂了开来。第91章截血断金身怎么了？怎么了？才刚进自己屋子闭关修炼的董木被这爆炸声给吓了一跳，直接从屋子里跳了出来。一眼就看见逍遥峰的峰顶阵阵浓烟袅袅升起，董木一挥袖子，灵力成风，吹散了烟雾和灰尘散去，露出了地上一个深深的大洞。你们这是在干啥？这是要拆了我逍遥峰啊！董木看着这大洞，皱眉道：“双城呢？可嗨嗨，师尊我在这里。”顾双城被灰尘呛到，开口就咳嗽了起来。随着声音，顾双城和柳无双两个人从天上降了下来。随着他们一起下来的，还有踏剑的吴通。此时的顾双城和吴通身上都是有些狼狈，吴通还好，因为他有一块土遁护身，而且他是筑基境修士，见情况不对，直接就御剑飞走了。而顾双城因为挨得近，加上第一次施展五行归元阵，根本没有经验。并且他又没有土遁防御，猝不及防之间就被那爆炸给震飞了出去，身上的衣服也都破得七七八八，成了一不会不条子。要不是柳无双见到情况不对劲，第一时间飞过来将顾双城给带了出去，可能此时的顾双城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你们这切磋的有点过了，吴通，是不是你欺负你小师弟？董木看着吴通质问道。吴通哭丧着脸，委屈极了，师尊，你真的高看我了，我把我的修为压到了炼气境，我炼气境的时候怎么可能发挥得出这样的攻击？这是小师弟攻击我造成的。董木错愕地看了一眼柳无双求证一下，柳无双也是满脸苦涩的点点头，表示的确如吴通所说。董木这才对吴通道：“嗨嗨，是为师错怪你了。双城，你这是什么神通？”董木转头问向顾双城道：“师尊，这是我在方氏买的一个残卷，正好是五行神通，所以我修炼了出来。”顾双城早就在心里打好了草稿，董木一问，他就如实回答道：“这神通有点东西，我估计如果不是残卷的话，至少也是玄阶的。”董木连连肯定道，他也没有追究考证顾双城这个神通来历，更没有要顾双城拿出来给逍遥峰的大家分享。对了，跟你们说一下，这次炼魔窟的开启时间已经确定了，就在半年以后，我已经将你们6人的名字都报了上去。所以双城，这段时间你要抓紧提升实力。顾双城一听到时间，立刻就有了紧迫感。半年听起来很长，可是对于一个修士来说，半年是很快的，可能一个转眼，半年也就过去了。是，师尊，弟子一定勤恳修炼。顾双城点头应道。董木又叮嘱一句，倒是你们大师姐也会前去，你们切记进去之后尽快汇集到一起，千万别帮我去抢什么道运清灵果，道运清灵果肯定有许多强者盯着，咱们疯人少，你们抢不过人家的，说不得还会受伤。我让你们都去，主要是让你们去历练的同时，尽量多的给你们自己找点宝贝，提升一下你们自己的实力。毕竟咱们逍遥峰远不如奇遇峰那么富裕，有那么多的修炼资源。董木再三叮嘱后就离开了。几人就打算继续陪着顾双城切磋，不过经此一事，吴通也不敢再和顾双城切磋了。逍遥峰只有我被人切磋的份，我不能切磋别人，就连小师弟一个大招都能这么猛。于是杨可就接替了吴通，做起了顾双城的陪练。当晚极为疲惫的顾双城盘坐在床上，细细的反思了一下今天的切磋。这五行归元阵的威力着实是恐怖，要知道他刚才的火灵力是还没有充盈的状态，要是火灵力是最佳的状态，那威力估计会更加的生猛。当然，如果五行灵脉全部修炼到同一个层次，那感觉就算是那吴通用筑基境的修为和自己打，也会被炸成重伤。不过再说回来，刚才的这一炸如果是这样的威力，先死的说不定就是他自己。下次用这个神通的时候得扔远一点，不然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了。顾双城暗暗道。总结完五行归元阵的威力，顾双城又修炼了一会以后，就想到了自己那通天小神树上还挂着一个他白天让通天小神树强化的炼体功法。今天白天他和杨可切磋了一番以后，更让顾双城对于体修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就是体修的防御，简直就是惊人的。杨可一个女子，那纯肉身的防御能力就可以抵挡筑炼气境修士的攻击，就算是筑基境修士的攻击，也可以通过肉体的防御大大的削弱。随后就是体修的身体敏捷性很强，因为身体素质好，所以反应很快。最后就是体修的攻击手段属于纯物理攻击，基本不存在属性相克的问题，只要是个修士，体修的攻击就可以完完全全的砸到你的头上。所以也更是加强了顾双城决定增加炼体的决心。虽然他的时间有限，但是有通天小神树的加持，他的炼体肯定会比别人更加的容易。不知道这功法现在被强化成什么样子了。顾双城喃喃说着，将神念进入自己的脑海之中。通天小神树是可以用神念直接摘下功法神通果实的。一到树前，顾双城就见属于功法和神通的小树枝上已经挂上了一个红色的小果实。
怎么还会是红色的？顾双城的心中稍稍有些疑惑，因为在顾双城的印象之中，红色那不是火属性的功法吗？顾双城用神念缓缓地触碰了一下那红色的果实，瞬间，那红色果实就化作了一道记忆，铭刻在了顾双城的脑海之中。顾双城查看了一下，结血断金身。顾双城微微错愕，通天小神术的作用，在面对残缺的功法时，不是主要以补全为主吗？怎么现在连功法的名字都换了一个？难不成通天小神术的功能又变了？带着这些疑问，顾双城先大致看了一下这结血断金身。以兽血为结火，是自己为一把法器，利用兽血中的狂暴生命精元以及其中的凶煞之气，对修士的身体进行最为猛烈的千锤百炼，去无存精，从而使得肉体凡胎逐渐被淬炼成为金刚不坏的不朽金身。顾双城本能的有些担心这功法会不会也是不全的，但是还好，它是全的。但一直到大致看完以后，顾双城发现这是一部完完整整的炼体功法。而且他也明白了为什么名称会换，因为在这结血断金身的功法之中，第一段正好就是琉璃之身，而这一段里分12篇，对应12个小层次。那两仪琉璃身中的两仪二字应该是后来者加上去的，他把这12个小层次当做了12个大层次，实则这琉璃身只是这结血断金身的第一个大境界而已。通天小神术不但是补满了琉璃之身这一篇的内容，还把后面的所有内容也都呈现了出来，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功法。这结血断金身一共分为6个境界，由弱到强分别是基础境琉璃之身、入门境铁柱之基、小成境铜胶之躯、入世境银髓玉骨、大成境金身出显、圆满境不灭金身。顾双城没有浪费时间，开始从琉璃之身那一篇仔细的看了起来，准备看看到底是如何用兽血为结火断体的。也就在顾双城正在仔细的准备炼体的时候，内门宫长老所在的风中，宫长老将一份名单交给了宫荣。这次炼魔窟，逍遥峰倒是全峰参加了，这是他们报上来的名单。第92章宫长老的打算，此次炼魔窟之行将由宫长老、剑修刘长老和炼丹师唐长老3位青云门长老负责随行，其中宫长老负责的就是相关的琐事。前期的统计名单这活也正好都落在宫长老的身上，所以他第一个就收到了董木发过来的名单。爷爷，他们逍遥峰的董木前段时间竟然当众让你和执法长老难堪，这次去炼魔窟，你一定要多派一些你的优秀弟子过去，我们一起把他们逍遥峰的人给收拾了，让他们逍遥峰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人峰。宫荣捏着那名单，有些愤然地说道。宫长老抚了抚胡须，你放心，这次那炼魔窟中可是有道运清灵果，我自然是要把咱们灵犀峰的所有强者都派去，帮我抢夺一枚道运清灵果回来。至于收拾那逍遥峰，不过就是你那些师兄师姐们随手就可以办到的事情。我当时就说了，论个人实力，我的确不如那董木，可论培养弟子，10个董木都不是我的对手。只要有了道运清灵果，我这已经卡了有12年的瓶颈，也该让我冲过去了。过了这个瓶颈，我后续的修炼就会快上一些，迟早我要超过那董木，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那董木狠狠地揍一顿。宫荣一听，眼睛瞬间放光，所有的师兄师姐都去，那就意味着他可以借这个机会，也去抢一枚紫纹清灵果了。哦，对了，那顾双城必须要杀了，先把他眼珠子挖了，而且必须挖一只，让他看着他自己的眼珠子被扔地上踩爆，然后再挖他的第2个眼珠子，让他知道一下，作为一个垃圾，竟然敢看本小姐大腿的代价。他宫荣的身子只有那些天之骄子才配拥有，他也必须把自己完完整整的留到那个时候。在这之前，不管是谁都休想看半眼，谁看谁必须死。对了，爷爷，你可以和执法堂的人联系一下，他们执法堂这次也在逍遥峰上丢了面子，肯定也想在炼魔窟出一口气的。宫荣还蔫坏的说道。宫长老点点头，我这就联系他，说不得到时候执法堂的弟子可以和我们灵犀峰的弟子结盟。青云门大概几百里处的一片密林之中，一个一身黑衣的青年正在和一只6眼魔蛛战斗。青年不是别人，正是顾双城。而他面前的这6眼魔蛛虽然只是1级妖兽，但却是1级妖兽中比较难对付的一种。因为6眼魔蛛的行动速度快，加之它表层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再配上它的屁股还会喷出毒液，所以很多人都不敢随意和6眼魔蛛对战。叮叮当当，顾双城手中的宝剑几次都戳在那6眼魔蛛的身上，却只是发出了一些叮叮当当的声音，对那6眼魔蛛却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该死的！顾双城有些无语，手中的武器等级不够高，产生的伤害就是不够，也难怪那南一峰要抢那天的2品法器霸青刀，有一把好武器真的太重要了。顾双城又一次的攻击没有对6眼魔蛛产生伤害，却是彻底的激怒了那6眼魔蛛，他猛地从地上弹起后，就朝着顾双城扑了过来，准备和顾双城近身搏斗。谁有空跟你玩？噬生魔灵出！顾双城低喝一声，那6眼魔蛛的身体猛地僵硬了一下，然后从他的体内忽然就长出了一朵朵的蘑菇。顾双城趁着那6眼魔蛛愣神的功夫，迅速的手持宝剑靠了过去，一剑就从他的嘴中刺了进去，将6眼魔蛛杀灭。随着6眼魔蛛青褐色的血顺着他的嘴流了出来，顾双城赶紧拿出一个大玉瓶，将所有的血都收集了起来。没错，最近这段时间，顾双城最主要干的事情就是出来杀妖兽，收集兽血。一开始是因为结血断金身需要足足1鼎的兽血为引，才可以达到炼体的效果，所以他不得不出来杀妖兽。
可后来他就发现，相比于逍遥风在师兄师姐特殊照顾之下的切磋，反倒是这种和妖兽的真实战斗，更加能够带给他有实战经验的增长。而且他还可以一举多得，一面通过战斗获得战斗经验，一面杀妖兽获得兽血，同时他就接宗门击杀妖兽的任务。不管宗门给的积分多还是少，只要是杀妖兽的，只要他打得过的，他都接。其次，这些妖兽的尸体还可以卖出去。最后，有些妖兽曾经杀过修士，在他们的老巢，经常会有一些储物袋或者其余的修炼物资。顾双成根本就不担心自己击杀这些妖兽的时候会丧命，因为他给自己买了不少的符篆，让通天小神术提高至圆满。每次击杀妖兽，他的手上都会藏一张防御符篆，一旦打不过了，就激发防御符篆，然后再用攻击符篆砸死妖兽。1个多月下来，顾双成几乎每天出去猎杀妖兽，一共杀了足足30多头1级妖兽。通过这些妖兽赚的宗门积分都达到了300多点。现在的顾双成相比1个月前黑了不少，同时人也精瘦了不少，一双眼睛里不知怎地也带上了一股子肃杀之气。在这样的高强度的猎杀之下，顾双成的修为却没有停滞。为了让武林归元阵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威力，顾双成这1个月都在修炼他的土、金、水3条灵脉。因为修炼的功法都是通天小神术强化过的，其中水属性功法为苍冥水府经，金属性的功法名为玄极金刚诀，所以对修炼的裨益很大。加之他已经有了炼制7层的经验，还有每天足量的丹药可以服用，所以这3条灵脉修炼速度很快。1个月，他们就全部修炼到了炼气境7层，也就是现如今的顾双成已经是标准的炼气境7层的5行修士了。好了，这下我应该是攒够1顶的兽血了。顾双成仔细的将6眼魔蛛的巢穴搜了一下，发现这边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贝，以后就准备起身找地方开始自己的炼体大业了。顾双成没有回宗门炼体，毕竟万一炼体造成的动静比较大，就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他坐上飞行纸鹤，朝着上次笑月郎的巢穴赶去。那边比较的安静，而且山洞很隐秘，不容易被发现，是一个不错的闭关场所。第93章开始炼体。顾双成到这里的时候，山洞门口原先被他砍掉的藤蔓，此时已经又都长了出来，将洞口又一次遮掩得严严实实的。顾双成用剑挑开藤蔓，从中钻了进去。很快，2只正在山洞之中研究如何繁衍下一代的通臂猿猴，被顾双成一剑穿了4个血洞，轻松做成了亡命鸳鸯。这2只通臂猿猴并没有达到1级，只是普通的妖兽，但是顾双成也没打算放过他们，就担心一旦放出去，他们把族群给喊过来助阵就麻烦了。再次确认这山洞绝对安全以后，顾双成用一些大石头封住了山洞的入口，同时还在山洞洞口附近撒上了一些一品妖兽的毛发。这些毛发散发出的气息可以震慑一些等级比较低的妖兽，防止他们闯入自己的山洞。做完这一切以后，顾双成才盘膝坐在了山洞之中，吞下1颗丹药以后，就开始吸收丹药之中的灵力。约莫1个多时辰以后，顾双成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已经被恢复至最强盛的状态了。他这才拿出自己炼丹的丹鼎，将丹鼎的散热口都关上，然后从储物袋中把最近收集的所有兽血都给倒了进去。各种颜色的兽血加入丹鼎之中，混合以后成为了一种紫红色的极为粘稠的液体，还散发着阵阵的腥味。顾双成按照那结血断金身所记载的，又加入了一些其余的药材，比如有清凉醒神作用的药材，还有一些抑制血毒的药材。做完这些以后，他从储物袋中拿出许多木柴，开始给丹鼎升温。随着丹鼎的温度越来越高，原本因为有些冷凝的兽血也开始逐渐融化，冒出了阵阵白烟。顾双成感受了一下温度，就在这个时候将自己身上的衣物尽数褪去，然后直接跳进了丹鼎之中，将整个身子都埋在了血里。丹鼎之下，木柴还在熊熊燃烧，温度还在继续加高，血液开始逐渐翻腾，冒出一个个粘稠的血泡。丹鼎之内，顾双成的身体已经被烫得通红，剧烈的疼痛让顾双成的身子轻微的颤抖着，但是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开始运转结血断金身的第1篇琉璃之身的法门。随着顾双成运转功法，丝丝滚烫的兽血被功法牵引，如同一根根极细的丝线，从顾双成因高温而彻底打开的毛孔之中，被吸入顾双成的体内。结血断金身的第1步，也是基础的一步，就是要在体内开辟出5个断金炉，心脏1个主炉，四肢各1个副炉，然后将所有被吸入的兽血引入四肢的4个副炉中，利用功法的核心心法，将炉内的兽血再次点燃，引动兽血中所蕴含的狂暴能量和凶煞意念。最后就是利用这些被引爆的兽血，以极为霸道的姿态，将身体的皮膜、肌肉、筋骨、脏腑以及骨髓逐渐冲毁。而这时，主炉会吸收兽血之中的生机，逐渐重塑身体，达到在毁灭中新生，迫使身体之中的所有杂质都被一一驱除，最后成就如同琉璃一般纯净的琉璃之身。所谓琉璃，不是指身体成为了琉璃那样的透明，而是指身体如同琉璃一样干净，没有杂质。顾双成按照功法所提示的心法路线，很快就将5个断金炉尽数开辟。5个炉的颜色并不是一样的，其中心脏内的主炉颜色为白色，而四肢之中的4个副炉颜色为红色。接着就是重塑了，其中最先要重塑的就是骨髓。随着顾双成将兽血引入四肢之中的4个副炉，那些本就被加热至沸腾的兽血，竟然再一次的狂暴了起来，犹如一个个小型炸弹一般，被引入到了骨髓之中，然后将所有的骨髓都尽数炸碎。这种深入骨髓的痛，让顾双成身体的抖动更加的激烈了一些，同时他浑身流满了细密的汗珠。
若是常人，可能在如此的折磨之下，早就已经晕死过去好几回了。可是顾双成以前修炼不灭红莲经的时候，尝过用火灵之力冲刷灵脉的痛苦，所以虽然很痛，但他还是有了一些经验，硬是咬牙硬抗了下来。只不过紧握的双手，此时因为握得太紧，指甲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掌肉里。不过好在当被炸毁以后，心脏之中的主颅之中会流出丝丝白色的生命之力，迅速地重塑骨髓。原先的骨髓是灰白色的，但是重塑之后的骨髓就是一种纯净的白色，里面已经几乎没有了杂质。约莫2个时辰以后，顾双成所在的丹鼎之中，那原本紫红色的兽血，此时已经成为了黑色，其中的兽血精华已经被顾双成全部给吸收了，剩下的就是一些兽血之中的杂质和从顾双成体内排出来的污垢。呼啦，顾双成从丹鼎内跳了出来，刚刚落地的瞬间，顾双成就感觉到了自己身体有明显的不一样，主要的感觉就是变轻了，变灵活了，或者说身体里面变通透了。这么多的兽血，只是将我的骨髓重塑了一大半而已，身体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重塑。顾双成说着，抬起自己的手握拳，就虚空挥出一拳。这一瞬间，他发现了身体的新的区别，那就是力气变大了。原先顾双成一拳约莫是1000斤，而现在他随意挥舞一拳，就感觉可以轻松达到2000斤。一般普通人的全力一拳大概是200300斤的威力，他们这些修士在境界提升的时候，也会对身体有一定的增进效果。不过因为大家并不会注重这个，更多的还是把精力放在境界上，所以一个炼气境的修士，大概每提升一层，可以提高100斤全力。可以说，现在顾双成的这权力已经达到了普通筑基境的水平了。这要是把身体全部都重塑的话，那力量岂不是得轻松破万斤去？顾双成忍不住的就喃喃道。一想到自己万斤的权力，轻轻松松一拳，说不得就可以把人给打爆，他的心中就有些激动起来。出去找个妖兽试一下。顾双成将山洞内收拾了一下，然后窜了出去。1个时辰以后，一头凶狠的铁甲豹熊就已经死在了顾双成的面前。他那坚硬的胸甲，此时竟然被生生的砸出裂纹了，露出其里面红色的血肉。没错，这一级的铁甲豹熊所引以为傲的胸甲，在顾双成2000斤的权力下，也不再是那么坚不可摧。顾双成欣喜之余，便准备回宗门。然而，当他清理完这铁甲豹熊的巢穴，转身之余，一双眼睛却是看着边上的几株草，移不开眼了。回青云门的路上，咯吱咯吱，顾双成左手一把草，右手一把草，嘴巴里还咯吱咯吱的嚼着草。第94章后遗症吃草。顾双成的意识是清醒的，知道自己手里的这2把草不过是路边的普通的草。也知道这个草不应该进自己的食谱，但是奈何他的身体有些不怎么听他的使唤，只要嘴巴里没点草，手上没有草，他就会忍不住的去摘一把草塞嘴巴里。这是怎么回事？这草有什么好吃的？真香，再来一把。咯吱咯吱，顾双成以前绝对不会碰的草，此时吃进去竟然有一种吃美食的享受感。他回到逍遥峰，立刻就被吴通看出了异常。小师弟，你这手上抓的是什么灵植？还吃得这么香？快给师兄我尝一点。吴通还不等顾双成说什么，就已经从顾双成的手里抢了一撮草过去，一把就塞进了嘴里。呸！老天爷，这么难吃的草，小师弟你是怎么吃的这么香的？吴通惊呼起来。他这样咋咋呼呼的，也吸引了柳无双等人凑了过来。其中苏艳如一眼就认出了顾双成手里的草，咦，这不就是普通的狗尾巴草吗？顾双成满脑门子的无语，但还是给自己编了一个很合适的理由。我以前小时候日子过得苦，家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只能吃点草填饱肚子。所以我偶尔吃点草，回味一下以前的生活，是在告诉自己需要更加努力，卧薪尝胆。还真别说，这胡说八道一通，立马就收获了几位师姐的同情心泛滥。苏艳如，呜呜，小师弟以前过得真惨，要是师傅早点把你带来逍遥峰，你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杨可，真可怜，还好我长得壮实，肚子饿了就去山里抓野猪吃。柳无双更是心疼的给了顾双成一个巨大的拥抱。吴通比较理性，不是，你们见过谁体验生活直接往嘴里塞一大把草的？不都是吃一点就可以吗？然后吴通就被杨可一脚就给踹飞了。你不懂别乱说。吴通摸摸自己的光头，感觉小师弟来了以后，自己的光头就更光了。不过在师兄师姐他们面前蒙混过去了，顾双成还是要面对自己吃草的问题。这样子拼命的吃人，不驻地吃可不行啊，至少也得能克制一下，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的吃吧。他再次查看起了结穴断金身，然后在第1篇琉璃之身的12篇结束以后，他才看到了几行小字。修炼结穴断金身有一定风险受到兽性的影响，沾染上一些妖兽的习惯。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修士产生威胁，如需缓解，可以嚼服月破喜心兰进行控制。顾双成心中吐槽，你好端端的为什么不把这一点写到前面去，偏偏要写到后面，还写得这么小。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走火入魔了呢。同时他稍稍庆幸了一下，好吧，幸好还是有办法可以控制的。至于这月破喜心兰，顾双成在玄天万象路上看到过，是一种专门生长在阴凉纯净的灵气环境之中，而且要能有月光照射的地方。明天去西门商会问一下吧，自己去摘月破喜心兰就有些浪费时间了。顾双成道，正好明天还要送一品圆满聚气丹给刘管事，顺便可以问一下他。第二天一早上的，顾双成就嚼着草来到了西门商会。
不过顾双成这一次学聪明了，出门的时候特意在逍遥峰摘了一些灵植，嚼灵植总要比嚼狗尾巴草要好一点。你们这里有没有月破喜心兰？在把一品圆满聚气丹给了刘管事以后，顾双成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刘管事皱眉想了想，这个有点少见啊，这个月破喜心兰用处比较少，你等等，我好想在哪里见过。刘管事说着就匆匆地走了。大概1刻钟以后，刘管事就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因为和顾双成之间的来往多了以后，两人熟了一些，刘管事也会偶尔开这种小玩笑。顾双成道，那就先来坏消息吧。坏消息就是我们西门商会并没有月破喜心兰。刘管事道，那好消息呢？顾双成追问。刘管事道，好消息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西门商会有一些关于月破喜心兰的消息，在哪里可以买到？顾双成连忙问道。刘管事摇摇头，笑了笑道，不是买的，得要你自己去摘。西门商会有收到一张地图，有一个关于月破喜心兰的标注，那是在万河沼泽中，而且这月破喜心兰生长的地方还有一株果实即将成熟的养神树。这个信息是真的，我们西门商会特意核实过，没有作假，才会将它拿来售卖。听到刘管事所说，顾双成的眼睛立马就亮了。他在玄天万象录中看到过关于养神树的内容，这可是好东西啊！因为养神树所结的果子叫养神果，养神树每一甲子会长出一批成熟的养神果，这养神果吃了以后，对人的神念具有极大的裨益。如果修士的神念受损，那么吃了这养神果就可以迅速的恢复神念的伤势。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修士吃了养神果，那就会增强人的神念，大大提高神念强度。这一点对于顾双成一个炼丹师来说，简直就太重要了。而这养神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它不但对人的神念有用，还有副作用，那就是养神果会稀释灵力，将固态的灵力稀释成液态的，将液态的稀释成气态的。所以它的毒性是针对丹田的毒性，因为只有筑基期修士开始，他们丹田内的灵力才是液态的。也就是说，养神果只有筑基境以下的人才能服用，这简直就是给现在的顾双成量身打造的。因为现在他的神念已经可以支撑他完成1级上品的丹药炼制，其实也可以尝试炼制2品丹药了。只要神念再强一些，那么他能炼制2品丹药也就是板上钉钉了。一旦他可以炼制2品丹药，哪怕是2品的下级丹药，那经过通天小神术的加持，也完全可以提升至2品圆满。也就意味着他作为一个炼气境的修士，以后可以2品圆满丹药吃到爽。顾双成一想到这里，就立马道：这地图可以卖给我吗？我想要去看看。刘管事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惊鸿小友倒是心急，我就知道你会要这地图，所以给你找来了。灵石就不用了，也不贵，就免费送给你。但是有一点，那就是这个地图不是唯一的，也就是可能有不少人手上都有这张地图，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候可能会面临争夺。刘管事说着，就塞给了顾双成一张地图。顾双成赶紧打开一看，发现这地图画的还算不错，有从万河沼泽进入直到那养神树的路线，以及沿路要经过的妖兽领地都标了一些。惊鸿小友，你如果要去的话，不要完全相信这地图，特别是那些妖兽领地，因为妖兽是活的，平时会移动，也会有一些妖兽更替，所以如果全信的话，估计会吃点亏。刘管事耐心地提醒了一声，那就先谢过刘管事了。顾双成如获至宝，再次道谢以后，才从西门商会出来。而顾双成不知道的是，此时在地图所画的万河沼泽路径中，一处安静的所在，有2个人正盘腿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洞之中。其中一个人很是淡然，而另一个人则是显得很是不安，才坐定没一会，就会急着看一下外面，嘴中还喃喃道：真的有用吗？这样真的可以骗一些炼气境的人过来吗？第95章危机四伏的万河沼泽终于在这人叨叨咕咕了很久之后，那一直安静坐定的人才不耐烦地解释道：你在担心什么？我出手，你大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以那个家伙的性子，40多份地图肯定都会被他给卖出去，就算到时候来一半，也够我们2个人守株待兔，抓到足够多的人，组成99阴魁大阵了，说不定有些地图还会吸引好几个炼气境的人过来。说着，他还愤然地说道：该死的，要不是因为你暴露了我的位置，我怎么可能会被打成如此伤势，也就不至于躲到这该死的地方。等到我的修为全部恢复，我一定要找那几个畜生报仇，特别是那个周廷杰，我一定要废了他。你别给我扯，要不是我救了重伤昏迷的你，你早就被那些野兽给吃的骨头都不剩了。另一个人也不是好惹的，直接反驳了起来。好了好了，你也别说了，我们2个人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救了我，我也救了你，现在只求能骗到足够多的炼气境修士进来，我们一定可以出去报仇。如果顾双成在这里，就能发现这2人他都认识，其中那焦躁不安之人正是上次被宫荣打残逃离的何强，而另一个显得稍微沉稳一些的，则是上一次在青云门外和周廷杰大打的2人中侥幸逃出去的那个毒心老怪。他们之所以会在这里，还要从前段时间说起。毒心老怪从周廷杰手中侥幸逃离之后，保住了一条命，但是身体还是被打成了重伤。结果在密林中逃跑，被一只2级妖兽给盯上了，妖兽追了他足足几10公里，眼瞅着毒心老怪要逃出去了，结果灵力枯竭，加上内伤复发，导致他直接昏迷了过去。幸好在他被妖兽咬死之前，隐藏在附近的何强发现了他，见也是一个邪修，就将他从妖兽口中救了出来。
两人一路隐藏，一路寻找，按着何强的99阴魁大阵寻找药材组成阵盘，结果好不容易搞到了阵盘，只要抓几个炼气境修士当阴魁，就可以恢复修为了，却又被几个筑基境的正道修士给发现了。对他们又是好一通追着打，本就重伤的俩人根本不是对手，逃到了万合沼泽附近才侥幸逃了出来。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他们选择进入了人更少的万合沼泽内部。可他们运气实在不佳，在万合沼泽内，他们又一次被一名筑基境正道修士给发现，再次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只不过这一次，毒心老怪见那正道修士也是一个利欲熏心之流，就使了一个心眼，故意将一个储物袋丢在了地上，让那人捡到。目的就是为了通过那人吸引一些炼气境的人进来，他们则只要守株待兔就行。对比主动出去找人抓进来，他们这样守着等人来要安全不少。树洞内，在毒心老怪的安慰下，好不容易有些安静下来的何强，在仅仅是盘腿修行了10几个呼吸后，就又一次站了起来。哎，不知道怎么的，我的心里始终是有点不安的感觉。毒心老怪，妈的，要不是看在你救我过的份上，我现在高低把你的嘴巴给毒成鸡屁股。顾双成这边得到了这地图之后，他则是好好的准备了一下，主要是去沼泽地容易遇到一些有毒的玩意，加上沼泽地有一定的风险会掉进沼泽，所以他准备了一些沼泽地可以用的东西，比如急救的绳子、木棍之类的。毕竟虽然可以用飞行纸鹤，但是沼泽地那边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飞行的，可能有一些禽类妖兽，还有可能有毒物之类的。再加上地图给的是一个大致的位置，真的要找，在天上肯定找不到，必须得下去在密林中慢慢找。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顾双成就给师兄师姐们留了个出去找药材的纸条，以后前往了万合沼泽。从青云门去万合沼泽，全速操纵飞行纸鹤至少要2个多时辰，所以一早上出发的顾双成到了万合沼泽附近的时候，就已经是将近中午了。天上的太阳很大，但是在这个地方，顾双成却是一点都没有觉得热，反而觉得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万合沼泽，地如其名，到处都是河，沼泽就坐落在一条条河流之间。从天上看，顾双成就敢保证，这些大河之中一定是有无数的水系妖兽在其中蛰伏。只要自己敢从那边经过，那么水中一定会有妖兽会蹦出来，把自己拖进水中，让自己成为他们的食物。原本顾双成打算的是能飞多远就飞多远，结果才飞了一小段，他就不得不从飞行纸鹤上下来了。因为这边的飞行妖兽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个的轮番攻击他的飞行纸鹤，让顾双成疲于应付。从地面上前进的顾双成，先是给自己戴上了易容服，他不想在这里被人记住他的脸。走了一段路以后，他也是感觉到了沼泽的难走。原本他打算2个时辰到达那养神树附近的，结果1个时辰以后，他连1小半都没有走到。一路上，一会树上出现一个妖兽，一会水里钻出来一个妖兽，一会沼泽的泥里跳出来一个妖兽，反正到处都是妖兽。好在他来的时候准备的充分，符篆什么的都带足粮了，好几次的危机都是靠符篆给解决的。不过妖兽多也是有好有坏的事情，坏处就是影响前进的进度，好处就是遇到了好多的1级妖兽，杀了这些妖兽后收集了许多的兽血，为下次的重塑做准备。也就在顾双成走了又1个多时辰以后，忽然他听到了远处依稀传来了人声，好像是有人呼救的声音，只不过这呼救声只是出现了1、2次就结束了。顾双成脚步顿了一下，他记得那天刘管事所说，应该有另外人也拿到了这个地图，想必是有另外人进来想要摘养神果，结果遇到了妖兽的偷袭吧。顾双成摇摇头，并没有多想，这种事情在修仙世界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可当顾双成继续向前行进了半个时辰左右，他竟然又听到了一声惊呼和求救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谩骂，而且听声音大概就是在他前进的路上。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连续有人呼救？顾双成嘴中喃喃，有些困惑。第96章猜对了，但是没讲不过。顾双成稍微停下听了一会以后，发现那声音又很快消失了。心中隐隐传来的不安的感觉，让顾双成做出了一些防备。他拿出一个一品防御符篆放在左手手心，随时准备激活这一个一品符篆。可是很快他就想到了，那些人应该也是跟自己一样来找养神果的炼气境修士，他们遇害，而且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声音就消失，估计对手会是类似人类筑基境的2级妖兽。于是他又将这个一品符篆给收了进去，转头拿了一个2品防御符篆出来，塞在手心。有了手心的这个符篆以后，顾双成就感觉整个人多了不少安全感，这才朝着前方继续推进。1里、2里，顾双成一口气走了8、9里路，始终没有看到人，也没有遇到比较强的妖兽。顾双成忍不住在心中嘀咕起来，难不成刚才是我出现了幻听？因为他感觉现在的这个距离刚才自己听到的声音所传来的地方应该是差不多的。顾双成看了看手中的地图，发现只要大约再走2、3里路就可以到养神树附近了。既然如此，那就一鼓作气走到那边吧。顾双成往嘴里又塞了一把草，然后迈步朝着前方走去。顾双成走了几百米的样子，他就来到了一个长着几棵参天大树的地方。顾双成随时提防着周围的动静，生怕有2级妖兽从哪个角落蹦出来。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本能之中有一股子力量驱使他抬头朝着前上方看去。靠！顾双成惊呼一声，同时身子立刻往后一跳。他刚刚掉开，原先他站着的地方就被一道灰色的灵力击中，灵力瞬间就在那本就泥泞的路上炸开了一个大洞。你是谁？为什么要埋伏我？
顾双成神念散开，一边左右闪避，防止被打中，一边则是斥责道：“呵呵，反应是挺快，这么多人中，你算是第一个毫发无损逃开的。”悠然的声音从他面前的树上传来，然后一道黑色的身影从树上跳下来，站在了顾双成的面前。顾双成看清这人的样子，立刻眼睛一缩。何强，他怎么会在这里？虽然认识何强，可顾双成依旧是表现出一副不认识他的模样，惊恐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在这里拦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拦你？”何强哈哈一笑：“难不成我在这里等着你，请你吃饭？”他说完也没有过多废话，直接就朝着顾双成攻击而来，双手挥舞间，两道灰色的巨大灵力刀刃形成，并朝着顾双成击射而来。顾双成一开始准备立刻激活手中的二品符传，却在这个时候发现这何强发出的攻击好像并不是很强势，就好像并不想要夺他性命的感觉。攻击强度也完全不是那种筑基境的攻击，更像是只有炼气境8、9层修士的攻击。他还留意到了何强在攻击的时候，右手的挥舞程度每次都到一个幅度会停下。短短一瞬间，顾双成的脑子里就想明白了，上一次攻荣他们给何强造成的伤还并没有好，或者说何强又产生了新的伤，所以才让何强的攻击能力大大降低。亦或者说，这何强并没有要对自己下死手的想法。顾双成庆幸自己带着易容符，加上蜃楼敛息诀的遮掩作用，所以这何强并没有认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不然以何强筑基强者的实力，肯定不会发这么弱的攻击。既然如此，顾双成也就没打算激发这二品符传了，有些浪费。他准备好好的和这何强碰上一碰，看看现在的自己在生死相搏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何强的对手。熔岩裂的鞭，顾双成第一时间施展火属性神通，一条火鞭朝着何强所发出的灵力刀刃而去。轰！双方的灵力碰撞，何强的两个灰色灵力刀刃和顾双成的熔岩裂的鞭搅在了一起，灵力碰撞就立刻炸裂了开来，一股子阴邪之力和火灵力散了开来。顾双成的裂地熔岩鞭在这爆炸之下已经彻底的消散了，而何强的灵力刀刃还有一个依旧存在，虽然比之前淡了许多，可依旧快速的杀到了顾双成的面前。小子，我看你怎么躲！何强心中自信无比，只一招，这小子大概率就要重伤了，到时候阴魁丹给他一位，又一个阴魁搞定了。在他的眼中，顾双成不过就是个炼气境4层的修士，凭他现在受伤的身体，也是可以轻松拿捏。砰！那灵力刀刃碰撞在了顾双成的身上，却是被顾双成用灵力光膜轻松的留给挡了下来。何强眼神一缩，你不是炼气境4层，你隐藏了实力。呵呵，猜对了，但是没讲。顾双成冷笑间，5个灵力化兽出现在了他的身前。武灵归元阵，去！经过反复的锤炼，现在顾双成的武灵归元阵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呼吸凝一个灵，5个呼吸内武灵全部凝成。虽然武灵不是很精准，往往会偏小一些，但是它快就有快的优势。武灵归元阵很快就将那何强给笼罩了起来。跟着武灵一起过去的，还有那藏在木灵青龙嘴里的魔灵。该死的，给我破！何强双手挥动，施展神通抵挡。可也就在何强开口低喝的时候，那正对着他的青龙朝他咆哮一声，一个很小的种子从青龙的嘴中飞出，悄然进入了何强的嘴中。在何强的眼中，依旧是对顾双成轻视。在他看来，就算现在的顾双成不是炼气境4层，而是炼气境7层8层，也远不会是自己的对手。他虽然受伤实力受损严重，但好歹也是可以轻易发挥出炼气境圆满的实力，所以这顾双成发出的攻击，他随手可破。然而顾双成却是在发出武灵归元阵后，整个人朝着后方急速的退去，瞬间就后撤了足足100米的距离。反转湮灭之环。和何强不一样，顾双成印象中何强是筑基境强者，虽然受伤了，也是筑基境强者，所以他必须要全力以赴，用最快最强的杀招杀他何强一个措手不及。刚才的熔岩裂的鞭只是用来预防何强的攻击，同时给自己时间快速凝灵。随着那武灵的相克旋转，很快那灵力就开始暴动起来。2个呼吸以后，那武灵阵盘就直接轰然炸开。那何强还以为这5个灵力化兽会像刚才青龙那样对自己直接展开攻击，结果完完整整的就成为就爆炸的中心。顾双成以为那何强应该会瞬间被炸死，没炸死至少也得炸晕。没想到爆炸后，从那浓浓的灵力和烟雾中传来了何强愤怒而又虚弱的声音：“毒心老怪，你还在等什么？”闻言，顾双成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立而起。毒心老怪这名字顾双成听过，这不是那天在青云门附近和周庭杰对战的筑基境邪修吗？所以此时此刻在这周围不只有何强一个邪修，还有一个筑基境邪修。第97章2个邪修还挺义气。此时的顾双成灵力早就枯竭，所有的灵力都被抽去运转武灵归元阵了，哪里还有什么灵力抵挡攻击？他只能第一时间去激发手中的2品圆满符传。可惜顾双成的反应总归是慢了一步，一道身影在何强的话没有说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了顾双成的一侧。等到顾双成想明白的时候，电光火石之间有一道黑色的烟雾笼罩而来。本就灵力匮乏的顾双成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那黑色烟雾彻底的控制，整个人被那黑雾给毒得一动不能动，甚至他手上的2品符传都没有被激发出来。那毒心老怪一把撑开顾双成的嘴，将一颗阴魁丹塞了进去。确定阴魁丹彻底入体以后，他就立马将那黑雾给撤了回去。
这黑雾是他的本命法宝，消耗的越多，那么以后他的保命手段就越少。况且一个炼气境的修士，要是在黑雾里待久了，可是会死的，死了的话就无法炼制成为阴魁了。他没有再搭理顾双城，而是转身去救那何强，因为在毒心老怪想来，现在的顾双城已经无法逃出成为阴魁的下场了。随着毒心老怪将所有的尘烟散去，就发现那何强此时已经躺在了一个被烧焦的大洞里。何强的浑身衣服就剩下没几块小布片，身上也是焦黑焦黑的。此时他的身上还有一个符篆的保护罩。你也真是个垃圾，一个炼气境都能把你打成这样，服了。你是不是没有第一时间打开防御符篆保护自己？毒心老怪虽然嫌弃何强，但还是从大洞里将何强给扛了出来，只不过嘴上还是抱怨了几句。你去承受一下刚才的攻击试试，我打开符篆都来不及，要不是我还有一个符篆，刚才这一下都可以把我给炸死了。何强虽然虚弱，依旧是选择反驳。妈的，也不知道这小子的这个攻击是啥，竟然有这么强的威力，怕不是玄阶神通？毒心老怪对这种不感兴趣，你想多了，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受伤太弱了。要是我们都还有筑基境的实力，刚才我们直接飞走就行，哪里还会受伤？他始终是没有把顾双城这个炼气境的人放在心上。这小子应该已经成为阴魁了，你赶快收起来，别被下一个过来的人给看到。毒心老怪吩咐道。可一转头，却发现刚才顾双城所在的位置哪里还有人？咦，这小子人呢？毒心老怪诧异道。这个时候，那何强也看了过来。什么？那小子跑了？你没有给他吃下阴魁丹吗？不可能啊，我确定给他塞进嘴里了。毒心老怪说道。你不是说只要人吃了这阴魁丹，那就势必会成为阴魁吗？对啊，吃了阴魁丹以后，越是想要调动灵力，那就越会加速成为一具阴魁。没有人能逃出去。何强说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忽然想起了那天那个破坏他阴魁阵的小子。他是自己遇到的第一个吃了阴魁丹后没有成为阴魁的家伙。你会不会给我的是一枚没有用的阴魁丹？毒心老怪再次猜测，他敢肯定自己一定是将阴魁丹给那人吃下去了的。怎么可能？何强立马否认道，我的所有阴魁丹都是很好的。那是怎么回事？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是懵逼。要不是何强是实实在在的受伤的状态，他们都要以为刚才他们看到的那个少年只是他们一时眼花或者幻觉了。你们是在找我吗？忽然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从他们的头顶传了出来。何强和毒心老怪猛地抬头，就看见一个少年正面色平静地坐在他们上方的一棵大树上。不正是刚才那个少年？不过此时的少年却跟个没事人一样，就好像根本没有吃过那阴魁丹。你怎么会没事？毒心老怪忍不住惊呼一声。嘿嘿，等你下去了问吧。顾双城说着，从他的手上就射出一块符篆，让你们尝尝这符篆的滋味。这是一枚2品圆满攻击符篆，天雷符，也是顾双城特意给这两个人准备的大范围攻击性符篆，是他手上所有2品攻击符篆中比较强的一种。符篆一打开，瞬间就化成道道紫色天雷，从天上猛地轰击而下。还不等二人反应过来，那天雷就已经劈头盖脸地轰在他们的面前了。这一瞬间，那何强的心中还有一些庆幸，幸好自己刚才就开了一个1品防御符篆，不然现在高低又要被这天雷给轰死。现在有了自己的防御符篆形成的防护膜，这天雷绝对已经无法对他产生任何的威胁了。等到那小子的符篆效果结束，他高低要把这小子给按在泥里反复的摩擦。然而下一秒，那天雷轻而易举的就打破了他那个1品防御符篆所形成的防护罩。在何强目瞪口呆之中，由天雷导致的酥麻感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上下。何强的心中对这天雷做出了评估，这天雷的强度至少也是筑基境中后期强者全力的攻击，也就是说面前这小子使用的符篆至少也是2品中级往上的。一个炼气境的家伙竟然能用上2品中级以上的符篆，这么豪横吗？想不到这小子竟然还是一个如此富有的人。何强悲惨暗叹一声，无命休矣，在这种2品符篆的攻击下根本挡不住。此时此刻，他的脑子里已经回想了一遍他的人生轨迹，从他如何走出小山村，直到如今的所有种种，他都过了一遍。唯一的遗憾，也就是走上了邪修之路，导致他都无法回村光宗耀祖了吧。希望下一辈子可以走上正道，虽然正道都是虚与委蛇，但至少能获得祖宗的认可。然而，就在何强如此想着，准备坦然接受死亡的时候，他猛地感觉到有人正在扑在了他的身上。正是一身黑色雾气的毒心老怪，在天雷轰下来的时候，毒心老怪就以最快的速度将身上所有的毒物都召唤了出来，挡在自己的身前，抵挡天雷。此时的毒心老怪有些虚弱，何强，我要死了，这天雷符等级有点高，你有防御符篆，应该还可以挡一挡，我护着你，你赶快拿我当挡箭牌逃出去。记得以后帮我报仇，给我立个坟，我不想死了，连个地都没有。何强为什么有点想哭？他原本想说自己也已经走不出了，他甚至想挪动一下身子都不行。但是看着那毒心老怪期待的眼神，他还是选择了让毒心老怪死的安心。他咬着牙说道，老怪，你放心，我一定尽力。好。毒心老怪在听完这句话以后就直接咽了气，他的体内早就已经被天雷搅成了一滩浆糊，能说这些话都已经算是强忍着说的了。在毒心老怪死了以后，何强也当即闭了眼。2品圆满符篆根本不是他们两个本就重伤之人可以抵挡的。
顾双城在树上看着这一切，也看到这两个人纷纷咽气，但是顾双城却是没有急着下去，而是让天雷符剩下的一点能量继续轰击在那两具尸体上，一直等到天雷符彻底消散，确定这二人已经死得透透的了，这才从树上跳了下来。没有想到你们两个邪修到最后都还挺义气。顾双城嘴中喃喃，将他们两人身上的所有储物袋都给收了起来，正准备走，回头想到了读心老怪和何强的对话，哎，我就做一次好人吧，看在你们在这最后的时间里还互相交付的份上。顾双城把他们的头砍下，这头是可以去换积分和奖励的，因为这二人都是邪修，特别那读心老怪可是悬赏榜上的人，可以换不少的奖励。然后他找了一个地方将他们的身子掩埋了起来，还给他们立了一个无字碑。经过这一件事情以后，后面的路倒是稍微顺利了一些。顾双城没有立刻清点二人的储物袋，收起来以后，很快就按着地图所记载的，来到了那养神树的周围。第98章异常平静的水面，这地方真不错啊。虽然看起来这个地方和其余地方都差不多，也是在几条河水的交汇之处所形成的小片小岛状的陆地，但是当顾双城远远地踏进这片地方附近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地方的灵气比刚才的那些地方要浓郁得多。想必如果他穿过面前的河，进到那小岛上之后，能感觉到更加浓郁的灵气。面前的一个小平原里，有一片如同兰花一样的植物，这些植物上还有一些细小的银色纹路，顾双城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些兰花状的植物就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月破喜心兰。西门商会都买不到的月破喜心兰，此时在这里却是一片片的存在，这可真的是久旱逢甘霖。顾双城咀嚼了一下嘴中的青草，正要迫不及待地过河去摘一点月破喜心兰，压一压自己想要吃草的心思。从他所站的地方到那小岛上，正好有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横跨在河流的两侧，只要从大树上过去，就可以安全地抵达对面。顾双城不是不想做飞行纸鹤直接飞过去，着实是因为这种沼泽之地是这些飞禽妖兽最喜欢聚集的地方，加上这些飞禽的视线很好，动作很快，一旦自己飞起来，说不得会引来更多的妖兽和修士前往此处争抢养神果。而一旦飞得低，这水面中说不定有什么妖兽会直接跳出来攻击自己，到时候在飞行纸鹤上完全没有在地上来的灵活，危险系数直线翻升。所以与其如此，不如省事，直接从椴树上走过去。可正当顾双城一脚踏上那椴树要过去的时候，忽然他发现了有一些异常，又把脚给快速的收了回来。他朝着四周看了一下，就感觉到一个字：静。这个地方的水面太过于安静和平静了，静得有点异常。他从万河沼泽的外围走到这里，一路上也算是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水面，但那些河面基本上都是很热闹的。因为这万河沼泽资源丰富，所以河里的鱼虾极多，这些鱼虾时不时的就会从水面上蹦出来。一路上的所有的水面基本上都是鱼虾成群，就算是不跳出来，也可以看到它们在水面以下游动的。但是这一片地方，至少从顾双城现在的目光看去，水面上连一点波纹都没有，甚至于水里连个游动的鱼和虾都没有，这多少有些不符合逻辑。顾双城站在岸边犹豫自己要不要进去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了后方远远的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有人来了。顾双城在这瞬息之间做出了选择，反正那养神树上的养神果现在还没有成熟，于是他悄然地隐藏在了后方的一株大树上，运转蜃楼敛息诀，将自己的身子隐藏了起来。他藏好之后，大约1刻钟后，一男一女两人就从后方赶了上来。两人也是在刚才顾双城停留的地方停了下来，和刚才的顾双城一样，看着面前小岛上的养神树，垂涎欲滴。师姐，前面那好像就是养神树哎，不过看起来还没有成熟，快我们一起过去守在树下吧，这样果子一成熟，我们就可以立马摘下。其中那男子开口，激动地说道。红衣女子点点头，行，那我们一起过去，按照我们说好的，得到的所有养神果，一人一半。好，一人一半。男子点点头，如果没有师姐你一路的护送，我就算有这地图，也到不了这里，给你一半是应该的。顾双城听他们所说，知道他们应该是出自同一个宗门，却从他们的身上的衣物之中，并看不出他们是什么宗门的，因为他们都穿的是自己的便服，没有穿宗门服饰。在顾双城的注视下，他们二人就沿着那倒在河上的大树，往河对岸的小岛而去。那男弟子在前，女弟子在后。那倒下的大树极粗，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走在上面比较危险，但是对于两个练气境的修士来说，却是如履平地。很快，两个人就沿着那大树走到了河中间，一切都是非常平安，并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顾双城继续看他们往前走，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走到十分靠近那养神树小岛的地方了，可水中依旧是毫无波澜，并没有任何的危险迹象。难道是我想错了？这水中并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顾双城忍不住的在心中喃喃道，同时稍微有些后悔，自己怕不是拱手将这养神树给让出去了。然而，就在顾双城如此想着的时候，砰！一声猛烈的巨响传来，紧接着，顾双城就看到那原本平静如镜面的河水中，猛地窜出来了一头身体黢黑的巨鳄，朝着那正走在树上的两个人咬了过去。那巨鳄的动作很快，但是顾双城依旧是一眼就看出了此巨鳄的样子。按照玄天万象录所记载的，这巨鳄正是一级妖兽爪玉渊鳄。虽然是一级妖兽，但是爪玉渊鳄却是凭借着它厚重甲壳所带来的超强防御、巨大的咬合力和浑身的剧毒，成为一级妖兽中巅峰的存在，甚至在水中，就算是有些二级妖兽也不是它的对手。
树上，那二人原本还沉浸在即将要获得养神果的喜悦之中，这爪玉渊鳄突如其来的一击，完全让他们彻底慌了神。不过身体的反应还是让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往后面一躲，躲过了这爪玉渊鳄的第一次攻击。爪玉渊鳄再次落入水中，消失了踪迹，只剩下那河水泛起了阵阵的黄泥，将周围原本清澈的一整片河水都搅成了看不清的状态。那椴树上的二人此时还在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的同时，互相背靠背，警惕地看着四周，提防那爪玉渊鳄的再次攻击。远处，顾双城看着这两个人，摇摇头，没救了。第99章阴狠的女人。此时的顾双城无比庆幸自己刚才没有莽撞地冲过去，不然现在面对爪玉渊鳄的可就是自己了。其实一只爪玉渊鳄让顾双城和他1对1战斗的话，顾双城是完全不怕的。但是爪玉渊鳄是群居妖兽，一旦有一只爪玉渊鳄，那么在这周围水域里至少有10只以上的爪玉渊鳄群。就那椴树上的两个人，估计此时还以为只有一只爪玉渊鳄，其实在顾双城看来，他们刚才要是一鼓作气直接冲到那小岛上，说不得还有一线生机。而现在他们前后的水里肯定都蛰伏着好几条爪玉渊鳄，正在静待时机要吞杀他们。师姐，那巨鳄好像走远了，我们要不赶快上岛吧？椴树上，那男子对红衣女子说道，声音都带了一些颤抖，显然是有些被吓到了。好，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姿态，你朝后，我朝前，咱们慢慢前进。红衣女子开口说道。好，师姐走快点，这椴树上有点令人害怕。那男子道。两人就这样背对着背，朝着小岛的方向继续前进。只不过他们仅仅前进了10步不到，水中再次波纹起，两头爪玉渊鳄朝着他们两个人扑了过来。啊！该死！怎么会有这么多头？两个人纷纷尖叫怒骂，仿佛就是他们的尖叫声激起了水中爪玉渊鳄的血性。河水里密密麻麻地浮起了10余头爪玉渊鳄，全部都是1级妖兽的等级。这么多的爪玉渊鳄朝着椴树上的两个人前赴后继地扑了过去。那两个人一开始还可以抵挡一番，用宝剑将扑上来的爪玉渊鳄给击退回去。可是随着爪玉渊鳄越来越多，加上不少的水沾在了他们所站的椴树上，导致那椴树变得极滑，他们不但要小心爪玉渊鳄的攻击，还要小心自己一个不留神滑下去。师姐，这样不行，这样下去我们都要死在这里。那男子率先忍不住叫了起来。的确不行。那红衣女子状态比那男子要稍微好一些，但也是有些吃力。男子又一次费力将一头爪玉渊鳄给拍退，转头问道，怎么办？红衣女子的脸色变换了几番，很快说道，我们两个人要是都待在这树上，那就都活不了。师弟，就只有麻烦你帮我拖一下了。他脸色坚毅而又冷酷。说完之后，就在那男子震惊和不解的目光之中，一把将那男子推入了水中，然后转身朝着那小岛再次快速跑去。师姐，你竟然啊！师姐救我！啊！师姐，你不得好死！咕噜噜！男子入水的一瞬间，那些爪玉渊鳄就立刻扑了上来，有的咬向他的腿，有的咬向他的脚。男子只留下了这2句话，就被那些爪玉渊鳄给拖入了水中。河水瞬间就泛起了阵阵血色。爪玉渊鳄毕竟是妖兽，灵智不开。红衣女子那边的爪玉渊鳄闻到血腥味后，也都不再追红衣女子，转头都扑过去，要在那男子的身上啃下一块肉来。趁着这个机会，那红衣女子竟然真的从椴树上跑到了那小岛之中。她回头看了一下那已经染红的河水，不屑道，一个废物而已，无非是看在你地图的份上，才对你客气一些，现在都到了这里了，谁会在乎你的死活？死一个，我还省得分你一半呢。说完，他看都不看那河水一眼，就走到养神树的树下，盘腿打坐，恢复身体状态。顾双城见状，暗自啧舌，这正道弟子真的是比邪修还要心狠手辣。那毒心老怪和何强在死前还惺惺相惜一番，这女子可真的是蛇蝎心肠。很快，顾双城就面色凝重起来。眼下那红衣女子已经上了岛，他又该想什么办法上岛呢？总不能给去弄个人过来给自己当垫脚的吧？不过那养神树上的果子，此时看起来距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最快估计也要明天上午才能成熟，应该够自己想办法的。顾双城盘腿在这树上休息了起来，同时神念翻看着自己的储物袋，发现自己的储物袋中基本清一色都是用于修炼或者用于疗伤防御的东西，只有一些攻击符篆是可以用于攻击那些爪玉渊鳄。难道我真的要用一个防御符篆过河吗？顾双城暗道，只不过很快他就否了这个想法，因为用符篆过河虽然听起来可行，但万一自己被拖进水中，那可不是一会半会可以上来的。更何况这些爪玉渊鳄虽然咬不到自己，拖住自己是完全可以的。一直拖到自己的符篆效果消失，他们也就可以攻击他了。加之水下的情况，他一无所知，万一下面有更强的爪玉渊鳄怎么办？更不要说他过去那小岛上以后，不还得从小岛上回来？难道还要这样再来一次吗？顾双城想了一会，依旧没有想出其余的方法。算了，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就用符篆过河吧。顾双城喃喃道。忽然他的注意到了刚才从何强和毒心老怪的身上所弄来的2个储物袋。反正现在还有时间，不如好好的翻看一下他们的储物袋，毕竟这2个人可都是筑基境的强者，他们的宝物应该很多，说不得可以弄一些有用的东西出来。顾双城这样想着，就拿出了这2个储物袋。因为原主人已死，所以储物袋上留下的他们的神念也已经消散，储物袋已经是无主的状态。他先看的是毒心老怪的储物袋，
因为在顾双城想来，这毒心老怪比何强要强，储物袋里的宝物肯定也要比何强的多。看了一下之后，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因为这毒心老怪的储物袋中基本没有什么很名贵的东西，就只有一枚玉简，其余就是一些一品下级的丹药和符篆这些的。想必是这毒心老怪在遭受到追杀的时候，已经用光了他所有的宝物，用来防御和保护自己，事后也将这些资源尽数都卖了换取疗伤资源了。顾双城将毒心老怪的储物袋放到一边，拿起何强的储物袋，一看之后，发现这何强的储物袋和毒心老怪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里面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但是顾双城很快就发现了几个特意被何强放在一边的东西，那是10几颗黑黢黢的丹药，还有几个阵盘和5具阴魁。顾双城看着这丹药，立刻就认了出来，这不就是阴魁丹吗？第100章用毒没错，顾双城对这阴魁丹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刚才他还让通天小神树帮自己吞了一枚阴魁丹。上一次何强为他吃进去的那一枚阴魁丹，最后在小神树的提纯下，成为了一颗土黄色的可以有益于神念长进的丹药。有了这10几颗阴魁丹，自己马上就会多10几颗增加神念的丹药。哦，对了，不但会有那土黄色的丹药，还会多10几颗毒丹，因为这些阴魁丹在通天小神树的强化提纯下，会分解为2枚丹药。毒丹。就在这个时候，顾双城猛地就想到了什么。对啊，既然自己有毒丹，这毒丹对人有效果，对那些河里的爪鱼冤鳄应该也是有效果的吧？自己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些爪鱼冤鳄都给毒死？只要把这些爪鱼冤鳄都给毒死了，那他不但可以轻松的过河，还可以轻松的回来，省事又省力，还可以获得10几具爪鱼冤鳄的尸体。顾双城想到这里，就瞬间激动了起来，他立马将阴魁丹都让通天小神树给吞了下去。静静的等了一晚上以后，第二天早上他就多了10颗黑黢黢的毒丹。至于如何让这些爪鱼冤鳄吞下毒丹，那也很简单，那就是将这些毒丹都塞进一块块妖兽肉中，那些爪鱼冤鳄吞下妖兽肉，自然的也就会将那毒丹也给吞下去。不过这样一来，倒是有一定的几率会有遗漏，毕竟只有10块妖兽肉，万一有几只爪鱼冤鳄没有吃下这个妖兽肉，或者没有抢到这些妖兽肉怎么办？顾双城想到这里，又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他将所有的毒丹都用灵力直接碾碎，然后都化进了水里，形成了一大杯的毒液，再将这些毒液灌入几百块的妖兽肉中。虽然看起来好像被稀释了，而其实以毒丹的毒性，这些毒液应该足够将爪鱼冤鳄给毒死了。幸好一路从万河沼泽的外面杀进来，他的几个储物袋里已经装了很多个妖兽尸体了，所以很快顾双城就弄好了100余块妖兽肉。他还不忘把剩下的那些阴魁丹也让通天小神树给吞下，以获得更多的毒丹。顾双城这边刚刚做完这些，他就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有人传来的惊呼声。顾双城立刻转头看去，就发现此时的下方又有一名炼气境的修士正在尝试过河，去前方的小岛摘养神果。当然，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也遇到了一头爪鱼冤鳄的攻击。刚刚的惊呼声，正是他被这爪鱼冤鳄吓了一跳所发出来的惊呼声。该死的，竟然敢围攻我，看我怎么收拾你！那人也是个勇的，直接甩出一张符篆，竟然还是一个2品符篆，符篆化作一柄巨剑，一剑斩下。攻击他的那一头爪鱼冤鳄来不及躲闪，被那巨剑一剑刺中，巨剑从爪鱼冤鳄的嘴巴里刺入，爪鱼冤鳄当场暴毙。哼，小小的爪鱼冤鳄还想要攻击我，我一个炼丹师，我最不缺的就是符篆，轰都轰死你！那人拍拍手，显然对于面前的结果很是满意。只可惜他的话音才刚刚落下，他的身前身后直接蹦出了4条爪鱼冤鳄，如此迅猛的前后夹击之下，那人根本来不及反应，被其中一头爪鱼冤鳄一口咬断了大腿后摔入了水中。顾双城唏嘘之际，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看来得到这个地图的人还真的不少啊，要是如此的话，他就耐心的等着后面的人帮忙消耗一下这些爪鱼冤鳄，也用爪鱼冤鳄消耗一下大家。如此一来，等到顾双城最后去抢养神果的时候，人也可以少上不少。顾双城从储物袋中抓出一把草，塞进了自己的嘴中，咀嚼着草，耐心坐在这里看起了戏。果然，没过多久，就又来了一名炼气境的修士。不过这一个家伙心急加上运气比较差，他看见对面小岛已经有人了，就急匆匆的从断木上要过去，结果还不到一半，就被爪鱼冤鳄咬死了。再过了一会，来了2个男修士，这2人似是有所准备，最后在击杀了足足3头爪鱼冤鳄后，其中一个人侥幸上岛，不过也受了重伤。一上岛，他就被等候在那里的红衣女子给杀了。顾双城微微可惜，要是这家伙有那红衣女子一样的残忍果断，就不至于如此。他要是不去救自己的同伴，踩着同伴的尸体，完全是可以上岛的。上午就没人过来了，等到下午，先后又来了5人，大部分人都是如顾双城这样穿着便服，以防止别人认出他来。只其中1人穿着他们宗门的服饰，是流云剑宗的少年。其余4人前后全部丧命，斩杀了2头爪鱼冤鳄，只有这流云剑宗的少年面色冷然，在关键时刻直接抛出手中宝剑，以宝剑作为垫脚石，舍弃了一柄宝剑，一跃至小岛上。面对这功夫深不可测的少年，那红衣女子也不敢随意妄动，只是提防地看着他，生怕少年攻击他。不过少年对他不感兴趣，只是坐在一边盘膝休息，倒是让红衣女子放松不少。等到傍晚的时候，又来了2个人，2人都没有过去，死在了半路。顾双城大致算了一下，河里此时约莫只剩下了10条左右的爪鱼冤鳄。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异香传了过来，养神术快要成熟了。顾双城精神一凛，
不但顾双城紧张了起来，那红衣女子和流云剑宗的少年也都迅速的站了起来。同时，丛林之中，一些闻到香味的妖兽也都开始蠢蠢欲动，特别是一些飞禽类的妖兽。不能再耽误了，必须要上了。顾双城从树上跳了下来，来到了河边。看到顾双城，那岛上的红衣女子和流云剑宗的少年却并没有把他当回事，因为一个人过来的，大部分人都是上不了岛的。当然，他们也并没有打算提醒顾双城水里有妖兽。然而，顾双城却没有急着上那段树，而是先一扬手，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扔出了足足上百块的妖兽肉。浓浓的血腥味瞬间刺激着那些爪鱼冤恶激动起来，他们瞬间就开始争抢顾双城扔出的这些妖兽肉。第101章养神果成熟了，该死的，他怎么会知道这边有爪鱼冤恶？红衣女子见顾双城很是容易的就用妖兽肉引起了那些爪鱼冤恶的暴动，心中不禁有些愤愤不平。要是当初他能提前知道这河里有爪鱼冤恶，他肯定会做更多的准备，何必如此的狼狈和冒险？紧接着，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来了，爪鱼冤恶竟然在吃了那些兽肉以后，一个个翻起了白肚皮，直接死了。毒修！红衣女子和那少年都是眼睛瞳孔一缩，看向顾双城的时候，多了一分畏惧和害怕。当然，顾双城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些毒丹竟然有这么毒，如此轻易的就将爪鱼冤恶给毒翻了。他还以为至少也要等上好一会，毒性才能真正发挥效果呢。更不要说这些都还是稀释过的，如果给他们喂下没有稀释过的毒丹，那更将是如何可怕的场景。顾双城看着飘在河面上的一个个翻白肚子的爪鱼冤恶，并没有急着过河，而是又往水里扔了几块兽肉，发现再没有爪鱼冤恶从水里扑上来了，这才放心的上了断树，朝着小岛走去。只不过他的手上依旧是捏着一枚2品圆满的防御符篆，以应对随时会出现的危险。等到顾双城走上小岛，3个人就成三角之势，互相提防。2位，这时那流云剑宗的少年先开口了，一会咱们就各凭本事，谁抢到了，那就是谁的。在抢到后，其余人不得攻击他，你们看如何？他看似是对2人说的，实则他是看着顾双城说的，因为在他看来，顾双城的威胁相对而言要更大一些。顾双城心中暗道，这少年说这样的话，总归还是年幼，将自己的安危交付于陌生人的承诺上，有什么用？况且他有把握，一会他们3个人，他应该是能够获得最多的养神果的。于是他应下道，我同意，也算是卖了那流云剑宗的少年一个好。果然，那少年很是感激的看了一眼顾双城，多谢道友。他们2人达成了协议，那红衣女子虽然很是不甘心，但她担心自己不同意的话，这2个人会联合起来打她，所以还是只能点头同意。只是在他的心中，依旧是认定自己是最先到达这里的，所以这些养神果就应该都是他的，一共才10余颗养神果，最多也就是他拿大头，其余的小头弄1-2个给这2个人去分。况且他还有一个致命的杀招，一会要是真的情况不对，就立刻使出来，让他们见识一下。3个人就这样在树下等着那养神树的果实成熟。只不过顾双城没有闲着，而是从地上抓了一把月破喜心兰塞入嘴中。还真别说，顾双城这一把月破喜心兰吃下去，瞬间就感觉自己那股子想要吃草的欲望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给压了下去。好东西！于是就在那流云剑宗少年和红衣女子错愕的目光中，顾双城一边等一边疯狂的拔草。虽然他们俩也知道这地上有很多月破喜心兰，但是这种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不实用，更多是用来给妖兽吃的，比如一些饲养的妖兽发狂了，给他吃点月破喜心兰就会好。所以相对于花时间花精力去采摘月破喜心兰，他们更愿意去留着体力等候养神果的成熟。也就在顾双城差不多把这一地的月破喜心兰都薅秃了的时候，那养神树上的果实陡然颤抖了起来，成熟了。3个人瞬间朝着养神果冲去，而与此同时，天上的一些飞禽妖兽也是迅速的朝着那些养神果飞去。一时间，养神树周围可谓是热闹非凡。红衣女子的速度总归是稍微慢一些，那流云剑宗的少年动作更快，他转眼就已经快要接近第1颗养神果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黑影嗖的就从他的身边窜了过去。那流云剑宗少年眼睁睁的就看着自己面前的这颗养神果骤然消失了。他反应很快，刚才在下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全部看好了所有养神果的位置，规划出了一条极快的运转路线。眼前的这一颗消失了，他一转头连忙按照刚才规划的路线去抢另一颗，结果哪里还有那养神果的影子？再一转头看去，就发现刚才他预想的路线之中，前几颗养神果早就都没了影子。流云剑宗这少年连忙转头从反方向去摘，直奔他预想中的最后一个养神果而去。很可惜，等到他到那里的时候，养神果也已经消失不见了。和他一样懵逼的还有边上的那个红衣女子。刚才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摘到的10余颗养神果，此时早就已经空空如也了。不只是他们2个人，就连天上的那些个飞行妖兽也是有些懵逼。他们明明闻到了养神果成熟的气息，怎么到这里了，养神果就没有了？几只飞禽妖兽在这养神树周围转了一圈之后，鸣叫了几声就飞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通知自己的同伴不要过来了，还是在叫同伴过来一起帮忙把这3个人给抓住。反正飞禽妖兽也都管自己飞走了。没错，那个将10余颗养神果全部摘光的不是别人，正是顾双城。他先给自己的腿上来了一张2品圆满的神行符，然后在神行符的强大加持下，他顾双城的速度就瞬间提高了好多倍。
加上顾双成本就神念强大，反应也是要更快一些，所以另外2人自然不是他顾双成的对手。顾双成见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值得自己待下去的意义了，准备直接离开。然而这一次，那流云剑宗的少年却是快他一步，他早早的就飞到了顾双成离去的必须经过的那段树附近。道友，请稍等。流云剑宗的少年挡住顾双成，面色有些焦急。怎么？顾双成见他拦路，面色不善道：刚才你不是说我们抢到全凭本事吗？怎么现在又要反悔了？难道你流云剑宗就是如此不守诚信之辈吗？第102章，那你就更不能活了。那少年竟然被顾双成的几句话弄得面色通红，他大声说道：我不是。顾双成道：那你还不赶快让开，还在这拦我是什么意思？还有你手里的剑就差往我身上捅了，你还说你不是？那少年见状也注意到了他拔出的长剑，立马把长剑收了回去道：我自然是说话算话的，那些养神果你既然是凭本事抢到的，自然就是你的，我只是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你买1颗养神果？我实话说也无妨，我不过一个剑修，要这个养神果也无用。实在是我师父前段时间出去做宗门任务，结果不小心就被人攻击了神念，导致我师父现在神念受损。问了炼丹师后，说需要炼制1枚修复神念的丹药才行。他愿意出手帮着炼丹，可是药材需要我们自己提供，我们按照丹方找了一遍，其余的药材我们全部都找到了，唯独这个养神果我们买不到。正好我从一个店铺里买到了这个万合沼泽的地图，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过来了。如果我再拿不到养神果回去，我师父的性命就堪忧了。所以无论如何求求你，帮忙卖1枚养神果给我，至于要多少灵石，只要你说，我能给的就给你，并且我华杰欠你一个人情。顾双成闻言，倒是心中不禁有了一些好感，看来这流云剑宗的少年，还的确是有几分侠肝义胆，光明磊落。难得遇到一个如此浩然正气的家伙，顾双成也不打算敲诈他，于是开口主动问道：你愿意出什么代价问我购买？这样问的同时，顾双成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只要这华杰给的价格还算是比较合理，那么他就会立马应下，算是交他这个朋友。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道声音从后方传来：你只需要1颗，又何必需要向他买？这声音打断了正要开口的华杰。他错愕望去，看向那说话的红衣女子道：你为何如此说？其实他以为这红衣女子有其余更好的丹药，或者她也有养神果要给自己，所以才会如此惊喜发问。红衣女子走到华杰的身边道：哼，这家伙狼心狗肺，一个人抢走了所有的养神果，害得你我1颗都没有抢到。你我2人为何不联合起来，将这家伙给控制起来？只要把他杀了，他身上的10多枚养神果，我给你2颗。听到红衣女子的话，那顾双成明显吃惊了一下，不是因为这红衣女子想要联合华杰击杀自己让他震惊，而是因为这红衣女子来出的价码实在是有些太自我了。人家帮你一起杀10几颗养神果，你只给人家1个，这人家要是没有一点大毛病，会愿意跟你一起干。果然，那华杰当即拒绝道：我们不是说好的吗？怎么能联合起来抢夺养神果？我不想跟你联合。你这个笨蛋！红衣女子见状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你是不是嫌我分的少？那就分你1半。他说出这个1半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很不开心的。然而，就算他自认为已经退步了，可那华杰却是依旧毫不犹豫地摇头说道：不，我不能这样做，一旦我这样做了，我的道心就破了。红衣女子见根本劝不动那华杰，很是无奈和愤怒地跺了跺脚：算了，随你。旋即他转头看向了顾双成：你不要以为这华杰不帮我，你就可以跟我作对了。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么就主动的把养神果交出来，要么就由我让你拿出来。红衣女子说着，就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一条红色的长鞭，准备和顾双成动手。顾双成看了看红衣女子那架势，笑了笑道：你确定你可以打得过我？哼，你一个炼气境4层的废物，我又如何打不过你？因为顾双成用了蜃楼敛息诀，所以那红衣女子看来，顾双成依旧是只有炼气境4层。然而顾双成却是笑笑：也好，既然你想要上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也算是替你那个被你残忍推到爪域冤恶口中的师弟报仇了。红衣女子闻言面色骤变，她提防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会知道这些？难道你都看到了？你说呢？顾双成冷笑一声，对于这个红衣女子，他是真的不怕，一个炼气境修士而已。如果她是一个筑基境修士，那他顾双成还要谨慎一些，担心一些。那你就更不能活了。红衣女子犹如被人扒了底裤一样的愤怒，说完就直接一鞭子朝着顾双成抽来。说来也是奇怪，那长长的鞭子在他的手中就犹如一根坚硬的棍子一样，灵活好操作。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一门很好的鞭法。这不禁倒是让顾双成起了一些别的心思，要是他可以把这门鞭法弄到手，然后再配合自己的熔岩裂的鞭，那岂不是可以达到一个1+1大于2的效果？于是顾双成没有急着反击，而是在闪躲间仔细地观察红衣女子所施展出来的鞭法。他的这番举动，在那红衣女子看来，倒像是顾双成害怕了。哈哈哈，瞧你这傻乎乎的样子，是不是被我这攻击给吓到了？告诉你无妨，我的这鞭法可是一本玄阶下级的武技，施展出来，就是连炼气境圆满的人都不会是我的对手。你如果识相的话，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早早的向我投降，将你身上的宝物和那所有的养神果都交给我，我就放你一马。听到他的话，顾双成才知道自己的表现给了人家这么大的误解呢。
于是他一笑，露出了整齐的一排牙齿，道：“既然如此，我就给你见识一下不一样的鞭法——熔岩裂的鞭。”顾双成双手一挥，一条冒着火的长鞭瞬息间出现，高温卷的那周围的空气都是扭曲了起来。那红衣女子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一鞭子就已经抽在了她的身上，直接就把她抽飞了出去。第103章三转凌霄丹，这是什么攻击手段？为什么这么强？那女子在被攻击的这一瞬间，脑子里想着的就是这一个问题。不过，她也明显是特别有战斗经验之辈，在受到攻击的一个瞬间，她就顺着那个方向翻身后撤，利用她比较灵巧的身法，化解了这一鞭中所蕴含的大量力道。只是她虽然因为身法稍稍逃过了一些攻击，可对于那熔岩裂的鞭所带来的灼烧，她无法避免。所以很快，她的身上就被灼烧出了一条条火红色的印子，那炙热的灼伤感，让得她疼得龇牙咧嘴。红衣女子忍着疼痛站了起来，此时的她衣服都已经破损，露出了里面被烫得焦红的身体。顾双成看着这红衣女子，眼中露出了一些慎重。他原本以为这一鞭子下去，区区练气境修为的红衣女子大概率活不了了，没有想到她竟然能够凭借着灵活的身法闪躲了一些伤害。红衣女子迅速地拿出了一颗疗伤丹吃下，然后又拿出了一颗暗红色的丹药塞入嘴中。呵呵，没有想到你竟然有隐藏实力的宝物，让我误以为你只是一个炼气境4层的。不过归根结底，你还不过是一个炼气境的修士。他的话音落下，他身上的修为气息竟然迅速地开始猛长起来。凌霄丹，还是3转的。那华杰在见到红衣女子猛长的气息之后，立刻惊呼一声道：“呵呵，你倒是有眼力见。”红衣女子闻言，有些骄傲地说道：“没错，就是凌霄丹。现在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顾双成在脑海中的玄天万象录里，立刻就找到了一些关于凌霄丹的消息。凌霄丹可以激发人体潜能，短暂的提高人的修为。而且凌霄丹是一种渐进式丹药，一共是分为9转，每多1转，其效果就越好。其中前3转为红色，分别是浅红色、红色和暗红色。像刚才红衣女子所吞下的，就是暗红色的3转凌霄丹。这3转凌霄丹是2品下级的丹药了，效果惊人，可以让一个炼气境修士短期内提高足足3层的修为。所以眼下这红衣女子真实实力已然暴涨至炼气境的12层圆满的境界。流云剑宗的小子，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要帮我一起打他？不然等我一个人杀了他，你一颗养神果也别想得到。红衣女子再次对那华杰威胁道。在他看来，华杰刚才之所以不敢和他合作，无非就是因为觉得他们2个人联合起来，也不一定是那顾双成的对手。而现在的他已经展现出了真正的实力，那姐应该会选择和他合作了。这样一来，他的把握也能再次大上几分。可惜，红衣女子只是站在自己的想法中揣测华杰。他期待的眼睛中等到的，竟然华杰漠然的摇头拒绝。算了，我如果是用这样的手段获得的养神果，我师尊宁死都不会吃这养神果所炼制出来的丹药的。红衣女子差一点就被再次气晕过去，这华杰真的是太不识相了。看来一会如果有精力的话，顺手可以把这流云剑宗的小子也给收拾了。他没有浪费时间，毕竟那凌霄丹是有时效的。他再次挥舞着手中的长鞭，就朝着顾双成而去，是要将顾双成斩杀于此。虽然红衣女子这炼气境圆满的实力的确对自己有极大的威胁，但是顾双成平时可都是和筑基境的师兄师姐们切磋的，所以心中不但没有恐惧，反而有一些坦然。他也有心想要看看自己手上的那些手段，在这种生死搏杀中，能不能杀死一个炼气境圆满的修士。顾双成再次确定自己左手中的那张2品防御符篆还在以后，拿出宝剑，准备和红衣女子硬碰硬。呵！随着红衣女子的低喝声，她的长鞭和顾双成的长剑撞击碰到了一起。这一次是顾双成的长剑被那红衣女子一击就给撞飞了出去。在看到顾双成长剑被撞出去的这一瞬间，那红衣女子的脸上就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然而，当然她看到顾双成的眼神之时，她发现顾双成的眼神之中竟然有一丝嘲笑，这让红衣女子如何受得了？她正欲再次攻击，给顾双成致命一击，就发现那面前的顾双成原本握剑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多了一个白色的玄武灵兽。去！顾双成一伸手，就将那白色的玄武灵兽朝着红衣女子扔了过去。那玄武灵兽立刻就旋转着朝着红衣女子攻击而去。那红衣那股子连忙动手格挡，以为这是顾双成的什么杀招。只不过那玄武灵兽的防御惊人，加上红衣女子是火属性修士，水克火，这玄武灵兽正好克他，所以任由他怎么打，玄武灵兽都是巍然不动，反倒是消耗了那红衣女子许多的灵力。该死的！红衣女子暗骂一声，就准备调动自己的所有灵力，将这玄武兽灵直接打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竟然发现自己的灵力有些不怎么如往常一般丝滑和听话了。照理来说，她想要调动灵力，灵力就会立刻听她的调动，可今天她调动起来的灵力数量可谓是少之又少。怎么回事？他连忙将自己的神念进入自己的体内一看，结果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就给吓一跳。什么时候他的体内经脉之中竟然长满了很多的蘑菇，密密麻麻的蘑菇，就好像他的经脉长了一连串的肿瘤一样。而且这些蘑菇还在无限吞噬他体内的灵力，在他的体内迅速的变大，有些甚至已经堵住了他的经脉，导致他的灵力根本就没有办法顺着这些经脉过来。红衣女子瞬间就惊慌失措起来，她何曾遇到过如此的情况？正在慌张之中，她看到了顾双成戏谑的眼神。
立刻就想明白了，连连指着顾双城说道：“是不是你？是不是你用了什么不干净的手法害我？”顾双城没有搭理他，而是转而一步步走向他的同时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我呢？就不会是你的师弟吗？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第104章好原香。玄机楼的人。”顾双城已经暴露了自己的熔岩裂的边，也用了自己的水灵，他不想自己这个是生魔灵的秘密再次暴露，于是他用了这样的一个借口。也不知道是这魔灵真的具有致幻的作用，还是那红衣女子的确恶事做得太多。他看着顾双城，竟然开始大叫起来：“你别过来，师弟！你别过来！师姐给你认错了，师姐给你磕头啊！你们怎么都过来了？你们放过我，我以后天天给你们烧香。”不是我红衣女子说着说着就面色惨白，然后整个人被那是生魔灵给抽干了。那华杰看着这红衣女子的惨死模样，也被吓得不轻，嘴中连连念叨：“果然我师父说的不错，让我做人要行得正站得直，否则会遭遇因果。这女人坏事做得多了，果然遭报应了。”顾双城看着她那一脸相信的模样，额头上露出了一些黑线，然后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将一个养神果丢给了他。华杰连忙手忙脚乱的将养神果捧了起来，满脸感激的对顾双城说道：“这位道友，这养神果多少灵石？我给你。”顾双城摆摆手，看在你刚才没有和那红衣女子一起前来打我的份上，1枚下品灵石吧。什么？多少？1枚？这怎么行？华杰震惊的不行。最后他坚持给了顾双城整整1万下品灵石，还感激道：“这位道友，这次是我华杰欠了你一个大人情，也别这位道友，这位道友的叫了，叫我沈惊鸿就行。”顾双城用的还是易容符改变过的脸，所以就是惊鸿的模样。好，惊鸿道友，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有厚报。那华杰说完，就着急的拿着这养神果回去了。顾双城等到那华杰走远以后，这才将那红衣女子体内的噬生魔灵给收了回来。在这些噬生魔灵入体的瞬间，顾双城就感觉到自己的木属性灵脉之中立刻就被醇厚的灵气所充满，甚至带给顾双城一种肿胀的感觉。不，随着清脆的一道声音响起，顾双城木属性灵脉竟然就这么轻易的突破了。卧槽！顾双城忍不住暗暗惊呼一声，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这噬生魔灵竟然有如此的奇特功效，越级干扰并杀害这练气境圆满的红衣女子之外，竟然还反哺自己如此之多的灵力，可真的是一个好神通啊！看来等到自己回去以后，必须要好好的修炼一下这噬生魔灵，争取多培育几颗魔灵出来，在战场中可以多收割一些人。当然，顾双城在临走之前还不忘记把这红衣女子身上的宝物都给搜刮了一下，储物袋还有那条鞭子，顾双城也给收了起来。此地不能久留。顾双城再次检查了一下月破喜心兰已经被自己摘得差不多了，这片地方能拿到的宝物也都收了，就起身准备返回。只是在路过那些爪玉冤恶的尸体时，顾双城还是忍不住的用一根木棍翻腾了一下。他记得刚才那几个被爪玉冤恶撕咬的修士，一个个也都是有储物袋的，要是可以找到的话，也可以值点钱。储物袋因为是密闭的，所以并不会沉入水中。顾双城在翻腾了好一会以后，总算是看到了2个浮起来的储物袋。算了，2个就2个吧。顾双城估计刚才这些爪玉冤恶吃人的时候有点吃得太凶了，连衣服带储物袋的都给吃进去了。他捞起这2个储物袋，直接往外赶去。他总归是感觉这边不安全，特别死了这么多的爪玉冤恶，死了这么多人的人，说不定会有一些大能过来查看，或者会引起一些远处的强大妖兽过来。果然，就在顾双城走后约莫半个多时辰，一道身影就出现在了这里。看了看这边的状况以后，他从水中捞起一条爪玉冤恶。好剧的毒。这是原香。原香你怎么了？啊，该死的，我来晚了。是谁害了我的原香？我要将他千刀万剐。对了，我和原香有那双修功法，可以查看他的残魂虚影青云门。顾双城回来之后，并没有直接进内门，而是再次前往自己原先在外门的丁字108号住所。在这里，他将这次的战利品全部进行了盘点。首先最大的收获就是月破喜心兰，有了这么多的月破喜心兰，他终于可以克制住自己那随时想要吃草的欲望了。再然后就是一共11枚的养神果。顾双城没有急着吃这养神果，因为从玄天万象录上所记载的，这养神果直接吃虽然有效果，但是直接吃效果并不是最大化的。最好就是以养神果为主药材，炼制成2品丹药天魂熔神丹，这样一来可以将提升神念的功效放大至少2到3倍。顾双城最后就是研究手上的3个储物袋。第一个是那红衣女子的储物袋，顾双城对她的编法感兴趣，所以最先看她的储物袋。神念一扫进去，顾双城就立刻看到了2枚暗红色的丹药，正是刚才红衣女子吃下的3转凌霄丹。对于这暗红色的丹药，顾双城也是垂涎不已，他立刻让通天小树苗将这个丹药吞了下去。看看这3转凌霄丹在通天小神树的作用下，能提高成为几转的凌霄丹？4转、5转，至于8转、9转，顾双城是不敢想的，因为每个等级的凌霄丹的药材等级也是不一样的，只有用高等级的药材炼制出了低转的凌霄丹，不可能用低等级的凌霄丹炼制出高转的凌霄丹。所以此时顾双城最希望的就是这2枚凌霄丹是那炼丹师用4转或者5转的药材炼制的，结果炼制失误，只炼制出了这3转的。顾双城继续探查那储物袋，在这里还有一些常规的丹药，还有2张符篆，都是1品的符篆。
当然，作为一个女修士，一大堆服饰也是少不了的。找来找去，顾双成总算是找到了2枚玉简和1枚身份玉牌。先是那身份玉牌，其中一面上刻着玄机2字，另一面上则是刻着好缘香3个字。好缘香，玄机楼的人。顾双成还以为是一个小门派的弟子，没有想到竟然是玄机楼的人。不过他也没有很放在心上，而是将玉牌丢到了一边，然后拿起了那枚玉简。玄阶低级神通幽影灵蛇鞭。第105章筑基期的神念看到这鞭法，顾双成倒也是来了一些兴趣。他仔细的将这个鞭法给看了一下，但是看完以后，他总觉得这个鞭法怪怪的，看着好像的确是控制鞭法的神通，可总有一些不伦不类的错觉。而且这神通也不需要属性，任何属性的修士都可以利用这神通施展鞭法。算了，丢给通天小神树先强化一下吧。顾双成喃喃一句，就将这记载幽影灵蛇鞭的神通玉简丢给了通天小神树。紧接着，顾双成就拿起了另一枚玉简，神念一扫之下，顾双成都瞬间有些脸红起来。只见这玉简竟然记录着一部双修功法日月合璧经。这双修功法的玉简上面都刻画得很具体，每一步都有专门的图解，还是那种很清楚的图片，看得顾双成都感觉自己有点热热的。他随意的将这双修功法丢到一边，但是他又想了想，如今自己已经有了这双修功法，为什么不将双修功法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万一以后他也需要用到这双修功法怎么办？他总不至于一辈子都不找伴侣吧？想到这里，顾双成又将这双修功法丢给了那通天小神树，也让这通天小神树去进行强化。做完这一切以后，红衣女子好缘香的储物袋也已经被看得差不多了，其余的东西，至于那些衣物什么的，顾双成全部都给焚毁了。顾双成立马又拿出另外2个储物袋，也就是他从河里捞上来的储物袋。第一个储物袋里面可谓是平平无奇，基本就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只有一些低级的玩意，里面也有一块玉牌，也是写着玄机2字，这显然就是那好缘香一起来的师弟的。顾双成简单的看了一下，发现了一张和他的那张地图一样的地图，也是画着万合沼泽的方位和里面养神果的位置。想来当初卖出这个地图的人的确是不止卖了这一份出去。顾双成转头看向了最后一个储物袋，而这个储物袋中的东西则是让顾双成眼前一亮，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映入顾双成眼帘的就是符篆，很多符篆，除了符篆还是符篆，这应该就是那个用2品符篆巨剑攻击爪域冤恶的少年的储物袋。顾双成随便数了一下，竟然就有10余张2品符篆，还有几十张1品符篆，可以说是捅了符篆的老窝了。也难怪那少年随手甩出的一张就是2品符篆了。有这么浓厚的家底，应该是哪个大宗门的弟子？要不是他当时小看了河中的爪域冤恶，他何至于落得如此的境地？至少用出一个2品的防御符篆，再加一个2品的攻击符篆，他不会这么快被那些爪域冤恶咬死。发财了！这么多的符篆，让顾双成整个人都是兴奋的状态。他从中挑选了不少目前用得上的符篆，丢给了通天小神树，然后盘膝坐了下来。他拿出了一个玉瓶，这个玉瓶里装着10多枚通天小神树从阴魁丹里所提取出来的强化神念的丹药。天魂熔神丹总归还是自己炼制为好，可如果要开始炼制2品丹药的话，必须要先把自己的神念再提高一些。顾双成喃喃道。所以他准备先将这玉瓶里的10多枚提高神念的土黄色丹药吃了，看看能把神念提高到什么层次，然后再开始考虑炼制2品丹药的问题。顾双成说着，就将手中的土黄色丹药倒了一颗，塞进了嘴里。随着那一股子熟悉的舒爽感涌来，顾双成清晰地感知到自己的神念又一次变强了一些。不过因为他如今的神念实力已然变强，所以这土黄色丹药所带给他的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仅仅是瞬息，这一股子提高的效果很快就消散了。顾双成叹气一声，都没有感受自己的神念增长了多少，直接将这玉瓶里剩余的10几颗全部都塞进了自己的嘴中。这一回，那股子舒爽感觉就浓郁得多，持续的时间很久得多。顾双成就这么闭着眼睛享受了一会，等到那股子感觉过去，顾双成这才睁开眼睛，将神念散开。1米、2米、10米、93米、98米、99米、100米，顾双成的呼吸已经开始急促了起来。100米就是炼气境和筑基境的神念之差。要是这一次可以突破100米，那他炼制2品丹药的成功几率自然就可以高上不少。很快，顾双成心中一喜，还在涨。101米、102米、107米，最后这神念增幅在神念长至107米后就彻底的停了下来。虽然超出100米的范围不多，但是好歹也是超出了。顾双成心中忍不住的就激动了起来。实力上我距离筑基期还远，但是神念上我已经是筑基境强者了。这下到了那炼魔窟，我的保命手段就又多了一些。他平复了心情之后，就回到了内门的逍遥峰。在他的储物袋中，其实早就已经有准备了2品丹药的药材，只不过他一直没有开始炼制。眼下他的神念已经涨了上来，那么也就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炼制丹药了。因此这一次炼制2品丹药，顾双成准备在逍遥峰炼制。这一晚上，顾双成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将神念恢复到了最巅峰的状态。第二天一早上，顾双成就邀请师兄师姐一起来查看自己炼制2品丹药。自从来了逍遥峰，他也得到了师兄师姐们很多的照顾，所以眼下炼制2品丹药，他选择先炼制凝灵丹。凝灵丹顾名思义，就是将灵力凝聚起来的丹药。
从炼气境到筑基境，最大的区别就是炼气境的修士灵力都是气态的，而到了筑基境，灵力就是液态的。在炼气境的时候，就是不停地利用灵力扩张灵脉，灵脉会在灵力的作用下逐渐变圆。等到筑基境12层的时候，灵脉就会成为一个小圆球。等到这个时候，吃下筑基丹，就会在筑基丹的作用下加厚灵脉壁，使得它变得更为坚固，此时也就成为了丹田。再然后就是大量的灵力被压进丹田，在丹田内成为液态的灵力，这就筑基成功了。第106章开始炼制2品凝灵丹。进入筑基境以后，修士吃聚气丹的效果就很小了，因为进入筑基境以后，难得不是获取灵力，而是将灵力化为灵液。这个时候，他们要吃凝灵丹，这凝灵丹可以说就是聚气丹的20版本，它不但有聚气丹的功效，可以给人提供大量的灵力，还有帮助凝聚灵力化为灵液的作用。而到了筑基境，一个能定期吃上高级凝灵丹的人，和一个长期靠自己修炼的人，修炼的速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2品丹药的价格比1品丹药贵了，不是一丁半点，所以能有足够资源的宗门和势力的弟子，修炼的速度自然是要比普通的弟子快很多的。他们的师尊董木并不喜欢去做那种剥削下面弟子、贪墨宗门资源的事情。所以顾双成他们的逍遥峰在整个青云门内算是修炼资源数量垫底的存在，甚至顾双成都可以断定，一旦他的师兄师姐获得足够的凝灵丹，那他们的实力都将会远不止如今的实力。所以顾双成炼制2品丹药凝灵丹，一方面是为了自己，毕竟他也要炼制2品丹药提高实力，而他总不能直接炼制那天魂荣神丹吧，毕竟那养神果可是极为少见的，炼废一枚就少一枚。而凝灵丹就不一样了，这个丹药的药材虽然也不便宜，但是比那养神果要便宜的多了。再加上另一个方面，顾双成也是想着多炼制一些凝灵丹，帮着逍遥峰提升一下实力。毕竟逍遥峰是他的后台，逍遥峰越强，那也就是他顾双成越强。顾双成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手上的动作却是毫不含糊，他直接从储物袋中将自己的丹鼎拿了出来，然后将药材也拿了出来，放在一边。逍遥峰的师兄师姐们看到顾双成竟然是在炼制2品的凝灵丹，一时间都是感动不已。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顾双成一个炼气境的修士是不太能吃这个凝灵丹的，因为他体内的经脉根本无法支撑顾双成凝聚液态灵力，所以这凝灵丹只会是给他们这些师兄师姐炼制的。小师弟对我们真好，三师姐杨可轻声感慨了一句，然后柳无双等人都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小师弟真的打心眼里在为我们着想。这时柳无双想到顾双成还是第一次炼制2品丹药，觉得顾双成很容易失败，所以连忙上前宽慰道，双成，这丹药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度，你尽管大胆的尝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他说着就从自己的储物袋里又拿出了一套凝灵丹的药材，我这里还有一套药材，最近那堂长老的赤炎锋芒的要命，大家都在请他们帮忙炼制丹药，备战炼魔窟根本就没有时间帮我炼制凝灵丹，所以这些凝灵丹就交给你炼制吧，炼坏了也没事。其余的师兄师姐虽然没有合适的药材可以提供，但情绪价值依旧是给到位了。小师弟你已经很厉害了，比那个时候的吴通可厉害多了，不用那么急于炼制2品丹药的，等到你达到筑基境了再炼制也来得及的。吴通，好家伙，再这样下去，我在这逍遥峰都要抑郁了，显得我像个废物。但他心中郁闷归心中郁闷，嘴上还是叮嘱道，是儿，小师弟，2品丹药是筑基境的强者才可以炼制的，你要是可以炼制，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炼制不出来也没事，以后我们都会给你攒药材，让你练手的。顾双成欲哭无泪，师兄师姐，我都还没有炼制呢，你们怎么就觉得我会炼制不出来呢？然后一道身影从这房间飞了出去，还带着淡淡的哀嚎声，不是，怎么又是我屋内？柳无双等几位师姐笑笑，小师弟，没事，是那吴通不会说话，你一定可以的。顾双成，果然，女人是不会认错的，真逼急了，人家就会怪你今天进门踏错了脚。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当即开始了炼丹。这凝灵丹一共是需要3味主药材，还有20余味配合的辅材。其中3味主材分别是灵雾草3株、地脉黄精1根、聚元草10株。顾双成从准备好的药材之中率先拿出了地脉黄精，按照丹方所记载的，这玩意是这些主材里最容易被提纯的。不过虽然说是最容易被提纯的，可顾双成依旧是很慎重的对待，毕竟这是2品丹药，要是有那么容易的话，就不用叫2品丹药了。可惜顾双成虽然做好了这地脉黄精提纯没有那么容易的准备，可真的去提纯的时候，还是发现自己大大低估了提纯的难度。这特么的，这黄金简直就是跟一颗石头一样，极难提纯。原本预计的时间是大约1刻钟就可以将这地脉黄金给彻底提纯，结果它这同样的温度，却是足足提纯了半个时辰才将其提纯出来。关键是这才是第1味主材，还是最简单的1味主材，就已经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这样一算，不禁让顾双成对自己能否成功炼制这2品丹药产生了疑问。不过顾双成很快就停止了自己的胡思乱想，不管如何，自己都要炼制到神念枯竭。于是他立马拿起第2味主要灵雾草开始提炼。顾双成一直都是觉得这种草类的主材应该都是比较容易提炼的，今天算是长了见识，这灵雾草扔在高温的丹鼎之中，竟然依旧是翠绿翠绿的，一点都没有要被烧黄的迹象。顾双成不禁替自己捏一把汗，也幸好他准备的木材足够多，不然现在的他连木柴都还得请师姐们帮忙去收集。
就这样，顾双成一直从早上的日头刚刚出现提炼到正午的日头高挂，顾双成才总算是勉强完成了所有提炼工作。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名单。顾双成深呼一口气，此时的他已然只剩下了将近30%的神念，但顾双成还是选择继续。他将其中最为大团的聚源草提纯后的精华放到丹顶的中间，同时小心地将一些辅材融了进去。紧接着就是灵物草的提纯出来的精华。第107章成丹。晕倒。顾双成知道，一旦灵物草精华加入聚源草精华内，势必会引起那丹顶内剧烈的震荡。主材之间的相融，往往伴随着的就是强烈的排斥。所以，顾双成将那灵物草提纯出来的精华分成了几百个小份，一小份一小份的往那聚源草精华上加。这是顾双成这么久炼丹以来的经验。当然，这样做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对神念的消耗很大。一般的炼丹师没有这样强大的神念，根本撑不住如此的操作。果然，顾双成将一小份的灵物草精华加入聚源草精华后，瞬间那聚源草精华就猛地颤抖起来。顾双成连忙动用神念，将这一团聚源草精华牢牢压制，生怕它炸裂而开。大概10个呼吸过后，这聚源草精华才开始缓慢的平稳起来。顾双成暗道，幸好我只是加了一小团进去，这才是几1%，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的波动。要是全部一次性加进去，这丹顶都给轰碎了去。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面的几百小份灵物草精华加进去就变得游刃有余起来。从一开始需要10个呼吸才能压制，到后面只需要3-4个呼吸就可以平稳下来。那原本青色的聚源草精华，此时也带上了一些灵物草的紫意，两种颜色相互融合，让那一大团的精华显得特别的色彩斑斓。融合完灵物草精华后，顾双成马不停蹄的就开始了地脉黄金的精华融合。时间紧迫，他的神念此时已经只剩下了将近1成，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够支撑他完成整个丹药的炼制。不过好在地脉黄金的精华因为数量少，所以只需要分成数十份就可以，而且地脉黄金的属性相对温和，加入进去后造成的暴动没有非常的强烈。大概过了1刻钟，顾双成就将这所有的地脉黄金都给融入了进去，准备凝丹。顾双成看着那一大坨的丹药精华，很是不舍的，但最后还是果断的切掉了其中的一大块，只留下了3颗丹药的量。没办法，他目前的神念只够他完成最多3颗丹药的凝丹。几分钟以后，顾双成脸上再次露出苦涩，毫不犹豫的又将剩下的2颗丹药的精华也放弃了。无他，这丹药的成丹着实费劲。2品丹药的成丹和1品丹药不同，因为2品丹药蕴含的灵力要更多，所以它极难成为固体。而这种丹药又只能成为固体才能拿出去，否则一旦接触空气，其中的很多有效成分就会大大消散。顾双成的神念消耗越来越大，所剩下的神念力量已经所剩几无，甚至他的脸色也变得惨白起来。但他还在坚持，因为这丹顶之中的那一枚丹药已经逐渐有了要成丹的迹象。10个呼吸，20个呼吸，50个呼吸，终于在又过去了将近300个呼吸以后，丹药成了。顾双成想要将丹顶的盖子拍开，却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了力气。快，帮我把丹顶的盖子拍开！他连忙对师兄师姐说道。好。边上的柳无双等人始终观察着他，所以在他如此一说之后，吴通立马就上前一掌将丹顶上的盖子拍开。顾双成用最后的一丝神念将丹药从丹顶内运出，送入一个玉瓶之中后，他的眼前就一阵发黑，整个人晕倒了过去。这一晕，顾双成就足足睡了1天1夜，等到第2天早上才醒过来。不，与其说他是醒过来的，不如说他是被震醒的。他感觉自己的床在不停的晃动，就好像地震了一样。顾双成猛地睁眼，就看见自己的床边有一个光溜溜的黄色的球。再一看，那不就是五师兄吴通的脑袋？好吧，什么地震？只是那五师兄震天响的呼噜声，震得顾双成的床都一晃一晃的。五师兄，顾双成摇了摇吴通的脑袋，吴通转了个头，继续睡。顾双成再摇，吴通这才算是醒过来。小师弟，你醒了啊？你没事就好。你要是有什么3长2短了，师姐们都要打死我了，说我是乌鸦嘴。吴通顶这个大光头，委屈巴巴的说道，这模样多少有点违和。很快，师姐们得知顾双成醒了，也都赶了过来。其中柳无双还将顾双成昨天炼制的丹药递过来，小师弟，这就是你昨天炼制的凝灵丹，第1次炼制就可以成功，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应该说你妖孽，还是说你天才好了。他们几个虽然不会炼丹，但是对于炼丹的困难，他们是了解的。培养一个炼丹师，需要砸大量的资源，让他不停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学习成长。所以他们几个其实都没有期待昨天顾双成可以成功炼出丹药来。而最后，顾双成确实是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应该能多炼制几颗出来。顾双成反思了一下昨天炼丹的过程，觉得很多地方还是可以精进的。柳无双却是说道，双成，以后可不能再为了成丹耗干神念了，这要是万一一个不留神，就会对你的神念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顾双成笑笑，师姐放心，我有分寸。这一天，顾双成再次炼制凝灵丹，只不过这一次虽然依旧是只炼成了1枚，但是他炼制完以后却没有再像昨天那样晕倒过去了。第3天，他再次炼制，依旧是只能炼制1枚，可剩下的神念依旧是不足以让他再炼制出第2枚凝灵丹。一连几次炼丹下来，顾双成发现自己在炼制凝灵丹上的长进很小，能提升的技巧基本都被他提升到完美了，可凝灵丹依旧只能炼制1枚。
顾双城不禁喃喃道：“我的神念已经有助激进强者的神念强度，可为什么炼制丹药还是这么费劲？难道还需要继续提高自己的神念强度才行吗？”看起来他眼下好像也只有提高神念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可想要提高神念，又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虽然他有养神果，但是以他目前的炼丹实力，无法炼制这天魂荣神丹。顾双城眉头紧皱，一切都好像陷入了死局，给他一种陷在沼泽里出不来的感觉。也就在这个时候，顾双城脑子里想到了一个字：火。第108章兽火，地火，灵火，没错，就是火。顾双城的眼睛亮了起来，在整个炼丹的过程中，其实最浪费我时间的，也就是提纯的过程。之所以我提纯药材太慢，是因为我还在用柴烧，用凡火，凡火因为会有杂质而不能入鼎，隔鼎烧，升温提纯自然慢。而筑基境的火属性修士，他们的丹田已经成型，可以做到灵力自由外放，就可以用灵力化火进行炼丹。等到了金丹期，更是可以用丹火，也就是先天真火这一更为强大的火焰进行炼丹。顾双城现在还只是炼气境，炼气境修士想要让灵力外放，只能通过特定的神通运转进行外放。就算有类似燃烧诀的神通，也无法做到炼丹的需要，因为炼丹时所需要的火焰温度，那都是很精细的。所以想要通过自身来改变火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玄天万象录中有过一篇记载，那就是关于天地起火的。在这方世界之中，其实也有一些天然就存在的火，比如一些特定的火属性妖兽，它的内丹在一定温度的刺激下，就会持续不断的冒火，这种叫做兽火，这种内丹叫做兽火丹。再比如，在一些靠近地心的地方，也会经常孕育出一些奇异的火焰，叫做地火。那种会不停喷发的火的石头，则叫地火石。不过这两种火会随着内丹和地火石的损耗而消散，并不能长期使用。最后一种就比较厉害了，这种则是天地奇象所孕育出的火焰，这种火焰已经有了灵智，且可以自行吞噬天地灵力，滋生火焰，所以这种火叫做灵火。根据玄天万象录所记载，天地之间能查证到的就有足足88种灵火。任何一个炼丹师，只要能掌握任何一种灵火，对他的炼丹都将是几何倍的增幅。毕竟用灵火所节省的神念，那可不是一点半点。当然，灵火的获得也没有那么容易，很多灵火都已经被一些强大的宗门所控制，当宝贝一样的收藏着，就算是那些无主的灵火，没有十足的实力，想要获得它也是难上加难。所以顾双城没有想要灵火，但是兽火和地火他还是有点想法的。不过顾双城出去在方氏问了一圈以后，得到的结果却是基本上所有的店铺都没有兽火和地火石卖。西门商会的刘管事很是无奈地告诉他，就算是我们西门商会有兽火丹或者地火石，都会进行拍卖，而且拍卖价格绝对不便宜。你想要兽火丹或者的火石，最好的方法还是自己去找。当然，下次我们拍卖会有人拍卖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顾双城沮丧而归，看来如今想要获得这兽火丹和地火石也没有那么容易。回到逍遥峰后，那柳无双看到顾双城一脸的沮丧，立刻就上前询问缘由。顾双城将兽火丹和地火石的事情和柳无双说了一下。你真的非常需要兽火丹和地火石？柳无双闻言之后皱眉道。顾双城点点头，的确，如果没有这两个，我炼制2品丹药就很难有所长进。柳无双沉默了一会，在他下垂的眼眸之中，依稀闪过些许的纠结和矛盾，似是在一个选择面前有点为难。良久，柳无双抬起了头，对顾双城说道：“小师弟，你等我2天，2天以后，我可以给你弄来一个兽火丹，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和任何人说起。”顾双城闻言大喜的同时，脸上露出了一丝茫然，喜的自然是柳无双可以帮他搞到兽火丹，可对于柳无双让他保密，他还是有些茫然的，这明明是件好事啊，为什么要这样？师姐，如果会给你产生损失的话，这兽火丹就算了，只要时间足够，我的炼丹技术也是会慢慢上去的。顾双城说道。没事，不会有什么损失。柳无双摇摇头，然后对顾双城道：“回去等着吧，2天以后我给你拿来。”顾双城看着柳无双爽快离去的背影，隐隐间总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青云门内门有一个内门宝库，里面放着青云门历代所积攒下来的各种的宝物。内门之中，想要获得这宝库里的宝物，只有2种方法，一种就是获得用巨额的积分，可以换取宝库内的一些宝物。还有就是通过对宗门有大的贡献，比如在炼魔窟斩杀足够多的妖兽，或者斩杀高等级的妖兽之类的。柳无双踏入了这内门宝库的大门，那看守宝库的长老认出了他，笑着道：“是无双啊，你攒够足够的积分来换取那一柄2品上级的法器长空枪了吗？最近来换取法器的人有点多，你这想换的话得尽快啊，指不定就被人给换走了。”这长空枪是柳无双一直心心念念的法器，是一把很适合他的法器。如果有了这长空枪，那这次炼魔窟之行，他柳无双一定可以获得更好的战果。所以为了这柄长空枪，柳无双已经攒了许久的积分了。而且他定期还会过来看一下这长空枪有没有被人换走，所以就连这阵守内门宝库的长老都已经知道柳无双的想法了。然而柳无双却是摇了摇头，对那长老说道：“我不是来换长空枪的，我记得咱们内门宝库里有一枚3级妖兽的兽火丹，长老可以帮忙查一下还在不在吗？”
那长老闻言一愣，一时间没有想明白这兽火丹和那长空枪有什么关系。他柳无双又不是炼丹师，问这兽火丹干什么？但他还是如实道，的确是还有一枚兽火丹，最近大家都忙着换取神通、法器，都没人来换这兽火丹，不然也早就被人换走了。柳无双脸色一喜，行，长老，你帮我换取一枚兽火丹吧。行，我这就给你去取长空枪。那长老转身准备开启宝库的阵法，又猛地站住，回头诧异的对那柳无双道，你说什么？你要兽火丹？第109张兽火丹到手，柳无双肯定应道，是的，我要换取兽火丹。长老犹豫了一下，还是劝道，无双，别怪老夫多嘴一句，这炼魔窟开启在即，你现在换取长空枪才是正道，你又不炼丹，换这兽火丹也是鸡肋啊。一旦换了这兽火丹，你的积分距离换取长空枪就又远了一些。看这样子，你就算疯狂做任务，也无法在炼魔窟开启前重新攒够长空枪的积分了。再说了，就连那些炼丹师都不选择在这个时候换兽火丹。柳无双没有等那长老说完，就对那长老道，长老，我知道，但是我需要这兽火丹，所以你帮我换一下吧。哎，那长老猛地叹了一口气，见自己劝不动，也只好按照柳无双所说的去给他换兽火丹，心中却是替他感觉到无尽的可惜。柳无双这丫头完全可以先取了那长空枪，等在炼魔窟建立功勋后再回来取兽火石的，而且说不定那炼魔窟中就能遇到他所需要的兽火石。现在这样一来，他那个老朋友董木的逍遥风实力就又要弱上一些了。2天以后，顾双成还是收到了柳无双拿来的一枚火红色内丹，这是一块3级妖兽炎域模式的内丹，其就可以当兽火丹使用。顾双成小心的接过这一块类似于心脏大小的内丹，入手后还有一点烫烫的感觉，是兽火丹无疑了。顾双成按照玄天万象录所记载的，将丹顶升温到了一定温度以后，就将兽火丹用神念放了进去。随着兽火丹一放进丹顶，高温瞬间就点燃了兽火丹，一缕缕金灿灿的温度从兽火丹里冒了出来。这种火焰非常的纯净，不像凡火，点燃了以后会有冒烟，会有各种微小的杂质。丹顶内的温度迅速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开始攀升。顾双成连忙用神念开始控制兽火丹的燃烧面积，防止温度太高。同时他迅速的将所有的凝灵丹所需用的药材都拿了出来。第一位依旧还是地脉黄精，只不过这一次地脉黄精直接和那兽火丹的火焰接触，立刻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提纯。果然，用高温烘烤和直接用火炙烤的效果，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原本需要用半个时辰才能提纯完成的地脉黄精，在1刻钟都没到的时间里就被提纯了出来。顾双成大喜，如此一来节省了他大量的神念和时间。于是顾双成当即就开始了灵物草和巨源草的提纯，他要争取试一下这一炉炼制出至少7枚的凝灵丹。一段时间以后，丹顶之中所有的药材，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都已然被提纯完成，成为了精华。而此时顾双成的神念竟然还剩下足足6成，比第一次炼制凝灵丹的时候所剩下的3成要足足多出来1倍。这也就意味着，他顾双成这一次可以炼制成功的丹药，至少也能提高到3颗，甚至更多。顾双成心中期待，马不停蹄的就开始了后面的凝丹。虽然所剩下的神念依旧足够，但是顾双成也没有掉以轻心，而是依旧很认真的对待后续的凝丹。他熟练的将所有的精华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分批次的混入大团的精华之中。这几步，顾双成已经操作了无数次，手到擒来。很快，丹顶内就只剩下了一大团的精华。完成这些，顾双成的神念还剩下3成左右。顾双成没有耽搁，毫不犹豫的开始了最后的成丹。神念剩下的多，顾双成没有舍弃精华，准备尝试一下多炼制几枚。很快，随着顾双成的不停操作，丹顶内就开始出现了成丹，1枚、2枚、3枚。等到第3枚的时候，顾双成感觉到自己的神念只剩下了1成多一些的样子，看来全部12枚都想要炼制出来是比较难了。看来总归是要进行一些舍弃，顾双成微微一犹豫，有些不舍得将那一大团的精华直接割舍了1/3，又留下了大约5枚丹药的量。将这一部分舍弃以后，顾双成就感觉自己的神念稍微轻松了一些，不用拖着一个这么重的东西了。大约又1个时辰以后，顾双成一掌将那丹顶的顶盖拍开，神念一招，立刻一串丹药从丹顶中飞了出来，足足8枚丹药。柳无双全程在边上看着，此时的他嘴巴张得老大，脸上满满的都是震惊。八枚。他还记得当时在唐长老的赤炎峰，唐长老的一个得意门生筑基境的炼丹师，炼制1炉凝灵丹，最后1炉也只能出7枚，而且人家也是用的兽火丹。当时那个炼丹师炼制了7枚丹药，就已经有些鼻孔朝天了，很多人还来恭维他，说他是赤炎峰年轻一代中最有天赋成为3品的炼丹师。但是顾双成第一次用兽火丹炼制凝灵丹，就成功的炼制出了8枚。那说明什么？说明顾双成就算是在那赤炎峰，那他也是其中年轻一代炼丹师里名列前茅的存在。师傅到底是从哪里找来这样的一个宝贝？柳无双在心中暗暗的想着。就在柳无双震惊加震撼的时候，一只手掌递到了他面前。师姐，这7颗丹药你拿去分吧，后面的这几天我每天给你们炼1炉凝灵丹，我只取其中的1枚。顾双成爽朗的声音传入柳无双的耳中。柳无双微微一怔，但旋即也是大大方方的从顾双成的手中接过了丹药。行，我替你的师兄师姐谢谢你。
以后我们定期会将药材给你拿来，你有什么想要的药材，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去弄来。这份情他们几个会牢记在心，根本无需过多的言谢。等到柳无双离去以后，顾双成将那凝灵丹丢给了通天小神树进行提纯，同时他开始研究齐了天魂熔神丹的丹方。没错，有了兽火丹以后，他就可以炼制那天魂熔神丹了。只不过看了一下天魂熔神丹的丹方以后，顾双成还是稍稍有些凝重，因为这天魂熔神丹虽然药材不多，但都是一些比较难以提纯的药材。不管怎么样，今天必须要把它炼制出来了。顾双成喃喃道。一直到傍晚，顾双成的神念才算是恢复了过来。在神念够用以后，顾双成也是毫不客气，直接开炉炼丹，连夜炼制天魂熔神丹。第110章炼制天魂熔神丹。这一次炼制天魂熔神丹，顾双成从傍晚一直炼制到了深夜。砰！随着疲惫的顾双成将丹顶拍开，里面飞出来2枚青色的丹药，2品下级的天魂熔神丹。一炉只出了这2枚，不过他还有10多颗的养神果，足够他后续炼制好几枚的了。而且顾双成没有浪费，在刚才炼丹的时候，原本剩下的那些精华，他应该直接分离舍弃的，但是顾双成实在是有些舍不得，毕竟他获得这养神果也着实不容易。于是他思索了许久之后，就将这剩下的精华强行融合成了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疙瘩，又丑又黑的大疙瘩。他准备让通天小神树试着提纯一下看看。顾双成将2枚天魂熔神丹塞进了嘴里，实则是让通天小神树直接吞了进去。然后他就看了看那个黑色的大疙瘩，有拳头一般大，直接让小神树吞了的话，多少有些不雅观。此时的顾双成有些后悔，刚才在炼制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分成2坨？不过既然已经到这样了，也就只好放进储物袋，等改天出逍遥峰了，再偷偷将这个大疙瘩给通天小神树吞下。做完这些以后，顾双成就发现那白天给通天小神树吞下去的凝灵丹，此时被通天小神树强化了出来，成为了一颗紫白色的丹药。顾双成的神念仔细的看了看着这凝灵丹，上面也是布满了12道丹纹，他有些犹豫自己要不要立刻吃掉，毕竟这可是2品圆满的丹药，他有点担心会不会把自己给吃炸了。犹豫了一会以后，顾双成还是选择将丹药直接送入了自己的体内。随着神念将紫白色丹药摘了下来，瞬间这丹药就在顾双成的体内化了开来。丹药所化的灵力犹如海啸一般，疯狂地涌入顾双成的体内。我靠，这么猛！无数的灵力在顾双成的体内乱窜，疯狂地钻来钻去，有的冲进了肌肉里，有的冲进了骨头里。顾双成有点被弄得猝不及防，他连忙运转功法，将这些灵力引入自己的经脉之中。然而，当这些灵力被引入经脉中之后，顾双成竟然神奇地发现体内那种胀痛感减轻了许多。虽然他引导了不少的灵力进入经脉，有一部分经脉的确依旧是肿胀难受的，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经脉好像没有痛觉一样。难道这些灵力在这些经脉之中就变得温顺了？顾双成疑惑。可随着他查看自己经脉内的情况，他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他的这些不痛的经脉之中，灵力哪里有变得温顺，依旧是处于暴动的状态，无数的灵力被挤压在那里，都想要找口子出去。只不过顾双成的经脉却好像一根根钢管一样，异常的坚韧，在这些灵力的冲击下，依旧是纹丝不动。至少目前的灵力的量还不足以让这些经脉出现什么不好的情况。瞬间顾双成反应了过来，对哦，我怎么把这给忘记了？顾双成一拍脑门，因为他的这几条经脉全部都是用不灭火莲经反复的炙烤、锤炼、冲刷过的，所以在冲刷以后，就让的这些经脉变得异常的坚韧和厚实，就好像那些炼铁砂掌的人，他们的手会因为反复的拍打而变得又黑又厚一样。不灭火莲经竟然还有这样的好处，顾双成忍不住啧舌。他立刻将更多的灵力调往这几条经脉，以看这几条经脉的极限承受力。最后，这2品圆满的凝灵丹所带来的这些灵力，光是这几条经脉就承受了足足60%多。等回头有空了，用不灭火莲经把我的其余经脉也都炙烤冲刷一下，虽然痛，但是真有用。顾双成忍不住的喃喃道。然而，就在顾双成以为这些经脉所带给他的效果也就如此的时候，他赫然发现，那凝灵丹所带来的药效，不仅仅是醇厚的灵力，那些灵力之中还蕴含着不少的奇特的物质。这些物质犹如一个个戒指一样，在不停地吸引边上的灵力聚集到一处。顾双成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凝聚因子，应该是从聚源草里所提取出来的一种特殊物质。那些常规的经脉里，因为灵力的含量少、浓度低，这些凝聚因子所能吸引和凝聚到的灵力较少。但是那些被不灭火莲经炙烤过的经脉之中，所蕴含的灵力多，里面的灵力浓度相当的粘稠，所以那些凝聚因子所能吸引到的灵力也是相当的多。他们将灵力吸聚到了一处，也就让这些经脉里的灵力压力减轻。顾双成好像想到了什么，脸上出现了狂喜之色，于是他立马又抽调了一些灵力过来，继续让这些经脉处于灵力的高压状态。在这样源源不断的效果之下，这些经脉之中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哒，随着清脆的一声响起，忽然一滴液体就这么出现在了其中的一条灵脉之中。当这滴液体出现的时候，经脉之中其余的灵力的压力也都骤然减轻，后面的灵力再也无法凝聚出液体。这是灵液吗？顾双成傻了，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只有到了筑基境才会有灵液啊，怎么现在自己一个炼气境的修士竟然也修炼出灵液了？这感觉多少有些不对劲啊。
顾双成将这一滴灵液引导进了自己的火属性灵根之中，然后这灵液在火灵根的转化下，成为了一滴火红色的灵液，进入了火灵脉之中。火灵根转换灵液的效率明显比转换气态的灵力要快得多，只用了1/10的时间就给转换过去了。只不过这灵液在进入火灵脉以后不久，那些原本凝聚着灵力的凝聚因子就好像逐渐失去了那种聚集灵力的功效一样，使得灵液开始慢慢逸散开来。哎，看来是我灵脉中的灵力不够多，不够醇厚导致的吧？顾双成推测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从刚才这些灵力凝聚成灵液的过程看，它需要2个因素，第一是一定程度上的压力和灵力的粘稠度，第二是需要这种凝聚因子，两者缺一不可。一旦凝聚因子没有压力，那它也会失效。现在他灵脉之中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他一边分析，一边看着自己的灵脉，我好像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第111章，你们都稳重点没错。顾双成此时想到了一件事情，既然那些用不灭火莲精制烤过的经脉可以变得如此的坚韧，那么他的灵脉是不是也可以用不灭火莲精制烤一下？说不得这灵脉经过制烤以后也会变得异常的坚韧，到那个时候，他就算不是筑基期，岂不是也可以形成液态灵力？顾双成这样想着，心里不禁有些激动起来。要真这样的话，他就完全可以凭借炼气境的实力和筑基境的修士对战而不落于下风了。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是要先将自己的神念提高一下，至少要把那天魂熔神丹给吃完再说。毕竟养神果的副作用是会稀释固态和液态的灵力，他现在已经有了凝聚液态灵力的能力，别到时候吃了天魂熔神丹，把辛苦凝聚出来的液态灵力给稀释化开了。他当即开始打坐休息，等到第二天早上，他整个人的状态恢复好以后，顾双成没有急着开始炼制凝灵丹，而是将通天小神树上挂着的其中一颗2品圆满的天魂熔神丹直接吃了下去。不知道这丹药能将我的神念提升至何等的层次，顾双成有些期待。那天魂熔神丹在进入顾双成的体内以后，就化成了一道道的透明物质，朝着顾双成的头脑汇去。瞬间，顾双成就觉得自己的脑子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长大，同时伴随着意识也是越来越清明，就好像整个人都变得开阔了很多一样。这种感觉非常的舒爽，就跟让一个人躺在高压氧舱里一样的舒服。而且它一直持续了很久，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延续，那感觉也开始逐渐的变淡。等到感觉彻底消失，顾双成有些不舍得这种感觉，再次将树上的另一枚天魂熔神丹也吃了下去。于是这种舒服的感觉就再次席卷而来，让顾双成舒服的呻吟了出来，是真爽啊！就这样前后大概持续了半个时辰的样子，2枚丹药的药效就都结束了。随着顾双成的眼睛猛地一睁，瞬间一股子磅礴的神念朝着外面就扑了出去。10米、50米、100米，3个呼吸后，顾双成的神念就迅速的达到了100米的层次。关键它还没有结束，神念的增长还在继续。只不过在突破100米以后，神念的增长就开始慢了起来。105米、109米、112米、114米、115米，从一开始的一下子增长几十米，到后来的一口气几米，再到后来的一口气1米。只是这一口气1米足足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157米的时候才停了下来。比上一次增长了将近50米的距离，这圆满的天魂熔神丹效果果然是不错，平均下来一颗竟然就可以提高自己将近25米的距离。顾双成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要是这样下去，等到我把所有的养神果都做成养神丹吃下去，那效果该有多强？果然还得是把它炼制成丹药。因为神念的增强，当天顾双成炼制凝灵丹的时候，就可以一炉成丹12枚。当顾双成端着这12枚丹药给柳无双他们几个师兄师姐的时候，几个人都是惊得喊出了鹅叫。什么情况？小师弟，你昨天不是还只能炼制8枚吗？今天怎么就可以炼制12枚了？顾双成，昨天还有一些生疏的地方，今天多少有了一些长进。妖孽，妖孽啊！小师弟你简直就是妖孽！吴通喊道。你在说什么？明明是炼丹天才，怎么被你说的这么难听？苏燕如道。吴通换了个方式继续喊，天才啊，天才啊！小师弟你真是个天才！忽然一个身影走了过来，正是他们逍遥峰的峰主董木，行了行了。你们这鬼哭狼嚎的干什么？我刚刚出关就听到你们在这里大喊大叫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董木闭关走火入魔嗝屁了呢。都这么大人了，能不能稳重一点？碰到点事情大惊小怪的，以后不要这么冲动和莽撞，天地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才是修士该有的心境。董木义正言辞的说完，然后就看到柳无双捧着一个玉瓶走了过来。师傅，你看看这玉瓶里的丹药。柳无双将玉瓶给董木后说道。董木将丹药倒出来，用手扒拉了一下，2品下级的凝灵丹，很普通的丹药。怎么了？柳无双，这些都是小师弟炼制的。哦，炼制2品下级丹药不是很正常？董木一开始没有当回事，可当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他猛地抬起了头，声音足足提高了1倍，甚至带着些许的尖锐。你刚说啥？这2品丹药都是小师弟炼制的？柳无双等人都被这董木忽然拔高的音调吓了一跳，同时有些莫名其妙。那小师弟是他们的小师弟，可不是师尊老人家的小师弟，师尊怕不是说错了吧？吴通摸摸自己的光头，师尊，你稳重一点，这样大喊大叫，不知道的人以为小师弟嗝屁了呢。董木气愤地望了过来，有感觉这句话好像在哪里听到过类似的。不对，这句话不是自己刚说的吗？咕噜。
董木咽了一口唾沫，瞬间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这2品下级的丹药真是双城炼制的。他的5个弟子全部整齐划一的点点头。双城，你不是只有聚气境吗？怎么能炼制2品丹药的？董木再次提出了疑问。顾双城讪讪一笑，我的神念一直都比较强大，而且最近二师姐嗨嗨嗨嗨。顾双城的话刚说到这，那柳无双就咳嗽了起来，提醒顾双城不要乱说。顾双城意识到自己好像差点把和二师姐当初的约定给说秃噜嘴了，于是改口道：二师姐对我颇为照顾，我就咬牙坚持了一下，然后真的就成了。柳无双看着董木那怀疑的眼神，连忙接话道：小师弟的长进很大，第一天1炉只能炼制2枚，后来就有8枚，再后来就1炉12枚了。这是小师弟自己努力刻苦有天赋。董木闻言后，左眼皮猛地跳了一下，然后嘴角也忍不住的抽了一下，然后跟反应慢了半拍一样，直接从原地蹦了起来。什么？第112章修炼瓶颈因为董木的这一蹦，蹦得着实有点高，所以他直接一头就给顶到了上面的屋顶，正好好将那屋顶给捅穿了。董木的头就出现在了屋顶的上方，身子还留在了屋顶的下方。屋内，柳无双等人看着屋顶上挂下来的一副身体，多少都有些目光呆滞。这还是他们的师尊吗？还是他们那个成熟稳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师尊吗？怎么看起来比他们还要不稳重呢？不是说好了要天地崩于前面不改色吗？嗨嗨，师尊，你头挂住了吗？要不要我把你抱下来？吴通伸手戳了戳董木的大腿，好心的问道。唰，董木从屋顶上降了下来。嗨嗨，我刚才是想到了一门神通，叫做天地顺跳功，一激动就给施展了一下，等我神通大成，我会传于你们。董木一边拍着自己身上的衣服，一边义正言辞的说道。吴通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头顶，师尊，这神功我还是不学了，我头发少，这要是顶屋顶，多少有点痛。啪！吴通被董木一掌拍飞数百米。董木，不识上进，我都跟你说了很多次了，咱们逍遥峰就你最不勤奋。说完，董木转头看着顾双城，双城，炼制这些2品下级的丹药是你的极限吗？顾双城想了想，摇摇头道，应该不是，我觉得我应该能炼制出一些中品甚至上品的，但是需要时间。咕噜，董木猛地吞了一口唾沫，直起了身子。好，好，好，他连说了3声好。我们逍遥峰有双城，何愁逍遥峰不兴旺？董木深情地看了一眼顾双城道，双城，多的话我也不说了，反正不管你会不会炼丹，我们逍遥峰一直都是你的后台。以后在外面不管受了什么委屈，只要跟你的师兄师姐讲，他们会给你出头。如果他们摆不平的，找我。青云门内除了那几个老家伙，我董木还没有怕过谁。边上柳无双等人也都是面色坚毅，点头赞同董木的话，眼神灼灼地看着顾双城。他们的那个模样，就宛如死士看着自己的主人一般，那么的坚毅和决绝，好像下一刻顾双城要他们死，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顾双城道，师尊放心，我知道了。后续几天，顾双城就在逍遥峰内，每天都是白天炼凝灵丹，晚上炼天魂融神丹，一有空就将这2种2品圆满的丹药拿来当豆子吃。在这样极为土豪的丹药饲养下，顾双城的实力也是开始了突飞猛进。首先就是他的神念，神念的增长简直就可以用飞速来形容。那些用养神果炼制出来的天魂融神丹，又在通天小神术的强化之下，对神念的帮助也是被放到最大。又因为顾双城现在还是在炼气境，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天魂融神丹对灵力的稀释副作用，大口炫就完了。于是就这样，顾双城将所有的养神果做成的天魂融神丹都自己吃了，师兄师姐师尊他们都吃不了，所以他只能一人独享。10多颗养神果炼制出来，最后一共是80多枚丹药，还有几枚用剩余的炼制不了的精华所凝聚的废丹。不过一开始吃的时候，这天魂养神丹提高神念的效果比较明显，一枚天魂融神丹一开始可以提高将近20到30的神念，后来越吃，提高神念的效果就越来越不明显，可能一枚就只能提高1到2米的神念了。这80多枚丹药吃下以后，顾双城的神念还从原先的157米增长到了足足445米，这个神念强度已经非常接近于筑基境后期的强者了。虽然没有一下突破500米，但是顾双城已经很满意这样的神念强度了。至少他现在炼制2品丹药凝灵丹，他可以轻松的连续炼制2炉，而且2炉还都至少有一半是2品中级的，运气好还会有好几颗2品上级的。所以在顾双城这妖孽一般的炼丹能力下，逍遥峰的几个师兄师姐的实力也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每个人都至少在自己原先的等级上往上提高了一层。其中那个一直被挨切磋的吴通，更是在这些丹药的帮助下直接提升了3、4层，达到了可以和几个师姐基本属于平起平坐的水平了。吴通对顾双城那就更感激了，因为有小师弟，现在师姐们在和他切磋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轻松打到他了，让他少了好多的皮肉之苦。当然，除了逍遥峰这些师兄师姐的实力增长，顾双城自己的实力也是有巨大的飞跃。他现在已经将所有的聚气丹都给卖了，因为凝灵丹的功效远比聚气丹药来得好，他总不能捧着西瓜不吃，去吃芝麻不是。所以顾双城每天都在凝灵丹的作用下，将灵力凝练成液态以后，再让灵根吸收，再让这些灵液去灵脉里被释放出来，这样灵脉吸收灵力的速度就比原先要快上很多。在这样的加速下，顾双城的修炼速度也是跟坐火箭一样，蹭蹭蹭的往上涨。
原本他的实力只有木灵脉被他修炼到了炼气境8层，但是现在他的全部灵脉已经都被他修炼到了炼气境10层。而之所以只能到炼气境10层，是因为到了这一层以后，顾双成发现自己的实力上不去了。炼气境最后2层，这修炼的方法好像和前面的几层不怎么一样。顾双成立马就找到了柳无双，说了这个问题。柳无双闻言以后，皱眉道：“这你不知道吗？这就是修炼的瓶颈。一旦进入修炼瓶颈，就会使得修士不管怎么努力，实力都好像无法突破。有些严重的人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卡几个月、几年、几十年，甚至有些一辈子都跳不过去。一般情况下，每一个大境界的最后2个小境界都是极为容易产生瓶颈的。有些人运气好，可能没有瓶颈，但是大部分人至少都会有一个瓶颈。当然，运气不好的人在想突破炼气境第11层的时候就会有瓶颈。”第113章五行掩天棍，可嗨嗨。柳无双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有些幽怨的顾双成，他就忍不住的咳嗽了起来，脸上也有些怪异。好家伙，这小师弟总算是有一个不妖孽和他们一样的地方了。最近他们见多了顾双成在炼丹上的妖孽，要是他修炼速度也和他的炼丹一样妖孽无比的话，他们这些人可真的都不用活了。一想到这里，他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好像这块压在他心头让他怀疑自己的天赋和实力的大山裂开了一般，有点想笑。但是人宝贝小师弟遇到瓶颈，他当然不能笑，于是就只好化笑意为咳嗽。师姐，我怎么感觉你在笑我？我刚才好像看到你的嘴巴笑了。顾双成道：哪有，师姐怎么会笑你？师姐心疼你都来不及。那柳无双板起脸，而且师弟你是5行灵根，比我们多一个瓶颈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顾双成也没有心思管这些，继续说道：那师姐这瓶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突破的？他总不能一直耗在这些瓶颈上，如果说一些等级高的瓶颈也就算了，这可是炼气境的瓶颈啊。想来他在修为上还真的是波澜坎坷，5行灵根也就算了，瓶颈也属于那种运气不好之列。柳无双毫不犹豫地说道：有。这些瓶颈当然不是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化解了，在遇到瓶颈的时候，只要吃一枚能提升境界的丹药或者灵药，就可以直接从瓶颈突破出去。比如这次我们去炼魔窟，那其中的青灵果，你只要吃上一枚，就可以直接突破1层小境界，那瓶颈不就自然的过去了？顾双成眼睛一亮，所以我现在2个瓶颈，我只要吃上2枚提升境界的丹药或者灵药，就可以直接突破这2个瓶颈，进入炼气境圆满。柳无双点点头，是的，你放心，这次我们几人一定会帮你抢1枚青灵果回来。但是青灵果一个大境界只能吃1枚，第2枚吃下去并没有作用了，所以你还有一个瓶颈需要面对。有希望就是好事，顾双成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既然这青灵果有效果，那这次去炼魔窟最好就是把3种青灵果都给抢上一些。因为按照他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后等到他突破筑基境11层、金丹境11层的时候，大概率也是会有瓶颈的，所以得提早给备着，到时候只要吃1颗就可以少1层瓶颈。不过再反过来一想，像柳无双他们只有1个瓶颈，甚至是没有瓶颈，所以只要得到最多1颗青灵果，就可以直接突破瓶颈。顾双成就感觉有一股气堵在自己的心头，真可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说起来还有10天，炼魔窟就要开启了，小师弟你准备好了吗？柳无双问道。顾双成点点头，差不多了。他早就已经有所准备，该买的符篆、该准备的丹药、药材都已经到位了，而且现在他的神通也有了不小的提升。噬生魔灵现在已经有了2个魔灵，而那5灵归元阵现在也更是炉火纯青，5行灵兽都已经有了1只小牛崽子大小，那威力自然是没话说了。至于熔岩裂的鞭，顾双成从手法上已经没有了问题，剩下的就是灵力的问题了。他的火灵力越多越充足，那么施展出来的熔岩裂的鞭也就越强。不过顾双成还有一个神通和一个功法没有修炼，这2个都是用那玄机楼好原香的储物袋中拿出来的功法玉简和神通玉简强化出来的。其中那双修功法被强化出来后，成了一本名为钟明玄竹经的功法。一开始看钟明玄竹经这几个字，顾双成还以为这双修功法被强化成为了一个正经功法了。结果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这钟明是太阳的意思，玄竹则是月亮的意思。这个功法就是类似于日月双修功法，简直比那原本的日月合璧经还要露骨，其中的双修姿势和角度也要离谱的多得多。反正自己没有双修的对象，这钟明玄竹经就被顾双成放在一边击灰了。至于另一本神通，则是那好原香所用的鞭法所强化出来的，强化后就成为了一本5行掩天棍。顾双成当时看着这5行掩天棍也是很茫然，不是鞭法吗？怎么还弄出来了一个棍法？怎么看都有些不对。后来他仔细看了这5行掩天棍以后，才发现问题，原来那好原香他们所用的幽影灵蛇鞭，其实就是按着这棍法的其中一篇改版和简化而来的。估计那创造出幽影灵蛇鞭的人，正好机缘巧合看到过这5行掩天棍的其中一部分残篇，还是其中那光讲棍法的一篇，而他又是用鞭的，所以他就按照这棍法稍稍改动，将它做成了一个鞭法，并且就这么传到了那好原香的手中。不得不说，这5行掩天棍的名字一听就很对顾双成5行灵根的情况。顾双成每次看到这本5行掩天棍，都会感慨这通天小神术就算是给自己强化功法，会不会也是按照自己所需要的实际情况进行强化的。
可虽然这棍法很适合他，但是顾双成并没有马上修炼，因为对于他来说，目前还是需要2个准备。第一个就是需要一根合适的棍类法器，还有就是他目前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修炼新的神通，目前还是以提升实力为主。等到有了合适的棍类的法器，再来修炼这5行掩天棍。他目前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试着用不灭火莲经，好好的强化一下他的灵脉。眼下顾双成已经来到了瓶颈，加上他的天魂熔神丹也已经吃完，无需再考虑那天魂熔神丹的稀释灵力的副作用了，也就是时候将自己的灵脉也锻造成为像经脉那样厚实，让自己的灵脉也可以储存液态灵力。这样一来，他虽然是炼气境，也应该可以和一些筑基境的强者碰上一碰。想到就做，顾双成毫不犹豫的就开始了尝试。炼气境10层的灵脉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小圆球的影子，只不过并没有那么圆润，更像是一颗橄榄球的模样，一头连着灵根，一头连着经脉。顾双成按照当时用不灭火莲经锻造冲刷经脉那样，开始对自己灵脉进行改造。然而几个呼吸过去以后，顾双成就有些麻了，怎么没有什么效果呢？第114章灰色液体这灵脉的冲刷和对经脉的冲刷，感觉完全像是2回事。他冲刷经脉的时候，能很明显的感知到疼痛，还有就是经脉的痉挛和明显的改变。但是在冲刷灵脉的时候，却是感觉毫无改变，甚至就连感觉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顾双成不禁有些苦涩。他思索了许久，有了一个猜测，难道是因为这灵脉本就储存灵力，所以对于这种灵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抵抗性？他越想越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可能性。那既然如此，自己应该想什么办法来锻造灵脉，让自己的灵脉也变得坚韧一些呢？顾双成不禁疑惑，用灵力不行，那就应该要用一种不属于灵力的力量。顾双成一时并没有头绪，他在自己的储物袋里翻找了一下，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灵感。也就在这个时候，顾双成就发现了那些被他装在玉瓶里的兽血。最近这段时间，他的炼体一直有被耽搁，所以这些兽血都没有被他利用起来，就一直存在他的储物袋中。眼下看到这些兽血的时候，顾双成就有了一个想法，既然灵力不能用来冲刷和锻造灵脉，那这些兽血之中的气血之力呢？顾双成说着，眼睛一亮，他准备试一下。于是顾双成当即就离开了逍遥峰，用兽血的动静太大，在逍遥峰内不合适，他还是选择去曾经那个笑月郎的狼穴。砰！随着丹鼎被取出，落在地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笑月郎的狼穴中，顾双成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尝试。他将大量装着兽血的玉瓶拿了出来，这些兽血很大一部分都是他上次在万河沼泽收集的。顾双成将所有的兽血都倒入了丹鼎之中，将丹鼎塞了一个满满当当，然后在下面开始灼烧丹鼎。丹鼎的温度逐渐升高，里面的兽血也开始沸腾。顾双成一把将自己衣服褪去，然后猛地跳进了这丹鼎之中。随着结血断金身的功法运转，立刻隐隐的就有一丝丝的气血之力从丹鼎之中的兽血里被抽离了出来，进入了顾双成的体内。上一次顾双成是用这些气血之力重塑骨髓，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将这些气血之力引入骨髓之中，而是将其引入了自己的小腹处。顾双成最先选择的就是火灵脉。在气血之力汹涌的轰向灵脉之前，顾双成在嘴中喃喃，也不知道这气血之力和灵脉的碰撞会怎样。他念叨完，那汹涌的气血之力就将那火灵脉冲破了。我操！顾双成原本平静的脸瞬间扭曲，甚至他本就因为高温而有些红彤彤的脸也变成了紫红色，脸上的无数青筋都高高的凸了起来。灵脉被冲破这件事情本身的痛楚和那骨髓被重塑应该是差不多的，其中比较难的是当他的灵脉被冲破以后，火灵脉之中的灵力顺着这些缺口就喷了出来。外面的皮肤承受着丹鼎内受血的高温，体内又承受着火灵力四处乱窜的高温痛楚，顾双成感觉自己都要被疼疯过去了。关键他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干预那些灵力，或者说他根本干预不过来。草率了，顾双成龇牙咧嘴说道。不过很快他的面色再次坚毅起来，既然这局面已经有些乱了，那就不如让他再乱一点，说不定还能出个奇迹。顾双成说着一咬牙，直接再次运转结血断金身的功法，然后将更多的气血之力从兽血中抽了出来，朝着那边上的水灵脉轰去。轰！随着水灵脉被冲破，水灵力也从水灵脉中出来，在顾双成的体内横冲直撞。不过水灵力的出现倒是减轻了一些顾双成被火灵力灼烧的痛苦。顾双成没有停下，依旧是照葫芦画瓢，继续将木灵脉、土灵脉、金灵脉全数都用气血之力冲破了。5种灵力就这样在顾双成的体内乱窜，将顾双成的体内弄得残破不堪。心脏之中，那一个结血断金身的主炉正在疯狂地将兽血之中的生机输送到顾双成的经脉之中，开始修复和重塑经脉的缺口。可那5种灵力却是越来越狂暴，顾双成一开始还可以咬牙坚持，可随着时间的推迟，他也逐渐的开始坚持不住了。甚至如果从外面看的话，此时的顾双成眼睛都已经开始有些泛白，那是即将要疼晕过去的前兆。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忽然那通天小神树颤抖了一下，一滴灰色的液体从通天小神树的树根里被甩了出来。那液体直接来到了顾双成的小腹处。随着这液体出现，顾双成体内那些狂暴的灵力瞬间就安静了下来，顾双成体内的疼痛感也是瞬间消失。这突然的发生的变化，让的顾双成忍不住的就留心起了自己体内。
当看到丹田之中那一滴灰色的液体时，顾双成很是困惑，这是什么东西？通天小神树的树枝吗？也许是因为听到了顾双成的质疑，那一滴灰色的液体想要证明自己。只见那液体竟然开始旋转了起来，然后它就好像一个元首一样，将那些散逸在顾双成体内的所有灵力都召唤了过去。那些灵力到了这灰色的液体周围以后，也就立刻跟着那液体开始有规律的旋转。关键是这些灵力在旋转了一段时间以后，互相之间竟然开始融合，原本的五行属性都消散了，成为了一种隐隐带着灰色的灵力，然后就停留在了那灰色液体的周围，好像是在等待顾双成的指令。顾双成意念一动，将这些灰色灵力牵引了一部分来到了自己的火灵脉中，然后这些灰色的灵力瞬间融入了红色的火灵脉之中。顾双成看了许久，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错觉，总感觉这灰色灵力看似融合了进去，实则和那些火灵力还是有一些的区别。不过眼下他也没有过多的思索，只要能将那些暴动的灵力给解决，就是好事。等到顾双成将所有的灵力都牵引到了各个灵脉之中以后，那滴灰色的液体，通天小神树的树根延伸了过来，将那滴灰色的液体给吸了进去。顾双成不禁有些舍不得，这液体可是个好东西啊，竟然可以镇压住体内暴动的灵力，要是可以长期给自己该多好。可这个时候，他明显的看到那通天小神树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变得萎靡了许多，而吸收了这滴灰色液体之后的通天小神树，它就恢复了很多的生机。于是那原本想讨要这滴灰色液体的顾双成有些开不了口，这灰色液体对于通天小神树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他改而用意念对那通天小神树说道：小神树，下次我要锻造灵脉的时候，你的这个液体再借我用用，可以吗？第115章3级妖兽精血。通天小神树的树枝上下颤抖了一下，像是在点头。顾双成放下心来，有了通天小神树的这灰色液体的帮助，他下一次就可以尽情的重塑灵脉了。这个时候，他的灵脉中刚才被冲破的地方，也已经在那结血断金身的生机帮助下恢复的差不多了。顾双成仔细感受了一下，这一块重塑的地方比原先的灵脉的确要厚实的多得多，而且灵脉壁也是变得更有韧性。有用，这个气血之力重塑还的确是可以将灵脉也增强。顾双成大喜，看来他需要多斩杀一些妖兽，获得兽血，从而来帮助自己增强灵脉了。不过去哪里搞这么多兽血，又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毕竟每次运转结血断金身都需要不少的兽血才行，而靠他自己一个个去猎杀妖兽，还真的是又费时又费力。顾双成想到了自己的师尊和师兄师姐们，但是一旦和他们说，可能就又要面临各种解释。要不去问问那西门商会的刘管事吧，看他有没有方法帮我弄到大量的兽血。顾双成还是想到了刘管事，他出了洞口，操控着飞行纸鹤，朝着西门商会青云门的分店而去。啥？你要这么多兽血干什么？还是1级妖兽的兽血，这有什么用？刘管事得知顾双成此行的目的以后，看着顾双成的目光都有些变了，那模样都感觉像是在看一个邪修。顾双成没有解释，随口编了一句：我炼丹要用，这是我师父传我的一个方法。哦，刘管事瞬间哑火，不管再多的问题，一牵扯到顾双成口中的师父，他就会熄火。刘管事沉思了一下道：惊鸿小友，这1级妖兽的兽血我们还真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有高级妖兽的精血，你要不要？这高级妖兽的精血稀释一下，说不定可以获得和1级妖兽的兽血差不多的效果。这个问题倒是把顾双成给问懵逼了，他好像的确没有想过这一茬子。不过仔细思索，好像这应该也是可以尝试一番的。于是他对那刘管事说道：行，那你有什么高级妖兽的精血？我们店里正好就有一份3级妖兽金刚镇月熬的精血。3级妖兽，顾双成一开始心里也有些发怵，毕竟3级妖兽那可是类似于人类的金丹强者的水平了，他们的精血所蕴含的气血之力也绝对不会是小数目，会不会到时候把自己给撑炸了？但是眼下炼魔窟之行在即，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也只能拿着3级妖兽的精血试试了，希望这些精血稀释之后可以足够他将灵脉给塑造出来。顾双成这样想着，对那刘管事说道：行，那我就买这个吧。刘管事出去将一个玉瓶拿了进来，3级妖兽精血，售价是35万下品灵石，我们给你优惠价格30万下品灵石。顾双成嘴角抽了抽，妈的，这么贵，一个2品的法器也就20万下品灵石，这3级妖兽光是精血竟然就要30万。他全身上下的所有灵石，加上他卖丹要赚的，包含那些他收缴而来的储物袋里的灵石，一共也只有20余万下品灵石。虽然那刘管事表示可以让顾双成先拿走用，但顾双成还是本着能不欠人情的时候就不要随意欠人情。他拿出了自己储物袋里的一些宝物进行交换，勉强凑到了30万下品灵石，买下了这3级妖兽金刚镇月熬的精血。从西门商会出来的时候，顾双成都感觉自己又一次一贫如洗了。哎，钱是好东西啊，人人都需要，少一点都不行。顾双成忍不住地感慨了一句，转头他又来到了那笑月郎的巢穴，准备继续结血断金身，锻造自己的灵脉。那3级妖兽金刚镇月熬的精血乃是呈淡淡的金色，玉瓶里大概是20余滴的精血，顾双成不敢多用，只滴了一滴进那丹顶之中，仅仅是一滴，就让整个丹顶内的液体都呈现出了一种耀眼的金色。浓浓的气血之力顺着丹顶的热气直冲而上，让上方的顾双成整个人都觉得暖洋洋的。看起来效果应该会不错。顾双成喃喃道，脱下衣服直接就跳进了丹顶内。烫，太烫了。
一进丹顶的顾双城就感觉到这黄色的血中传来的滚烫热意，他立刻按照原先同样的方法运转结血断金身。这一次，结血断金身从丹顶的兽血之中所吸取出来的气血之力，竟然都是隐隐带着金色的。磅礴的力量涌入顾双城的小腹，将他的灵脉搅得不成样子。但是有通天小神术提供的那滴液体在，顾双城的体内灵力并没有乱窜，反而是井井有条。1个多时辰后，这一滴3级妖兽金刚阵月熬的精血也已经被顾双城吸收完毕，而顾双城的灵脉也在这样的威力下被重塑了许多，至少也是上一次的足足2到3倍有余。看起来这样下去，等到参加炼魔窟前，我完全可以将我的灵脉全部重塑完成，到时候我也就可以不停地凝练液态的灵力了。顾双城预估了一下，很是满意的说道。而就在顾双城这边正一心一意地提高自己，让自己不停变强的时候，大梁皇朝皇城的一处大宅，宅子大门高挂一块牌匾，上方写着公主府3个大字。一身白衣的林清言正在翻看手中的名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身上，白衣之上所镶嵌的金线泛出金色的光彩，给人一种金光粼粼的感觉，也使得这林清言增加了几分的贵气和威严。他一个炼气境的，怎么也要去那炼魔窟凑热闹。林清言手上的正是大梁皇朝各个势力递交上来的要去参加炼魔窟的汇总名单。大梁皇朝的皇帝每次都将炼魔窟的事情交给自己的子女去处理，今年正好就轮到了林清言他来处理。一般这名单他作为总负责人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关注，直接交给下面的人去核对就可以了。但林清言还是鬼使神差的将青云门交上来的名单好好的看了一下，自然也就在其中发现了顾双城的名字。公主，今年因为炼魔窟中有青灵果，所以各方势力都是势在必得，不管是炼气境的还是筑基境的，都争先恐后的要去参加此次的炼魔窟。一边的下人还以为公主是在问他，连忙小声解释了一下。林清言没有说话，将那名单交回给了那下人，示意他可以走了。那下人一走，一个少年就屁颠屁颠的跑了进来。姐，听说这次的炼魔窟里有不少宝贝，好多皇兄皇帝他们都去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第116章林清言的叮嘱不让你去，是因为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林清言在那少年的头上点了一下，那少年正是林清言一母同胞的弟弟林宣明。皇宫之中总是波谲云诡，特别是后宫之中，全凭手段不讲良心。林清言的母亲在生下林宣明这个儿子以后就被人记恨，他们想要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毒死林宣明，结果那毒丹却是不小心被下错，没有将林宣明毒死，反而是将他们的生母毒死了。这也导致林清言和林宣明很小的时候就只能互相依靠，在这危机四伏的皇宫中寻求生路。等到后来林清言有了一定的能力，才被赏赐公主府，搬出皇宫。这些年林清言自己努力修炼的同时，也是将林宣明保护得很好。如今的林宣明在各种优异的丹药供养下，也已经有了筑基境2层的实力。姐，你就让我去呗，他们都去了，就我不去，以后出门我都得被他们笑死。林宣明很是不甘心的对林清言撒娇道。林清言揉揉自己的额头，你以为炼魔窟是去玩的吗？那边到处都是危险，有妖兽的危险，有魔族的危险，还有来自于我们人类修士的危险，总要让我出去见识见识吧。林宣明苦涩道。被林宣明这样一说，林清言稍稍愣了一下，反应了过来，自己好像的确是把弟弟保护得太好了，生怕他有什么危险，这样的孩子又怎么会有好的长进。他稍稍沉思了片刻，就对林宣明说道，那也行，不过有一个条件，我会从府中挑选几名筑基境强者随你一起去，你得听他们的话，不得乱跑，不然我就不让你去了。林宣明一听自己可以去了，激动的不行，别说一个条件了，就是100个条件他也认了。对了，青云门有一个叫做顾双城的，这次应该也会去参加炼魔窟，他帮过我，你这次去见到他有危险的话，就帮帮他。林清言又开口说道。好嘞，没问题。林宣明正在高兴头上，对林清言的话也没有刨根问底，直接应了下来。不就一个顾双城吗？有老姐你帮我挑的人保护，就算是有10个，我也可以罩着他。别给我贫嘴，你最近好好修炼。林清言又在林宣明的头上点了一下。转眼几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天早上，苏艳茹早早的就来到了顾双城的屋子。小师弟，苏艳茹从自己的储物袋中拿出了几个阵盘，交给了顾双城。这个是防御阵，你在炼魔窟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阵盘，一般的2级妖兽或者说筑基境的修士都无法一下子打穿这个防御阵，可以给你提供比较好的防护。还有这个是屏蔽阵，用了这个阵法，你就会被保护起来，别人一下子都无法发现你，能将你隐藏起来。最后这个是迷阵，放在别人的必经之路上，可以将人给困住。但是对炼气境是一定管用的，筑基境则是随着修士的实力越好，效果越差，所以你要有点打算。顾双城看着苏艳茹递过来的3个阵盘，原来苏艳茹一早上来找自己是为了给自己送阵盘过来的。而且听苏艳茹的介绍，这3个阵盘的实用性很大，很适合她在炼魔窟使用。顾双城心中有些感动，收下了3个阵盘，那就多谢师姐了。看着苏师姐给自己的阵盘，又想到自己最近忙于提升自己的实力，天天在笑月郎朝学用兽血断身，一点都没想着给师兄师姐们炼制一些丹药，给他们带着防身，还真的是有些不够义气了。正好他的储物袋中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药材，于是他连夜炼制起了丹药，主要就是一些解毒丹和一些疗伤丹、恢复灵力的回灵丹等等。
这些都是一级丹药为主，顾双成一口气炼制了4、5炉，才把自己的神念都消耗光。他炼制完丹药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董木已经在外面号召大家准备出发。顾双成伸了懒腰走了出去，将这些炼制好的丹药分发给了大家。董木看着不禁连连点头，自己这小弟子可真的太厚道了。他吩咐道：“你们几个去了炼魔窟，第一要紧的就是赶快找到你们小师弟，好好的保护他，知道了吗？”柳无双他们看着手上还热乎的丹药，再看顾双成疲惫的神态和黑眼眶，感动的不行。特别柳无双眼睛都红了，他都感觉小师弟对他们就跟师尊对他们一样好。放心，谁想要对小师弟不利，就先从我的身上迈过去。柳无双斩钉截铁地说道。行了，都收拾收拾，准备出发。董木看了看天色说道。所有参加炼魔窟的弟子都是需要到青云门的任务堂那边集合，乘坐宗门的飞行法器前往炼魔窟。等到顾双成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场面的宏大。青云门内门一共24封，此次因为报名参加的人太多，所以最后限定名额为每一封出20人，还有执法堂也出了20人。再加上青云门的门主、副门主的亲传弟子，光是青云门此次参加炼魔窟的人数就多达500人以上。顾双成看到此时的天空之中有一艘巨大的船形法器穿云舟，正悬浮在任务堂的上方，船头上站着3个人，正是护送他们前往炼魔窟的3名长老：龚长老、剑修刘长老和炼丹师唐长老。此时那龚长老看着下面人已经差不多了，按着各封的名字和顺序开始报名。现在我报到一个封，该封弟子就上船。说完，龚长老就开始报封名：花城封、赤岩封。基本上所有封都是20个人去满的。3位长老也没有细细的点人数，只是大致看了看，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弟子在外面历练，可能就直接前往了炼魔窟那里。再加上每个要进炼魔窟的人都得拿着一颗发下来的玉简，才可以安心进入炼魔窟。那玉简是他们出炼魔窟的工具，如果没有这颗玉简，进去的人可能就要被一辈子关在里面了。逍遥峰。龚长老报到逍遥峰的时候，目光冷冷地扫了下来，在董木和他身后的弟子身上深深地看了一眼。走吧，祝你们一切顺利。董木道。于是逍遥峰的5个人就这样起身前往了那悬浮在半空之中的穿云舟。然而就在此时，一阵阵嘲笑声竟然从下方传了过来。哈哈，才5个人竟然也去炼魔窟送死。第117章打赌他们的封主是个废物，教出来的弟子自然也都是一些废物了。顾双成等人回头望去，声音主要就是来自龚长老的东珠峰弟子。那龚长老的孙女龚荣正带头嘲笑着他们，其中那龚荣更是嚣张的笑得前仰后合，那模样就好像已经看见顾双成他们逍遥峰的所有人都死在了炼魔窟之中一样。顾双成转头过去，那龚荣正好就看和顾双成的目光交错。这一瞬间，他就想起了自己竟然在顾双成的面前被露出了大腿，一时间有些气愤上头。他盯着顾双成冷笑道：“没想到你修为进展还挺快，现在都已经炼气境10层了。不过我们其余峰去的基本就是筑基境强者，就算是有炼气境的，我们也肯定是去炼气境的圆满的修士的。在那炼魔窟中，炼气境修士能活着出来也就1成的概率。那像你这种圆满都摸到的废物，能活着出来的概率，哈哈哈，应该是不可能出来吧？”龚荣，你在说什么？柳无双皱眉，沉声质问道。龚荣丝毫不惧，我这是在是为你们好，毕竟到时候你们这个小师弟死了，你们应该也会很难过的吧？龚荣说着，哈哈大笑起来。然而他的笑声没有持续多久，忽然啪，清脆的一声响了起来。龚荣的笑声也是在这一瞬间戛然而止。他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忽然出现的柳无双，紧随而来的是龚荣歇斯底里的惊叫：“你竟然打我！”柳无双淡淡道：“你骂我们可以，唯独不能骂我们小师弟。这次只是巴掌，下次就是我的枪了。”说完就跟没事人一样，继续朝着那天上的穿云舟飞去。整个周围都是极为安静的，没有一个人开口说什么，基本都是不敢置信的看着逍遥峰几人的背影。你们还看着干什么？还不赶快把这柳无双给打死！我要他死！龚荣捂着自己有些高高肿起的脸颊，看着自己身边还无动于衷的东珠峰弟子，立刻大喊了起来。他周围那些人纷纷无奈说道：“师姐，我们打不过那柳无双啊。”“是啊，师妹，除非大师兄、二师兄他们在这里，否则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可惜大师兄、二师兄在外面做任务，直接去炼魔窟了。”龚荣看着这些无奈妥协的家伙，心知靠他们是不行了。他抬头看着那穿云舟上的龚长老，很是委屈的说道：“爷爷。”龚长老见状，直接从船上下来，将柳无双给拦截了下来，道：“柳无双，道歉。”柳无双被拦下，也丝毫不慌：“我何错之有？为什么要道歉？你动手就是你不对，你如果不道歉，那就休怪老夫逼你认错了。”龚长老说着，抬手就朝着那柳无双压了过去。瞬间，金丹境的威压压在了柳无双的身上，使得柳无双等人面色一白。这时，一声暴喝传来：“老匹夫，老子的徒弟也轮得到你动手！”董木见柳无双吃亏，直接杀了过来，一剑就朝着龚长老斩去。“老匹夫，看老子今天把你脸上的痦子都打扁！”两个人眼看着又要打起来，那唐长老和剑修刘长老连忙飞了过来，一人一个将他们俩拦开。这么多弟子都看着呢，别冲动，别冲动。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小辈之间打打闹闹，还是炼魔窟的事情要紧。被拆开后，龚长老还不忘记嘲讽一番：“
哼，你们逍遥峰每年在炼魔窟所获得的魔晶，不过是我们东珠峰的零头24峰，就你们逍遥峰次垫底。董木，你嘚瑟什么？要我是你，早就羞得不敢露面了。说着，宫长老眼睛一亮，计上心来，高声对董木说道：“董木，今天的事情我也不和你计较。既然大家都去炼魔窟，我想和你逍遥峰打个赌，不知道你敢不敢和我赌？只要你们逍遥峰这一次在炼魔窟中获得的魔晶能超过我们东珠峰的一半，我就算你们赢。”董木一开始想要拒绝，但是下一秒，宫长老拿出的东西却是让董木眼神一凝。他转头看向了顾双城，就发现顾双城的眼中透出了浓浓的渴望，因为宫长老拿出来的竟然是一个3品下法器，而且还是一个丹鼎。要知道，顾双城可不就需要一个丹鼎吗？呵呵，我这正好前段时间弄到了一个丹鼎，3品下级的法器，我又不是炼丹的，所以拿出来当个彩头，不知道董木你敢不敢赌？只要你们赢了，这丹鼎就是你的了。宫长老淡然地说着。其实宫长老也是打着一个算盘，这丹鼎他们逍遥峰肯定用不上，所以董木也肯定不会为了这个丹鼎和自己赌。只要董木不敢和自己赌，那他就可以当众取笑董木，嘲笑他连这么一点胆气都没有。然而下一秒，让宫长老没有想到的是，那董木竟然豪爽地应了下来，行，我同意。宫长老脸色一变，好家伙，他可压根没想过这董木还会同意。可事情已经架在这里了，他也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了。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想办法阻止董木道：“那你输了怎么办？难不成你想要空手套白狼不成？我看要不这样，如果你输了，那么你的那柄青钢剑就是我的了，如何？反正都是3品法器。”柳无双等人纷纷色变，师尊，千万别和他赌，你的青钢剑是你费尽心思才获得的，而且你的青钢剑可是3品中级，和他这个3品下级的换，明显吃亏啊。是啊，师尊，这宫长老明显就是在挖坑陷害你，我们逍遥峰去的人数都不到他们的一半，这怎么比？只是那董木却是有自己的打算，目前他已经卡在这金丹境很久了，就算是拿着这柄剑，他可能也要难有所作为了。可要是用这柄剑换一个好一点的丹鼎，说不定顾双城就可以炼制出更高级的丹药来。到时候他们逍遥峰的实力也就更强了，而且不是一个人强，是他们全峰的人实力都可以增强。更何况前段时间他得知他的大徒弟，也就是顾双城他们的大师姐，在实力上又有所精进，说不定在炼魔窟中会有超强的表现。这样算起来，好像也是一个划算的事情。于是董木决定赌一把，行，我和你赌了。第118章抵达炼魔窟。听到董木的话，那一边的唐长老和剑修刘长老都是微微惋惜。完了，这董木上头了，这下要损失一把青钢剑了。刘长老摇头道。唐长老面色稍微平静一些，只是很客观地分析道，以现在逍遥峰的实力，想要达到东珠峰的一半还是很悬的。而那宫长老则是心中一喜，好家伙，没想到自己这随便激了一下董木，人家还真的就上套了。这样一来，岂不就是董木白给自己送了一柄3品法器？而且这董木本身就没有多少好武器，这把3品青钢剑是他一直用到现在的宝贝，如果没有了青钢剑，董木的战斗力势必要暴跌，到时候他说不定都可以打得过董木。想起来天下竟然还有这种好事。好，当着咱们青云门这么多长老和弟子的面，你董木亲口答应和我打赌，如果你们逍遥峰这次炼魔窟之行所获得的魔晶数量不如我们东珠峰的一半，那么你手中的青钢剑就是我的了，反之我手中的丹鼎就是你的。请青云门各位长老和各位弟子给我们作证，谁若是违背承诺，谁就被万人所不齿，被心魔缠身。下面一众人都没有开口说话，两边的人他们谁都不想得罪，只有执法长老应了一声，呵呵，老夫我可以作证。宫长老见有了台阶，立马爽朗一笑，哈哈，好，那我就等着所有人从炼魔窟出来了。他还朝那董木说道，准备好你的青钢剑。说完就起身回了那川云州，路过柳无双等人的时候还不忘冷哼一声，那模样可以说是要多嚣张就有多嚣张。顾双城看着这一切，看着那宫莲，看着那宫长老，眼中有浓浓的杀意。这两个人有点过分了，不过一个长老而已，就真以为青云门是他们的了。边上吴通愤愤说道，宫长老他们也就敢针对我们逍遥峰而已，有本事他们去针对赤炎峰。打败过宫长老的可不止我们师尊。顾双城没有说话，这不就是人的本性吗？欺软怕硬，他们逍遥峰的底蕴弱，加上他们董木为人正直，不喜欢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也不喜欢主动的去针对别人，自然就会在很多时候陷入被动。现在最好的破局方法，那自然就是他们逍遥峰的几个弟子争气一点，在那魔晶的数量上赢过他们东珠峰。不过顾双城皱眉问道，魔晶是什么？他听他双方的话都是围绕着魔晶来算的，可这魔晶又是个什么玩意？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于是顾双城也懒得去翻找玄天万象录了，直接就开口问了出来。吴通想要解释，却被苏艳茹抢了先，这魔晶就是那魔族特有的，我们人族修炼到了筑基境之后就会形成丹田，里面是液态的灵力。但是他们魔族修炼到类似于人的筑基境的时候，就会出现魔晶，这魔晶是在他们魔族的大脑之中，所以在炼魔窟之中，如果遇到魔族，光是将他的四肢躯干打碎，那是没有用的，需要将他的脑子轰碎，将魔晶取出，才算是真正的击杀魔族。这些魔晶在收集回来以后，都是可以用来在宗门兑换积分的，而且哪个宗门的魔晶越多，那么大梁皇朝也会相应的给哪个宗门一些奖励。一边柳无双补充道，魔族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中的最低等的就是猎魔，猎魔就有我们人族炼气境那么强大，而猎魔一旦凝聚出魔晶，就成为魔族，魔族也就是我们人族筑基境强者的实力了。要区分猎魔和魔族很简单，就只要看他的眼睛，魔族的眼睛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银色光点，而猎魔的眼睛是纯黑的。顾双成闻言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几个人说话间就已经走上了那穿云舟。已经在穿云舟甲板上的人看着柳无双等人，都是神色复杂，或惋惜，或同情，或欣赏。穿云舟的甲板非常大，顾双成都感觉这里完全可以容纳近几千人。在他们上来后不久，东珠峰、执法堂的弟子们也都陆续走了上来。幸好柳无双早有预料，提前带着顾双成他们来到了穿云舟的另一侧，他们才免于和宫荣等人碰上，防止双方发生冲突。等到人齐，3名金丹长老飞身上了穿云舟的控制大阵，将灵力输入大阵的阵眼后，那大阵就立刻开启，穿云舟猛地颤抖了一下，然后迅速地朝着远处激射而去。那速度比飞行纸鹤快了不知道多少倍，大约行驶了足足5-6个时辰，穿云舟缓缓地停了下来。顾双成往下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为荒凉的地方，像是一片荒芜的戈壁。只不过明明是戈壁，竟然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充满着森然的冷意。此时，在这片戈壁滩中，顾双成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人。都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黄，有的青，但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各自宗门的道袍。前往炼魔窟，大家基本都是穿着自己宗门的道袍，方便识别。青云门弟子下舟。随着宫长老的喊声，那原本笼罩在穿云舟上的一层透明薄膜瞬间就被打开，所有人有序从穿云舟上下来，在这戈壁上找了一处地方歇息。至于宫长老他们3名金丹长老，自然不可能和他们这些弟子待在一起，而是腾空而起。顾双成抬头看去，才发现在天上竟然还有一个巨大的平台，应该也是一个类似于飞行法器的东西。随着宫长老他们上去，就传来了几道响声。哎呦，老刘，这次青云门是你来护送啊？唐长老，好久不见，最近可好？看来上面应该就是金丹境长老们的社交平台了。不过顾双成前后左右看了许久，愣是没有看到一个炼魔窟的入口。照理是炼魔窟的话，怎么这也得有个入口才行啊？还不等顾双成提问，那柳无双正好看见了顾双成的一脸困惑，上前笑着解释道：“双成，你是不是在奇怪这地方一点都没有炼魔窟的样子？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炼魔窟的入口，只不过现在大阵还没有被打开，等到入口被打开，我们站在大阵之上罢了。”顾双成恍然点点头。也就在这个时候，又一架飞行法器急速驶来，在大家的面前停了下来。在这飞行法器的上方还刻着2个大字：玄机。想来就是玄机楼的人到了。顾双成立刻目光盯着那玄机楼飞行法器上下来的人，很快他的目光就盯在了一个人的身上。南一峰。第119章大师姐叶增柔。此时那南一峰的背上还背着那柄他从拍卖场拍回来2品法器霸月刀。顾双成看着那霸月刀上的木纹碎片，咽了一口唾沫。这次来参加炼魔窟，夺取一些青灵果实目的，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霸月刀。一定要想办法从那南一峰的手中拿到这霸月刀，让通天小神术可以变得更加强大。哟，你们青云门的人来的还挺早。南一峰一眼扫过来，正好就看到了青云门的修士，嬉皮笑脸的说道：“希望你们可以早早的把脖子给洗干净，这样我的霸月刀配合我的地阶神通，应该可以很快就砍下你们的头，让你们少点痛苦。”他的边上，玄机楼的弟子们都是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南一峰，你真以为你有地阶神通就天下无敌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然后2个人影飞速而至，来到了青云门这些人的面前。2位师兄，你们来了！宫荣看到这2人，立刻惊呼一声。这2位是东珠峰宫长老的大弟子和2弟子，都是筑基境圆满的存在，离突破金丹只有1步之遥了。顾双成的边上，柳无双轻声的说道。顾双成不禁奇怪，这东珠峰的实力怎么相差这么多？大师兄、2师兄是筑基境圆满，可其余弟子连筑基境后期的都很少见。柳无双解释道，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东珠峰如此，在咱们青云门内门的很多峰都是如此，因为培养一个金丹需要的资源相当的庞大，而一旦培养出一个金丹，那对于各长老在青云门的势力是有极大好处的。所以他们只能牺牲一部分弟子的资源，全力把其中几个尖子培养上去。只有我们逍遥峰师尊把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很重要。正在顾双成和柳无双说话的时候，那宫荣也是和他的2位师兄说着些什么，一边说还一边对顾双成他们这边指指点点。大概几分钟后，那2人就走到了逍遥峰几人的面前。柳无双，你打了我宫师妹。其中一个身材较胖的开口说道。这个人就是宫荣的大师兄，名为顾炳春。柳无双淡然道，宫荣的嘴巴太不干净，没人教育，我帮你们教育一下。顾炳春脸上的肉抖了一抖，面露凶狠道，我师妹还轮不到你来教育，你给我师妹道个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否则我可以让你尝尝沙包大的拳头，相信我，你不是我的对手。还不等柳无双回答什么，一声娇笑声隐隐约约的传了过来。哥，那不如让我来看看你沙包大的拳头有多厉害吧。然后一个身材极为火爆妖娆、面容姣好的女子骤然出现在柳无双的身边，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子浓浓的香味，看来这女子的身上佩戴了许多的香囊。师姐，苏艳如第一个反应过来，惊呼一声就跳了上去，抱在那女子的身上。
小师弟，这就是我们的大师姐叶增柔。吴通凑到顾双成边上说道。顾双成忍不住的多打量了2眼，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师姐，一直都是听说有一个大师姐。顾秉春，你的沙包大的拳头呢？那叶增柔先没急着和身后的师弟师妹聊天，而是对那顾秉春说道，快让我看看，我好让你的拳头变成鸡爪子。然而那顾秉春刚刚拿起手，就发现自己的手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漆黑，而且此时他的手还在以极快的速度继续变黑，甚至开始往小臂上延伸上去。靠，我的手怎么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毒？顾秉春惊呼一声，立马开始屏息运转灵力逼毒。顾秉春将毒逼出以后，他的手才恢复原先的颜色。不过他看着叶增柔的目光多了一些提防，这该死的女人下毒的水平又提高了，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在自己的身上下了毒。呵呵，你们确定还要站在这里吗？要不要我帮你在第3条腿上下点毒，让你尝尝酸爽的滋味？那叶增柔说着，舔了舔红唇。疯子！顾秉春感觉自己的裆部有点寒凉，忍不住夹紧大腿，你们给我等着，进了炼魔窟，我一定让不会放过你们。咯，好呢。叶增柔丝毫没有被顾秉春给吓到，咯笑着，还准备伸手去搭人家的肩膀。那顾秉春侧身一躲，看似冷静，实则灰溜溜的回去了。叶增柔将东珠峰的人赶走以后，这才转头看了看后面的顾双成，这就是我的小师弟吧？哟，真可爱，快让姐姐好好看看。他的脸都快要贴着顾双成的脸了，顾双成都感觉他鼻孔里出的气都吹动了自己脸上的汗毛。一向自觉在女人面前比较稳重的他，也难得的耳朵红了起来。咯，小弟弟害羞了还。叶增柔又一次咯笑了起来，然后拿出一枚丹药递给顾双成，小弟弟，姐姐第一次见你没什么好东西，这丹药你吃了吧。顾双成接过丹药，心中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这叶增柔不叫自己师弟，而是喜欢叫自己弟弟，多谢师姐。哎，别叫我师姐，叫我姐姐。叶增柔又用手在顾双成的脸上轻抚一下，哦，谢谢姐姐。顾双成被这叶增柔的热情弄得有些颇不自然，吃了吧，这丹药对你有好处。叶增柔说完，起身跟吴通打起了近乎。顾双成没有犹豫，将那丹药直接就塞进了嘴里。他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已经让通天小神树在体内做好了准备，将那丹药第一时间就都吞走了。而顾双成不知道的是，那正在和吴通说话的叶增柔正用眼角的余光瞥向他这里。当他看到顾双成一口就将丹药吞了进去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了一些笑容，那是一种被信任的自豪感。他还以为这顾双成会因为自己是一个毒修而对自己给的丹药提防万分呢。这小弟弟还真不一样。这样想着，正在和吴刚说笑的叶增柔眼中竟然泛起了一些红润。作为毒修，身边人的信任才是他这辈子最难迈过去的坎。咣咣咣！忽然一阵响亮的钟声响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那天上的平台缓缓地降了下来。时辰已到，开炼魔窟。第120章击杀猎魔平台上，一道女人的声音传来，紧随其后的是10多名金丹修士飞身而起。所有人合力将灵力输入那平台之中，那平台越来越亮，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图案。那灵力图案从平台激射而出，射入地面，瞬间地面犹如海面的波浪一般，开始剧烈的起伏，那地上的沙砾石子也全部都被震飞了出去。所有人脚下的大地在颤抖之中变得透明起来，犹如一块玻璃一样，露出了底下那有些灰蒙蒙的环境，既黑既白的。等到地面不再波动颤抖，那平台之上再次传来一道女声，所有人将灵力输入你们手中的生死玉简，就可以进入大阵，切记，你们手上的生死玉简只能在里面待半年。半年后，生死玉简就会失效，到时候你就算是想出来，都出不来了。诸位大梁栋梁，进入炼魔窟，希望你们不要内斗，齐心协力，斩杀更多的魔族，护我一方太平。顾双成听着这声音，总感觉有些耳熟，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一样，不过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这时，他看到身边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生死玉简，随着灵力的输入生死玉简，瞬间一个灵力光膜笼罩在人的身上，原本隔绝的大阵，也好像失去了阻拦的作用一样，将人直接包裹了进去。瞬间一个人就消失在了原地。小师弟，进去以后小心啊！逍遥峰的师兄师姐再次叮嘱了一声顾双成以后，也都激活了自己的生死玉简。顾双成也紧随其后，将手中的生死玉简激活，消失在了原地。一阵白色的恍惚感传来，顾双成感觉自己好像被丢在了一个巨大的箱子里，被甩来甩去。等到平稳下来以后，他睁眼一看，就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灰蒙蒙的世界。这地方也有山，也有水，也有草木，唯独没有月亮，也没有太阳，就好像进入了一幅水墨画一般。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这里有特别浓郁的灵气。不过在灵气之中还混杂着一种奇特的物质，想必应该就是魔族用来修炼的魔气了吧。顾双成贪婪地吸食了一口灵气，自从上次被天地原液强化了灵根，现在他也是可以吸收灵气的人了，虽然少了点，但有总比没有要好不是？咔嚓，顾双成没走几步，忽然就感觉自己踩到了什么，低头一看，发现这地上竟然躺着一副骷髅，看这样子应该是人的尸骨，只不过这一副骷髅并不完整，有些骨头散落在其余的地方。特别那头颅上，顾双成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大洞，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吮吸过一样，应该是被魔族击杀的修士吧。顾双成喃喃一句，就连忙继续往前走。
虽然有宗门提供的地图，上面也标注了一些宝物的位置和魔族军队的位置，但是因为炼魔窟很大，而且每次进入的地方都是随机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估计要走到了一些明显的标志物的地方，才会知道自己的位置所在。顾双成只能小心翼翼、漫无目的的边走边寻找周围有没有什么好的药材、灵植。当然，他的左手上捏着一张2品圆满的防御符篆，右手中握着一张2品圆满的攻击符篆，随时准备应对到来的危险。大约向前走了1公里，顾双成都没有发现有任何人的踪迹。也就在这个时候，顾双成忽然转头看向了左侧，在那里，他竟然看到了一株含金草。这含金草可是好东西，有增加人寿命的奇效，如果当做药材的话，是可以用来炼制3品丹药延寿丹。一个修士一辈子只可以吃1次延寿丹，吃1次就可以延长修士将近10年的寿命。因为延寿丹是一种比较罕见的丹药，所以顾双成并没有延寿丹的丹方，可这也不妨碍顾双成想要摘下这含金草。万一自己以后有丹方了，岂不是就可以炼制了？更何况这含金草拿去卖也可以卖出一个好价格。顾双成当即向左侧摸了过去，准备去摘那含金草。含金草的附近他都看了，没有水域，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妖兽生活的气息，应该就是一株野生的含金草。顾双成小心靠近，可在距离那含金草还有40米的时候，忽然顾双成感觉自己体内的通天小神树竟然猛烈的震颤了起来。顾双成瞬间心中警铃大作，他立马停下脚步，准备好好的观察四周的环境。也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道轻微的破风声传来，竟然是一个爪子骤然的从泥土中钻出，狠狠的一爪抓在了顾双成前面。可以说，如果刚才没有那通天小神树的提醒，按照刚才他的速度，此时的他已经走到了前面的位置。那也就意味着这一爪子会完完整整的落在他的身上。顾双成立刻闪身暴退，手中2个符篆随时准备激活。砰！泥土地骤然炸开，然后一个黑色的身影从土地里直接跳了出来，是一只魔族。顾双成仔细打量了一眼面前的这家伙，只见他高约2米有余，浑身肌肉发达，和人的样子一样，有4肢有头，只不过他的4肢很长，躯干偏小。最令人不舒服的是他的嘴巴巨大，几乎和2个尖尖的耳朵连了起来，嘴巴里还有2排细密的牙齿，头上也没有毛发，但是有一层难看的褶子。此时他的手上还握着一柄类似于兽爪的武器，刚才攻击自己的应该就是这爪子。顾双成心中暗暗的猜想，这应该就是魔族了吧。他记得师姐们教给他的分辨魔族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看他的眼睛里有没有银色光点。透过这魔族的眼睛，他没有发现光点，看来这是一头最低级的猎魔。哈赤哈赤！随着那猎魔的几声吼叫之后，他猛地挥舞着手中的爪子，朝着顾双成攻击而来。巨大的身体并没有让他的行动变得迟缓，反而是依旧异常的灵活。一个相当于人类炼气境修士的猎魔，顾双成觉得自己还是可以轻松应对的。他没有动用符篆，而是运转灵力，施展神通，熔岩裂的鞭。一击之下，那猎魔就已经节节败退。顾双成没打算放过这猎魔，继续柔身攻击。猎魔眼见打不过顾双成，准备逃离。顾双成又岂会给他这个机会？噬生魔灵，随着噬生魔灵将那猎魔的身体撑裂，猎魔也倒在了地上。顾双成一拳轰爆猎魔的头颅，猎魔被彻底的打死。顾双成感觉这猎魔也没有那么恐怖，就是其身体素质的确比人类强了，不是一点半点。摆摆手，正准备先去摘了那含金草。却在这个时候，那通天小神树的根须顺着他的手臂来到了手掌的位置。第121章渔翁得利恩。顾双成看着突然跑到自己手掌的通天小神树，有些不理解。他猜测道：“你是想要吞噬这猎魔吗？”通天小神树的树枝上下摇动，像是在点头，表示同意。顾双成将手按在那猎魔的尸体上，然后通天小神树的根须迅速钻入了那猎魔的尸体内。很快，那猎魔的尸体就急速的干瘪了起来，犹如被抽干了体内的精髓一般。最后，那猎魔竟然化成了一团灰尘。顾双成瞳孔猛地一缩，这通天小神树竟然有如此的威能。只不过，那通天神树在吸食了那猎魔的血肉精髓后，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顾双成也没时间仔细的思索这件事情，刚才他和猎魔的战斗，说不定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他需要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他小心来到那含金草的周围，小心摘下这含金草后，就迅速离开了这个地方。果然，等到顾双成摘了含金草并走远以后不久，有一个人快速的赶了过来，看到这地方打斗的痕迹。看来刚才有人在这里打斗啊。那人立刻就在周围看了起来，很快就看到了那含金草的坑洞。这里是有一株灵草的吧？他嘴中喃喃道，有些懊悔自己晚来了一步。可就在这人准备走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了地上的一条长长的带着交易的鞭痕。这鞭痕怎么跟当初郝元香死的时候的场景这么像？那残魂虚影中虽然很模糊，看不起脸，但那里也是有鞭痕的，而且那鞭痕也是会给周围带去灼烧。没错，这男子正是那顾双成在万和沼泽所击杀的红衣女子郝元香的伴侣梁浩，他是紫霞派之人。梁浩想到这里，眉头一皱，难道这人和杀死郝元香的是同一个人？或者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算了，不管是不是，如果实力比我低，我直接控制住他，让他自己交代就行，宁可错杀，也绝不可以放过。他想到这里，立马面色严肃，朝着边上搜寻了起来。而好巧不巧的，他离去的方向正好和顾双成离去的方向一致。
顾双成在前进了足足2公里多的路程后，他才逐渐的放慢了进度。这一路上，他将神念散了出去，虽然这样一来会产生不小的神念消耗，但是好在他能提前几百米探知到危险。就这短短2公里的路上，他见到足足4只猎魔，这些猎魔的长相有2种，一种是和前面顾双成遇到的一样，还有一种是顾双成第一次见到的。其中还有2只猎魔正朝着他刚才来的方向奔袭过去，显然他们是被刚才自己和猎魔的打斗声吸引了过去。顾双成都没有和他们产生争斗，用蜃楼敛息诀将自己隐藏了起来，不等他们发现自己，他就远远地绕了出去。看来我被传送进来的地方应该算是这猎魔窟比较偏僻的地方，越往里面走，猎魔的数量也越多。顾双成在心中暗暗地猜测，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找到那青灵果所在之地。对了，看看传讯玉简还能不能用。顾双成拿出了传讯玉简，试着给师兄吴通发了一个信息过去，只可惜那传讯玉简根本发不出消息。明显这个地方用不了那种常规的传讯玉简。虽然目前来看他待在这外围会比较安全，但是这也意味着他无法获得那些好的药材和资源。不冒险去尝试获得一些好的资源的话，来这猎魔窟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在宗门待着。顾双成继续四处搜寻，大约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程之后，顾双成听到了前方传来了乒乒乓乓的兵器相碰的声音。顾双成连忙小心靠近，然后用神念扫过去，就发现是一个修士和一只魔族在激烈的战斗。这次的这个魔族手中拿着的是一柄狼牙棒，而且这魔族的长相和前面顾双成所遇到的那个猎魔明显不一样。这魔族看起来更接近于一个人，只是他的耳朵很大很尖，鼻子也很长很尖，另外都和人没什么区别。顾双成的神念清晰的就看到了这魔族眼中的一个银色光点，竟然是一只魔族。顾双成心中明白为什么当时他们会告诉自己区分猎魔和魔族主要是看眼睛。原来这里的魔族长相各不相同，至少他目前就已经看到了3、4种魔族的长相了。要是单纯的通过魔族的容貌去区分，还真的分不清楚。顾双成看向和魔族对战的修士，那是一个东极宗的男弟子，这弟子实力也还不错，应该也是一个筑基境的强者，可以和魔族打得有来有回。顾双成神念继续周围扫了一下，就发现了地上有大概10几株烈焰花，可以用来炼制2品丹药爆炎丹。想来战斗的双方是为了这烈焰花而产生了争斗。顾双成没有现身，而是继续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隐藏了起来，用神念继续观察他们的战斗情况。他想要看看魔族的攻击手段是怎样的，为自己以后遇到魔族做出一些准备。顾双成很庆幸自己的神念比较强大，可以在一定的安全距离外观察战斗。也就在这个时候，顾双成忽然发现又有一个人靠近了过来。那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弟子，从他身上的服饰可以看出他是紫霞派的弟子。这紫霞派的弟子也在发现了这边的战斗后，并没有选择立刻现身，而是和顾双成一样躲了起来。不过他躲的地方要比顾双成靠近的多了。嘿嘿，一会他们2个打完，我就可以渔翁得利了。这么多的烈焰花带出去，应该可以卖不少灵石了。这紫霞派弟子正是过来寻找顾双成的良号。此时的他在期待着那东极宗的弟子和那魔族可以2败俱伤，完全没有留意到他的另一侧，顾双成也关注着他。砰！随着场中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那东极宗的弟子甩出一张符篆，一个灵力巨拳骤然出现在了他的上方。2品符篆。那巨拳在那东极宗弟子的指挥下，骤然朝着那魔族挥舞而去。仅仅是一拳，那魔族就被彻底的轰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东极宗的弟子有些不舍得看了一眼那开始逐渐消散的灵力巨拳，扑了上去，一剑捅穿了那魔族的头颅，并从那头颅之中挖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黑色晶体，应该就是大家口中的魔晶了。然而，就在那东极宗的弟子准备去采摘烈焰花的时候，一道飞剑迅速的朝着他的后背飞了过去。第122章成群的大嘴金蜂远处的草丛之中，隐匿于此的顾双成看到这一幕，瞳孔一缩，这紫霞派的人竟然也是一个筑基境修士。因为这一剑极为迅速，那东极宗之人又潜心摘地上的烈焰花，根本没有想过这周围还有第3个人，他丝毫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一剑刺中右胸，鲜血在他的身上激出了一朵血花。那东极宗弟子吃痛，立刻往前一扑，趁机将那剑从自己的身上拔出以后，转身看向了梁浩那边。混蛋，竟然偷袭我！东极宗弟子怒骂一声。哼，这烈焰花我也见到了，见者有份。那梁浩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接从藏身之地走了出来，很是不屑地对那东极宗弟子说道：“你刚和那魔族战斗，消耗了那么多的灵力，难不成还会是我的对手？我劝你乖乖离去，我还可以放你一命，否则我必杀你。”那东极宗弟子也是一个硬气的，他很是不服地盯着梁浩说道：“你们紫霞派就都是如你这样手段肮脏、偷人胜利果实的人吗？呵呵，我杀了你，谁知道我做了这事？”梁浩很是不在意地说道。他说完，没有给那东极宗弟子过多的喘息，操控飞剑，再次朝着那梁浩攻击而去。那东极宗弟子面色难看，连忙调动体内的最后灵力保护自己，但是奈何他的灵力在刚才和魔族的对战之中已经消耗了不少了，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和灵力充沛的梁浩对战。很快，那东极宗弟子的灵力就开始不支，随着他一个不留神，又一次被那梁浩用剑刺中的胸膛。然而，就在那梁浩以为自己可以顺利的击杀那东极宗弟子的时候，那人却是再次掏出了一张符篆，2品符篆极行符。
有了急行符的加持，他快速的就朝着远方遁去。梁浩，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将你埋伏刺害我的事情告知我宗门之人。东极宗弟子远远的还留下这样一句话。然而他的话音刚刚落下，梁浩竟然也迅速的飞身至他的身边。梁浩的手中也是一张急行符。呵呵，我想你应该无法告诉你宗门之人了。梁浩说完，直接伸手将那东极宗弟子一剑斩杀。做完这些以后，那梁浩毫不客气地搜刮了那东极宗弟子的储物袋，并折返回来，开始安心采集烈焰花。顾双成见状瞳孔微缩，看来前往炼魔窟的弟子们都是做足了准备，手上的符篆数量也都不少。当时他以为自己有不少的符篆，完全可以在这炼魔窟有一些抵御之力，现在看他们出手动辄都是2品符篆，他感觉自己只有拿出3品的符篆，才可以真正意义上的靠符篆压倒他们。关键他手上的3品符篆数量并不多，而且鬼知道人家有没有3品符篆。看来在这炼魔窟，自己还是得更加的小心才是啊。顾双成心中暗暗的想着，同时对后面的行动有了一些计划，最好就是在遇到真正有价值的宝物之后，再拿出3品符篆进行快速动手。同时手上必须要留着一张3品防御符篆，因为激活生死御简需要几息的功夫，这3品防御符篆要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使用，不然生死御简还没有起效，自己就被人打死了，那就太惨了。可就在顾双成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大地传来了一阵阵震动的声音，就好像是发生了地震一样。我去，这炼魔窟还会地震啊，真神奇。顾双成有些不解的在心中暗道。只是顾双成以为自己只要躲在这里，静静的等着地震过去就好了的时候，他回头看去，就发现一排黑线正在朝着他的这个方向快速的移过来。顾双成眼神一眯，这是什么东西？黑线，3公里，2公里，500米。随着黑线越来越近，顾双成隐隐的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他迅速的用神念扫了过去。这一扫过去，他就发现了问题。卧槽，哪里是黑线，这特娘的竟然是一只蜜蜂。不是蜜蜂，蜜蜂绝对没有这么凶狠，那是一只带着尖利尾刺，正在一路啃食遇到的一切的大嘴金蜂。顾双成曾经在外面收集兽血的时候遇到过大嘴金蜂，所以对大嘴金蜂有印象。这大嘴金蜂虽然不大，一只才人的拇指大，等级也不高，每只大嘴金蜂都不过1级妖兽或者2级妖兽，但是它的毒针却是异常的毒。任何人只要被它的毒针一扎中，必须第一时间将自己被扎中的地方给割掉。如果手被扎了，那么3个呼吸内必须要第一时间把手给砍了；脚被扎了，那就砍脚；如果头被扎了，那就没戏了，只能等死。毕竟总不能砍自己的头，除非拥有2品圆满的噬毒丹，将毒性全部吞噬一空，否则非死即残。可关键是，平时这些大嘴金蜂不会群居，一般遇到的时候，只是1只2只的大嘴金蜂，最多也就10几只，哪里会像这里一样，竟然一次性出现这么大一群？这里起码就有上千只的大嘴金蜂。顾双成一时都有些想不明白，他们这些大嘴金蜂是怎么聚集到一起，又怎么这么齐心的往一个方向走的？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想了，再犹豫这些大嘴金蜂就要咬到自己了。顾双成给自己贴了一张2品圆满的急行符后，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朝着前方飞射而出。他速度很快，犹如一道光影，迅速的飞射而出。那梁浩此时正好摘完烈焰花，也注意到了身后的大嘴金蜂，准备逃的时候，忽然他就看见身边一个身影从草丛中一跃而起，朝前飞速跑去。该死的，刚才竟然有一个人在一边看着。梁浩在脑海之中立马就想到了这一点，要是这个人出去就和东极宗的人说自己杀了他们的弟子，这岂不是给自己平添麻烦吗？这才刚进入炼魔窟，自己就遭受东极宗的记恨，对于他后续在炼魔窟的寻宝极为不利。他立刻飞身也追了上去，正好他刚才所用的急行符的效果还在。第123张神奇的丹药，梁浩追了一段路，凭着他筑基境的修为，加上急行符的威能，他的确是在不停的靠近顾双成，甚至他都已经清楚的看见了顾双成身上的衣服是青云门的道袍。可眼瞅着顾双成就快要到他的攻击范围了，良好的急行符失去了作用，而面前那顾双成急行符却是始终保持着快速往前的动力，这使得他们2个人的距离被再一次迅速的拉大。该死的，他用的是什么急行符？难不成是3品的？梁浩有些愤然地说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前面正在急速逃离的顾双成被一头猎魔给缠上了。顾双成伸手就是一招熔岩裂的鞭，将那猎魔给逼退。这一幕被梁浩仔仔细细的看到了，也在继续前行的他此时瞪大了眼睛，喃喃道：这一招岂不就是好缘相死的时候的那一鞭吗？混蛋，你给我站住！梁浩瞬间双目赤红，再次全速朝着顾双成的方向而去。因为追不上，梁浩直接祭出了宝剑，准备御剑飞行追击顾双成。只是他刚刚御剑飞起来，瞬间就有不少飞行的妖兽和一些魔族的攻击朝他落去，甚至有魔族直接也腾空而起，准备追击他。吓得梁浩瞬间冷静了不少，想到这可是在炼魔窟，除非有非常强悍可以以1抵多的实力，否则御剑升空或者做飞行法器就是移动的活靶子。在地面上，人家可能因为树木山峦的遮挡，暂时发现不了，可在天上很远的地方都可以毫无遮挡的看到你。青云门的，行，你给我等着，我一定找到你。梁浩最后再愤怒地看了一眼顾双成的方向，咒骂了一句，然后继续管自己逃命。远处，顾双成看到后面的那个紫霞派弟子没有再追来以后，也是长松了一口气。
本身好好的自己低调隐藏的，竟然被一群大嘴金蜂给打乱了节奏。这紫霞派的弟子也真够执着的，就因为我看到他杀了东极宗的弟子，就对我如此的紧追不舍，气量真小。顾双成说完，又继续往前，小心飞奔了许久，直到他发现自己已经远远的避开了大嘴金蜂的追击。此时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天，顾双成不禁有些苦涩，自己来到这炼魔窟的第一天，竟然就只收获了一株含金草。炼魔窟的白天虽然阴沉，但依旧有夜晚。等到夜色降临，顾双成再次敛息凝神，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将自己隐藏起来。同时打开了师姐苏艳茹给他的防御阵和屏蔽阵的阵盘。这阵盘上面刻画了很多精细的图案和纹路，同时阵盘上还有10个小凹槽，是用来放灵石的。只要灵石内的灵力不用光，这阵盘就可以持续运转。顾双成将2个阵盘全数打开，把自己笼罩了进去。一般人如果不是刻意过来，应该是无法发现他在里面的。做完这一些以后，顾双成将通天小神树给召了出来。他有些想要知道这通天小神树在吞噬了猎魔的血肉以后，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而顾双成看了许久，发现这通天小神树和原先也没有什么两样。顾双成也没有在这通天小神树上发现什么新结的果子，要说真的有点区别，好像它的颜色稍微变得深沉了一些。这个时候，他发现了那挂丹药的树枝上挂着一颗果实。那是今天进炼魔窟前，大师姐叶增柔让他服下的一颗丹药，眼下已经被通天小神树提纯强化出来了。顾双成摘下丹药，发现是一颗12道丹纹的丹药，不过具体是什么丹药，顾双成一时间分辨不出来。不管了，既然是纯正的丹药，而且师姐也让我直接吃下，应该是对我有点帮助的丹药。顾双成将丹药吞进腹中，然而这丹药并没有化作一道道灵气，也没有化作气血之力，反而是犹如一个巨大的茧被逐渐打开，茧中犹如抽丝一般，向外面迸射出了一条条的丝线。那些丝线在顾双成的体内迅速的蔓延开来，犹如一张张巨大的蜘蛛网一样，从丹药延伸到了顾双成的皮肤、关节、血管等地方。同时，那原本的丹药此时也在顾双成的体内成为了一颗小小的晶体，连接着所有的丝线。这是个什么玩意？顾双成还头一回遇到吃下丹药以后产生这种效果的。然后这个玩意就在他的体内，也不消散，也不长大，就这么静静的在丹田附近。这样的景象可以说让顾双成整个人都有些懵。不过既然是通天小神树加持过的东西，应该对他没有什么坏处。顾双成没有再管这奇怪的丹药，拿出一枚凝灵丹，开始吞噬丹药炼丹。眼下他的体内灵脉已经都变成了洁白的玉色，灵脉壁变厚了不说，还增加了不少的韧性。他准备尝试让自己的灵脉储存一下液体的灵液试试。随着凝灵丹的药力散开，顾双成再次熟练地将体内雄浑的灵力引入自己那些被不灭红莲经所锻造过的经脉之中。很快，一滴灵液在经脉之中形成。顾双成迅速地将那滴灵液引向自己的火灵脉之中。这一次，那灵液进入了火灵脉以后，并没有消散，而是在火灵脉中醇厚的灵力压力下，依旧维持住了液体的状态。果然可以。顾双成心中一喜，看来自己的思路是对的，果然并不是非要到筑基境才可以有灵液。有了这第一滴的成功，顾双成继续开始了疯狂的炼制灵液。1个晚上的时间，顾双成吃了足足4颗凝灵丹，炼制了足足10滴灵液，5条灵脉，每条2滴。有了这些液态的灵力，顾双成相信自己再次施展五行归元阵，就可以凝练出更大的5只灵兽。那五行归元阵的威力也一定会更加的强劲。随着夜色的褪去，炼魔窟再次被笼罩在一股子阴沉的灰蒙蒙之中。顾双成收掉了面前的2个阵盘，起身准备继续往前搜寻。然而顾双成才走了没多久，就遇到了地上一个紫霞派弟子的尸体。这紫霞派弟子应该是被一个人族修士杀的，因为他身上的储物袋都已经没有了，地上还散落着一地衣物等无用的东西。顾双成摇头叹息，人族真的是内忧外患，那些当年奋勇将魔族赶回去的前辈，要是知道人族弟子在这里自相残杀，应该很不好受吧。他说着准备走，但是忽然眼神一凝，想到了什么，立马就将那紫霞派弟子散落在地上的衣服给捡了起来。这紫霞派弟子的身材和他差不多，这衣服他也可以穿。至于拿这些衣服要干什么，暂时他也没有想到，反正储物袋多，拿着再说。顾双成走着，却不知道在他的身后，远远的跟着一个体态像人、脸色苍白的魔族。若是靠近了看，就能发现他的眼睛内还有一丝银色的光点，赫然是一只魔族。第124章对战魔族。顾双成在搜寻了将近1个多时辰以后，他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和手上的地图所标记一样的地方。五指湖。据说这是当年的强者大战的时候，其中一位强者狠狠的一掌拍在了地上，就在地上形成了一个极深的五指掌印。时光流逝，这掌印就慢慢的积蓄了水，成为了一个五指形状的巨大湖泊。顾双成对照手中地图，就发现现在的他的确是在炼魔窟的极外围，距离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和一些魔族聚集的地方都还很遥远，甚至都远远没有抵达炼魔窟的核心区域。顾双成大致判断了一下方向，准备朝着东北方向走，因为进入炼魔窟之前，他们逍遥峰的几人就一起约定，在炼魔窟一个名为万人冢的地方聚集。此去万人冢，就算是全速前进，他起码还需要花费2天的时间，如果小心缓慢前行，则至少还需要花费4、5天。不过顾双成也没有急着走，因为在这五指湖的附近有一种宝物，名叫万水枯藤。
它主要就是生长在一些湖泊和池塘等水多的地方，还要有浓郁的灵气滋养。最重要的是，万水枯藤不能见太阳，如果被猛烈的日头一晒，那万水枯藤就会立刻干裂。所以炼魔窟的五指湖这儿就成为了滋养万水枯藤的最好的地方。只要能找到万水枯藤，可以直接吞食，也可以用来炼制水元丹。两者都具有直接增加修饰水属性灵力的能力，也就是无需要经过灵根的转换，可以直接凝练吸收进入灵脉。顾双成可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宝贝，他在周围四处寻找了起来。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根万水枯藤，这万水枯藤并不是吃藤的，而是将它砍下来以后，采集它里面流出来的浆液。顾双成将枯藤砍下来，插在一个玉瓶里，然后放在储物袋中，让它的浆液自然的滴落。然而做完这一切以后，顾双成就悄然地拿出了2张符箓，一左一右地放在了自己的手掌心中后，抬头看向身后的一处密林喊道：出来吧。只是他的话音落下以后，那密林之中并没有什么动静。顾双成却是丝毫没有犹豫，再次朗声说道：出来吧，我已经看到你了。终于那密林之中发出了一阵窸窣声。结，你这个人类倒是挺机敏的，一个炼气境的修士竟然就发现了我的存在。一个面色苍白的魔族从密林之中缓缓地走出，饶有兴趣地看着顾双成。顾双成打量了一下那魔族，清晰地从他的眼睛之中发现了一个银色光点。魔族？顾双成心中微微一沉，捏着符篆的手又紧了一紧。你跟了我很久了吧？顾双成问道。结，有意思，你身上应该有什么宝物，可以帮你感知这么远的危险吧？不然凭着你的实力，你根本就不可能感知到我。那魔族结笑着说道，我和你们人族打了很多的交道，对你们人族还是非常了解的。以我躲避你的距离，你现在应该无法感知到我。那魔族说着，上下打量了一番顾双成，眼中充满了贪婪。顾双成没有回答，他心中明白，他能发现这魔族，全靠他的神念比一般的炼气境修士要强大，甚至比一些筑基境的修士还要强大。其实刚才在砍万水枯藤的时候，他的神念就敏锐地感知到了这边有轻微的异动，这才知道有人在远处看着自己。不过他却是依旧假装不知道的砍完万水枯藤，并将符篆放在手心以后，这才起身朝着密林叫喊：你如果可以把那个宝物交出来，我倒是可以让你死得轻松一点。那魔族倒也是不急着对付顾双成，就好像没把顾双成放在眼中一样。顾双成依旧是没有说话，他一直趁机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果能打，那就试试。眼下自己体内有了灵液，应该也可以和魔族对战几番了。可要是一旦打不过，自己要往哪里撤退，他都得想好。小子，既然不说话，我决定了，我不但要抢了你的宝物，还要将你的脑髓吸干。就算我把你的宝物给拍碎了，我要把你拍碎。那魔族见顾双成不但不害怕，反而眼神飘忽不定，心中也不禁气了起来。他之所以要让顾双成交出宝物，其实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一会把这宝物给拍碎了。现在既然这小子不识相，他也就不给机会了。他伸手一掌就朝着顾双成拍了过来。这一掌带着巨大的威能，速度也极其之快，甚至那一掌都导致边上的空气发生了扭曲。顾双成面色大变，这魔族看似平淡的一掌，竟然就有如此厉害。瞬息之间，顾双成就凝出了武灵。这一次，因为有灵液的帮助，武灵变得更大了一些，也更凝实了一些。武灵归元，随着武灵运转，木、火、土、水4灵将灵力供应给了金灵白虎。那金灵白虎瞬间膨胀了起来，成为了一只1人高、带着金色光芒的白虎。白虎朝着那魔族轰来的一掌迎了上去。虎掌和那巨掌拍在了一起，瞬间一股子磅礴的能量朝着周围扩散了开去，甚至边上的树都被这巨大的冲击力冲散了许多。顾双成的白虎在这一掌之下，瞬间就变得萎靡了许多。不过好在那一掌是被他给挡了下来。人类小子，你可以啊，竟然挡得住我这一掌，看来你身上的宝物不少。那魔族也被震退了2步，不过对顾双成的兴趣就更大了。说着，他连续的朝着顾双成又轰出了好几拳，不过拳数都被那顾双成的白虎给挡了下来。顾双成不但没有感觉到开心，反而心中产生了疑惑，这魔族有点不正常啊，他明知道那一掌无法击杀他，后面的几拳好像力度和第一掌差不多啊。正在顾双成疑惑的时候，那对面的魔族却是再次发出了桀桀的笑声，然后停下了攻击。桀，小子，你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异样吗？第125章你是怎么活下来的？顾双成闻言皱眉，却依旧是很提防的看着那魔族，生怕人家是在骗自己分心。那魔族呵呵一笑，你看看你的手臂就知道了，你以为我闲得慌，一直跟你无聊的对掌？顾双成闻言皱眉，低头一看，就发现自己的双臂此时已经黑成了一片。毒？你竟然下毒！顾双成惊呼一声，同时准备运转灵力，准备将那些毒给逼出去。说起来也的确是他自己没有好好的防护，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这魔族竟然还会有用毒的人，而且这魔族用的毒还挺厉害，顾双成用灵力根本就无法将其逼出去，反而随着顾双成调动灵力，那些毒蔓延得更快了。很快，顾双成就感觉自己越来越累，最后砰的倒在了地上。中了我的毒，你越是想要逼毒出去，你就死得越快。你还不如安心的躺着，可以让你没有痛苦的死去。桀，那魔族冷笑不已，就上前开始搜刮顾双成身体内的宝贝。一动不动的顾双成，此时犹如一只待宰的羔羊，任由那魔族在自己的身上摸索。很快，那魔族就从顾双成的身上找到了2个储物袋。
竟然有这么多储物袋，看来这小子在人族中也是个富有的。那魔族喃喃说着，也不再管他身后的顾双城，就准备从去研究一下顾双城的储物袋里的宝贝。那模样俨然就是把顾双城当做了一个死人看待。然而此时的躺在地上的顾双城眼睛却是猛地一睁，也就在刚才他倒地的瞬间，他也差点以为自己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才进入炼魔窟2天，竟然就要魔族给残害了。可就在他准备想办法把生死玉简激活，直接从炼魔窟中出去，先保住命再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的体内有一些异样。昨天吃的那枚丹药，也就是那悬挂在自己的腹腔之中，然后一根根丝线牵扯着全身经脉和骨骼的丹药，竟然神奇的开始作用了起来。此时顾双城身上那些已经黑了的皮肤中，那些原本正在迅速扩张和迅速黑色毒气，竟然好像受到了什么吸引一样，顺着那一根根的白色丝线，朝着那挂在中心的丹药而去。这些白色的丝线也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根根黑色的丝线，将无数那些入侵顾双城体内的毒素吸引到了那中心的丹药里。体表那些已经变黑的皮肤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迅速变淡变浅，黑色也开始逐渐褪去。刚刚还不能动弹的顾双城开始缓缓地恢复了一些知觉，逐渐开始能动了，灵力也开始可以运转了。这个丹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竟然还有这样的效果！顾双城在心中颇为震惊于大师姐叶增柔所给的丹药。不过眼下他没有时间思索这枚丹药了，因为如果他储物袋中的无数圆满级符篆被那魔族发现的话，他可就危险了。顾双城等到身体彻底可以动弹，就迅速地引动了手中的2品圆满符篆，一柄相当于筑基境圆满修士全力一击的灵力巨剑立刻形成，瞬间朝着那魔族击射而去。嗡！因为那魔族根本就没有发现顾双城的异样，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防备。灵力巨剑可谓是轻松地从他的身上穿了过去，将这魔族直接穿透。顾双城走了过去，将那么魔族从自己身上抢走的储物袋给收了起来。你是怎么从我的毒气下活过来的？那魔族还没有死透，他的身体已经被巨剑彻底的击裂，整个身体从脖子往下都被巨剑砍断，头身分离。可因为魔族的魔晶在脑子里，所以他虽然受到了重创，但不至于丧命，话也还可以说。不过那灵力巨剑所带去的灵力余威也还在持续的侵蚀他的头颅，已经让那魔族处于濒死的状态之中。顾双城没有回答他，而是拿出法器宝剑。谁他妈的跟你废话！顾双城骂了一句，准备一剑刺穿那魔族的头。别！那魔族大叫起来，别杀我，我有很多你们人类的宝贝，你要是不杀我，我可以把我的那些宝贝都给你。因为害怕死亡，魔族说话都变得利索起来。顾双城动作稍微停了一下，但下一秒依旧毫不犹豫地准备刺下去，杀了你，这些宝贝我也可以拿到。别！我不但把我的宝贝都给你，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炼魔窟的宝地，那里有一个你们人族的传承。那魔族疯了，连忙大喊大叫起来，生怕自己说晚1秒钟，那顾双城会立刻砍了他。顾双城将剑抵着魔族的头问道，那人族的传承是什么？我可以领你去，那是你们当年人魔对战的时候，你们人族一个化神境强者葬身之地，不过他临死前将他的一身本领和重要的宝贝都藏了起来，留下了传承。上一次我来这炼魔窟的时候，不小心闯了进去，不过差点被那化神境强者的残魂给打死。但他的残魂应该无法持续那么久，肯定是越来越弱的，所以这一次我要再去试试，想把他的宝物给抢来。那魔族老老实实的都跟顾双城说了出来。顾双城闻言皱了皱眉，说起来也是奇怪，你一个魔族，就算有再多我们人族的宝贝，你用的了吗？那魔族都要哭了，大哥，你可以把你的剑拿开一点吗？我看着就害怕。顾双城不动，冷静说道，你不说清楚，我对你没有信任。魔族欲哭无泪，心中暗叹，遇到你算我倒霉。嘴上则是继续解释起来，其实有些你们人族的宝贝，我们魔族也是可以用的，特别是你们人族的一些武器，比我们魔族的要好。当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可以用你们人族的武器。至于那些用不了的，在每次炼魔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私下找一些人族交易，用我们手上的人族的宝贝换你们人族抢来的我们魔族的宝物。顾双城心中暗道，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操作。他接着问道，那你为什么会说我们的话？第126章不服，那就继续打本魔天赋异禀，学你们说话，自然是那魔族本能的就开始说起了大话，吹起了牛逼。很快他就被那直接对到他眼前1寸不到的宝剑给吓得闭上了嘴巴。你拿得远一点，我再说。顾双城稍微抬了抬剑尖，你说吧。那魔族开始说了起来，当年人魔大战的时候，我们魔族的强者掳掠了一些你们人族的女人，将他们强行留在了我们魔族。然后我们魔族的强者和你们人族的女人生下了一些带着你们人族血脉的人，并且通过这些女人，我们学会了你们人族的语言。顾双城闻言了然，也难怪他们魔族之中有很多魔族长得很像他们人类。不过他在心中也替那些曾经被魔族抓去的女人感觉到非常心疼。这些女人肯定在何等痛苦的情况下才会被这些魔族之人所强暴，还要替他们生下了一些人不人魔不魔的孩子。大哥，你可以把这宝剑给拿走了吗？我怕你一会一个失手就把我给捅穿了。那魔族急得不行，对顾双城哀求道。顾双城想了想，直接伸手将那魔族的头给抓了起来。行了，你先把你的那些宝物都给我拿出来吧。顾双城道。
魔族之人有一个天赋功能，那就是在成为魔族以后，他们不但会形成魔晶，也会形成一个类似储物袋的空间。这个空间只要他们还活着就可以使用，一旦他们死后，他们空间内的东西就会立刻随之散开。那魔族很是无奈，也知道自己如果不拿出一些好东西来，面前的顾双城只要不满意，那就一定会把他打爆了。哗啦啦，随着那魔族的意念移动，瞬间一大堆的东西就出现在了他的周围，里面有符篆，有丹药，还有一些法器。顾双城粗略的一扫，就将这些东西全数都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中。他不敢严重分心，仔细去研究那些东西，因为他担心这魔族会有什么坏的计划。他总感觉这面前的魔族鬼精鬼精的，明显就是那种肚子里藏着一肚子坏水的家伙。那你说的那个我们人族前辈的传承之地在哪里？顾双城紧接着问道。画神境强者的作画之地，顾双城还是很感兴趣的。一旦自己可以得到这画神境强者的传承，那不但在宝物上，他可以有很多的收获。更重要的是，那画神境强者的一些修炼心得和一些功法、神通的传承。这也正是为什么顾双城会留下这魔族的主要原因。那个地方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带你去。那魔族说道。顾双城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说不清楚，还是假的说不清楚。不过现在这魔族也跑不了，索性就带着这魔族一起去寻找那画神境前辈的作画之地。你给我指路。顾双城毫不客气地将魔族散落在地上的所有身体碎片都收入了自己的储物袋中。一会他还要将这些身体碎片丢给通天小神树吞食，虽然不知道效果是什么，但应该对通天小神树有点好处。这一幕看得那魔族眼皮直抽抽，妈的，这可都是自己的手、自己的腿、自己的躯干啊！你叫什么名字？在赶往魔族所指引的路上之时，顾双城对那魔族问道。那魔族道，我叫不服。顾双城，不服是吧？他拎起那不服的头就是哐哐哐4拳，打的那不服的2个眼珠子当肿成了2个大脓包。不是，我真的是不服啊！那不服都懵逼了。顾双城，啥？你还是不服？哐哐，又是2拳打在了那不服的头上，把他一口的牙都给崩没了。我说我叫不服，不是我不服。不服此时总算是明白了，连忙开口解释道。顾双城心中讪讪，你可真是你爹的好蛋儿，你爹竟然给你取了这样神奇的一个名字。嗨嗨，你这不能怪我，你只能怪你爹给你取的名字不好。不过也幸好你爹不姓福，不然就叫福不福了。顾双城道。之后2个人就没有多说什么，不服指路，顾双城前行。不过在走的时候，顾双城还是在脑海中比对着那不服所指的路和地图上的标记，看看他是不是把自己引到一些魔族的聚集之地去。走了一段路以后，顾双城发现这不服所指的确不是通往青云门所标记的那些魔族聚集地，反而是沿着外围的一个方向，这让顾双城放心不少。2个人足足走了1个多时辰，一路上也遇上了一些猎魔。顾双成都毫不客气地将猎魔都给解决了，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中。前面有一个大树，树的下面其实有一个大洞，那个大洞里就是你们人族强者死的地方。不服看了看周围，指着前面对顾双成说道。顾双成将手上的2品符篆悄然地换成了3品的防御符篆和3品攻击符篆，然后朝着那大树走了过去。靠近之后，他果然从发现那大树下面有一个被无数的枯枝烂叶所隐藏起来的洞口。如果没有人提醒的话，很难发现这些枯枝烂叶下竟然还别有乾坤。顾双成再次用神念观察了周围的环境，确定没有了危险之后，他小心地走进了洞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一个画神境强者的传承，也值得他冒一下险。进入洞口以后，里面是一个比较宽广的空间，竟然是将这大树在地下的树根给掏出了一个大洞。在这树洞的中间有一个浅灰色的光幕，正在发出一些微弱的光芒。顾双成能够用神念清晰地看到，那光幕的里面正盘腿坐着一个白发的老者。那老者肉身依然崩灭腐化，顾双成所能看见的其实不过是他的一道残留神魂。前辈，顾双成确定了洞内没有什么其余的危险之后，靠近光幕轻声呼唤道。唰，下一秒，那盘腿坐在光幕之中的老者神魂眼睛猛地张开。可当顾双成看到这双眼睛的时候，心中警铃大作，惊呼一声不好。同时他抽身立刻往后撤去。第127章，我们还是继续打吧。没错，因为在那老者睁开眼睛的一瞬间，顾双成就看到了一双漆黑的眸子，不是那种黑眼珠白眼球的漆黑，而是一双全部都是黑色的眼睛。一般的正常人又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双全部黑色，甚至散发着阵阵黑烟的眼睛呢？所以这老者肯定是遭遇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哈哈，前辈，我帮你送人类的躯体来了，你只要侵入了这一人类的身体，你就可以再一次如同活过来一样。而且我帮你看了，这人族的实力连筑基境都没有到，绝对不会是你的对手，你完全可以进他的身体。这时那魔族不服开口大声喊道。桀桀，又是你这个小家伙，不过你的身体怎么都被你玩没了。那光幕内，老者看了一眼只剩下透露的不服，桀桀笑道。当年你运气好，正好碰到这身体内那个家伙的反抗，给你逃过一劫，不然老夫早就通过你的身体出去了。不过如今你倒是聪明，给我送来了一个人族的肉身，虽然人族肉身比我们魔族的弱多了，但用他们的肉身应该可以骗过很多人族强者。桀桀，那老者说着就一步从那光幕之中出来，虚晃的身影漂浮在那树洞之内。
此时的顾双成已经大致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不符的确是个鬼精的，用了半真半假的话将他隐瞒了过去。这边的确是有一个人族的老者，只是这里不止一个人族老者，还有一个和人族老者搅和在一起的魔族老者，而且目前这魔族老者明显要占据上风。顾双成环顾四周，知道想要从那树洞之中逃离出去是不可能了，因为这个树洞好像被一层新的光膜给覆盖住了一样，刚才试了几次都没有突破出去。人族小子，不要反抗，不会让你痛苦，否则你越反抗就越痛苦。那老者显然有些着急，急着想要附身在顾双成的身上。凭你炼气境的修为，你绝对无法从洞里出去，而且你的神魂也绝对不是我的对手，所以你少一些挣扎，就少一些痛苦。夺舍。顾双成在来之前想到过无数种进入洞穴以后会产生的情况，其中一种就是夺舍。一般这种上古强者陨落之地，要么就是急需寻找一位将自己的一身本领传承下去的后继之人，要么就是急需一个能让自己的神魂附身的躯壳，也就是夺舍。显然，目前来看，顾双成面前的这个情况也就是第二种了。不过，从面前这老者神魂的透明度看，这老者大概率神魂强度已经很弱了。顾双成可没想着坐以待毙，而是准备殊死一搏，想要夺舍他的身体，还没有那么简单。那老者极为心急，只是跟顾双成稍微说了几句，他的神魂就如同一道流光，射入了顾双成的体内。顾双成的脑海之中，瞬间就出现了一个缩小版的白发老者。原来这就是神魂。顾双成看着那白发老者喃喃道：“所以以前他脑海中凝结的那个小人，就是自己的神魂。咦，你的神魂怎么会这么凝实？你不是炼气境吗？”那白发老者看见顾双成脑海中的小人，立刻就惊呼了一声。顾双成没有回答，不过他明白了，神念强大就是神魂强大。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奇特的手段，让你的神魂变得凝实了，但你总归不会是我的对手。那白发老者看着顾双成，犹如一头已经饿了数年的野兽看着面前的猎物一样。他说完，就朝着顾双成直接扑来，其神魂化作了一张巨口，准备将顾双成一口吞噬。顾双成从没见过这神魂还能直接化作一张嘴巴的，一时间也是很奇怪。他的神魂小人立马就用双手撑住那老者神魂所形成的巨口，避免被那神魂巨口所吞噬。他有预感，只要被这神魂巨口所吞噬，那自己就完蛋了。随着那巨口合拢，一股子巨大的重量压在顾双成的神魂小人上，让顾双成感觉自己就好像被一颗巨大的石头压在身上一样，从头到脚的沉重。该死的小子，你还在坚持什么？那老者见自己一口竟然吞不下顾双成，心中不甘的怒吼道：“早死早超生，不然一会我折磨死你！”顾双成没有说话，继续苦苦的支撑。说实话，他都感觉自己分心开口说话的话，可能会导致他坚持不住，被那巨口趁机吞下。那老者所化的神魂巨口来来回回的咬了顾双成好几十下，结果都没有将顾双成彻底的给咬下，不禁的有些着急。他撤回了巨口，重新化作一个白发老者站在了顾双成的面前。此时的顾双成神念已经开始展现出一些疲惫，他晃了晃身子，依旧是站得笔直。小子，你怕是不行了吧？老夫念在你年纪轻轻，不愿意多受痛苦，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主动降服，我一口吞下你，一定不会让你痛苦。老者抚须说道。然而顾双成的眼睛一眯，他发现了一些老者的异样。那老者看似云淡风轻的站着，实则他的神魂化身也是在轻微的颤动，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快意。顾双成心中有了一些底气，对那老者说道：“我这个人骨头比较硬，比较喜欢受点痛苦，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打吧。”那老者脸皮猛地一抖，心中早就已经骂上了，自己咋就这么倒霉？上次遇到了那个叫不服的魔族，以为可以成功，结果消耗了不少神念，到临门一脚的时候，被体内苏醒过来的老家伙给打搅了。这特娘的这次还以为来了个炼气境的，总算是可以让自己附身出去了，结果这炼气境还是个硬茬子，咬了这几口，都已经把他的神念消耗了一半了。他转念一想，外面那个叫不服的家伙已经被打得剩一个头了，会不会好处理一点？要不还是去附在那不服的身上吧，剩一个头也就剩一个头了，总比跟这个叫顾双成的小子耗死要来得好。第128章不服，我特么的不服啊！然而那老者正准备从顾双成的脑海里出去的时候，顾双成却是瞬间移动到了那老者的面前。呵呵，你不跑还好，你准备跑了，那就更说明你已经不行了，那我还会让你跑？老家伙，别走啊，跟我再玩玩呗！顾双成嘿嘿笑着，神魂小人拉扯着那老者。小子，你别逼我，我是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念在你修为不易的份上，不抢夺你这副身体了。不过你要是逼我的话，我分分钟都可以弄死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白发老者气得吹胡子瞪眼，两只眼睛中的凶芒都快要把顾双成给来回杀戮千百回了。顾双成不再废话，神魂小人直接一拳轰出，打在那白发老者的腰间。如果顾双成用肉身的拳头攻打这白发老者，应该无法打中，就跟人打烟一样，是打不中的。但是顾双成用的也是神魂，所以神魂一击，结结实实的落在了那老者的身上。嘶！老者吃痛，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这面前的小子还真敢和自己打。眼见自己一时间逃不出去，有点火气上头的他，气起来就是一拳，朝着顾双成回轰过去。两个神魂小人就这样你打我，我打你的对战了一会。也就在顾双成感觉自己就要吃不消的时候，忽然他发现面前的白发老者原本漆黑的眸子，有那么一瞬竟然变得透亮起来，
恢复了和人一样的白眼球黑眼珠的色泽。就在这一瞬间，那白发老者的攻击节奏明显的紊乱了一些。顾双成也趁着机会抓到了空子，狠狠的在他的脸上挥了2拳。不过瞬息后，那白发老者再一次变成了纯黑的眸子。可经此一事，他就变得更加不再恋战。他急急忙忙地对顾双成说道：“小友，小友，你跟我有话好说，不过是一场误会，大家不要弄得这么僵。”顾双成冷笑：“刚才如果你一口把我给吞了，你还会跟我说是一场误会吗？你还会跟我说不要弄这么僵吗？”白发老者见顾双成依旧是油盐不进，再次追着说道：“你想想，你要是跟我真的把神魂消耗光了，外面的那个魔族又岂会放过你？就算我跟你在对战的时候，他也在快速的恢复实力，一会说不定你还要死在他手里。”顾双成依旧坚决：“我和他的事情是我和他之间解决，我和你的事情就是我和你解决，不用考虑其他。今天我就是拼的神魂破灭，我也要和你拼到底了。”说着，顾双成继续朝着白发老者攻击而去。一边攻击，顾双成一边在想，要是自己的神魂也能够像肉身一样，可以发挥一些神通就好了。白发老者心中那个苦啊，妈的，随着自己的神魂被消耗，自己体内的那个家伙又有了苏醒的迹象，如果让他苏醒的话，那岂不是2对1？自己必死无疑啊！不行，我必须要赶紧跑出去。那白发老者一边和顾双成对招，一边思索着退路。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咬牙硬抗。他用自己的左肩硬抗了顾双成的一击，然后顺势从顾双成的右边从顾双成的体内钻了出去。此时的山洞内，那不服的头颅正在四处的滚动。他虽然神魂还在，头还在，命也还在，但是一时间想要恢复整个身体，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只能用头滚来滚去，企图从山洞里滚出去。结果一转头，他就看见那老者从顾双成的体内钻了出来，而且他清晰可见，那老者的神魂已经比刚才更加稀薄了几分。下一瞬间，不服懵逼了，因为他发现那白发老者竟然转头，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不是，你看我干什么？不服想要往后退，却发现自己是一颗头，根本就无法往后退。他只能奋力地往后撤，想要离得远一点。他也是怎么都没有想到，这白发老者竟然会盯上自己。姐，没办法了，只能借你头颅一用了。那白发老者当即就缠上了不服。你别过来！不是，你别靠近我！不服吓得哇哇乱叫。可那白发老者已经虚幻的不行，不能再耽搁了。他嗖的一下就钻进了那不服的脑袋。啊！不服大喊大叫的声音传来，然后他的眼珠子就开始逐渐的变黑。那是白发老者已经开始占据主动的倾向。不是，你怎么竟然趁我虚弱搞我？早知道我就不带他来了。我不服啊！顾双成睁开眼睛，此时他都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胀痛，那是神念被用到极致之后所带来的后果。他听到了不服的大喊大叫，有些玩味的看了一眼自己找上祸患的不服，心想你这也算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多行不义必自毙了。同时他也在努力的恢复自己的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巅峰，那总是能恢复一点是一点，毕竟一旦那老者掌握那不服头颅的主动权，也肯定是会对自己发动攻击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不服的头颅竟然出现了3种异常的情况。一会那眼睛是黑到冒烟的黑，一会那眼睛是跟人类一样正常的白眼球黑眼珠，一会那眼睛又是不服那种有点灰蒙蒙的眼睛。眼睛的3种状态互相转换来转换去。过了一会，那不服就开始新的惨叫，不是，能不能放过我啊？哎呦，你们能不能不要在我不要在我脑子里打啊？疼死我了！哎呦，我真是不服啊！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顾双成想想也知道，刚才自己那2品圆满符传的一剑，高了那不服很多个层级，那一剑不但毁了不服的身体，同时也肯定对他的神魂造成了一些伤害。毕竟那个时候他的神魂还在他的体内。而那白发老者生前一定是境界相当高的高手，所以现在虽然是死亡很多年后的神魂或者说残魂的状态，但依旧抵得上一个筑基境中期强者的神魂实力啊！也就在这时，又一道声音传来，这一次声音不是不服的声音，而是那老者的声音。顾双成赶紧看向那不服的眼睛。第129章人魔大战的真实情况。这时顾双成就发现那不服的眼睛已经成为了黑白色，不再是那种妖异的黑雾色。他依旧是谨慎和提防地看着不服，生怕再次遇到夺舍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他已经经不起这第2次的夺舍了。良久，那不服的头颅开口了：“呼，小子，是你救了我。”顾双成一愣，救？为什么要用救字？那不服体内的老者仿佛是知道顾双成的顾虑和疑惑，对顾双成说道：“老夫贺商，曾经也算是人族的化神境强者，奈何人魔大战时被人类的叛徒所害，这些人族的一些叛徒觉得我们人族不会是魔族的对手，所以想要趁此机会投降于魔族。他们在人族后方对我们人族发动攻击，在我们都毫无防备的时候，斩杀了我们人族的大量修士，导致人族阵脚大乱，人族战线也是瞬间崩乱。在此情形之下，人族大能为了稳住局面，不得已燃烧自己，以命相搏，拼杀了一些魔族的高手，这才让的双方有了可以谈判的余地。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们人族也是大为吃亏，原本炼魔窟的这些区域都算是我们人族的势力范围，后来我们人族让步，把这一区域划分成了双方的共同区域。哎，可恶啊！不然我们人族完全有可能将魔族打退至魔域深处。贺商说着，眼中露出了浓浓的惋惜和仇恨。
顾双成问道：“前辈，那些人族叛徒应该则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吧？”没有，那些家伙让出了一些家族势力的资源和好处，给了那人族的至强者，让那强者原谅了他们，所以这件事情竟然也就这么被压了下来。至强者用神通将参战的很多人的记忆抹除，所以估计你们外面的很多人都是不知道这场大战的内幕。听着贺商的话，顾双成很是无奈地说道：“我们只知道人族和魔族谈判，双方划分而治，各不干预。”果然，贺商叹气一声，对此早有预料。前辈，可以告诉我是哪些势力吗？顾双成问道，对此他挺好奇。贺商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算了，这些你知道没有什么好处，你的实力还太低，这些离你还很远。”顾双成道：“前辈，我现在当然是不会和他们去争什么，我只是想要知道是哪些势力，但我知道的话，我就可以对他们有所提防，防止有一天我也被这些人所陷害。”贺商沉默一下，觉得顾双成说的也不无道理，他开口道：“主要就是两大势力，一个是姬家，还有一个就是天元宗。”姬家、天元宗，顾双成都没有听到过这两个势力的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就只能先将它牢牢地记在心里。他接着又问道：“前辈，我有些不明白你的处境，你为什么会被跟那魔族的残魂搅和在一起？”说到那魔族残魂，那贺商瞬间就变得暴跳如雷起来。哪里是我想要和他搅和在一起？这特娘的是他缠上了我。我神念较为强大，所以在身死之后，我并没有立刻陨落消散，而是以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苟延残喘。我想着这样活着也好，我就等待有缘人进来，到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一些东西给传承下去。当时我抢了一些魔族的宝物，没想到其中一个魔族的宝物上竟然有一个魔族的残魂。那残魂见我也是残魂状态，想要吞了我，壮大他自己的神魂。我们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打了许久，最后那魔族残魂眼瞅着打不过我了，竟然用出了一个奇怪的法门，将他的神魂跟我的直接融合在了一起。而且融合以后，他占据了主动，还可以趁机慢慢的吞噬我的神魂之力。没有办法，我只能将自己陷入沉睡之中，把自己保全起来，只有他的神魂受到攻击，或者他的神魂有剧烈消耗的时候，我才会出来占据主动。一开始我们就维持这样的状态，我打不过他，他也无法彻底的将我吞噬。直到那天，这魔族小子闯了进来，和他战斗了一场，消耗了他不少的能量，打破了我们平衡。现在只要他的神魂能量被消耗，我就可以超越他。所以刚才他和你对战的时候，我就可以干扰他，打乱了他的阵脚。听着贺商的话，顾双成心中也是有些感触。从他和那魔族残魂的对战中，他也感觉那魔族的手段的确是挺多的，层出不穷。要不是他时不时会乱节奏，说不得今天自己还真的打不过。贺商在说完这些以后，继续说道：“不过刚才我和那家伙的一战，也是彻底消耗了我的残魂力量。我现在已经不能从这魔族的头颅中出来了，一旦出来，我就会立刻消散。幸好老天长眼，还算是让我在临死前遇到的是你这个人族后辈，而不是一个魔族的。相遇即是有缘，老夫送你2场造化，在那里的黑色石台下面有一个暗格，你打开，里面有一些我一辈子收藏的宝贝。不过这么多年过去，我也用了不少，不过里面至少我的功法玉简和神通玉简还在。第二，趁老夫现在还有一些余力，在死前会将我的神魂之力和这2个家伙的神魂之力一起凝练，制成魂液。到那个时候，你服用下我们的魂液，神魂实力也就是你的神念会有大范围的长进。”说罢，那贺商就沉寂了下去，一道道神魂涟漪在洞内浮现。涟漪之中，还隐约听到2道渗人的惨叫声和哀嚎声。小子，老夫走了，有空帮我回大清皇朝看看，有能力的话帮忙照看我贺家后人1、2。老夫走后，我会将那魂液储存在这魔族的头颅之中，你取出便是。切记，千万别对魔族抱有幻想，只要我们人族展现出弱势，他们会毫不犹豫，立刻攻打我们人族。那贺商还是不放心的再次提醒了一句，然后就永远的沉寂了下去。顾双成拿起那魔族的头颅，用宝器法剑将其头颅切开。很快，他就看到了在眉心位置的一颗魔晶。摸上去是温热中带着些许的冰意。将这魔晶收起来以后，顾双成又看向了这头颅的深处。他很快就看到了一个空腔，并里面的一团透明液体。